我去，我他妈好像穿越了。黄叶一脸懵逼看着头顶的房梁，偌大的屋子静寂无声，红彤彤的房梁仿若残阳滴血，一种血腥、压抑、阴森、诡异的感觉袭上心头。从屋内的摆设判断，这里应该是一座古建筑。卧槽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自己睡的床也是古代的床，床好大，四周挂着布帘，自己则平躺在大床上。这货突然感觉脑海深处传来一丝痛楚，大脑猛地灌入一些信息。这个步骤对穿越者都会接收原主信息。看着里面的信息，黄叶差点没哭出来。我他妈穿的是无字天书吗？原主竟然是个傻子，记录的信息很少，只有名字跟他一样，还有个少爷的称呼，剩下就是混沌一片，偶尔会蹦出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单词。唯一能确定自己确实穿越了。老天，你这是玩我吗？穿越到一个傻子身上，让我来受虐的。系统，系统，黄叶心中默念。空荡荡的声音在脑海里回荡，什么都没有。老天爷，你也太他妈残忍，一点机会也不给吗？吱扭一声，房门打开的声音传入耳中，黄叶下意识闭上眼睛。咦，不对，我的眼睛明明闭着，怎么能看见人？一道娇俏的少女身影出现在屋中，少女回首掩上房门，蹑手蹑脚向床榻走来。少女身着一袭鹅黄色纱衣，俏丽的容颜略显狰狞。我尼玛，她手里拿的是什么？黄叶懵了。黄衫少女手中握着一把铮明瓦亮的匕首，在床前停了一会儿，颤巍巍举起匕首，比量一下方位，唰的一下，匕首带着一道寒光朝着自己下面扎下。黄叶的后背冷汗直冒，想躲过这下攻击，却发现身体绵软无力，用尽吃奶的力气侧翻一下，噗的一声，匕首扎进棉被，堪堪躲过这一击，大腿根已经感受到刀刃冰凉的感觉。黄叶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，小姑奶奶，你特么想让我断子绝孙吗？明白了，一定是这位少爷做了什么苟且之事，才让这丫头下狠手。偏偏自己找不到任何记忆，事急从权，自己先躲过这一劫再说。黄衫少女一怔，怎么回事？她怎么能动？明明给她吃了10香软筋散，难道是药量不够？不行，要尽快出手。擦擦头上的汗水，再次举起匕首，唰的一下，还是老地方。黄叶再次吃了一回奶，躲过断根一击。少女愣愣看着黄叶，这傻子运气太好了，竟然又翻身了。第3次举起匕首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晴儿，你怎么没在少爷房里暖床？吴伯，我肚子不舒服，去了几次茅厕，我怕影响少爷睡觉，等好点就过去。赶紧进去，别让少爷着凉。是。黄衫少女听到外面的对话，赶紧把匕首塞到床下，迅速宽衣解带。少女只剩一件水绿色肚兜和亵裤，身材倒是不错，比例很协调，胸前也有一定规模。片刻之后，柔软的娇躯已经钻进被窝。黄叶谨慎地盯着少女，看到她把匕首藏起来，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。身边的娇躯只有冰冷的感觉，这个女魔头可能就是那个月儿。2次袭击都是险之又险地避过，怎么避过的，她自己也不清楚。身子明明软软的，第1次攻击只想侧身躲避，没想到的躲过去。第2次攻击还是在一瞬间突然出现一丝力气，再次躲过去。还有自己眼睛明明闭着，怎么能看到屋内的所有景物？难道是穿越带来的超能力？这个歹毒的女人竟想让我断子绝孙，等我有了力气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吱扭一声，房门被推开，娇俏玲珑小丫鬟，一个紫衫少女闪身进屋。黄叶虽然背对着少女，但神奇的眼睛确实可以清晰看到这个少女。紫衫少女长得清纯可人，琼鼻阴唇，明眸贝齿，颜值可以吊打那些美颜后的网红。黄叶直接给了90分。紫衫少女眉间带着一丝愁容，小手还在揉着肚子，看样子是吃坏肚子。黄叶冷眼看看枕边少女，估计也是这个女魔头做的手脚。啊！紫衫少女惊叫一声：月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床上少女装作惊醒的样子，转头看向紫衫少女：晴儿姐姐，你过来了。我看你一直如厕，怕少爷没人陪，我们会被骂，先过来替你一会儿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刚才我就被吴伯训了。你既然来了，我们2个一起陪着少爷，我怕一会儿还不舒服。晴儿姐姐，你肚子不舒服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们俩换个班就行。黄叶再次冷汗直冒，很想告诉这个晴儿一定要留下，好在晴儿下句话让他心下稍定。没事，不用换，反正床够大，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就行。现在肚子好多了，我喜欢少爷抱着我睡，很暖和很舒服。晴儿姐姐，要不我先回去。回去干什么？在这里睡多暖和，你刚来没多久，习惯就好了。怎么办？答不答应？月儿心念急转，刚才把匕首临时塞到床下，万一被晴儿发现，一定会告发自己，到时候自己百口莫辩。这个傻少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比天还大，
他肯定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。找不到让他离开的理由，只能留在这里盯着。我听姐姐的。这就对了。晴儿开始宽衣解带，月儿软软的身子从黄叶身上翻过去，两人避免不了发生肌肤接触。隔着薄薄的内衣，黄叶依旧能感觉他身上凉凉的，看来这妮子也很紧张。片刻之后，晴儿的娇躯也钻进被窝。这妮子身材好火爆，大红的肚兜撑得鼓鼓，腰身却是盈盈一握，翘臀的弧线很完美，标准的 S 型曲线。她应该习惯这种方式，进了被窝，直接把自己的大手拽过去，娇躯贴在黄叶的身上，热热的感觉。卧槽，大胆仙女，你怎能如此毫无顾忌？黄叶心火陡升，浑身燥热。幸好药力还在，虽然不知什么药，但能感觉到这药力让自己像只软脚虾一样。古代的女子好先进，一冷一热把她夹在中间，绝对冰火两重天。这到底是哪个朝代？从这身装扮来看，有点像唐朝，好像看过一部电视剧，唐朝的女子穿着好像就是这样大胆。记得当时自己觉着电视剧拍的有点假，特意上网查过，结果发现是自己孤陋寡闻。先别想这个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新东的记忆。可惜空空如也，那些只言片语根本提供不了准确的信息，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现在的状况。晴儿和月儿应该是原主的两个婢女，这里是个大户之家。晴儿是老婢女，月儿是新婢女。晴儿跟原主的关系应该不错。月儿到这里可能有人特意安排，那个人想要谋害她，让这妮子对自己下手。以原主带傻状态，不可能和这个月儿有仇怨。只是这妮子2次的攻击目标都是自己的下面，这妮子为什么要切我那个？难道原主曾经对她行不轨之事？不可能吧，原主就是个傻子。不对，自己并不了解傻子的行为，傻子会不会有生理反应呢？这个根本无从考证。假设傻子玷污了他，月儿只是想把他切了，出现这种可能也正常，也不排除这是富贵之家常见的宅斗戏。算了，先不想了。不管什么原因，自己还要继续装傻，只有这样才能弄清女魔头的真实目的。靠！老天，这是考验我的推理能力吗？这难度也太大了吧！原主的脑袋就是一团浆糊。此时的月儿也是思绪万千，自己好不容易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也下定决心出手，没想到功亏一篑。唉，这个傻少爷还是命好，刚才不如刺他胸口，一刀解决。他那个东西只是碰了自己的身体，非要先切他干什么？迷迷瞪瞪中，他也睡着了。一夜无话，天蒙蒙亮，月儿便悄悄翻到床下，悉悉嗦嗦穿好衣服，看了一眼熟睡的二人，偷偷拿出匕首，悄悄离开。月儿关门的一瞬，黄叶立刻睁开眼睛，眼底金芒一闪。这一夜黄叶一直没睡，心中的闲时刻紧绷着，不知月儿会不会对两人都下手。看来有晴儿在，他还是有所顾忌，他的目标应该只是我，不会伤及无辜。嘿嘿，你想让我断子绝孙，我必让你膝下承欢。黄叶感觉身体好像有了点力气，只是还不能动。看看身边的晴儿，这丫头自己的胳膊整晚都被她抱着，虽然隔着内衣，依然能感受到晴儿的光滑背脊，下意识搂紧一些。如果天天可以这样温香软玉，穿越过来也不错。原主是个弱智，但我不是。穿越前自己是个新时代好青年，标准的3没青年，没房没车没钱，可惜没舍得花钱听张老师讲课，大学专业没选好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在外面混了2年。这2年自己什么都干过，经历了社会磨难，才知道生活的艰辛，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各种知识。听人说编程的挣得多，于是自学了计算机编程，也有一定的编程能力，总算找到一家游戏公司上班。打工的老板脾气很不好，天天骂骂咧咧，如果不穿西装就是一混混。但这家伙运气好，是个拆二代，拿到一笔巨额拆迁款，后来听人指点，开了一家游戏公司，自己就在这家公司打工。老板平时也人模狗样的来上班，当然这货来了不是为了工作，只是为了秘书。自己也明白那句江湖传言，有事儿秘书干，没事儿自己就是被这个火爆身材的秘书陷害。秘书可能是为了方便，着装很夸张，自己也是无意中看到，后来再次无意的时候，到底被这妞发现，自己依旧记得小仙女秘书怨毒的眼神。当天自己就被安排加班，很晚才离开公司，路上遇到几个地痞，这几人故意找茬，暴揍自己一顿。没成想自己的小身板太脆弱，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，当时就感觉不对劲，眼前好像出现一道光。等自己醒过来，已经到了这里。想着过往，黄叶心中怒火中烧，希望政府能抓住幕后黑手，尤其是那个秘书。可惜不知道能不能抓到他们，能作证的只有自己。因为临死前看到老板的车子停在不远处，那一瞬间便明白自己被阴了，只是对方也没想到自己太脆弱。想到这里，黄叶狠狠抱了一下怀里的娇躯，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忽然睁开，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。
待到两人四目相对时，这货的眼睛重新恢复呆傻状。咦，少爷刚才的眼神怎么好像有点明亮呢？晴儿仔细揉揉眼睛，还是那双熟悉的眼睛。小丫头心底升起一丝失落感，看来刚才眼花了，那种清澈的眼神不应该出现在这张呆滞的脸上。唉，少爷，你要是个正常人该有多好，奴婢愿意给你生无数个猴子。晴儿的小手摸着黄叶的脸轻声说道，说完便合上双眼，娇躯又贴近一些，感觉很温暖。想到从小被卖到这里，自己便一直陪在这个帅帅的男人身边，小丫头嘴角露出一丝浅笑。小时候少爷聪明伶俐，可惜一场变故让少爷差点命丧黄泉，勉强救过来，少爷也变成傻子。即便如此，自己也一直陪在他身边，无数次梦到少爷清醒过来，这个梦却一直未实现。这种睡眠方式自己早已适应，如果不是管家规定丫鬟要轮流暖床，自己想天天陪着少爷。一起陪护的丫鬟已经换了4、5个，只有自己一直陪在少爷身边。那些丫鬟早已外嫁他人成为妾室，没办法，这是丫鬟的归宿，也有人给自己说过媒，但都被自己拒绝。不为什么，只为有一天那个梦能成真。小丫头知道，如果没有老夫人保护，自己早就离开城主府。虽然老夫人也劝过自己，但自己就是放不下少爷。好在大户人家也有一些丫鬟一生服侍主人。同床异梦的黄叶心中也在思考，刚才一个不小心差点暴露了，自己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，前世的教训让这货变得更加谨慎，只有把自己藏起来才能更好的活着。这个傻肯定还要装下去，刚才的枕边人对自己已有杀心，这个晴儿对自己什么态度还不清楚。前一个想让我断子绝孙，如果这个想让我永垂不朽，那真是倒霉到家了。老天，你把我穿越到傻子身上，还派来个女杀手，你他妈玩我呢？自己两世为人，就算没系统，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就让我们斗一斗吧。对了，自己好像有个特异功能，闭眼也能看到四周景物。继续闭眼感受了一下，确实如此，只要心念一转，无处不见。这特么算金手指吗？好像没什么卵用，顶多防备有人在身后偷袭。也不对，昨晚多亏有这个功能才救了自己的小命。先不想了，怀里还有娇躯，反正自己是傻子，无知者无罪。咦，少爷的手在干什么？晴儿有点懵，他的手好温暖，怎么会主动摸索？以前这手从没这么动过，今天怎么了？不行，受不了了！晴儿爬出被窝，看了一眼黄叶，这家伙一定在做梦，嘴角都流哈喇子了。双手抱肩，感觉有点凉，低头看了一眼肚兜，好像有点变化。小丫头嘴角露出一丝苦笑，下床穿好衣衫，拿出一方手帕，擦了擦少爷的嘴角，掖了掖被角，转身出屋。晴儿的动作黄叶看得一清二楚，好像这个晴儿还不错，眼神流露出一种慈爱的光芒，好像自己是他的宠物，他应该没什么歹心。看来这个特异功能还有点用，都说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自己可以看到后背之人的表情动作，这样可以先知先觉。重点盯着月儿就行，使劲攥了一下拳头，好像有点力气。昨天感觉身体像面条一样，很可能吃了失去力量的药物。手指脚趾轮番动了一遍，还好老天没给我弄个残疾出来，要是真特么缺胳膊少腿，说什么也要悬梁自尽，太欺负人了。一会儿下床走走，看看两条腿能不能同时落地，要是一长一短，我也不活了。不对，还应该检查一个地方。摸索一会儿，还好小家伙健在，这是个好消息，幸亏没穿到太监身上，身体一切正常就好，只是不知道这脑子是天生的傻还是后天变傻。四下看了一圈，咦，那是什么？怎么还有个带轱辘的凳子？卧槽，这特么是轮椅！两个小丫头都很正常，这明显是给我用的。老天，你确认不是在玩我吗？黄叶的心拔凉拔凉，伤心的泪水已经顺着鼻翼落下。你特么把我穿到一个傻子身上，还弄一副残躯给我，连路都走不了。枕边更安排了一个杀手，你怎么不把我直接送孟婆那里？生无可恋地看着红红的房梁，怒火久久不能平息。不对呢，刚才感受身体的时候，腿好像能打弯，摸的时候也有感觉，脚趾也能动，这不应该是残疾的症状。再次做了各种实验，也能做起来，腿脚都正常。会不会小脑有问题，没有平衡能力？黄叶站起来，在床上走了几圈，一切正常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自己到底什么地方有残疾？黄叶百思不得其解。重新躺下，猛地想起原主是个傻子，小脑很可能也不正常。这次经过穿越的冲击，不仅把自己的神魂带过来，也把受损的小脑恢复，同时多了个特异功能。很可能是这样，否则无法解释这种反转的画面。吱扭，房门被推开，晴儿端着一盆热水走进来，月儿跟在后面，手里抱着一摞衣物。晴儿放下水盆，走到床前，轻轻摇了摇黄叶。少爷，该起床了。
黄叶很迷茫，自己是该起床还是不该呢？无从参考。算了，稀里糊涂吧，迟早要变成正常人，先按自己理解的演，被发现也没办法。现在那个月儿肯定是敌人，有没有其他敌人还不确定。再次摇动的时候，黄叶迷迷蒙蒙睁开眼睛，目光呆滞地看着两人。月儿，我怎么感觉少爷的病情好像比以前严重了？我觉得少爷挺正常。月儿不咸不淡地应道。卧槽，好像演过头了，目光赶紧恢复一丝清明。晴儿的小手已经掀开被角，黄叶下意识拽了一下被子。这妞真大胆，她不怕自己。卧槽，她好像真不怕。也对，自己现在是个傻子，衣食住行都是他们照顾，自己什么样他们自然清楚。黄叶只好松开手。少爷好像知道害羞了。卧槽，又演过了，真特么累。月儿，你把轮椅推过来。看来原主真是残疾。哎，自己这可怜又可悲的人生，只是这个该怎么演？算了，装作两腿无力吧。晴儿上了床，温柔的小手拿着热毛巾，开始擦拭黄叶的大脸，接着是手，每一处擦的都很仔细。月儿，把那衣裤拿过来。黄叶很想拒绝这种残暴的人身攻击方式，可是自己不能。如果只有晴儿一人，自己还能矜持一下，但是有月儿这个女魔头在，自己只能忍。两个丫头没有一丝害羞的样子，一切是那么平静自然，显然早已轻车熟路。二女可以平静自然，黄叶却不能，这货已经清醒。怎么办？急中生智的黄叶想起一段台词，不断在心中捣鼓：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别说，还真管用，一颗心真的静下来了，直接变成躺尸。衣服换完，黄叶再次睁开眼睛，目光依旧是迷茫之色，还不时傻笑一下。月儿，我感觉少爷确实有点异常，以前他很少笑。他是傻子，傻笑很正常。月儿，不许这么说少爷，少爷小时候很健康，只是脑子受到撞击才变成这样。晴儿姐姐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嫁了，他这辈子就这样了。不，少爷如果一辈子这样，我就伺候他一辈子。月儿摇摇头，这个姐姐也傻了。黄叶却是心中一动，看来晴儿是真对自己好。听他说的，原主并不是天生的傻子，遭遇变故才变成傻子。撞击，是自己不小心撞到什么，还是被人打的？不着急，只要稳住，慢慢寻找线索，怎么都能查到。黄叶被二人扶到轮椅上，推出屋子。这家条件真不错，院落不大不小，水系假山一应俱全，四周还有几棵大树，运气还不错，至少穿越到一个大富之家。没想到自己还是个富二代。不过这是哪个朝代呢？看这建筑风格，好像是明清，也可能是唐宋。唐宋之前的朝代，黄叶也不清楚什么建筑风格。之所以这么认为，还是觉得这种风格跟电视里这几个朝代相近。两人推着黄叶在院子里绕来绕去，黄叶差点没被绕晕。你们不能让我看看外面吗？再好的风景，看时间长了也腻。月儿，你把少爷的饭菜端过来，我们在院子里喂他。见鬼，怎么让他去端菜，打死自己都不敢吃。不行，一定要摆脱这个局面。随着月儿离开，黄叶也在思考，虽然从表面看晴儿对自己不错，但自己到这里的时间太短，根本无法判断晴儿的想法。两人的过往没有任何信息可查，只能赌了，这种豪门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。一定要忍，这个傻还要装下去。月儿拎来一个食盒，里面放着几样精致的菜肴，还有一碗米饭。菜肴香气四溢，黄叶很饿，很饿，饿的心都有点发慌。只是看到月儿，仿佛这些饭菜都是蛇蝎毒虫。少爷，吃饭了。晴儿温柔地把勺子递到黄叶嘴边，黄叶嘴巴闭得紧紧的。张嘴，奴婢喂您吃饭。黄叶依旧紧紧闭着嘴巴。咦，少爷怎么了？是不是少爷不饿，所以不想吃饭？月儿分析道。不巧的是，黄叶的肚子不争气地发出咕噜声。晴儿奇怪地看着黄叶，这明显是饿了，怎么少爷不张嘴？少爷，乖，吃饭香香，你看你不吃，肚子都抗议了。黄叶的嘴巴依旧闭得紧紧。两个丫鬟大眼瞪小眼地对视了一下。月儿，你先端回去吧，等少爷想吃的时候再吃。月儿顺从地把食盒拎走了。黄叶不敢看那个食盒，这货怕自己肚子不争气。这一顿总算糊弄过去，可是总不能一直这么饿着不用多，2顿饭不吃，体力就会大幅下降，饿上2-3天，月儿便能轻松拿捏自己。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吃的。对了，这种大户人家一般都有凉亭，凉亭里经常会放一些甜点，正好月儿不在，可以看看外面有没有这种凉亭。黄叶用手指向院落那个月牙门。晴儿一怔，奇怪地看着黄叶，看到黄叶仍然指着那个月牙门。奇怪，少爷怎么会指向那个门？难道他想出去？小丫头在犹豫，主母是禁止少爷出院，一旦离开院子，
他们肯定要受惩罚。想了片刻，一横心，少爷既然想出去，那就偷摸出去一趟，只要不被主母发现就行。这还是少爷第一次主动要做一件事儿。小丫头勇敢地推着黄叶向月牙门走去。出了院子，黄叶彻底被外面的景象惊住。卧槽，这是啥家庭？怎会如此豪横？这是一个大大的院落，四下看去，满眼的绿色，每个方向都有长长的回廊，几处回廊分别通向不同的地方。这里的景致跟苏州园林都有一拼。院落中间还有一个小湖，湖上还有个小亭子，一条水上曲廊通向这个小亭子。咦，我的视力好像也很好，竟然能看到亭子里的东西。前世自己可是个近视眼，眼镜片跟平底一样厚，那是趴背窝看手机看的。亭子里有个石桌，石桌上摆着茶具和一些盘子，盘子里明显放着吃的。看来自己猜对了，这种大富之家，这种东西一定有。黄叶急忙指向那个亭子。晴儿一皱眉，今天少爷真的好奇怪。小丫头本想在小院门口推少爷转一圈，如果到那个亭子就远了，推过去至少需要一炷香时间，很容易被人看见。少爷，那里不能去。黄叶依旧指着那个小亭子。算了，大不了挨顿打，少爷这样子真想去那里。或许少爷想看看水景。心一横，推着黄叶直奔小亭子而去。这一路他也心惊肉跳，好在这个时间段是用膳时间，外面没人走动。到了小亭子，黄叶差点没流下激动的泪水。石桌上放着4个盘子，每个盘子里落着8块糕点。晴儿推着黄叶在小亭子里转圈，让他欣赏小湖的风景。这可把黄叶急得抓心挠肝，没办法，只得指了指中间的石桌。少爷想吃那些甜点。黄叶使劲点点头，他也不知道原主会不会应答，准备尝试一次。还好，晴儿没什么异常反应，看来原主有一定的表达能力。晴儿把轮椅推到石桌前，拿起一枚糕点递到黄叶嘴边。黄叶毫不客气的大嘴一张，差点没把晴儿的青葱玉指吃进肚子。晴儿吓了一跳，赶紧抽出手指，看着大口咀嚼的黄叶，忍不住笑道：哥哥喽，少爷，我还以为您不饿，原来早就饿了。看来您不喜欢刚才的饭菜。屁话，我能不喜欢吗？可是再喜欢我也不敢吃。晴儿倒了一杯茶递到嘴边，黄叶一口喝光。4种糕点吃了10块才感觉不饿。糕点做的确实不错，前世压根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糕点，香糯软甜。剩下的一定要带回去，有这些糕点至少可以坚持2-3天。有这2-3天时间，能知道很多东西。想到此处，黄叶直接撩起钱巾，把剩下的糕点倒进钱巾。这一举动可把晴儿吓一跳。少爷这是怎么了？竟然能做有目的的动作？难道少爷的意识开始恢复了？小姑娘很高兴。少爷，这么装不干净，您喜欢吃糕点，我去厨房给您拿。说罢便要拿出那些糕点。看到黄叶依旧抱得紧紧，只好放弃。抬头忽然看到远处一行人向这里走来。糟糕，是2少爷，心中暗道倒霉，顾不上其他，赶紧推着轮椅往回走。可惜紧赶慢赶，还是被来人堵在连廊。哟呵，这不是我那个傻弟弟吗？2少爷早。晴儿轻轻一扶道。2少爷并未搭理他，而是看着黄叶。黄叶眼神迷茫地看着这个2少爷。他是2少爷，还管他叫弟弟，看来这人是原主的2哥。这家伙明显来者不善。2少爷穿着一身锦袍，高高瘦瘦，鹰鼻耀目，标准的奸诈样貌。卧槽，我不会跟他长得很像吧？那可够衰的，这垃圾面相到哪儿都不讨喜。如果这里的版本是宅斗戏，这个2哥肯定有戏份。2少爷看到黄叶还是老样子，嘴角甚至流着哈喇子，不由得大笑道：哈哈，你怎么把他推出来了？你可要当心点，万一掉进湖里就好玩了。说完故意踢了踢轮椅，晴儿吓得赶紧扶住轮椅。2少爷说笑了，我会照顾好3少爷。嘿嘿，我倒是希望他掉进湖里，这样你就能到我的院子了。白瞎这么个美人，跟着一个傻子还不离不弃，真不知你什么想的。说完伸手向晴儿的小脸摸去。晴儿闪身避开。2少爷请自重。自重个屁，要不是祖母罩着你，早把你上了。晴儿默不作声。这小子抱着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只是些糕点。哦，看来他喜欢吃糕点，明儿我派人给他送点，怎么说也是弟弟。谢谢2少爷，我们少爷想吃，我自会去取。2少爷请让让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哼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把他送回去，你自己去领罚。我记得大夫人不让他离开院子。我会去的，你知道就好。晴儿推着黄叶回了小院。嘿嘿，看来这个2少爷很不友好，月儿会不会是他派来的？原来我是3少爷，前世看过一本小说叫《3少爷的剑》。唉，人家3少爷是个人才，自己跟他比就是垃圾。这个晴儿倒是不错，甘愿受罚
也要满足自己的要求。看来他确实没有恶意，有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就行，这样可以从晴儿那里了解这个土豪之家。根据刚才这个二哥的态度，现在能确定一件事儿，这里至少是一出宅斗戏。晴儿姐姐，你怎么把少爷推出去了？不怕受罚吗？没什么，我看少爷天天闷在这里，就想带他去外面看看，大不了挨几鞭子。我是真搞不懂你，为了他值吗？月儿不解地问道。值？怎么不值？少爷小时候很聪明，他读了很多书，我识字就是少爷教的。你不知道，刚才少爷出去的时候，他竟然自己把那些糕点收起来。这么多年，少爷还是第一次主动做一件事儿，所以这次太值了，挨鞭子的时候都能笑出声。月儿听到晴儿这句话，却是心中一动，皱了皱眉头。他为什么把这些糕点拿回来？联想到昨夜的古怪，后背的冷汗唰地冒出来。这个傻少爷不会真的开始清醒了。月儿，你照顾一会儿少爷，我去管家那里领罚。你去吧。晴儿离开了小院。少爷，我们先回房间。说罢，推着轮椅向房间走去。进入房间，月儿转身把房门关上，转过身时，匕首再次出现在手中，脸色阴沉地看着黄叶，握着匕首的小手有些颤抖，轻手轻脚走到黄叶后面，举起匕首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放下去。片刻之后，再次举起匕首，还是停在空中，犹豫不决。这个小妞在犹豫什么？难道是怕刺杀成功以后无法逃离，才不敢下手？黄叶心道，他的肌肉此刻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，如果匕首挥下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窜出去。月儿最后还是把匕首收了回去。黄叶悬着的心也算落下，现在还不能暴露，还需要时间了解一切。虽然前世自己只是普通人，但毕竟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了解的事物远远超过古代人，只有把自己藏起来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月儿倒是不足为虑，他后面一定有人，否则他不可能对一个傻子动杀心。咦，这丫头怎么流泪了？剧情不对啊，这杀手的心也太脆弱了，看来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。无声的抽噎几下，月儿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一下心情。少爷，奴婢服侍您上床。少爷，这些糕点已经脏了，奴婢给您换新的。黄叶依旧紧紧抱着糕点，他也没办法，只好把他的长袍脱下，扶着黄叶上床。黄叶抱着糕点躺到床上，看他这个样子，月儿也不知怎么应对，还是等晴儿回来再说。到桌子旁坐下，呆呆地看着这个傻子，心中想的却是昨晚到今天的古怪现象。昨晚是他好不容易谋划好的行动，没想到2次都没刺中，只能再次寻找机会，幸好10箱软筋散还有一些。看他的样子，好像很喜欢吃糕点，下次把药下到糕点里半个时辰后，晴儿回来了，一张小脸惨白惨白，小嘴也紧紧闭着，发梢已经被汗水打湿，紧皱着眉头，一瘸一拐走进屋里。晴儿姐姐，你伤得不轻吧？没事儿，我能挺住，过2天就好了。你还是回去休息2天吧，少爷这里我一个人能照顾好。晴儿犹豫了一会儿，我不回去了，就在少爷这里休息，还要劳烦妹妹多费心。月儿一怔，这不是好事儿，你在这里我怎么动手？他也没办法，晴儿跟这个傻少爷很亲近，他们2个在这里暖床也很正常。好吧，姐姐在这里休息也好，我把药拿来给你敷上，再拿一套衣服，你的衣服已经破了，上面还有血迹。晴儿扶着床沿不敢坐下。怎么回事？大姐，你脑子有虫吗？在我房间里上药，在我房间里换衣服，有点太不尊重我了吧？还有，你撅屁股扶床沿的形象很不雅的，真是令人气愤。身子翻转一下，脑袋冲向床里，只是脑袋转到里面好像没用，还是能看到后面的景物。卧槽，老天，你给我这超能力，好像是偷窥专用。看到晴儿龇牙咧嘴的样子，黄叶也是紧握拳头，心头升起一丝莫名的怒火。嘿嘿，二少爷是吧？我已经记住你了，既然你对我这个弟弟不仁，也别怪我不义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支牛一声，月儿捧着衣服进来，衣服上放着一个小盒，黄叶把头埋进被子，他怕受不了换衣的画面太辣眼睛，很容易喷一床鼻血。片刻之后，耳边响起嘶啊嘶啊的声音，听得黄叶小心脏直跳。姐姐，他们真下得去手？哼，这已经不错了。吴管家求情，我才挨了5下，这5下也够狠的，小屁屁都快抽烂了。2人忙活好一会儿，晴儿才被扶到床上。姐姐，你好好在床上趴2天，我照顾你们俩。谢谢妹妹了。姐姐客气了，我把被子给你们盖好。温软的娇躯靠在黄叶身上，月儿收拾一下便出去了。黄叶的脑袋也从被窝里钻出来，转过头看着趴着的晴儿，心底不由得一颤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很疼吧？晴儿猛地睁开眼睛，愣愣地看着黄叶。啊的一声惊叫，小嘴张得大大，脸上全是迷惑和不解。少爷，刚才是你在说话吗？晴儿声音颤颤地问道。
他已经看到黄叶清澈的眼睛再无一丝迷茫之色。我说很疼吧？一只小手伸出来，摸到黄叶脸上，使劲掐了掐。卧槽，应该是掐自己才对吧？黄叶皱了皱眉头。少爷，我不是做梦吧？您真的醒了？黄叶笑了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哗哗，小丫头的泪水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掉下来。晴儿没有看她，直接把头埋进枕头，呜呜呜的哭起来，双肩不停地抖动。黄叶伸出手想拍拍她的后背，悬在空中，迟迟未落下，最后还是落下，轻轻拍着晴儿的后背。好了，不哭了，我清醒过来，一切都会好的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挨打。晴儿继续抽噎了一会儿，这才转过头看向黄叶。少爷，奴婢这打挨得直，挨得太直了，您不用替我申冤，这是我自愿的，如果不挨打，您可能还不会清醒，奴婢现在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说完，布满泪水的小脸已是笑颜绽放。好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没事儿，就是痛点，让我睡也睡不着，我怕睡着了会变成一场梦。呵呵，傻丫头，这不是梦，我确实清醒了。对了，我清醒的事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任何人都不要告诉我，包括月儿。少爷，您清醒是好事儿，为什么谁也不告诉我？你按我吩咐的做就行。少爷，月儿也服侍您，我觉得她应该知道我们很难瞒住她。知道我为什么把糕点带回来吗？知道我为什么不吃早餐吗？啊，原来少爷早就醒了。没错。晴儿小脸一红，少爷到底是什么时候清醒的？莫非昨晚就醒了？他不好意思问，昨晚他可是一直腻在少爷怀里。少爷的意思是您在演戏给月儿看。没错，除了你之外，我不相信任何人。晴儿明白了，少爷的意思是让我配合好您。我傻了这么多年，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，什么也不记得。今天那个二少爷明显对我不怀好意，所以要把自己藏起来。没错，他一直对您抱有敌意，这个我可以理解，在这种大家族里，亲情什么的都是浮云。对了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？朝代？少爷问的是什么意思？好吧，我换个问法，现在的皇帝是谁？皇帝？皇帝是什么东西？黄叶一愣，不会吧，这丫头怎么连皇帝都不知道？这里可是大富之家，不可能对朝堂之事一点不了解。皇帝就是最大的官，管理一个国家的大 boss。 少爷，你问的什么我都不晓得，我还是把知道的告诉你。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座城池，您是城主的儿子，确切的说，您是城主的继子，您父亲是城主的好友。听说您父亲在您很小的时候便意外去世，您母亲从此一病不起，没多久也去世了。他们相继过世后，您就被城主收养了。我们这里最大的官就是城主，没听说有什么皇帝。卧槽，我到底穿越到什么地方？黄叶有点懵，这跟历史对不上呢。那这里有国王吗？这个我也没听说。那现在的日历是什么？什么是日历？就是年月日。这个我知道，现在是陈元37658年6月7日。什么？黄叶彻底懵了。卧槽，老天，你这是玩我呢？37000多年，这到底是什么时空？自己国家的历史上学的时候好歹学过，用那些知识应该能混得风生水起。可是这个地方对自己来说就是空白一片，什么都要自己摸索。以前也看过穿越剧，还歪歪过穿越到朱元璋、李世民、康熙之类的朝代，一定会比小说里那些主人公更厉害。可是现在穿到这里，跟小白没什么区别，自己怎会如此命苦？少爷，您好像不高兴。晴儿看着脸色难看的黄叶问道。没什么，刚刚醒过来还不太适应而已。对了，这里有日月星吗？这个有。那一天是多少小时？小时是什么？就是时间是怎么计算的。看来少爷一点记忆也没了。这里一天是12时辰，白天和夜晚各占6个时辰。黄叶心中定了定，看来这里和前世古代的区别并不大。那个陈元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里一直用这个计算每一天。黄叶有点迷糊，如果陈元代表的是朝代，什么朝代能经历3万多年不倒？看来这里确实没有国家存在，人们可能遵守一种默认的历法。晴儿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丫鬟，很难了解这里的全貌。这些先不想了，现在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。自己好像并非普通人，至少有特异功能，可以看到身后的东西。不知道身体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现在感觉好像很有劲的样子。晴儿，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傻的？少爷，您是10岁那年开始变傻。哦，是突然变傻的。不是，那年您被人打伤，什么人打的？城主大人也没查出来。您被发现的时候，后脑全是血，气息全无。后来城主用一颗千年人参加上薛神医救治，您才恢复气息。苏醒之后，您就变傻了，而且无法走动。对了，少爷，您腿上有感觉吗？
应该有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应该也能走动，我摸摸你有反应没？说完，也不管黄叶是否同意，忍痛转过身子，小手摸到他的大腿上，轻轻掐了一下，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有。小手摸摸索索的向下移动，直到小腿停下来。这里呢？好了，你不用摸了，都有感觉，而且没感觉有异常，腿也能打弯，脚趾头也能动。说完，特意抖了抖腿，他不敢让小手再摸了，太软，太舒服。晴儿的眼泪又不受控滞留下来。好了，不哭了，我应该恢复正常了。我就是高兴。少爷，您那个地方有感觉吗？晴儿小脸红红的问道。哪个地方？黄叶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就是那个地方。说完，小丫头用小手指了一下。黄叶有点懵，卧槽，她想干什么？应该没问题。黄叶赶紧回应。少爷，看来您完全恢复了。好像是吧。黄叶应道。少爷，奴婢好开心，奴婢感觉今天是进入府中最开心的一天。晴儿，我恢复了，以后是不是不能陪我？为什么不能？这是我的宿命，必须陪好少爷，而且一辈子都要陪着你。好吧。黄叶心中感叹，你们这地方真好。晴儿，你把府里的情况讲讲吧。城主大人对您还不错，只是主母和二娘三娘都不待见您。从您变傻之后，主母就不许您出这个院子。我今天受罚，就是因为带您出了院子。您今天在湖边见到的是二少爷，他的生母是二娘，是个纨绔子弟。大少爷不在府中，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了仙门。晴儿娓娓道来。什么？你说大少爷去了仙门？黄叶惊道，这货心中已经掀起惊涛骇浪，本以为穿越到古代，可这有仙门就不一样了。自己了解的知识，仙门只有在神话故事和玄幻小说里面听说过，自己也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小编胡编乱造。可现在自己确实听到了仙门二字，难道我穿越到玄幻世界了？没错，我也没见过大少爷，听说他是天选之子。当时几大仙门为了争夺大少爷大打出手，最后大少爷被一个强大的仙门带走。我是您8岁的时候进入府中，从小就侍奉您。小丫头自顾自讲着，并未注意黄叶呆傻的表情包。等等，你刚才说的仙门是什么地方？就是修仙的地方。黄叶彻底懵了，这里没有皇帝，没有王朝，还有修仙者，看来真是玄幻世界。晴儿，你是不是也会仙术？我看你拨开我的手臂的方法很巧妙。啊，那不是仙术，只是武功，是府里的侍卫教我的。那些侍卫说学习仙术需要资质，我们凡人具备这种资质的不多。确实是这样。黄叶也点点头，想起以前看修仙小说的时候，里面提到了灵根，各种各样的灵根，不同品级的灵根天赋也不同，不知这里的修炼资质是否跟小说写的一样。少爷今年已经17。哦，这么说我傻了7年。没错，奴婢这7年做了好多梦，很多次都梦见您清醒过来，今天终于圆梦了。难为你了，守护我7年。少爷，奴婢早就做好守护您一辈子的打算。黄叶心底轻轻一颤，这个小丫头说的绝对是真的，她对原主确实不离不弃，自己只是原主的替身，要不要替她承担这份因果？记得以前看小说，穿越者都会承受原主的恩怨情仇，现在原主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可以查询的记忆很少，但自己不能因为这点对原主的过往不管不顾，先看看自己有什么能力，如果能力够，恩怨情仇统统给他解决，这样心理上也没什么负担。如果能力不够，自己总不能以身犯险，相信原主也能理解。少爷，您还有一个姐姐，2个妹妹1个弟弟，不过弟弟才8岁。哦，这么说我这一代的男丁只有3个？黄叶问道。没错。像我这样的继子有继承权吗？黄叶再次问道。什么叫继承权？就是上一辈死了，财产交给下一辈。这个没听说过，一般家族都是选能力最强的当家主，家主掌管整个家族。嘿嘿，看来自己变傻很可能跟这个有关。可是月儿为什么刺杀他？现在自己是傻子，不可能成为家主，对其他人应该没什么影响。难道原主和月儿还有其他的恩怨？你了解月儿吗？月儿刚到府中没多久，我对她了解也不多。哦，她来了多久？大概1个多月。黄叶想了想，今晚你让月儿回去休息，不用陪我。啊，那不好吧，有她在，少爷也能方便些。我担心把持不住。为什么要把持？我们这些侍寝丫头就是伺候主人的。这个回头再说，总之你告诉他回去就行。好吧，少爷会不会不要我了？晴儿有点担心。不会，你跟他不一样。那就好，奴婢一定伺候好少爷。说完，特意用小手轻抚黄叶的胸口。这丫头真是毫无顾忌。对了，我平时都是什么样子？晴儿
把他日常的行为举止一一告知。黄叶思索片刻，演戏的难度并不大。好了，你也累了，先好好休息。晴儿确实累了，很快便进入梦乡，眼角还挂着一丝泪花。黄叶汇总一下刚才的信息，大概有了基本判断。这个世界肯定有玄幻的成分，其他的还不详。自己没什么系统加深，唯一多了一个眼睛可以360度观看的功能，好像没什么卵用。到晚上没人的时候，再看看身体状况有没有变化。别再来个手无缚鸡之力，那就衰了。这地方有修仙的，肯定是上午的世界。如果真的弱不禁风，肯定是任人拿捏的小白。那个名义的二哥不会放过他。月儿是不是和那家伙同一条线也要摸清？我尼玛，老天，你开局不仅没给我金手指，还弄这么多幺蛾子，恶心自己。还有没有天理？还有没有王法？算了，自怨自艾也没用，只能靠自己杀出一条生路。现在隐忍是第一步，如果二少爷的势力无法抵抗，必须做好跑路准备，否则一旦被人发现自己清醒，肯定死路一条。这里除了晴儿，谁都不能帮自己，那个城主养父也不可信，自己变成这样，跟这个养父不无关系。城主都能当，他心里没个逼数吗？虽然养父救活自己，估计是依靠生父和他的情谊，否则会被人说他是天性凉薄之人。自己现在这种状态，这个养父肯定也乐于见到。而且他身为一城之主，府内的事儿了解肯定不多，有决定权的还是那个主母。主母是大少爷的生母，母凭子贵，地位无人撼动。这个二少爷是二房的儿子，虽然纨绔，也最有可能继承家业。唯一担心的是晴儿，自己一旦跑了，晴儿肯定受牵连。一个丫鬟在这种大户人家，连草芥都不如。不管怎么说，晴儿从自己昏迷之后一直在悉心照顾，甚至连肌肤之亲都有，所以必须谋划好，即便逃走也要带走晴儿。离开这里的生存问题应该不难，怎么说也是现代人，弄点什么发明创造，成为富豪不是梦。心中主意已定，黄叶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温香软玉在侧，很舒服。前世只是个单身狗，这种感觉很美妙。2个小时后，吱扭一声，门开了，也惊醒了梦中人。月儿拎着一个食盒进了屋子。月儿看到正呆看棚顶的黄叶，内心稍稍平复一些。他这个样子倒还正常，只要耐心点，早晚有机会。少爷，吃午饭了。黄叶依旧瞪着棚顶。月儿推了推晴儿，晴儿睁开迷蒙的双眼。姐姐，吃饭了。月儿把食盒端到床前。晴儿勉强侧过身子准备吃饭，黄叶依旧没反应。姐姐，少爷的样子好像不想吃。没事儿，他应该不饿，上午吃了不少糕点。晴儿草草吃完，月儿端着食盒退出去。少爷，您为什么不吃？我信不过他。哦，少爷怀疑他。嘿嘿，这个丫头不简单。黄叶还不想把月儿刺杀的事情说出来。虽然晴儿可靠，但在这种环境下，只是可靠没什么用，还要会演戏。如果晴儿对月儿产生敌意，月儿很可能发现异常。他暂时不想对月儿动手，至少要查出月儿后面的黑手是谁。把一个刺客养在身边，也能时刻提高警觉性。此时的晴儿也有点迷惑，刚才实在太痛，少爷清醒后的异常表现，他并未深想。现在仔细回想一下，少爷有点不像刚刚清醒的样子。他昏迷的时候才10岁，还是个孩子。可他刚才的表现很诡异，有点像吴管家那种老奸巨猾的样子。还有就是他询问的事情，很多名词从未听说。自己很小就进府，虽然赶不上富家小姐那样知书达理，但也读书识字，书更是看了不少。自己从未听说的东西，少爷怎么知道的？算了，不想了，少爷醒了就是好事儿。唉，不知少爷何时能要了我，很想给少爷生猴子。晴儿，你可有不适的感觉？黄叶打断晴儿的思绪，少爷指的是哪方面？你身体有没有力气？晴儿活动了一下手臂。还行，没什么异常，只是昨夜吃坏了肚子。黄叶想了想，可能是因为晴儿在身边，月儿才不敢动手。他的目标应该只是我，至少这丫头现在没有伤及无辜的想法。两人这种状态一直挨到晚上，黄叶饿了就吃几块糕点。月儿送来的晚饭，黄叶依旧没吃。虽然这次送来的饭菜也有一盘糕点，但黄叶连看都没看。月儿，今晚你就不用过来了，我翻身太费劲，公子这里我照顾就行。那辛苦姐姐了。月儿端着食盒出去没多久，黄叶缓缓坐起来，轻手轻脚地翻过晴儿。公子，你真的都正常了？说完轻轻蹦了一下。咦，不对呢，怎么感觉身体好像很轻的样子？难道这个世界和月球一样，重力只有地球的1/6？不对，其他人走路都是正常的，不应该是重力原因，一定是穿越让这副躯体发生变化，稍微用了一下力，竟然跳到房梁高度。卧槽，我这还没用多少力，就跳了2米多高。这到前世就是牛逼的存在，当之无愧的奥运跳高冠军。
弹跳力大幅提高是好事儿，至少腿部力量现在很强。握紧拳头，虚空打了一拳，拳速很快，这让他很兴奋。一套拳击组合技下来，感觉自己的速度非常快。难道这个世界的人天生都是这样？这套组合技只是模仿拳击比赛里的拳法，他并未学过。那些拳击高手都是连蹦带跳，左右拳连续挥出。看自己这样子，即使没练过，在前世也能成拳击高手，又一个奥运冠军诞生了。伸展完拳脚，他准备试试自己的力量有多大。看了一圈，试验的东西没找到，只看到晴儿正睁大眼睛看着他，一脸错愕的表情。公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怎么刚下地就能蹦那么高？怎么他一拳的速度会那么快？还有他的2条腿在地上来回蹦跶，是在做什么？难道是癫痫？公子，您现在的样子好像练过武，跟府中那些侍卫差不多。哦，府中的侍卫多吗？大概20多个，不过他们只是低级的侍卫。府中还有3位供奉，他们才是真正保护城主府的主力。哦，他们有境界划分吗？侍卫的我知道，他们都是武者，都是武士境，侍卫队长是武王境。听侍卫说3位供奉也是武王，只有城主是武帝境。哦，你知道他们武者的境界怎么划分的吗？我知道的也不多，只知道开始是武徒，然后是武师，武师之上是武王，武王之上是武帝，再向上是什么就不知道了。黄叶心道，看来这里确实是以武为尊的世界，实力越强，地位越高。怪不得这个世界没有皇帝国王，城主就是武者。武者怎么会跟世俗的王侯将相一样？只是晴儿带给他的消息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3个供奉已经是武王境。刚才晴儿形容自己跟侍卫能力相仿，跟3人对比，自己不是一般的孱弱。这些供奉是不是和城主的几位妾室有关联，还真说不准。如果真有关联，那他的危险程度一下增加数倍。还是先去外面找点东西，试试自己的力量多大，也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。倾听一下外面，没什么异常，轻轻推开门扇，小院很安静。想了一下，把轮椅推过来。虽然晴儿告诉他晚上不会有人来，也要做好防备，万一有人过来，来不及回屋，也能快速坐到轮椅上。公子，要不奴婢也出去？不用，你好好趴着养伤，我到院子里转一圈就回来。黄叶小心翼翼推着轮椅进入院子，把轮椅放在一边，蹑手蹑脚走到月牙门旁，向外看了一圈。月色下的大院很安静，这个时辰除了偶尔巡逻的侍卫，府中之人基本很少走动。咦，好像自己的目力也有大幅提高。如果在前世，这种夜色能见度不超过20米，但现在能看到50米左右的景物。看来老天虽然没给我系统，但是让我的身体机能提升不少。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资格修仙呢？如果也能修仙就发达了，修士的寿命肯定要超过凡人。确认安全之后，黄叶在小院里四下观察，他想找一根铁棍或者木棍类的东西试试自己的力量。见鬼，什么都没有，绕了一圈还是没什么可以试验的东西，连砖头瓦块都没有。这不行，至少要做个简单的试验，还要做到不留痕迹。有了，他瞄上院子里的一棵大树。这棵大树一看就有年头，树干足有1人合抱，可以拿这棵大树试试全力。转到大树后面，这个方向可以，即使打破，被人发现的可能性也不大。立定站好，并未用出全身力量，大概用出2-3分力量，一拳轰出，砰的一声，拳头轰在树干上，大树纹丝不动，连树叶都没摇晃。咦，刚才这一拳虽然没撼动大树，但自己也没什么痛感。力的作用不是相互的，为什么没有痛感？难道自己的触感和痛感神经也变弱了？不对，不该这样。刚才一拳打上去，全面接触到树皮，能感受到树皮的凹凸不平。看了看全面，没有任何破损，看来还可以加大力量。这次用1半的力量试试，再次一拳轰出，砰的一声，这次发出的声音大了很多。树干虽然没什么反应，头顶的树叶明显晃动起来。再次看了一眼树皮，刚才轰击的竟然把树皮打破。少爷快回来，你这声音太大了。晴儿扶着门框轻声喊道。黄叶也知道声音在寂静的夜晚能传很远，急忙窜到轮椅旁，推着轮椅回屋，掩上房门，看了一眼晴儿，不是告诉你不要起来？我有点担心。不用担心，我有分寸。黄叶扶着晴儿到了床边，晴儿刚要趴着上床。等等，我抱你上去。黄叶灵机一动。晴儿小脸一红，虽然之前经常同床共枕，但那时候少爷是傻子，现在少爷醒了，他多少有点害羞。黄叶没管这个，直接把这妞横着抱起来，还用胳膊掂量掂量，然后才放到床上。感觉晴儿的身子很轻，晴儿身材大概1米6几，体型属于不胖不瘦。根据前世扛大米的经验，这妞的体重应该在50公斤左右。看来自己的力量有大幅提高。以前他抬100斤大米要使出吃奶的劲，现在感觉能轻松把晴儿抡起来。
现在的力量至少能抱起3个晴儿。没想到用这种方法把力量试出来，刚才出去一圈还真是脱裤子放屁。晴儿，你知道自己多重吗？最近不知道，不过以前量过一次，那次是90斤，身高6尺9。我好像没问你身高吧？黄叶没在意这个数据，这里的度量衡跟前世肯定不同，这个数值大概有个标准就行。突然，院外有脚步声传来，急忙钻进被窝。怎么了？外面有人来了。来人到了附近便停下，并未进小院。黄叶隐约听到外面的话语声，刚才的声音好像是从这个方向传来，看样子好像没什么异常。这里是3少爷的住处，我们还进去看吗？不用，一个傻子而已，即使出事儿也没人在意。走吧，我们保证其他区域安全就行。两人说完便急匆匆离开。晴儿，你能听见他们说话吗？好像是有人在说话，但听不清说什么。看来自己的耳力也有很大提升，这还不错。虽然穿越没给自己系统，但是把身体素质全面提高了。系统无非是增加点技能的东西，发布点任务，完成后给个礼包之类。虽然系统能省掉修炼进步的过程，但也失去不少乐趣。只要自己努力，不见得比系统人差。现在自己的底子够，只要肯学，就能摆脱现在的不利局面。晴儿，你的武功是谁教的？那些侍卫都教过我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偷摸看他们练武，后来被发现了，他们看我年纪小，也没说什么，就允许我在边上看。有时他们还教我几招，其实我的武功很一般，都是些简单的防身技巧。黄叶有点失落，他还以为晴儿能有武功秘籍，自己也可以看看。少爷，您小时候没练过武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任何印象。刚才我看你在院子里那一拳，速度很快，而且力气很大的样子，连树叶都晃动了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虽然比那些侍卫差点，但差距不大，他们可都是从小练武的武者。您在床上躺了5年，一苏醒就有这种实力，还真是奇怪。呵呵，说明你家少爷不是普通人。少爷最好了，少爷最优秀。说完，毫不客气地把娇躯贴在黄叶身上，连疼痛好像都减轻了。少爷，你要了奴婢吧？奴婢不求什么名分，只求一辈子服侍您。黄叶一愣，这丫头好像很前卫。晴儿，你的伤还没好？没事儿，我能忍住。您看都有反应了。黄叶心道，我是正常人，你这么贴过来，我再没反应那不是太监吗？只是这丫头也太热情了，竟然不顾伤痛。晴儿，等你伤好了再说，我也刚刚恢复，还不适应。好吧，过几天就过几天，只要少爷肯要我就行。对晴儿的无理要求，黄叶也没办法拒绝。虽然不知他怎么想的，但能一直守护这么多年，小丫头对小时候的黄叶肯定有执念。如果不是他穿越到这具身体，这丫头很可能守护一辈子。这是前任欠下的债，他继承了这个躯体，就要还债的。其实这在现代社会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。这个社会对这方面是如何判定，他也不知道，做好自己就行。第二天一早，晴儿的伤痛已经缓解差不多，虽然走路还有些不适，但也可以下地走动。月儿还是一早送来食盒，黄叶自然不会吃，还是老实的吃那些糕点。平平淡淡的一天过去，入夜时分，黄叶再次走出屋子，这次他准备试试他的弹跳力，还是到那株大树下面目测一下最低的树杈，大概有5米高，原地轻轻一跳，双手抓住那根树杈。卧槽，这弹跳力参加奥运肯定是妥妥的冠军，这还是没有助跑的状态。前世他最高纪录才跳过1.2米，现在整整提高了近2倍。再试试全力一跳能有多高？稍微助跑了2步，嗖的一下，双脚稳稳站在树杈之上。天哪，竟然跳了5米高！黄叶兀自不敢相信，向树下望了一眼，确实跳了这么高。这弹跳力彻底把他惊到了，要是有个篮球，自己一定是灌篮高手。什么樱木花道、流川枫还是乔丹、科比、詹姆斯，在他面前都是弱鸡。真的好像穿越回去，让前世这些名动四方的篮球界大神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。从树上跳下来，黄叶心情很愉悦，美滋滋地回了屋子。少爷的样子好像捡了钱袋子一样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晴儿不解地问道。我刚才在院子里试了一下弹跳力，发现竟然能跳5米高，简直是奇迹。少爷，5米是什么意思？晴儿问道。小丫头感觉很奇怪，少爷这次苏醒之后好像变化很大，今天又弄出个5米。黄叶也知道自己说走嘴了，自己并不清楚这里如何计算长度，不过这丫头是自己人，出现这种小失误也没事儿，有她在，自己犯错的时候反倒多了一层保护伞。不过自己在实力弱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方面，自己也要想好，一旦说漏嘴找不得方法。按这里的信息交流方式，局限性肯定很大。想当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也仅做到辖区内，自己买一双鞋还有欧标和国标，遇到不熟悉的人
自己可以推脱来自其他地方。想到这里，黄叶已经释然，开口解释道：“比我们这个屋子的棚顶高点。”少爷，棚顶好像不高吧？晴儿看看屋顶，怎么不高？我小时候连1米跳不到。少爷，如果棚顶有5米高，府中那些侍卫应该能跳10米。黄叶一愣，一张脸立刻垮下来。这丫头打击人的方式貌似很温柔，这货忘了自己不是在前世，不能拿现在的成绩跟前世相比。自己这个弹跳力比凡人高，可是对比那些修炼过的武者，还是弱爆了。不行，必须加强训练，连侍卫都轻松虐自己，就算自己想跑，侍卫也能轻松抓住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先用传统方法练习体能。想想前世各种体能练习的方法，这货第一个选的是俯卧撑，连续做了50个，没什么感觉。前世做30个，自己就啪了。去，怎么又和前世对比？换成单手俯卧撑，还是没什么感觉。晴儿，你趴到我身上。晴儿一愣，刚才这丫头便觉得少爷的动作很奇怪，现在少爷让自己趴到他身上干什么？难道少爷想在地上做那羞羞的事儿？脑补一下画面，小丫头脸红了。晴儿走过来，等着黄叶翻身，结果这家伙还是刚才的姿势。少爷，你要翻过来才行。黄叶一愣，转过去怎么做俯卧撑？猛地一怔，晴儿，我这是在锻炼身体，你趴在后背抱住我就行。晴儿的脸顿时变成一块红布，这家伙真是坑娘。小丫头老实地趴在黄叶后背，紧紧抱住黄叶，胸口都变形了。黄叶心潮澎湃，赶紧做起俯卧撑，100斤的分量加上去，效果好多了。好了，可以下去了。少爷，你浑身是汗，我给你清洗一下。你身体行吗？好多了，走路不碍事。那好吧。黄叶也没办法，自己真出不去。其实这货很想跑到小湖里游一圈，现在身上全是汗臭味，这味道进被窝，别说晴儿受不了，自己也受不了。半个时辰后，晴儿端着一盆水进来，还带来一套内衣裤。少爷，奴婢给您宽衣。我自己洗就行。不行，必须奴婢给您洗，以前奴婢经常给您洗，您身上几个痦子奴婢都一清二楚。那是以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我已经清醒，可以自己洗了。清醒也不行，奴婢已经习惯了。卧槽，你这个理由可真奇葩。算了，洗就洗吧。晴儿熟练地把这货的衣服脱下来，黄叶则是两眼望天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晴儿洗得很仔细，黄叶紧咬牙关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可惜现在太晚了，不能用木桶好好洗。洗完之后，晴儿把衣裤给黄叶穿上，黄叶嗖的一下窜上了床，继续闭眼念经。没过多久，晴儿又端了一盆水进来，进来后就开始解自己的衣衫。天哪，你个小妖精，怎么在我的屋子洗澡？黄叶把头深深地埋进被窝里，哗啦哗啦的水声不断向耳朵里钻。黄叶故意发出轻微的鼾声，晴儿心中暗笑，少爷太假了，自己陪他可不是1天2天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鼾声。不过这丫头也没点破，今天确实太累了，身体还没有恢复。没过多久便沉沉的睡去。黄叶睁开明亮的眼睛，呆呆地看着屋顶，这货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。如此这般过了3天，晴儿已经恢复正常，那些伤痕也结痂了。黄叶继续每晚的训练，还让晴儿把学会的武技教授给他。看到黄叶的学习能力，晴儿也大感惊讶。少爷头脑清醒后不是一般的强大，自己学习那些武技的时候可不是1-2天，跟那帮侍卫整整学了半年。可是少爷学了3天，已经能熟练运用，跟自己拆招的时候，自己竟然完败。少爷，你这学习能力太强了，我学会这些招数足足用了半年。哦，你几岁学的？13岁的时候。那时候你还小，理解力还不够，所以学得慢。虽然这么回答晴儿，但黄叶自己知道，很可能这次穿越把自己全面改造。原主10岁就变成傻子，不可能保持良好的身体机能。自己虽然不知这些招数的名称，但觉得这些招数与现代的一些拳法合擒拿手的招数相近，都是些近身搏斗技巧。如果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大，确实可以弥补没有系统的缺憾。只是自己现在学习的还是简单技巧，不知遇到高级的武技功法，自己的学习速度还能不能保持这样？晴儿，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。少爷，奴婢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去找那些教你的侍卫，让他们教你一些轻功。侍卫中的徐大哥轻功就很厉害，当时他还想教我，不过我觉得自己在府内也用不着轻功，就没学。这次必须要学，你学会了好教我。我现在最先学习的就是轻功，有了轻功才能走出去。明白，我这就去找徐大哥。黄叶躺在床上思索，那个月儿从上次刺杀之后便没了下文，难道是发现了什么？应该不会，自己根据晴儿的描述，现在的伪装应该没有破绽，毕竟不用说话，
那个黄毛丫头肯定看不出来。可能因为晴儿一直陪着她，这丫头没有下手的时机，所以迟迟未动。从这几天的饮食，自己已经看出些许端倪。吃了3天糕点后，自己也开始吃一些饭菜，每次都是等晴儿先吃，自己观察一段晴儿的反应后才吃。现在可以肯定，那丫头至少不会伤及无辜，否则自己和晴儿都难逃一死。自己现在只吃早饭和午饭，晚饭一口也不吃，而是让晴儿拿来一些糕点过来。晴儿也是冰雪聪明，看到少爷一直在演戏，心里自然提防院。下午，晴儿回来了，见她高兴的样子，黄叶知道这妞应该学到点东西。果不其然，这次晴儿不仅学到轻功，还带来一本轻功秘籍《水上飞》。黄叶先翻看一遍，随后晴儿也把徐大哥教的内容讲一遍。黄叶若有所思，这套轻功身法确实不错，如果炼制大成，可以踏水而行，只要一口真气不散，最远的能跑50丈。如果达到这样，能轻松跑过一条大河。少爷，奴婢身体好了，按照府内的规矩，我和月儿要轮流服侍您。您是怎么想的？黄叶问道。府里的规矩不能破坏，不然会引起他人怀疑。可是我怕月儿会对您不利。没事儿，我现在有自保能力，他先不起什么风浪。那您会不会要了月儿？黄叶一怔，这好像才是他的重点。晴儿，我不会的，包括你也一样。这2天我仔细琢磨过，你们还是黄花大闺女，如果变成女人，我不清楚别人能不能看出来。如果真被人看出来，我清醒的事儿很可能败露。哼，都是你的借口。你说好的，伤好了就要我，现在又变卦。晴儿，要你没问题，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太弱，暂时无法自保，被有心人发现，对我们就是灭顶之灾。好了，少爷，奴婢知道，我就是说，您答应要我就行。您这么隐藏自己，一定有您的想法，一入侯门深似海，这点道理奴婢懂得。看来晴儿懂得还挺多。那是，老夫人让我们平时多看书，尤其我这样从小进府的婢女，除了女工、厨艺、茶艺之外，琴诗书画也要学习。黄叶心中一动，看来这丫头有一定的文化底蕴，她的理解力应该可以。之前晴儿说自己的理解力很不错，现在这部轻功身法是晴儿转授给自己，两人相当于同步学习，完全可以和晴儿比一下理解力。晴儿，徐大哥讲的，你能听明白多少？徐大哥讲的太深奥，好多我都听不明白，只能强记下来，只是记得也不全。黄叶想了想刚才晴儿的讲解，觉得并不难，只有2-3个地方自己一知半解。现在自己的理解力应该比这丫头强，不知自己的理解力跟外面的人对比如何，希望自己不是那种庸才，等我学会可以教你。公子听完能领会多少？怎么说呢，我感觉好像听明白了，好像又没明白，只有练过才知道领悟的，对不对？不会吧，您只是听我转达加上自己看书就能领悟？晴儿惊讶道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看典籍的文字，有些地方很快明白什么意思。这部功法实际是一部运气法门，聚气至丹田，然后气运全身，就能做到身轻如燕。不过我现在还不知如何聚气，看懂不代表可以马上学会，还需要时间。少爷，您这已经很强了，徐大哥逐字逐句给我讲解，我才能做到一知半解。就这样，徐大哥还说我领悟得快呢。呵呵，徐大哥可能只是鼓励你。晴儿对黄叶的说辞不以为然，自己学习东西的能力还是挺快的，在那些同期入府的丫头里面至少排在前2位。让这丫头不理解的是，自家少爷之前傻了那么长时间，怎么清醒后有如此强大的领悟力，确实无法理解。练功的事儿先不急，只要能弄到功法，我们早晚能练出来。你出府方便吗？还可以，像我这样的老人进出府没什么限制。你抽空出府，给我做2套夜行衣。夜行衣是那种黑黑的衣服吗？没错，颜色是黑色或者深色，适合夜间行动。怪不得公子要学轻功，原来准备到府里探查一些信息。坐以待毙不是我的风格，我清醒的事儿迟早要暴露，先做最坏的打算，真有危险的时候也有回旋余地。那我明天就外出定做，需要多少钱你先垫付一下，等我有钱了还给你。少爷，我每个月都有俸禄，虽然不多，但没有花销的地方，这么多年也积攒了一些银两，我们即使在外面住，省吃俭用也能生活几年。这丫头把我当成吃软饭的吗？伤自尊啊。好了，少爷，我先出去忙了，您好好休息。晴儿离开后，黄叶准备先把轻功功法背会，有月儿在，自己不方便把功法拿出来，还是印在脑子里更方便。整个功法的字数并不多，3000多字，总共分5个阶段：身轻如燕，飞檐走壁，踏雪无痕，踏水神行，凌空飞渡。黄叶觉得练到最高程度，也就是凡人的武学大师，在前世确实可以牛逼闪闪，但在这里啥也不是。这里既然有仙师存在，这种世俗的功夫就变得很普通。只是想找修仙者的功法，跟白日做梦没区别，
现在能弄到这个功法已经不错，还要啥自行车？自己没资格挑三拣四，一点一点积累，总比无所事事强。咦，我的记忆力好像也有提高。换做前世，3000字背下来至少需要2天时间，中间还需要反复记忆和背诵。这次的背诵感觉顶多2个小时，整部功法已经背得8、9不离10。黄叶想起一个综艺节目《最强大脑》，那些记忆力天才确实令人发指。虽然知道有些能力可以训练出来，但也需要脑子好用。智商只有100的普通人，想练到那种程度很难。当时还在网上找了一些练习方法，效果是有一些，但要达到那种程度根本做不到。现在脑力有提升，不妨按那些方法尝试练习，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下，让自己记忆力变强，肯定有好处。晚上晴儿和月儿一起过来，这次是晴儿提着食盒，黄叶依旧没吃，2个小丫头也拿黄叶没办法，只好自己吃。月儿，我身体差不多好了，我们还是老样子，一人陪公子1夜。今晚你陪公子吧。月儿应道。晴儿收拾好碗筷便离开了。月儿呆呆坐在床头，不知心里在想什么。黄叶故意背对着月儿，这丫头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1个小时后，黄叶看到小丫头香腮垂泪，耳边也传来轻轻的啜泣声。这丫头为什么哭呢？一点杀手的素养都没有，太不专业。原主从10岁开始变傻，2人应该不会有血海深仇，感觉他对自己出手受人指使的面大。唉，少爷，你也是个可怜人。月儿轻轻叹道。黄叶心中一动，这丫头自言自语，或许会透露什么秘密。奴婢也是身不由己，怪只怪你生在这大富之家。你如果不死，死的就是我，我的家人也难逃一死。我那可怜的弟弟才9岁，少爷，奴婢对不起您。月儿说完，一把铮明瓦亮的匕首出现在手中。黄叶汗毛倒立，看来这小娘们这次真的要下狠手。只是黄叶有点想不明白，听这丫头的描述，她肯定是受人指使，可是自己这个状态不应该对那些子嗣产生威胁，为什么7年没人杀自己，直到现在才动手？黄叶已经全神戒备，一旦匕首刺过来，必须施展雷霆手段把这丫头拿下。月儿并未立刻动手，而是盯着自己的下体。不会吧，他这样子好像还是想让自己当太监，这是何故？少爷，您真不该玷污我的身子。说罢，月儿高高举起匕首。我尼玛，难道这丫头真被自己的前任霍霍了？原主是傻子，行动都不能自理，他是怎么玷污的？还真是奇葩。难道傻子也有欲望？这个真不清楚，自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忆。看他这架势，真搞不清这丫头出手到底是他自己的意愿，还是受人指使。不想了，先解燃眉之急再说。现在自己的位置在床里面，不可能翻身躲过去。上次不得已强行翻转，这次不能再客气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反正迟早要暴露。打定主意，全身肌肉紧绷，双手蓄势待发。黄叶已经想好行动方案，一旦这丫头的匕首落下，自己立刻掀起被子。魔女的匕首顶多能捅破被子，自己把被子盖到这个魔女头上，然后把匕首夺过来，以自己的能力对付这妞绰绰有余。咦，这丫头干什么呢？怎么还不动手？这可是自己到这个新世界后的第一站，拜托你快点好吗？等了一会儿，月儿高高举起的匕首依旧悬停在空中，这让黄叶有点懵。妹子，你耍大哥玩呢？到底杀不杀？给个痛快好吗？哥这小心脏真心受不了，如果不是为了隐藏身份，哥早把你叉了。小姑娘的眼泪再次啪嗒啪嗒落下来，手臂也软软垂下来。月儿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，第一次准备很充分，也勇敢地下手了，结果这家伙竟然神奇地躲过去。第二次因为自己顾虑重重，放弃了刺杀，到这次自己竟然无法挥出匕首。其实月儿并不知道，杀人也跟打仗一样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这丫头杀人的勇气在第一次已经消耗殆尽，毕竟是个女孩，年纪也不大，杀人经验为零。黄叶看到魔女放下匕首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下。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天，得到的信息太少，魔女很容易制住，只是不论杀了她还是撵走她，自己都会暴露。第一次原主被人敲了闷棍，侥幸死里逃生，如果月儿真是被人派来的，说明府中有人想要自己的命。魔女是不是第一次那个人派来的还不清楚，第二次对方绝不会留手。府内让自己万劫不复的人大把抓，而自己只有一个会点三脚猫功夫的晴儿当保镖。现在所有情况都不明，隐忍才是万全之策，继续装傻才能死里逃生。自从知道那些侍卫的实力，黄叶给原主报仇的想法已经很淡，练习轻功也是为了跑路。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自己能不能成功逃跑，毕竟侍卫抓自己的难度并不大，等把一切计划周全再做打算。月儿收好匕首，轻轻褪去衣衫，钻进被窝，两人背靠背躺着。黄叶感觉魔女虽然没发出声音，
但从她抖动的双肩判断，这丫头应该在哭泣。真是奇怪的丫头，她的心事很重，这可不是一个杀手该有的心态。看来这丫头刺杀自己并非本意，里面肯定有一堆故事。唉，看来又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，身边躺着一个随时要自己命的人，这种煎熬的滋味真特么独特。自己怎么穿越到这个破地方？黄叶有点怀念前世的和谐社会，当然不包括害自己那2个混蛋。其实黄叶心里明白，自己的前世死得挺冤，那2个混蛋应该是想找人教训自己，买凶杀人可是重罪，他们绝对没那个胆子。只是自己太脆弱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让自己小命挂掉的应该是一记窝心拳。那一瞬间心口传来的剧痛，好像心脏要爆炸的样子。既然穿越到这里，一定要把小身板练得棒棒的。老话说得好，想揍人先要学会挨揍，只有自身强悍，才不会出现那种憋屈的死法。有了，既然不能睡觉，自己可以练功。那套轻功也是运气的法门，虽然功法要求盘膝练功，自己可以试试躺着练功，不就是气运丹田吗？只要做到这点就好。黄叶开始一遍遍尝试，折腾了大半夜，这货终于有气感产生。唉，不知这种感悟速度算不算合格？算了，自己以后不再跟任何人对比，永远把目标定为下一个层次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突破自我。这也符合奥运精神，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。继续按照功法练习，黄叶发现气血运转并不顺利，每次运气到丹田会自行向腿部移动。卧槽，练功太他妈辛苦，要是有系统该有多好，想啥有啥。多次尝试后，效果奇差无比，这货决定先缓一缓。身边的魔女早已没了动静，应该是睡着了。看向魔女的小脸，这妞在这种平和状态下也是个美人，虽然比晴儿差点，也有85分。晴儿是鹅蛋脸，月儿是瓜子脸，在现代他们要是开直播，肯定是大网红。这种原生态美女要比那些依靠美颜的网红强100倍。还是继续修炼吧，这丫头睡着了，自己的动作也可以大一些。这次黄叶把身体蜷缩起来，再次运转气血，果然效果好一些。蜷缩的角度再次加大，效果更好了。看来古人盘膝运气的方式确实有科学道理。不过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未必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路，只要肯去摸索就好。于是这货开始不断尝试，先从蜷缩状态开始，一点点打开身体，认真感受不同身体状态下的每一丝气流变化。身体蜷缩角度从90度开始，到80度、70度，再回到80度、90度，不断理解感悟。如此这般，不知不觉天色已放亮。小丫头身体微微一动，从睡梦中醒来，黄叶赶紧合眼装睡。月儿觉得这一夜睡得很香，好久没睡得这么舒服。不对，以前也在少爷身边睡过，因为担心这家伙伤害自己，睡眠一直很浅，而且噩梦连连。可是这次自己竟然想不起曾经做过什么梦，真是奇怪。以前很讨厌睡在这个傻子身边，尤其那次之后，这种厌恶感更强烈。可是昨晚的感觉怎么会如此古怪？月儿下意识看了一眼沉睡的黄叶，暗叹一口气，哎，自己到底该怎么办？如果真杀了他，自己肯定难逃一死。虽然对方承诺给家里人一笔钱也能保证家人的安全，但是自己知道，如果真能得手，不止自己会死，对方必定斩草除根。这种大富人家天天勾心斗角，说话跟放屁没什么区别。现在自己下不去手，不动手肯定也不行，只能拖一天是一天。想想自己那个家，月儿也是暗自神伤。自从爹爹把自己卖给城主府，自己已经心如死灰。这个爹爹美其名曰为自己好，其实只是为了还赌债。本以为进府后自己只要勤快点，受到的打骂责罚会少很多，至少比家里强。结果进府没多久，就被一个浑身罩在黑袍里的人安排刺杀这位傻少爷。因为那人用家人威胁自己，是赌如命的爹爹可以不管，娘亲和小弟不能不管。前2天黑袍人再次过来，问自己为何还不动手。自己以晴儿受伤后一直陪在少爷身边推脱，没想到黑袍人又扔给自己一包药，让自己长期喂傻少爷。自己为何如此倒霉？傻少爷已经傻了7年，怎么轮到自己做这件事儿？对这个傻少爷，月儿心中也怀着一丝憎恨。自从那次深夜被傻少爷抱住之后，小丫头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毁了。整整一夜也不知这混蛋哪来的力量，紧紧抱着自己不松手。那次之后，自己便发誓杀这家伙前一定先咔嚓他。月儿心绪复杂地看着黄叶，这个傻少爷的模样真不错。唉，这家伙要不是傻子就好了，自己委身于也算不错。算了，还是等等再说。小丫头已经畏惧这种想杀还不敢动手的感觉。月儿起身穿好衣物便离开房间。黄叶看着月儿的背影，这丫头还真奇怪，明明想杀自己，却又犹犹豫豫。不管她了，这一夜的修炼感觉不错。熬夜打游戏，熬夜看球赛，熬夜看小说，熬夜打麻将，熬夜办事儿，自己都做过。熬夜修炼还是第一次，
前世自己每次熬夜到天亮的时候都是身心俱疲，小脸煞白，感觉气血两亏。这次熬夜修炼的感觉截然不同，一点疲惫的感觉没有。月儿啊，没想到你这个不入流的杀手，还让我尝试另一种熬夜感受。我谢谢你，温柔的杀手，为你点赞。没想到身边有个杀手，还有促进修炼的作用。黄叶反倒觉得晴儿是个温柔乡，这丫头在自己身边躺着的时候，自己修炼的欲望并不强烈。记得前世小说里提到过双修功法，不知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功法，如果有一定要弄到，这样自己可以和这妮子双修。现在还不急，自己还没暴露，一定能找到好的修炼方法。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，老天不给我系统没关系，有前世的知识也能让自己在这里立足，信息差就是自己的优势。恭喜主人，您已经通过考核，今后您的成长我会全力辅佐您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鬼？黄叶呆呆地看着大脑突然出现的一段文字。你是系统？黄叶将信将疑地问道。抱歉，我不是系统，我只是知识的搬运工，对您的生存我只起到辅助作用。姓名黄叶，年龄17，品级凡人。黄叶看到这一排排文字，心情变得更好。这家伙不承认是系统没关系，他肯定比自己强，自己的前世太普通，只能算半只脚踏入社会，对古代的了解仅限几本穿越小说、玄幻作品以及几部影视作品。既然他说是知识的搬运工，知道的肯定比自己多，只要自己慢慢学习就行。看来古人那句话说的对，系统只会迟到，从不会缺席。不过刚才这家伙为什么会说那句话，还是问清楚吧。你怎么现在才出现？还有，你这字幕方式明明就是系统的标配，怎么会不是系统？抱歉，我不是系统，我只是知识的搬运工，对这个新世界我并不了解。你要学习，我也要学习。为什么才出现？是因为我要考察您这段时间的表现，才能决定是否跟着您。好吧，你有什么新人大礼包或者任务、奖品之类的东西吗？抱歉，我不是系统，我只是知识的搬运工，更准确的说，我其实是人工智能。您说的那些东西我都没有。你是不傻，就会说抱歉。黄叶很生气。抱歉，我不是傻子，您的原主才是傻子。行，你强 ，I 服了 you。奶奶个腿！刚树立自我修炼的宏伟目标，这家伙突然出现了，还以为以后不用修炼，靠系统就可以横踢乱卷，结果这家伙就是个废柴系统，狗屁好处也没有。这玩意和鸡肋有什么区别？还特么人工智能，还要跟我一起学习，你特么剧情反转的也太快了。说说你能搬运什么？我是超级强大的人工智能，里面记录了很多现代化的科技，还有个学科的知识。那你有修仙的知识吗？这个真没有，我是无神论者，不相信神仙的存在。卧槽，你牛，还他妈知识的搬运工？你搬运的是一堆毛线吗？以后不许提搬运工这3个字，我听这3个字不舒服，尤其那句广告语。这里很可能是玄幻世界，连他妈电灯都没有，你弄一堆高科技有什么用？系统默默无语，差点流下伤心的泪水。看来这主人真是傻子，不明白自己的强大，自己的选择是不是错了？你除了能传递知识，还能干什么？探测、扫描、分析、推算、汇总。黄叶琢磨了一下，这些功能好像还有点用。自己这个系统更像一台计算机，有这些功能总比自己一个人瞎琢磨强。算了，别奢望太多，能有系统已经不错，还要啥自行车？有机会修仙是好事儿，真没机会就当成一次全新的人生。指不定哪天又把自己穿越到别的地方，先对付好这里再说。吱扭一声，门开了，晴儿端着一盆水进来。少爷，昨晚睡得舒服吗？昨晚没睡。哦，少爷是担心月儿对你不利吧？对了，你能查到他的信息吗？少爷问的是哪方面信息？算了，还是别查了，我小心点就行。你跟那些侍卫很熟吧？他们对我很好，那些老侍卫都是看着我长大的。昨天那本宫法典集还不错，能不能再找几本？少爷，这个没问题，只要他们有，我一定能借来。我能照顾自己，你不用时刻照看我。好，给您准备好饭菜，我就过去借。这本你还给他们，我已经看完了。黄叶把功法递给晴儿。少爷，您先留着吧，等全背下来我再还回去。不用，我已经背完了。不会吧，这么多字您都背下了？没错，那我留着自己看，我也想学点轻功，将来也能帮您。不过昨天按照第1层功法练了半天，一直没有气感，我是不是很笨？黄叶心中一动，两人都是昨天看的典籍，怎么自己修炼过后感觉气感很足？要不是月儿在身边，自己都想去院子试试感觉。别着急，你对人体的构造还不了解，所以理解力不够。哦，少爷知道。黄叶想了想，刚才系统说他有个学科的资料，生理卫生方面应该有，我确实知道一些。
等你回来给你讲讲。那好，我先去给您拿吃的。半个小时后，晴儿提着食盒回来。这次黄叶没客气，把饭菜造个精光，目送晴儿离开。系统，你有没有人体经络穴道图？系统没回话，回应的是一幅画面，人体正面的经脉穴位图，右侧还有个箭头。我怎么看下一页？主人有什么要求说出来就行。下一页，画面一转，是一幅后背的经脉穴位图，这次两边都出现箭头。第7页，画面再次一转，左侧一排黑字手少阴心经，一幅局部经络图出现。黄叶很满意，这是作弊利器啊！这要是回到高考，有这个系统辅助，什么985、211都是小菜一碟。唉，系统，可惜你来得太晚了，到这里作用小了许多。系统，我给你起个名字吧，以后就叫你小杜。谢谢主人。黄叶再次回到第1页，对照昨天的功法，重新开始领悟。有了明确的图示，很快便明白这些气流怎么运转。这么有目的性的运转，感觉还不错，看来系统也有点用。午饭的时候，晴儿再次提着食盒过来，同时带来一个布包。少爷，我借了2本武学典籍，本想多借几本，但是他们说不能同时学太多，只给了1本内功心法和一套拳谱。黄叶心中一喜，有了内功心法，至少可以修炼内功，先从基础开始。只是不知这玩意跟修仙会不会冲突。有这2本暂时够用。兴冲冲打开布包，看到功法的名字，黄叶彻底懵逼。这书名不对啊，玉女心经，名字好像听说过，难道这里真有这个内功心法？还是先看看里面的内容，翻开封皮便是功法介绍。看完介绍，黄叶的脑袋瞬间大了一圈。功法倒是很正统，总共12层，每3层一个境界，修炼到极致可以达到5帝巅峰。最后还有个备注，功法尚在开发中，修炼者可自行开发后续功法。功法不全自己可以接受，可这是一本女子修炼功法，自己一个老爷们怎么学？自己对武学了解太少，还是问问系统，不知他有没有修炼的功法。前世的功法应该赶不上这里，自己了解一下也好，总比没有要强。小杜，听到请回答。没有任何反应。黄叶又重复一遍，还是没有反应。咦，自己刚给他起的名字，他还谢谢自己，难道这货只是为了敷衍我？系统，听到请回答。一排字幕出现，系统电量不足，请稍后。我尼玛，这玩意怎么还要充电？这个世界压根没有电，你他妈让我去哪儿充电？少爷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晴儿看黄叶半天没反应，只好询问。晴儿，他们就给你这一本功法。这本是徐大哥给的，他说这本功法适合我。确实适合你，这是女子修炼的功法，男子无法修炼。啊，那您不是修炼不了？小丫头想起徐大哥为了找这本功法，把箱子翻个底朝天，当时还以为功法很珍贵，没想到这是人家不用的功法。少爷，要不我再去要一本男子修炼的功法？不行，你现在去要男子修炼的功法，他们肯定会怀疑。这件事儿先不急，过段时间再借，到时候你说想借鉴一下，我先研究一下这套功法。男女身体构造不同，不过穴位基本一样。公子还知道穴位？晴儿好奇地问道，自己印象中少爷小时候好像没习武。了解一些。黄叶心虚地应道，自己知道个毛线，眼保健操那几个穴位自己倒是知道，还知道脚底板有个涌泉穴。自己不知道没关系，系统可是百科大全，或许没有好的功法，但他肯定有医书，就是不知道他怎么来电，只能一点点摸索，应该不是把手指头插入插座这种方式。这货既然跟自己一起过来，自己肯定能用上，或许自己多运动就能充电。通读一遍《玉女心经》，大致明白里面的内容。合上典籍，黄叶陷入沉思中。看来自己真不能修炼这个功法，里面特别强调女子阴柔之气，长时间修炼的后果就是阴气占主导地位，不断减弱自己的阳刚之气。如果真的修炼，自己的性格很可能改变。晴儿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这部功法适合你练习，我没法修炼。少爷别灰心，过几天我就去找徐大哥，肯定能找到适合你的功法。只能如此。黄叶无奈道。对了，在外面能买到功法吗？我也不清楚，明天我去书寺看看有没有功法售卖。书寺是卖书的地方吗？城里有几家书寺，里面有各种书籍售卖。黄叶摇摇头，晴儿，那里即便有武学典籍，也是垃圾货，不如不看。我先学这套拳法，功法的事儿不急。黄叶拿起拳法典籍翻阅起来，拳法名字很普通，无极拳。看到里面的拳招，黄叶觉得这拳法好像很巧妙。前世自己虽然没学过功夫电影、拳击、散打比赛也看过，这套拳法跟自己的认知完全不同。这里毕竟是武者为尊的世界，
武道能力肯定比前世强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自己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，还是要学习这里的功夫，没必要找系统要前世的武学典籍。想到这里，黄叶便按照拳谱里的招式一步步练习，同时心里对这个废材系统也不抱太多希望，他愿意什么时候恢复电力都无所谓。2个小时后，黄叶停下来，怔怔看着这本拳谱。不会吧，里面总共36招拳技，怎么感觉好像学会了？什么时候学武变得如此容易？前世那些武学大家，哪个不是冬练3九，夏练3伏？在屋内演练一遍，有点半半磕磕，再演练一遍，流畅很多。到了第5遍，已经可以行云流水般的施展拳法。晴儿一直在旁边看着黄叶，一脸小迷妹的样子。少爷，您学习的时候好专注。你也学学这套拳法，看看多长时间能学会。少爷，我学拳法干什么？以前是没事才学点功夫，现在您醒了，我有好多事要做呢。让你学就学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好吧，我试试。晴儿嘟起小嘴应道，虽然不乐意，还是拿起那套拳谱。少爷，这个动作我不太明白，自己慢慢理解。晴儿一边比划一边理解，黄叶并未指点，只是在一旁观察小丫头的动作。半个小时后，第1拳才半半磕磕打出来。少爷，这一拳好难，需要手脚并用，还要攒一口气，还有3种不同的变化。继续理解。1个小时后，晴儿总算能完整打出一拳，只是一些小细节还不到位。好了，不用练了，我只想知道你领悟这一拳需要多长时间。少爷，我过关了。你过不过关不重要，我只是想验证一件事情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您是想看看我对领悟速度。刚才少爷打了好多拳，难道少爷已经学会了？不出意外应该会了，差的只是实战运用。这怎么可能？晴儿的小嘴张得大大。少爷，奴婢第1招就学了半个时辰，还学得不到位，您竟然1个时辰把所有拳招都学会了，您不会也像大少爷一样，也是天选之子，练武奇才吧？哈哈，没那么夸张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学这些拳招的时候感觉并不难，所以才想让你试试，看看我的理解力跟你是否相同。黄叶解释道。奴婢错怪少爷了，我还以为少爷觉得拳法好，逼着奴婢学呢。黄叶摆摆手，示意无所谓，我刚刚苏醒，还不知道习武要经历什么。你说过那些侍卫从小就习武，我也觉得习武这东西需要从小练习。你虽然平时也练练，但和他们不一样，没必要吃这种苦。你负责貌美如花就行。一抹红晕出现在晴儿的小脸上，黄叶看的也是一呆，这丫头还真是国色天香。如果在前世自己遇到这种极品，只能仰望，连追的勇气都没有。没想到自己到了这里，老天上来就安排一个极品，还对自己百依百顺，自己说什么也不能辜负他。少爷，奴婢去给您准备吃的。小丫头说完便跑路了。拳法练完，黄叶也变得无所事事，看到那本《玉女心经》，随手拿起来，左右没什么事儿，琢磨琢磨这套功法吧，全当打发时间了。翻看了第1层功法，尝试按照里面行宫线路运转1圈，这1圈只能说勉强运转完毕，跟之前练习轻功功法带来舒畅的感觉完全不同。他感觉很难受，头昏脑胀，手脚冰凉，胸腹之中也有恶心的感觉。不对，这功法连尝试修炼都不行，完全不符合自己的生理特点。盘膝坐下，慢慢调息，抑制身体的不是感觉。这女子修炼的功法怎会反应如此强烈？是不是因为阴性太强的原因？忽的一丝明悟在心中出现，既然这个玉女心经以阴为主，而且反应如此剧烈，那我可不可以反着练？阴的反义词是阳，心经的运行线路肯定是阴性占主导，如果逆向运转会不会就是阳？有道理，反正现在没有功法典籍，可以试试，一旦发现异常就停下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说干就干，再次拿起玉女心经，认真看起来，对第1层心法中的每一句话逐字逐句的反向理解，再分析如何逆向运转行宫线路图。不到半小时，第1层心法逆向运转方法已经有了答案。接着开始尝试倒行逆施，一个一个穴位尝试。随着气流的运转，黄叶体会到一丝舒适的感觉。慢慢的，这种感觉开始变得强大，不断压制之前那种不适的感觉，手脚开始变暖，恶心的感觉也没了，头昏脑胀的感觉也消失不见。哇塞，我还真他妈是天才，这么快就反败为胜了。门外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黄叶的歪歪，晴儿拎着食盒走进屋子。晴儿，我正在行宫，过会儿再吃。晴儿看到黄叶专注的样子，没敢回应，轻手轻脚地走到椅子上坐下，继续小迷妹状态。第1层是小腹的一个小循环，逆转1圈结束时，黄叶感觉身体已经彻底恢复正常。再逆转1圈，除了小腹有一丝燥热的感觉，整个身体的感觉都很舒爽。第3圈也只是燥热感增强一些。
此时屋内出现了另一种味道，一股淡淡的臭味。晴儿也闻到这股臭味，小手已经把鼻子按住了。到了第7圈，燥热感足足增强了1倍，而臭味则增强了数倍。黄叶感觉如果再转一圈，那个燥热感很可能控制不住，赶紧停下来。此时的晴儿已经被熏得直翻白眼。看到黄叶停下来，晴儿飞窜到窗前，打开窗扇，脑袋直接探出去。黄叶可不敢探，万一被人看到就坏菜了，只能捏住鼻子，看看自己的身体，终于找到臭味来源。身体上布满一层黑泥，臭味就是这黑泥散发出来的。这是体内的杂质。没错，以前小说就是这么写的，刚开始修炼的时候能排出体内杂质。哈哈，没想到这次赌对了，逆炼功法非常适合男子修炼。没想到自己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，竟然解决了功法问题。只是小腹的燥热是怎么回事儿？先不管了，至少现在有用。发热可能是自己还不适应的原因。晴儿，你赶紧弄点水过来，不用烧，凉水也行。我们要尽快驱散这里的味道。少爷，我这就去。晴儿看了一眼黢黑的黄叶，赶紧捂住眼睛，他担心眼睛都能看臭了。嗖的一下窜出屋子，黄叶依旧坐在轮椅上，倾听屋外的动静，心中祈祷月儿可千万别过来。片刻之后，晴儿端着一盆水急匆匆走进来。少爷，这凉水你能受得住吗？等等，这水我能受得住，但不能在这里，你推我到院子里。也好，月儿已经睡了，我们小心点，应该不会惊动她。两人鬼鬼祟祟地来到院子里，在一棵大树下，晴儿直接把一盆水从头到脚浇了下去。大树很高兴，这养分好足，已经好久没人给我施肥了。连续几盆水也把黄叶小腹的燥热感驱除了。晴儿也不客气，直接把黄叶的衣服当成搓澡巾，一边搓一边浇。两人鼓捣了将近1个小时才回到屋内。屋内的臭气因为门窗大开也散去了不少。回到屋子，晴儿毫不客气地把黄叶扒个精光，再次擦洗了一遍身体，才给黄叶换上一套全新的内衣裤。少爷，你刚才是什么状况？不仅变成一个泥人，还那么臭。这个很正常，应该是功法把我体内的杂质排除了。什么功法？还有这种作用？一般好一点的功法都有这种作用，可惜你没修炼，如果修炼也有这种效果，不仅能排除你体内的杂质，还能让你更年轻。噗嗤一声，少爷，您还是别逗我了，我才16，再年轻就变成小女孩了。我说的年轻这个概念不一样，这个可以让你的青春保留更长时间。哦，真的这么神奇吗？那我也练。你先试着练练玉女心经吧，只是我感觉那个功法够呛，能有这种作用。行，我先练着，有没有用，试过之后才知道。好了，少爷你可以上床休息了，我再收拾收拾。黄叶顺从地上床进了被窝，今儿他是真高兴。躺下之后也尝试一下运转功法，还不错，躺着也可以行功，这点很有用，可以很好的隐藏自己。晴儿收拾好已经1个小时之后，回来看到黄叶已经睡着，便在他身边躺下，看着这个俊俏的少爷，越看越喜欢，不知不觉中合上了双眼。两人睡到半夜，黄叶突然坐起来，缓缓睁开双眼，如果晴儿清醒，必定能看到这一双骇人的眼睛。此时黄叶的眼底一片通红，仿佛双眼都在燃烧，他感觉浑身燥热，神志也有些不清，努力控制也不行，小腹内的火气像熔炉一样不断灼烧着他。糟糕，自己很可能走火入魔，这魔火他根本无法压制。低头一看，哇，太好了，旁边有一座冰山。不做他想，迅速靠近冰山。随着身体进入冰山，他感觉自己的火气好像有了宣泄口，他已经完全忘记自我，恨不得把自己融入冰山。神奇的是，火气进入冰山畅游一圈之后，竟然重新流回体内，流回来的气息暖暖的，并未进入小腹，而是在全身游走，感觉很舒服。眼睛的血红之色也开始变淡。2个小时后，小腹内的火气全部释放出去，变成暖暖的气流回到体内。黄叶手一松，直接陷入昏睡之中，那团暖流也在他体内自行运转，一遍遍冲刷他的身体。晴儿瞪着一双的大眼睛看着熟睡的黄叶，泪水悄悄滑落，有幸福，有欢乐，有不解，有疑惑。奇怪，自己前2天问过，少爷还说以后再说，怎么如此突然？心中虽然早早盼着这天到来，真正到来却又稀里糊涂，少爷到底怎么想的？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从少爷那里传过来一股气体，这气体竟然在自己的全身经脉运转一圈，最后回到少爷那里。气体好像生生不息的样子，一直在2人体内流动，自己没有丝毫疲惫感，反而感觉精神头很足。这种感觉和自己修炼的真气好像一样，又好像不一样。如果说真气是涓涓细流，气体则是滔滔江水，自己修炼的真气一直不咋地，这么多年下来，
进步缓慢，运转一圈费劲8里。徐大哥还说自己不是练武的料子，可是昨天的气体快速在体内游走，以前真气运转不通畅的地段全部被打通，现在这股气体还在体内游走，这气体和自己的真气到底是不是一家子？算了，不讲了，开心就好。哪怕自家少爷没有任何话语，小丫头也觉得很幸福。这是小丫头从小立下的夙愿，终于得偿所愿。咦，什么味道？有淡淡的臭味，还有一丝的香味，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，好怪异。仔细闻了闻，香味好像是自己身体散发的，臭味则是少爷散发的。小丫头高高兴兴跑到下屋，烧了一盆水，回来把黄叶的身体擦拭干净，给这货换了一套衣裤。少爷睡得好香，这么折腾都不行。给黄叶盖好被，自己也烧了一盆水，把身体擦拭得干干净净。一切收拾妥当，天色已渐亮，重新躺回床上，呆呆地看着黄叶，心里想着刚才的怪事。自己的力量好像大了很多，满满的一盆水，仿佛轻若无物。给少爷擦身子的时候，也能轻松翻动少爷。最后换床单时，竟然能把躺尸的少爷抱起来。自己的脚步也轻快许多，在外面特意试了一下，以前只能跳1丈高，刚才竟然跳了2丈高，落下来的时候手忙脚乱，差点没摔着。没想到这还能提高身体素质，如果一直能这样，绝对是好事儿。少爷这2天表现出的超强能力，将来肯定会尝试修仙。我要是也能修仙，就能一直伺候少爷。晴儿心里美美的想到。吱扭一声，月儿提着食盒进来了，看到晴儿发呆的表情，摇了摇头。这个姐姐已经入魔，如果自己真杀了黄叶，晴儿这个状态弄不好都要殉葬，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咦，不对，怎么晴儿的脸色好像比以前好了，白嫩的小脸上竟然带着一丝光泽。姐姐，你的皮肤好像有变化。哦，有吗？可能是我昨晚没睡好，脸色有点发白吧。晴儿找个理由搪塞道，我感觉不像是没睡好，反倒是睡得很好的样子，整个精气神都跟以前不一样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昨晚确实没做梦。姐姐，您先去洗漱一下，该吃饭了，我们把少爷叫起来吗？不用了，少爷现在睡得很香，我们自己吃就行。洗漱完毕，月儿看到晴儿就像饿死鬼投胎一般，她准备的早餐是3人份，自己只吃了几口，剩下的全被晴儿解决掉。姐姐，你今天好奇怪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很饿。姐姐，您回去休息吧，我在这里照顾少爷就行。我不累，今天我们一起照顾少爷。现在黄叶还在沉睡，晴儿可不敢让月儿一个人照顾少爷。那好吧，月儿无奈道。这几天晴儿和傻少爷一直形影不离，刺杀难度越来越大，这么拖下去，真不好说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。上次黑袍人给的一包药，一直没决定如何下手，这包药估计是这女人准备双管齐下。虽然黑袍人说是长期服用，可这玩意不能试验，万一这女人骗自己，药的毒性其实很强，那就坏菜了。继续等待吧，既然已经决定拖1天是1天，自己也不用着急。或许拖久了，事情会出现转机，如果真的动手，自己和家人的死期也到了。等这女人再来催促的时候，自己就以晴儿一直跟着傻少爷，自己不好下手为由，反正这也是事实。黄叶醒来已经是下午，这货觉得自己昨晚好像做了个梦，一个让自己神清气爽的梦。看到月儿也在屋中，还是老实在床上练功吧，继续昨天的逆转行功。咦，不对，怎么自己体内有2股气流？一股是玉女心经逆转气流在小腹内运转，另一股是一道更庞大的气流在全身运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股庞大的气流是哪来的？还有小腹内的逆转气流也不像昨天那么灼热，逆转气流产生的热量被气流带到全身，让自己感觉很舒适。努力回想昨晚的经过，除了那个旖旎的梦，其他空白一片。还是继续修炼吧，现在第1层功法运转得很稳定，今天试试第2层功法。幸亏整个功法已经让系统扫描下来，不用看书研究了。调出扫描页面，一字一句开始推敲打磨。有了第1层的经验，第2层的理解速度快了不少。仅仅1个小时，第2层功法也领悟了。刚想倒行逆施，却被晴儿叫起来吃饭。看到晴儿轻轻点头，黄叶知道饭菜没有问题，也大口吃起来。这家伙早就饿了，只是不敢吱声。这次的大胃王是黄叶，饭菜是2个丫鬟一起抬回来的，足足准备了8人份，另外装了满满1大盒糕点。月儿看到晴儿到厨房一顿搜刮，还感觉奇怪。晴儿的解释是少爷1天没吃饭，晚饭应该能多吃点。事实也是如此，月儿只吃了半份，晴儿吃了1份半，剩下的全让黄叶吃了。姐姐，怪不得您一直照顾少爷，看来最懂他的人非你莫属。你照顾时间长了也会有经验。月儿，少爷就是我的命，府里想对少爷不利的人大有人在，如果有人伤害他，我不惜付出生命也要为少爷报仇。今天是你值班，一定照顾好少爷。
晴儿似有意似无意地说道。月儿心中一紧，她不明白晴儿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，难道这丫头发现自己的异常？姐姐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少爷。那好，我先回去了。晴儿拎着食盒离开房间，黄叶依旧傻呵呵地看着天棚。晴儿的话自己听见了，这丫头真是的，我现在是清醒状态，月儿即使有心也伤不到自己分毫。不过小丫头说的确实很感人，是个值得呵护的女人，自己一定要好好练功，只有自己变强大，才能保护好身边人。开始逆转2层心法，这次是前胸的气流运转。逆转9圈后，黄叶再次全身燥热，连那股强大气流都压制不住这股燥热，没办法，只好停止逆转，平心静气，用大气流舒缓燥热的感觉。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，心中一直保持的警惕感也荡然无存。月儿收拾一会儿屋子，看到天色已晚，只好上床。半夜，月儿坐在床头轻轻的啜泣，或许是哭累了，小丫头陷入沉思。咦，自己体内怎么有股气流，暖烘烘的，有点像天冷的时候喝了一碗热汤的感觉。整个气流在全身游走，气流好像营养品一样，不断滋补自己的身体。奇怪，这到底是什么气流？以前从未有这种感觉。晴儿好像说过他们武者会修炼真气，自己这是不是真气？可是自己从未修炼过功法，体内怎么会有真气？看着黄叶酣睡的样子，月儿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现在的机会是最好的，自己可以动手，也有时间按计划好的路线离开城主府。白天的时候，自己还在考虑刺杀的问题，本已决定等黑袍人催促的时候再说，没想到晚上刺杀的机会就来了。唉，自己到底该怎么办？小丫头想起自己刚进府的情形，自己被后院的嬷嬷培训几天就被安排到这里，那时也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服侍这位傻少爷，不过第一次在这家伙身边躺着，自己还是心不甘情不愿。虽然自己是侍寝丫头，但也不想把自己交给一个傻子。可是真的发生了，自己心中的恨意竟然变淡。小丫头悄悄下了床，穿上外衣，再次取出匕首，呆呆地看着匕首，好几次想起身行动，最后还是没起来。不知怎么了，心中竟然生出一丝不舍的念头，总觉得自己不该杀了他。匕首啊，匕首，你要是能自己行动就好了。小丫头就这样呆呆坐在床边，直到天蒙蒙亮，才想起还没收拾，赶紧手忙脚乱地打扫战场，一脚把黄叶踢到一边，把床单撤下来收好，又烧了一些水，给这货擦了擦身子，自己也擦干净，这才钻进被窝。想睡还睡不着，那股暖流一直在体内运转，感觉自己的皮肤好像在呼吸。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还有刚才那一脚，只是想解恨，没想到把这家伙踢到一边，好像自己的力气也增加不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算了，等黑袍人逼自己时候再说吧，大不了把他杀了，自己也随他而去。想着想着，小丫头迷迷糊糊睡着了，眼角还挂着一丝泪痕。黄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晚曾经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。这次黄叶完全没有防备，这货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，根本没有任何意识自己已经进入一种空明状态，对外界完全无感。等这货睁开迷迷蒙蒙的双眼，已是下午时分，使劲拍拍脑袋，仔细回忆了一下，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。这是什么状况？月儿对自己肯定有杀心，自己怎么会睡着？奇怪的是，自己沉睡了一夜，月儿竟然没有动手。原以为昨天经历过一次这种状态，再次修炼的时候会好一点，没想到还是老样子。其实这货不知道，这2天子夜时分，在这货出现异变之前，眼睛都会睁开，而且双眼通红，好似妖魔附体，让这家伙神志失控，一直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。那股邪火被体内运转的气流中和后，这货便陷入沉睡之中。只是在中和这段时间，这货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，一个孩童也能轻易斩杀他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套功法。功法本身没什么问题，是一套女子修炼的内功心法。经过黄叶的道行逆施，功法的性质完全变了。如果这家伙以前修炼过内功心法，就算逆转修炼，也会遵循内功的特点，在本体内进行阴阳转换。可是黄叶强行按字面意思反向理解，把内部吸纳阴气篡改成从外部吸收阳气。外部哪有什么阳气，有的只是天地灵气。所以这货吸收进体内的实际是天地灵气，尤其天地灵气中的火元素更是被大量吸收。这个改动让这本普通的内功心法强行变成一种修仙功法。像黄叶这样从未修炼过修仙功法的人，大量吸收火元素，身体肯定承受不住。所以修炼的时候，火元素越聚越多，身体自然产生燥热的感觉。这时候如果没有外界的元阴之力中和，修炼几次后，火元素越聚越多，不用别人刺杀，这货自己就会被星火焚烧成渣渣。幸运的是，这家伙身边有人可以中和这股邪火。现在这个逆推的功法已经变成一种诡异的同修功法。虽然获取元阴之力时需要同修，
但中和后的灵气会变成一种特殊的气流。中和气流的好处是不用刻意修炼，时时刻刻都在体内运转，自行吸纳天地灵气，而不像正常修士那样必须运转功法才能修炼。这些吸纳的天地灵气也不像逆转修炼时只吸收火元素，而是各种元素都吸收。黄叶不知道，因为自己的误打误撞，竟然意外地踏上仙路。昨天和晴儿让这货进入出阳境1层，今天更是让这货进阶到出阳境2层。因为这家伙的修为很低，所以凡人女子的元婴之力能让这货快速晋级。到了更高境界，凡人女子的元婴之力就不足以支撑这货晋级。虽然黄叶已经是出阳境2层，但出阳境2层只是吸收灵气的速度快一些。在出阳境初期，主要还是改造体质，排除毒素，对个人战力的帮助不大。出阳境总共12层，每4层一个阶段，只有到出阳境5层，黄叶才算真正的进入修士的行列，可以施展一些术法，也可以修炼神识。对这些修仙的知识，黄叶还是小白，这次只是误打误撞进入仙途。早上晴儿刚进门，便发现房间的异常，见到月儿的肤色明显变好，少爷也在熟睡，晴儿若有所思。小丫头有些奇怪，少爷不是一直防备月儿吗？姐姐，我昨晚没睡好，今天就不过来了。见到晴儿过来，月儿赶紧找个理由跑路，这丫头怕看到黄叶醒过来。我一个人照顾少爷就行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月儿前脚离开房间，晴儿立刻推了推黄叶，果不其然，跟死猪没区别。这家伙心真大，前2天还信誓旦旦防住月儿，还把自己弄成这样。黄叶再次睡到下午才醒，迷迷瞪瞪睁开眼睛，看着身旁的晴儿，目光中带着一丝疑惑。晴儿也睁大眼睛看着这货，少爷醒了。我好像又昏睡了，真是奇怪，现在是什么时辰？黄叶问道。少爷，现在已经下午了。什么？我睡了这么久？急忙四下看看，手还从头到脚摸了摸，没发现自己什么异常，一颗心才放下。月儿呢？月儿早上就回去了，昨晚她一直在我身边。没错，晴儿应道。奇怪，她怎么没动手？黄叶喃喃自语道。我也奇怪，您不是一直防备月儿，怎会睡过去？晴儿不解地问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昨晚我一直盯着月儿，没想到睡过去了。黄叶也是一头雾水。少爷，是不是您修炼的功法有问题？晴儿提醒道。功法能有什么问题？看来少爷真的什么都不记得。晴儿不满地嘟起小嘴。我记得什么？黄叶很是不解。听了晴儿的描述，黄叶大脑彻底宕机，怎么会这样？自己竟然完全无意识，这特么叫什么事儿？本来还准备查到月儿的上家，把他们一网打尽，现在还怎么出手？这叫我情何以堪？月儿早上有什么异常？黄叶苦着脸问道。我早上过来，他说没睡好，就回去休息了。少爷，今后怎么办？月儿还不知道你已经清醒。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有件事儿怕你担心，一直没告诉你。月儿曾经几次要杀我，第一次是他给我下药，然后用匕首刺杀我，幸好被我躲过去，就是你肚子疼那天，后来你也进屋，他才没得手。之后还有2次，他都拿出匕首，只是不知何故，最后都放弃了。黄叶把月儿的故事讲了一遍。晴儿已是怒火中烧，噌地跳下床，光着小脚丫便要冲出去。小丫头真的吓坏了，尤其昨晚黄叶是彻底失去意识，想想后背就冒冷汗。回来！黄叶赶紧叫停，这妞也太冲动了。少爷，丫鬟是主事重罪，死丫头竟然敢刺杀你，我这就去告诉大夫人。晴儿怒道。告你个头，遇事能不能先冷静一下，冲动是魔鬼。黄叶训斥道。少爷，您的事儿我冷静不下来。晴儿嘟囔道。那从今天起就要学会冷静。黄叶下了死命令。少爷为什么不让我去告发他？小丫头心中已有猜测。黄叶无语地看着晴儿，这妞的江湖经验还真是小白。你先上来。小丫头还是乖乖地上了床，好好躺着，想想我为什么没告诉你，想想他为什么要杀我，想想为什么我明明清醒还在装傻，想想昨晚我昏睡后他为什么不杀我。少爷，您就别为难奴婢了，这要想的太多了。晴儿委屈地说道。傻丫头，记住了，做什么事一定要3思而后行。奴婢记住了。你的江湖阅历太浅，不会隐藏自己，这也是我没告诉你的原因。晴儿有点糊涂，咱俩到底谁浅？虽然我没行走过江湖，但是你也没出去过吧？你说说月儿为什么想杀我？黄叶问道。这个把他抓住，直接问就行。你去告发他，他不承认怎么办？你有证据吗？黄叶发出灵魂疑问。我听说审问犯人的时候可以用刑。用刑？亏你想得出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对我好？灵魂2问出来了。我从小就在少爷身边，少爷就是我的亲人，所以才对您好。你看，这是你对我好的理由，你能立刻回答出来？我再问你，
月儿可跟我有仇怨？灵魂三问很犀利。好像不应该有吧，他进府的时间不长。这就对了，他跟我无冤无仇，却想杀了我，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什么是动机？小丫头不知道这灵魂四问是什么？动机就是刚才你说那个理由。那我知道，他可能为了钱财。小丫头煞有介事地分析道。好了，你现在分析出一种可能，而你并未审问他，你还可以分析出别的可能，譬如他是不是受人胁迫，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里。如果你先分析出各种可能，在审问他的时候，是不是更容易判断他说的真假了？黄叶语重心长地说道。少爷，您这是什么脑袋啊？晴儿伸出小手摸了摸黄叶的脑袋。别打岔。黄叶扒拉开晴儿的小手。不论什么动机，月儿一定是受人指使。我们把月儿抓住了，很可能会惊动他身后的人。如果月儿不知受何人指使，那我们就查不出谁想杀我，危险就会一直存在。所以我才继续装傻，就是想查出他受何人指使。黄叶做了结案陈词。啊，我还以为少爷因为昨晚的事情舍不得杀他才叫住我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黄叶敲了敲晴儿的小脑袋。我们继续分析，之后2次他都没下杀手，说明他也犹豫不决。尤其是昨晚，我彻底没防备，他有充足的时间刺杀我。如果他真想杀我，你早上过来看到的就是尸体。他应该知道杀了我，他也是必死的局，这也是他犹豫不定的原因。少爷这么一说，好像有点道理。晴儿喃喃道。什么叫好像？本少爷很聪明的。黄叶略作思索，幕后黑手可能是那个二哥，也可能是3位夫人。如果大夫人是幕后黑手，你告诉大夫人，她肯定会杀月儿灭口，而你很可能是他们下一个目标，因为你已经知道月儿刺杀我，他们肯定要扫清障碍。啊，怎么如此复杂？晴儿咂舌道。黄叶心道，你要是到我那个世界多看2部宫斗戏，什么都明白了。你一旦被扫清，他们肯定重新派侍女过来，我身边全是他们的人，他们杀我的时候便没有任何顾忌，还能编造出完美的理由。那些侍卫的实力都比我强，你觉得我能有活路吗？黄叶问道。好像少爷死定了。晴儿呆呆道。没错，就算我醒了，幕后黑手也不会放过我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7年没人动手，怎么现在才动手？现在有点明白，很可能我到了一定年龄，只要我活着，不管是不是傻子，城主都要分给我一部分财产。幕后黑手知道这件事，担心我将来会清醒，所以动了杀心。黄叶根据现在了解的信息，只能粗略的分析。不会吧，少爷傻了之后，城主一直很照顾您，偶尔还过来看您。哼，知道为什么我受伤之后一直查不到凶手是谁？不知道。晴儿摇摇头。因为城主即使知道凶手是谁，也不会抓我，毕竟不是他的子嗣，收养我只是为了他的名誉。我受重伤，他不惜血本把我救活，可以提升他的威望，对兄弟的子嗣都不遗余力照顾，跟随他的人自然肯为他卖命。这件事儿传出去，城主有情有义的名声也打响了，投奔他的人肯定不少，而他只需付出1株千年灵药，换来的是名誉和地位。黄叶说出自己的猜测。啊，这也太复杂了，我一直以为城主是府里对你最好的人。晴儿瞠目结舌。傻丫头，人心隔肚皮，在这种大户人家生存，时时刻刻都要绷紧一根弦。比这复杂的故事有的是，我的分析不见得对，但这种宅斗一般跟财产有关，顺着这条线捋肯定不会错。现在我们要考虑下一步怎么走。少爷，这事儿还是您定吧，我觉得自己提建议的资格都没有。晴儿的小手不断摇晃。我觉得应该把月儿争取过来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也算我的人。这丫头几次都没出手，而且她犹豫的时候还哭了，说明她的本心并不坏。只要把她争取过来，就知道谁是幕后之人。到时候我们根据情况制定对策，如果实在无法应对，我们就逃走。少爷，您告诉我怎么做就行。晴儿把指挥权交给黄叶。第一点是隐藏，我依旧保持这种状态，但我不是问题关键，需要隐藏的是你们2个。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肤色变好了？肤色变好了，皮肤也嫩了。晴儿点头道。不只是我，早上看到月儿的时候，她的肤色也变好了。少爷，我不止肤色变好，现在体内还有一股气流在自行运转，好像周身的毛孔都在吸收空气。晴儿把自己的另一个变化也告诉黄叶。黄叶一愣，自己也有这种感觉，当时归结为功法问题，只是不清楚为什么会吸收空气。晴儿对修炼的知识了解不多，自己可不是。这股气流应该不是空气，心中有所猜测，只是尚未确定。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？黄叶问道。那天之后，我就发现体内一直有气流自行运转，这种情况正常吗？晴儿反问。我也不确定，还有什么变化？黄叶继续问道。我的力量和速度都有大幅提升。那天晚上，
我发现自己竟然能轻松把你抱起来。黄叶陷入沉思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自己也是从那天开始感觉全身有气流运转。自己修炼的时候，体内只有局部区域有气流运转，醒了后才发现全身都有气流运转，局部气流则消失不见。现在两人都有明显变化，估计月儿也有这种变化。黄叶猛地一怔，卧槽，自己难道把功法的性质改变了？如果平时修炼也能有这个效果，那就爽歪歪了。自己这种改动肯定不一般。记得前世看小说，武者修炼的真气是自身产生，修士则是吸收天地灵气。现在这种方式，两人都是从外部吸收气体，这气体会不会就是天地灵气？只是小说提到修士需要有灵根才能修炼，自己难道有灵根？不对，就算自己有，晴儿和月儿不应该也有灵根吧？晴儿，你检测过灵根吗？黄叶问道。什么是灵根？晴儿不解地看向黄叶。就是修仙资质，小时候检测过，仙门每隔几年就会到银月城一次，有修仙资质的都被带走了。晴儿如实答道。哦，这么说月儿也应该没有灵根。月儿比我还大，她肯定没有。听到这个答案，黄叶有点糊涂了。难道那股气流并不是天地灵气？不对，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。二女现在的体质肯定发生变化，还是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三人都没学过内功心法，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变化。问题还是出在自己改变那个功法，让三人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，很可能自己误打误撞之下，让三人都具备修仙资质，或者三人即便没有修仙资质，也可以修仙，只有这么解释才合理。不知这部改编的功法二女能不能修炼？要不要让他们也试试？不行，功法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，弄不好会走火入魔。自己现在修炼的还算顺利，二女也能从自己这里得到好处，暂时没必要让二女尝试，自己先摸索。如果双方修炼的时候，这个好处依旧有，没必要让他们修炼这个功法。反正二女体内的气流可以自行吸收天地灵气，先让二女保持原样。如果三人吸收的确实是天地灵气，那就意味着三人正式踏入仙途，到时候自己再寻找正统的修仙功法。确定好今后的工作方向，黄叶暂时把心放到肚里。现在你们两个的身体都发生异变，所以尽量少在外面走动，还有每天的妆容擦一些颜色重的脂粉，尽量不要素面朝天。你去把月儿叫来，我和她谈谈。黄叶吩咐道。少爷准备让他知道。晴儿问道。没错，现在他必须知道一些事情，我也需要了解情况，这样才能把我们更好的藏起来，否则都是死。我明白了。此时的月儿正呆坐在自己床上，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身上这股不断运转的气流是什么？感觉很舒服，好像周身的毛孔都在呼吸。自己一夜没睡，按理说应该很困，可是到现在一点困意也没有，反倒精神头十足。还有少爷好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这跟傻子的状态完全不同，他到底清醒没清醒？如果他真的清醒了，刺杀的难度肯定很大，我该怎么办？一旦被少爷发现，自己必死无疑。昨晚那么好的机会，自己都无法下手，看来我真的是个没用的人。压力堆积在小丫头身上，月儿小小的年纪早已不堪重负。小丫头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绝望，情绪也越来越低落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万念俱灭。娘，女儿不孝，不能为您养老送终。少爷，不管你醒没醒，月儿都谢谢你，只是我真的没法面对您。想到此处，小丫头拿出匕首放在手腕上，眼睛一闭，便欲划开手腕。月儿正准备结束自己悲剧的一生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，赶紧把匕首收入怀中。咦，我的听力好像也有进步，竟然听到如此轻微的脚步声，难道这也是那个混蛋带给自己的异变？吱扭一声，门开了，晴儿闪身进来。月儿，少爷醒了，我们推他到院子里走走。晴儿淡淡说道。月儿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擦掉眼角的泪水。晴儿不动声色看着月儿，这丫头刚才好像哭了，要不是少爷想收服她，真恨不得上去扇2耳光。小蹄子，一会儿你最好顽抗到底，老娘一定打到连你老妈都认不出你两人回到黄叶的房间。看到依旧躺在床上的黄叶，月儿砰砰乱跳的心才平稳些。少爷，月儿过来了。月儿一愣，吃惊地看向晴儿，不明白晴儿为何这么说。简简单单一个字，月儿如遭五雷轰顶，这是床上传来的声音。月儿双腿不由得打颤，傻少爷怎么能回话？自己最不想见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傻少爷醒了。他是什么时候醒的？难道昨晚他就醒了？还是更早的时候就醒了？月儿越想越害怕，一张小脸也变得惨白。黄叶慢慢从床上坐起来，看到黄叶似笑非笑的表情，月儿一颗心差点没跳出来。啊，少爷，您醒了。月儿慌忙说道。没错，我醒了，恭喜少爷。
黄叶点点头。你是谁派来的？月儿心中一紧。少爷，您问的什么？我不明白。月儿故作不知地问道，只是说话的语音已经发颤。你可知罪？此话一出，月儿的心理防线彻底被击碎。小丫头再也坚持不住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小脸也露出绝望之色。怪不得这几天一直觉得这个混蛋有点怪怪的，从那天动手开始，他的表现便有些异常。看来这个混蛋早就醒了，也知道自己想要谋害他。唉，想想真是可笑，还以为这个混蛋只是无意躲开，没想到自己早已迈进混蛋的圈套。少爷，奴婢知道罪不可赦，奴婢不求饶命，只求一死了之。月儿目光呆滞地说道，两行清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一死了之？你想得太天真了。少爷，奴婢会把一切都说出来，奴婢只求祸不及家人。你先说吧，如有半句不实，我不介意让你生不如死。少爷，奴婢是1个月前被卖到府中，进入府中没多久便被安排到您这里。半个月前的一个夜晚，奴婢正在下人屋休息，突然进来一个黑袍人，他全身都裹在黑袍里，脸上蒙着黑巾，头发也包着黑布，奴婢只知道是个女人。这女人给了奴婢一包药，让奴婢给您吃。她说您吃了这包药就会失去力量，她让奴婢先把您下面伤了，然后把您杀了。她告诉奴婢一条逃跑路线，让奴婢得手后立刻离开银月城，还会给奴婢家里500两银子。哦，这么说你是为了银子杀我？黄叶冷冷地问道。月儿苦笑一下，少爷，奴婢不傻，估计奴婢的逃跑路线上肯定有人埋伏，他们不可能留活口。就算奴婢真能跑出去，奴婢的家人不仅得不到银子，还会被奴婢连累，估计也是难逃一死。所以奴婢说自己不敢刺杀，但是他拿奴婢的家人威胁，奴婢只能答应他。其实奴婢知道，从他找到奴婢那一刻，奴婢已经死了，奴婢贱命一条，死不足惜，只是舍不得娘亲和小弟。奴婢本想一死了之，但奴婢知道这没用，那人肯定会杀了奴婢的家人。以您当时的状态，即便奴婢不出手，他还会安排别人刺杀您，您还是难逃一死。奴婢犹豫了几天才下定决心，没想到您吃药之后竟然还能动。奴婢2次出手都被您躲过去，后来晴儿过来，奴婢的第1次刺杀就失败了。那次失败后，奴婢也仔细想了，这本是个无解的局。奴婢杀不杀您，奴婢和家人都难逃一死，而您是无辜的。所以奴婢第2次有机会的时候便犹豫不决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本想拖1天是1天，可是前2天那个女人又来了。奴婢便告诉她，晴儿姐姐受伤后一直在您身边，暂时无法下手。她又给奴婢一包药，让奴婢给您长期服用。不过那包药奴婢1次也没用过，奴婢怕那包药是毒药，所以不敢给您吃。奴婢知道自己罪不可赦，其实今天回去，奴婢已经准备一死了之，奴婢不想死后落下施主的罪名。奴婢临死前只求您一件事儿，拜托晴儿姐姐通知奴婢的家人，让他们逃离这里。说完这些，月儿感觉压在自己心头的大石已经不在。娘，小弟，月儿走了，希望你们能好好活下去。月儿在心中默念，苦笑的摇摇头，伸手入怀，掏出匕首，毫不犹豫向脖子抹过去。只是匕首刚贴到脖子，一只青葱玉手已经牢牢抓住月儿的手腕，匕首只划出一道淡淡的血印。黄叶向晴儿挑了一下大拇指，给他点了个赞。刚才月儿的动作太快，自己还在被窝里，大脑也在分析这妞有没有说谎。没想到这妞性子如此刚烈，一言不合就动刀，自己根本来不及反应。蠢货，你以为自杀就能解脱吗？你考虑过自己的家人吗？少爷，奴婢就是考虑家人，才想用自己的命换他们一条生路。你错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杀你的家人？你怎么知道那个黑袍人会放过你的家人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晴儿通知你的家人？少爷，奴婢只能赌那一丝可能。赌你妹，赌是最愚蠢的办法。你只有活着才能破局，你死了，任何希望都没了。就算我放过你家人，也让晴儿通知你家人。你觉得他们能逃过武者的追杀吗？那只能看他们的命了。奴婢已经犯下死罪，家人因我遭难，只能认命。你还知道自己犯下死罪，就没想过赎罪吗？少爷，奴婢一个弱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还受人胁迫，怎么赎罪？手无缚鸡之力，你昨天可以这么说，今天还是手无缚鸡之力吗？这好像今天是有点不一样。昨晚你能把我挪开，更换新床单，你现在已经变了。少爷，您昨晚也是清醒的。月儿惨白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晕。清醒不清醒不重要，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，你的生死我说了算。虽然你有杀我之心，也属被逼无奈，之后你没再次出手，说明你本心不坏。我也不是杀之人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。你只要真心悔过，愿意跟着我，饶你一命也无妨。但是让我查出有不实之处，你也别怪我辣手无情，我不会因为有夫妻之实放过你。少爷，
奴婢说的句句属实，少爷要是觉得奴婢还有用，奴婢愿一生一世侍奉您。好了，你起来吧，坐到椅子上，我有些话问你。月儿顺从地坐到椅子上。那个黑袍女人有没有规定刺杀的具体时限？黄叶问道。这个倒没说，只说让我找机会就动手。月儿应道。你还记得她有什么特点吗？黄叶继续问道。少爷，她的袍子很宽大，身形上看不出任何特点，个头跟晴儿姐姐差不多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她戴着一个黑色的指环。月儿想到一个细节。啊，那个黑色戒指是不是戴在小指上？晴儿惊叫道。当时我低着头，她的袖子正好被风吹起来，我无意中看到。晴儿，你见过这个人？黄叶问道。应该是那个女人，我也只见过她一次。当时我还小，平时都待在祖奶奶身边，她是跟着城主一起过来的，具体什么身份不知道，但她应该是城主的人，她的小指上就戴着一枚黑色的戒指。晴儿回忆道。什么？她是城主的人？黄叶一愣，如果这女人是城主的人，那自己之前的判断很可能全错了。你确定没有看错？黄叶追问道。当时她穿的一身戎装，我第一次见女子穿戎装，觉得她很精神，所以我一直偷看她，所以印象很深。月儿肯定道。那应该没错，一定是这个女人，黑色指环并不常见。可是府中对您最好的就是城主，城主的人怎么会对您出手？晴儿不解地问道。黄叶并未回答，而是陷入沉思之中，这确实很意外，为什么会是城主的人？三位夫人、二少爷，甚至自己的几个姐妹都有动机，城主的动机又是什么？他用一株千年灵药把自己救活，当时可能是为了名声，之后又养了自己7年，为什么会在7年之后派人杀自己？难道仅仅因为自己成年后要分一部分财产？皇家这点财产对一城之主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？不对，自己肯定漏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还有那枚指环，这女人为什么一直佩戴一个普普通通的指环？指环一定有特殊意义。看来她戴这个指环已经养成习惯，即使安排这么重要的刺杀任务，也不会摘下来。现在的这事儿麻烦了，如果城主也想害自己，那在这里就是四面楚歌。还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女人虽然是城主的人，但是几位夫人也能指挥她。这叫什么事儿？形势越来越复杂，还他妈让不让人活了？该死的老天！轰隆隆，天空传来一道雷声，吓得黄叶一激灵。月儿，你想活下去吗？黄叶没好气地问道。少爷的意思是？月儿有点不明白，刚才少爷不是已经放过自己了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虽然我饶了你，但我们还在局中，你还是必死之局。想要活下去，我们只能齐心协力共同破局，破局的过程可能危机重重，甚至会付出生命。晴儿，我放心，对你我了解的不多，我想听到你的决心。黄叶严肃地说道。少爷，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，您放心，如果能用我的死换您逃出升天，月儿一定不遗余力。月儿苦笑道。你有这个决心就好，我苏醒的事儿一定不能暴露，你们还要演戏，我们在暗中做好应对手段。我不能保证能成功，但只要我们努力，总是有机会。如果运作好了，不止我们能脱离危险，你的家人也可能躲过灾难。你先不用通知家人，如果你的家人现在消失，对方一定会警觉。黄叶分析了现在的形势。少爷放心，我就当他们已经死了，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死。月儿立刻表态。小丫头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自己一旦出事儿，对方不会放过家人，凭借自己的能力根本保护不了家人，现在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少爷身上。这就对了，我们都把自己置于死地，那就无所畏惧。你们正常一人1天轮班，我这里不用人照顾，除了一人留下来演戏，另一人要经常出去走动，多和那些府中的老人交流。一是探听府内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二是探听关于我的消息。多听多看，消息多了就能从里面找到有用信息。有空我教你们一些探听的技巧和方法。黄叶对下一步如何行动做了初步安排。少爷，这个你也会？晴儿是真搞不明白这个少爷，你家少爷会的东西多了，这不算什么。黄叶大言不惭道。系统可不是白给的，在那个资料库里面找到这种方法还不是小菜一碟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们现在都是我的人。二女脸色一红，全都把头低下。黄叶看了一眼2朵娇羞的花朵，心中一叹，这2丫头如果生在大户人家，一定是千娇百媚的公主。二女在自己的前世也是妥妥的颜值担当，在这里只能当2个丫鬟。你们也不用害羞，虽然我不知道过程，但过错是我犯下的，我就要承担责任。少爷，您别这么说，我们本就是侍寝丫头。那是你们的观点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是我的人我就要保护。二女听到黄叶这句话，心底都是一颤，泪水不受控制落下来。你们也不用美，要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，我也不是菩萨，辣手摧花的事儿我能干出来。
二女的抽泣声立刻变小，这少爷好霸道。好啦，别哭了，你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们面对的是刀山火海，情绪控制不好，很容易露馅。二女这才擦掉脸上的泪水。月儿，说说你身体都有什么异常？少爷，我现在感觉体内一直有气流在全身转动，还有就是脚步变轻了，力量变大了，听力也变强了。月儿讲出自己的感受。你跟晴儿的状态一样，应该是我修炼那个功法的原因。那个功法应该很古怪，该怎么修炼我也不清楚，我也是瞎琢磨的。只是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，不只是你们感觉到异变，我感觉自己也提升了一大块。少爷，这个功法跟武者修炼真气一样吗？晴儿问道。我也不知道，现在看没什么坏处，我们继续用这个功法修炼。我还要做各种试验，找到可以快速提高我们实力的修炼方法。我的意思你们懂吗？黄叶看向二女。我们懂，少爷放心，我们都是你的人，肯定会全力配合你。晴儿立刻表态。我也随叫随到，只要少爷不赶我走，我们共同抵御强敌。月儿跟着表态。我也不知道那个功法会演变成什么样，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继续练下去。至少现在看还不错，虽然事后我有一段时间会昏迷不醒，但我们的进步速度都很快。我感觉这功法很邪门，可以快速提升实力，应该算一种邪道功法。我们对外界的情况不了解，在我的认知里，修炼邪道功法会被所谓的正道人士围攻，不论你是否作恶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黄叶警告道。我们知道了。二女异口同声。好了，先去准备吃的，这几天一直吃甜点，我都快吐了。啊，少爷是害怕我下药才不敢吃东西吧？月儿恍然大悟道。你说呢？黄叶不满地瞪了月儿一眼。奴婢知错了，一会儿一定给您准备好吃的，现在奴婢是您的人，这回您不用担心。说完这句话，月儿低着小脑袋轻轻咕哝道。少爷，奴婢想看看您走路的样子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虽然嘴里这么说，黄叶还是下床走了2步。少爷，您真好看。月儿由衷地说道。这句话说完，月儿的小脸已经泛出一抹红晕。黄叶一时看呆了，缓了一会儿才说道。有吗？下意识摸摸脸，前世自己只是个普通人，跟好看一点不沾边，没想到穿越过来还弄了一副好皮囊。您比二少爷强100倍，我见到二少爷根本不敢抬头，他长得太吓人，尤其不敢看他的眼睛，感觉像要把我吃了的样子。我看他还行啊。您看他还行，因为您是男的，我们婢女都怕他，他的眼神很邪恶。没错，我跟侍卫学武也是防着他。晴儿赞同道。这倒是，我看他的眼神也很邪恶，你们尽量隐藏自己，能避开他就避开。晴儿，隐藏的方法你也告诉月儿。其实以你们现在的实力，应该能收拾他，麻烦的是他的几个跟班。那天我看他的几个跟班实力都不弱，至少是50级别，在我们没有强大前，尽量躲着他，不给他机会。尤其是月儿，你刚进入府中，没有人罩着你，他对你下手没什么顾忌。黄叶叮嘱道。知道了，我会躲着他。你们争取弄到府中的地形图，摸清侍卫的巡逻时间和路线。少爷，地形图我大致能画出来，他们的巡逻情况我看能不能打听到。你要小心些，千万别问，多注意观察，能知道多少是多少。少爷，我会注意。好了，暂时这么安排，月儿先回去，晚上多弄点好吃的过来。是，少爷。月儿轻轻一拂，转身离开房间。少爷，月儿值得相信吗？用不用我去监视他？不用，他很聪明，知道趋利避害，他的江湖经验要比你丰富，而且他已经失身于我，现在又获得好处，肯定会倾心于我。少爷，我跟他年纪差不多，他一直生活在贫穷的环境，不会比我强吧？就是因为贫穷，他才更懂得保护自己。从看他分析自己的状况就能看出来。好了，不用担心他，我们上床，继续修炼功法。啊，少爷，天还没黑呢，我想试试第2次会不会有第1次的效果。功法我们都不熟悉，需要经常练习。黄叶找了个完美的理由。好吧。1个时辰后，月儿提着食盒回来，刚走到门口便停下脚步，听到里面咻咻的声音，月儿也不敢进去。等了一会儿，声音一直不断，身上不由自主传来燥热的感觉，出尝禁果的小丫头有些受不了，很快便有了反应。还是一会儿再过来，月儿逃走了，回到房间不得不换了一件亵裤。黄叶也听到月儿的脚步声，只是自己正忙着，不知该不该叫她进来。第2次修炼的效果确实不如第1次，整个过程他都保持清醒。他感觉到2人的气流融合到一起，体量大了1倍，气流在2人体内形成一个大循环，吸收空气的量也大大增加，比在自己体内运转强了不止1倍。随着气流的不断壮大，2人共同修炼10分钟就赶上自己修炼1小时。只是不像第1次，第1次自己醒了后感觉实力提升了一个层次，
而这次结束后并没有那种感觉，只是觉得体内的气流浑厚凝练一些。半个时辰后，月儿再次过来，到了门口，听到里面已经偃旗息鼓，犹豫是否进去。黄叶的声音传出来：“进来吧。”黄叶已经端坐在桌子前，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。晴儿并未起床，整个人都裹在被子里，头也蒙上了。刚才少爷折腾得太凶，他虽然也被滋润得神清气爽，只是想多趴一会儿。少爷，饭菜还是热的，您和晴儿姐姐赶紧吃吧。你有心了。我和晴儿刚刚试过，双方合体修炼的效果很不错，虽然不如第一次，但比自己修炼强。明天再和你试试，应该能找到规律。月儿小脸一红，立刻低下头。这少爷，这种事直接做就行了，说出来怪难为情的。现在我们体内的气流生生不息，这点很奇怪，我们即使不刻意修炼，也可以每时每刻吸收空气。如果修炼功法，肯定会加快速度。等我总结出规律，你们也一起修炼功法。我不清楚改造的功法到底属于什么类型，只是有所猜测。这好像不是武者的功法，武者内功是修炼体内的真气，但刚才修炼的时候，我们吸收的却是外界气体。如果没猜错，我们吸收的并不是空气，而是天地灵气。少爷，天地灵气是什么？月儿不解地问道。当然是好东西，这可不是武者能吸收的。假设真是天地灵气，那我们真的发了，我们修炼的很可能是仙法。仙法？少爷说的是仙人练习的功法吗？晴儿从被窝里伸出小脑袋问道。离仙人还差得远，只是有成仙的机会，确切的说是修士修炼的功法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将来也能像大少爷一样成为修士吗？晴儿惊喜道。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很奇怪。据我所知，修炼仙法要看资质，普通人应该无法修炼。可现在的情况是，我们都感觉自己不停地吸收外界的气体，到底是不是天地灵气，还需要慢慢感悟。这个不着急，反正也没坏处。等明天我们试验的时候，再看看试验效果，我们都感悟一下进入体内的空气到底是什么。少爷，我们要怎么感悟？月儿问道。据我所知，天地灵气包括很多元素，譬如五行的金木水火土，还有风雷电等。之前我们从体内排出的污垢，应该是改造我们的身体，让身体更适合修仙。现在我们对这些元素没什么感觉，很可能因为体量不够，如果吸收多了，应该能感应到。黄叶根据前世玄幻小说里提到的说法，给二女讲解一遍。三个修仙小白在一个普通的凡人房间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月儿沉思一会儿，突然开口道：“少爷，月儿今天就想试试。”黄叶有点懵，这丫头也太疯狂，看来成为仙人的诱惑力确实强大。这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我和晴儿姐姐经常一起照顾您的。卧槽，这有可比性吗？以前我是不知道黄叶一头黑线，不信您问问晴儿姐姐。晴儿心道：我的傻妹妹，以前什么状况，现在又是什么状况？我还是装傻吧，反正都是少爷的人，这事儿交给少爷解决。晴儿的小脑袋重新钻进被窝。黄叶看看默不作声的晴儿，心下已是明了。晴儿，别装了，赶紧起来吃饭。晴儿的小脑袋只好再次探出来，只是感觉自己的小脸很烫。少爷，要不今晚月儿留下陪你？晴儿违心地说道。晚上不用打探消息，你们俩都留下来，我们要抓紧修炼，尽快提升实力。对，少爷说的对，我们变强大了，也可以帮少爷。月儿赶紧顺杆爬。晴儿只能面对现实，三人围着桌子大快朵颐。一炷香功夫，饭菜全部消灭。少爷，我特意多带了一份的饭菜，没想到还是不够。正常，我们的体质都在变化，需要一些高营养高热量的食物滋补身体。少爷，您这名词从哪里学的？什么叫高营养高热量？晴儿不解地问道。黄叶对二女没有太多戒心，三人的关系已经达到新的高度，没必要什么都藏着掖着。穿越这种概念，别说他们两个小丫鬟不知道，恐怕这个世界也没几个知道。即便在自己的前世出现穿越这种概念，也不过20年，无需对自己人处处小心，到时候随便找个说辞就能搪塞过去。自己毕竟是现代人，那些穿越小说里提到的主角，穿越后就能马上融入古代社会，像古代人一样生活。自己虽然也能做到，但是真没必要如此小心翼翼。很多影视作品里面，自己也看到穿越者用现代的思维方式生存，照样过得很好。明明有现代人的思维方式、眼界和眼光，却弃之不用，非要融入古人的圈子，那不是傻逼吗？简单给你们讲讲，这些鸡鸭鱼肉和主食就是高热量的食物，而青菜是低热量食物，而高营养指的是熊掌、燕窝、甲鱼之类。人参、鹿茸、灵芝之类属于滋补品，滋补身体的作用更大。黄叶开始讲大道理。少爷说这种高营养和滋补品府内也有，不过那些只有几位夫人可以吃，高热量食物倒是可以随便吃，以后我们就弄这些高热量食物。
哼，膳食讲究的是平衡，不能一味的补充单一食材。就像我们修炼的双修功法，就是阴阳平衡的功法。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快修炼出气流，就是功法很神奇，正好把阴阳平衡发挥到极致。以后你们去厨房的时候，以高热量食物为主，少带一些低热量食物就可以。每次的量跟今晚的标准一样就行，不能多了，容易被人发现。等摸清府中的守卫情况，晚上我就能出去，到时候去外面弄些高营养食物和滋补品回来。黄叶做了简单的计划。少爷，弄这些东西需要银子，我那点银子估计吃2顿就没了。晴儿苦着脸说道。这个不急，可以先买高热量食物回来，这些需要的银子不多，先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。银子的事儿我会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劫富济贫，所有事情都围绕修炼进行。少爷，劫富济贫好像是强盗行径吧？月儿怯生生地问道。错，劫富济贫是侠士，打家劫舍才是强盗。两丫头怔怔地看着这个偷换概念的少爷，心中佩服不已。少爷，您要是让城主知道已经清醒就好了，您可以向城主要银两。黄叶摇摇头，事情没查明之前，我宁可去抢也不会要。这样也好，省得将来反目成仇的时候尴尬。月儿把食盒送回去，没多久便回来了。三人开始修炼，一直修炼到天亮。少爷，灵气进入体内的感觉真不错，我们真的是在修仙吗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修士。你们是不是感觉不到困意？是呀，一晚上没睡，现在一点也不困，反倒精神头十足。要不是天亮了，我还想修炼下去。月儿好像很上瘾。我想这就是灵气的作用之一，灵气其他的作用我们还不知道，慢慢来，迟早会发掘出来。天已经亮了，你们白天一定要隐藏好自己，走路和力量也要控制好。我们才开始修炼，还没有经过实战，只是体质比普通人强而已，和那些常年打打杀杀的侍卫对比，我们肯定有差距。尤其侍卫队长和3位护法都是武王，他们肯定更强大，一切都要隐忍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异常。黄叶提醒道。少爷放心，我们会控制好。二女点头答应。好啦，你们分别出去，这里不用留人，平时没人来这里，只要你们不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，就没人怀疑你们。晴儿把早饭弄来，吃罢早饭，晴儿和月儿分别离开房间，黄叶继续在房间修炼。一夜的修炼，黄叶觉得自己境界好像又提升一层，因为修炼的时候好像体内有噗的声音传出，只是声音太小，被其他声音淹没。对了，自己不是还有一个废材系统吗？可以问问他，不知那个系统现在有没有电。这段时间自己可没少活动，不仅成为一名修真者，还学会了无极拳。系统，我修炼的是不是修仙功法？不知道。听到系统可以对话，黄叶很满意，看来自己最近日夜操劳，力气没浪费，这些力气肯定转换成电能。你那里有没有修仙功法？这个真没有，我是无神论者，玩的是科技与狠活。我去，你都变成系统钻到我脑袋里，还他妈无神论者，真是醉了。自己会不会是机器人？这个系统是植入大脑的一枚芯片，完全有这种可能，要不然系统住那儿也不对。如果是机器人，那系统肯定占主导地位。现在自己的思想并未被系统左右，昨晚的感觉也很真实，绝不是机器人的感觉。先不管这些，小说提过修士到了一定境界可以内视，如果真能内视，到时候一探查便知。无论机器人还是正常人，自己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个体，能活下去就好。对了，你有武者的功法吗？这个有，而且有很多，简单举几个例子：易筋经、九阴真经、降龙18掌、如来神掌、独孤九剑、太极拳、咏春拳、八极拳、佛山无影脚、大擒拿术、小擒拿术、拳击、散打、自由搏击、跆拳道。卧槽，这个废材系统还有点用，如果早点问他，很可能在里面找个功法学习。幸亏这家伙没电了，这才自创了神奇的修仙功法，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刚才系统提到那些功法和自己自创的功法根本不是一个级别，二者是天差地别。自己可以在这些功法里找点剑法、刀法、拳法之类的武技，学习这些也行。就这么定了，反正自己一个人修炼效果差，白天就修炼这些武技，先调出一些剑技，四下看看，终于找到一个苍蝇拍，就用这个练剑。开始学习之后，黄叶才发现这些剑技好像很简单。这个独孤九剑一上午就学会，下午又把太极剑学会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学这么快？这一定是穿越加仙功，把自己的理解力提高了。如此这般过了一周，黄叶的各种武技也学了不少。这期间，黄叶再一次出现突破的感觉，不止自己感觉到突破，二女也说有突破的感觉。只是二女的速度明显比自己慢，昨天才第一次出现这种感觉。每日修炼前，黄叶也教二女一些武技，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。三人每天晚上把搜集到的信息聚拢到一起，
由系统进行汇总分析，黄叶再一一讲解。不仅二女的江湖经验在快速提高，黄叶也对城主府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。不过二人没有探听到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，二女策略性问了一些老奴，结果这些人都说不知道。黄叶知道这种机密的事情下人很难知道，并未把希望寄托在二女身上。今晚我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，顺便试试自己的实力，在府内没法试验。少爷，你已经7、8年没出府，外面并不太平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晴儿有点担心。放心吧，我现在也不是弱鸡，而且我只是以普通人方式溜达，没人会注意我。那好吧，真遇到危险，少爷赶紧往回跑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？我第一次出门就咒我遇到危险。少爷，晴儿姐姐就是担心你，月儿也担心，我们都希望你安全，我们想一辈子跟你修炼的。月儿非常喜欢那种起飞的感觉。月儿嗫嚅道。哈哈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这么倒霉。黄叶掐了一下月儿的小脸蛋。入夜时分，一道黑影趁着夜色离开城主府。城主府5米高的围墙，黄叶毫不费力跳过去。围墙外是一片密林，这一段是自己特意选的地方，也是唯一一片没有民宅的区域。看着一棵棵参天大树，还不错，先在这里试验自己的能力。用足全力向上一跳，嗖的一声，卧槽，怎么这么高？这样落下去会不会摔死？没办法，坠下同时不断薅住树枝，降低下坠速度。双脚稳稳落地后感受一下，还可以，即使不减速，落下也应该没问题，多练习几次就能适应。目测一下身边的大树，足有30多米，自己虽然没到树顶，也能跳20多米。卧槽，我是超人吧？现在这能力真不好意思去当灌篮高手。没想到双修功法这么强大，这才短短1个月时间。刚到这里的时候自己才跳6米高，现在竟然翻了5倍，实力突飞猛进。再试试力量，到了密林深处，到一棵大树旁站定，一拳轰出，砰的一声，不仅整个拳头打进大树，连小臂都打进去一半。卧槽，这大树太脆弱了，抽出拳头看了看拳面，一点破损都没有。扒拉一下那个拳洞，好像不是大树脆弱，而是这一拳力量太大，速度太快，所以打出个树洞。还不错，这一拳怎么也有7、800斤，如果是碗口粗的小树，肯定轰断了。黄叶对力量的概念也不了解，第一次打小院那棵树，只能把树皮打破，现在力量至少提高5倍。满意地点点头，身形闪动几下，离开密林，绕过一片民宅，来到马路上。道路两旁有不少店铺，这个时间绝大部分店铺已经关门，路上只有寥寥无几的行人。沿着马路悠哉悠哉走着，现在还不到深夜，有些店铺2楼有光亮传出，应该是商住两用的店铺。看着店铺的招牌还不错，卖什么的都有。现在是按图索骥，地图是晴儿定做夜行衣时顺便买的。这条马路是一条辅路，进入主路后的店铺更多。主路的一些店铺关门也比较晚，到了闹市区、酒楼、茶楼和风月场所，关门的时间会更晚。这些店铺有点像明清时期的建筑，都是砖木结构，有些楼阁已经达到4层。看来这里的基建能力还不错，一副歌舞升平的样子。黄叶刚刚感慨完毕，便看见不远处房顶上一道黑影疾掠而过。我去，小偷，这打脸速度也太快了。黑影移动的速度很快，虽然现在夜色很深，但自己异变的眼睛还是能看清黑影的模样。咦，好像不是人类。黑影手脚并用地向前窜，有点像猴子的行进方式，不过这家伙穿的却是人类的服装。这是什么鬼？片刻之后，3道人影尾随过来，紧跟着刚才的诡异生物。这是2男1女，3人的移动速度也不慢，呈扇形在后面追击。看3人的装扮，应该是一个部门，穿的衣服明显是同款。看着4道消失的背影，黄叶若有所思，这3人是武者还是修士？境界又在什么层次？噔噔噔，凌乱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这是一队人马，他们服饰跟追击3人也是同款，看来是一个单位的。待到这些人离得近些，黄叶也看清他们衣服胸口处印着一个镜字，镜子旁边还有一个数字18、29、45108。108，进的有点多吧？闲杂人等速速回宅，有妖魔混入城内。带头一人边喊边道。黄叶急忙让开道路，一行人迅速跑过去。这些人应该是城内的兵士，应该是禁卫军之类。看他们的奔跑能力，这些禁卫要差很多，自己应该能轻松拿捏他们。不管他们了，继续逛街。看来这是个有意思的世界，妖魔竟然能幻化成人形混在人群中。这个版本跟小说有点不一样，可以变成人形的妖兽一般是恐怖片，玄幻小说里面的妖兽想变成人形，一般要修炼到很高境界才可以。刚才那个妖兽的实力应该不强，不知怎么被发现的，弄不好就是喝点小酒，酒后现形了。小青和小白就这奶奶样，喝点酒就变成蛇。猴哥取经的时候也遇到过酒后变形的妖怪。边走边想，不
不多时，黄叶已经进入主路，主路的人要多一些，应该是刚才妖魔出现，让这些行人行色匆匆。远远望去，又有几个禁卫跑过来，只好再次躲到一旁，目送几人离去。怪不得这里治安不错，禁卫的出警很及时。咦，那个灯火通明是什么地方？先过去看看。离得近些，已经看到上面的匾额顺丰楼。卧槽，这地方快递这么火吗？不对，又特么弄错了，这不是快递。进出这里的人并未带着货物，还有几个喝得醉醺醺从里面晃晃悠悠出来。看来是一座酒楼，这地方不错，属于鱼龙混杂的地方，可以进去看看。从食客的言谈能获取一些情报，还能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食。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。黄叶大摇大摆走进去离开城主府的时候，秦儿给了自己10两银子，也讲了这里的消费水平。正常的酒楼2两银子便能吃得酒足饭饱，有这10两银子自己应该够用。虽然这软饭吃得有点尴尬，堂堂城主3少爷竟然吃婢女的软饭，如果让外人知道能笑死自己。不过黄叶毫无羞耻心，自己是傻子，刚刚清醒，吃软饭很正常。银子不是用来攒的，花出去才是银子，留着就是金属。自己把这个理论很认真地跟晴儿讲一遍，晴儿便乖乖拿出多年的积蓄，整整100两雪花纹银，里面还有几件首饰。黄叶也被这个一心为自己的小丫头感动，感觉自己说的大道理有点不厚道，最后只要了10两，剩下的让他收好，顺便讲了财不露白的道理。刚进酒楼，一个伙计立刻迎过来：客官几位？一位。您是想找个安静的包厢，还是在大堂用膳？黄叶扫视一圈，看到有几桌人正在吃喝，就在大堂吧，那个位置就行。黄叶指了一处离几桌人距离不远的位置。得嘞，您先过去，我这就给您拿菜牌。黄叶坐下后点了4样小菜，又要了一壶酒。到这里还没喝过酒，看看这里的酒和前世的二锅头、老村长有何不同。耐心等待上菜的同时，黄叶的耳朵也在辛勤工作，倾听各处传来的声音。听了一会儿便觉无趣，这些人谈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烂事儿，再就是女人的事儿，哪家馆子的来了新货，哪家妇人可以偷，哪家妮子长大了。想想也正常，古人没什么娱乐方式，更没有手机，这些自然是他们的最爱。饭菜已经上来，吃了一口菜，味道还不错，又喝了一口酒，天天能这样生活也不错。可惜再也吃不到露天大排档，很怀念和3、5好友吃烧烤喝啤酒的感觉。这里酒水酿造的还不错，一口喝下去有醇香的感觉，度数也不大，口感比前世的大部分酒都好。黄叶吃得正香，忽见外面走入一人，此人年纪不大，身材颀长，相貌英挺，剑眉星目，一身素白长衫，身后背着一把长剑。青年进来之后也被伙计安排到大堂，这家伙跟黄叶一样，也点了4个菜1壶酒，坐在那里自斟自饮起来。这小子是个武者，自己要不要过去拼个桌，顺便套套话。黄叶正在思索，外面又进来一个食客，是个虬髯大汉，怀抱一把大刀。刘兄，你怎么才来？一张桌子的3个食客站起来，其中一位大声道：哈哈，你们在这里喝酒，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儿吧？虬髯大汉爽朗地笑道：哦，有什么好事儿吗？好事儿没有，是件坏事儿。城里又混进来一个化形妖族，而且实力不俗，我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禁卫的3位武王追击他，总算听到一点有用的信息，原来那3人都是武王，自己跟他们比还有不少差距哦。又有化形妖兽混进来，这个月已经第3次。没错，这还是被发现的，肯定有没发现的。刚才路过清风楼，那里聚集了好多禁卫，听说是在那里发现的。看来又是喝酒露馅，幸亏这帮妖兽贪杯，不然很难被发现。卧槽，不会吧？妖兽也爱喝酒，看来贪杯误事儿不是人类的专利。黄叶若有所思，脑海中想的是小青和小白的故事，这姐俩喝多了也猛圈。我们这里还好点，听说天幕城更乱，每天都有妖族吃人的事儿发生，那里还有嗜血魔，专门喝人血。一位食客说道：我们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，真后悔小时候没像刘兄一样坚持下来，至少成为武者也能保护自己。另一位食客感叹道：哼，我这点微末技能，遇到厉害的妖魔鬼怪就是白给。虬髯大汉语气很谦虚，表情却很骄傲，那也比我们强，我们遇到了旧时待宰的羔羊。黄叶眉头微皱，真想不到，貌似风平浪静的城池，实则有很多看不到的危机。怪不得这里没有国家，仅这些妖魔就能让各个区域疲于应对，人人以自保为目的，很难组建大型军队攻城拔寨。估计各地的城主就是一片区域的老大，各自占领一片地区，收取这里的赋税，豢养地方武装，维持秩序。咦，那小子看起来好像自顾自吃喝，侧耳朵的样子明显在倾听几人谈话。这个360无盲区眼睛确实有点用，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观看旁人。
莫非这小子也是化形妖兽？不对，如果他是妖兽，一定不会继续喝酒。这小子很可能是那种赏金猎手。拼个桌试试。对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自己现在只有2个丫鬟，外面的朋友也要结交。端起酒杯，黄叶施施然走过去。兄台，我看你也是一人喝酒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不如我们2个拼下桌。青年一愣，一时没明白黄叶说的什么。就是我们2个并成一个桌吃饭，省得一个人喝酒闷得慌。黄叶赶紧解释道：抱歉，我没这个习惯。青年不咸不淡应道，依旧自顾自的吃菜。那叨扰了。黄叶举杯示意一下，一口干了，回到自己桌子。什么玩意，拽什么拽？黄叶暗自腹诽。被青年拒之门外，黄叶并未感觉意外，这小子明显玩的是高冷饭。继续自斟自饮模式，之后几人的谈话也没什么营养，饭菜吃光便起身结账。结账时总共花了3两银子，饭菜倒不贵，只是那壶酒贵一些，足足2两银子。看来想要享受还得有钱，这个道理前世和今生绝对通用。晴儿那100两，到这地方就能吃1个月。不想了，现在自己已经是修士，将来成为仙人不是梦，应该是金银如粪土。我特么玩的应该是修士的灵石，这才符合身份。可惜灵石啥样，自己真不知道。这个世界有没有灵石还不好说，毕竟小说的东西都是那些作者杜撰的。等自己修炼差不多了，还得走出去。打道回府，路过青年身边的时候，不屑地看了青年一眼。愚蠢的家伙，一段仙缘让你白白错过，真是有眼无珠。半小时后，黄叶已经坐在床头。少爷，出去一趟可有收获？晴儿问道。了解了一些情况，比想象的要复杂。城内有妖族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又出现妖族了。月儿惊讶道。我今天看见了，没想到妖族又来了。我们这里已经10多年没有妖族混进来。哦，以前多吗？黄叶问道。以前有不少，听说是那次带大少爷走的仙师施展大神通，把这里的妖魔鬼怪统统灭杀，银月城才安静下来。晴儿说道。哦，带走大少爷的仙人很强大吗？我也没见过，那时候我还小，听说仙师只是一挥手，城中的妖魔鬼怪立刻现形，仙师再一挥手，这些妖魔就凭空消失了。晴儿喃喃道。卧槽，这么强大。地图自己看过，银月城要比前世的城市大多了，城区部分已经方圆100里，人口也有数百万。这人能做到如此程度，绝对是仙家手段。看来自己这个大哥是个人才，否则不会被如此强大的修士相中。人家这才是仙缘，我到了修仙界就是个小蚂蚁。刚才自己还看不起那个青年以仙人自居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打脸。不行，我要疯狂修炼。晴儿、月儿，我们跟那个仙师天差地别，我们要努力修炼了。少爷，我也只是听说，不是亲眼所见，不管是不是真事儿，努力修炼总没错。3人很快进入修炼状态。7天后，心经第3层功法改造完毕，只是这次不知为何，自己并未出现前2次那种昏迷。小腹的火势也可以控制，一旦有燥热的感觉，只要立刻修炼，火势便会降低不少。这种方式再次加快修炼速度，虽然没感觉有大的突破，自己的小境界却在稳步提升，力量和速度也在提高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小腹的火势始终存在，不像前2次被吸收的干干净净。二女不在身边的时候，自己根本不敢修炼第3层功法。1个月后，黄叶体内噗的突破声第9次响起，舒缓一下气流，黄叶下了床。现在自己好像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不知能不能打过那些武王。至于那些侍卫，自己收拾他们应该没问题。这1个月，二女体内也响过3次，现在二女对修炼也是乐此不疲。只是3次突破之后，二女感觉自身的进步速度慢了不少。第4次突破后，已经过了10多天，依旧没有突破的动静。随着能力不断提升，黄叶除了修炼之外，也开始探查城主府。虽然不知自己现在战力如何，但觉得肯定比那些侍卫强。不过几位护法的院落没敢探查，武王的实力到底如何，自己还不清楚。上次看到的3位武王身形也是一闪即逝，至少在轻功方面，自己赶不上3人。这一日，3人正在修炼，黄叶突然听到衣袂摆动的声音，立刻做出个噤声的动作。来人在二女房门前停了一会儿，并未进屋，随后又飘到黄叶房门外，等了一会儿，这才转身飘走。黄叶听了听声音传来的方向，示意二女好好待着，打开窗户窜出去。2个纵跃便看到前面一道黑色身影正在快速移动，从身形判断，应该就是那个黑袍女子。追到一处围墙，黑袍女子闪身离开城主府。围墙外正是那处密林。黄叶立刻窜到围墙上，双手扒在墙头，看着黑袍女子离开的方向，感觉双方距离差不多。黄叶翻身过去，继续追踪。黑袍女子行至密林边缘停下来，3下2下，
一身黑袍已然脱下，放入一个布包之内。黄叶远远看着这个露出蓝色宫装的女子，看来自己没猜错，这女子怎么不在城主府居住，而是在府外居住？系统，我需要跟踪技巧。定，跟踪技巧大全。此处省略1万字。卧槽，这么多，早知道先看看好了。见到系统可以响应自己，黄叶很满意。最近2次呼叫系统，这货都没显示电量不足，看来这货的电量跟自己的能力有关。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比刚到这里好了数倍，只要自己不断提升实力，系统应该不会缺电。黄叶一边跟上女子，一边学习里面的跟踪术，现学现卖，一直跟到一处深宅大院。女子敲开大门，闪身入内，看着大院匾额上的3个大字，黄叶不觉失笑。这女人倒是挺谨慎。确定了位置，黄叶便顺着原路返回房间。少爷，找到人了吗？晴儿问道。晴儿，你没看错，那女子确实是城主府的人。她从围墙跳出去，绕了一大圈，从正门回到府中。她应该是来找月儿的，她的实力我还不清楚，不过我感觉可以和她打一架。少爷，您这么做太危险。月儿赶紧规劝。富贵险中求，你们不懂的，只修炼不对抗，永远是井底之蛙。他这次没找到你，近期还能再来。我们设个局，把他撵出去，我到府外跟他打一场。二女一听设局，顿时来了兴趣。危险的事儿已经忘到后脑勺。黄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二女，先让二女筹备一些物资，这些物资都是跟综术中的一个子项——化妆术。第二天，黄叶看到二女弄回来的化妆物资，不由得摇摇头。这些化妆物资的质量太差，只能简单改变容貌，好在是夜间行动，差点也无所谓。夜里，月儿自己回了住处，按照黄叶的要求，小丫头这几天晚上都要回自己的房间，白天再过去修炼。连续2天没有动静。第4天入夜，黄叶再次听到衣袂摆动声音。嘘，那个人来了。黑袍女子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正要进屋，忽然听到对面开门的声音。女子身形一动，已经窜到院外。黄叶正在窗户上抠出的一个小洞观察，看到女子出了院落，黄叶仔细倾听院外的动静，知道女子并未离开，自己也没动。晴儿进了院屋子。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月儿问道。我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你过去陪公子吧。好吧，我这就过去。月儿应道。片刻之后，月儿从房间出来，向黄叶房间走去。还没动静呢，这女子应该等月儿进屋。随着月儿进屋，把门关上，衣袂声再次响起，声音渐渐变小。黄叶推开窗扇，一个纵身窜出去，仅仅4个纵跃，身形已在密林之中。这是自己提前安排好的行动路线，白天特意让晴儿丈量好线路。虽然比女子离开的线路远一些，但自己的速度够快，已经提前进入密林埋伏。黄叶刚刚站定，黑袍女的身影便从院中飞跃而出。看到女子进入密林，黄叶装作逆行过来的样子，双方在密林走个对脸。黄叶冷冷看着黑袍女，女子一袭宽大的黑袍，脸上蒙着一层黑纱。黑袍女也是警惕地看着黄叶，这妞也有点猛，这里怎么有人？见这人也是一身黑袍，年纪大概30-40岁，八字胡，扫帚眉，长得很阴险。黑袍女秀眉微蹙，这人出现在这里，莫非想刺探城主府？这妞正在思考应对之策，却见这人突然嘿嘿一笑，直接冲过来。黄叶毫不客气地挥出一拳，简单而直白。黑袍女见这一拳没有任何气势，也是一掌拍过来。真是不知死活，就这点能力还想挑战老娘？真当老娘纸糊的吗？刺探城主府者必死，先废了这家伙，抓回去严加审问，查查他还有没有幕后之人。噗！拳掌相交的声音并不大，黑袍女本以为这一掌可以轻易拍飞对方的拳头，可惜并未如愿。黑袍女一惊，卧槽，这家伙并没有看起来那么菜，刚想撤回手掌，忽然从拳头上传来一股巨力，这股巨力自己根本无法对抗。咔嚓一声，臂骨尽断，紧接着巨力传递到体内。黑袍女连惊呼声都没发出，便感觉自己的五脏好像都移位了，一口鲜血喷出来，脸如金纸，直挺挺倒下去。卧槽，这女人怎么跟纸糊的一样，这么不经打呢？黄叶不可思议看看自己的拳头，刚才拳掌相对的时候，女子的力量并不小，自己的拳面也感受到痛楚，好在这个痛楚自己能扛住，随后便用了寸劲。这还是自己学习的一种现代武学咏春，没想到会有这种效果，直接把黑袍女打吐血冷，静想了一下，黄叶知道为何对方不堪一击。两人拳掌相交的一瞬，双方确实势均力敌，只是黑袍女回收力量准备再次进攻的同时，自己的寸劲也发出了。黑袍女相当于承受两人合力一击，而她毫无防御，自然抵抗不住这种力量。理论上自己算偷袭，看来现代武功也有可取之处，等自己学到这里的武技可以融会贯通。黄叶走到黑袍女身边，冷冷地看着这妞。
女子面部的黑纱已经被鲜血染红，双眼紧闭，一起一伏的黑纱明显有出气没进气。咦，自己的手怎么还在抖动？想止住这种抖动，可惜毫无效果。黄叶知道这不全是疼痛的抖动，还有心理层面的抖动。虽然是无心之失，但也是杀人了。两世为人，第一次杀人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黄叶有点懊悔，自己本意是想抓住他，问些事情，这样子还问个毛线。连女子什么境界都不知道，自己白设局了。深吸一口气，抖动减轻不少，上前扯掉面上的黑纱。女子的容貌还算可以，大约30多岁，能看出年轻时也算美女。女子缓缓睁开眼，目光呆滞地看着黄叶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黄叶下意识说了一句。你。女子仅说了2个字，脖子一歪，直接挂了。黄叶挠挠头，这他妈叫什么事儿？大姐，我已经赔礼道歉，我真不知道你这么不抗走。你去阴曹地府的时候可别举报我，还是先看看这货身上有什么线索吧。摸索了一会儿，在女子怀中找到一个荷包和一把匕首。打开荷包，里面有几张银票，加起来有600两，还有一些散碎银两，再无他物。卧槽，还能行不？你他妈外出不带身份证吗？我连杀的是谁都不知道。咦，银票上好像有标记，右下角有个戳记，吴江，难道是城主的名字？黄叶沮丧地把银票塞回荷包，这玩意肯定花不出去。匕首的外壳倒是很精致，轻轻拔出匕首，寒芒四射。这把匕首还不错，黄叶想了想，还是把散碎银两和匕首收入怀中，荷包则塞了回去。看着尸体，黄叶有点犯难，埋了吧，没有工具，算了，还是找个不太显眼的地方放好。城主府的人如果找到这妞，自然会把她入殓。四下观望一圈，看到一棵大树后的灌木比较密实，抓起女子的尸身便要扔进去。黄叶猛地停下，看向女子无名指戴着那枚黑色指环。这指环是干什么的？难道代表什么身份？先留着吧。褪下指环，把尸身扔进去，一个纵跃窜入府中，接连几个纵跃，已然回到门前，轻轻推门，闪身进了屋子。是少爷吗？晴儿小声问道。晴儿立刻点亮灯盏，看到完好无损的黄叶，二女毫不客气冲上来，牢牢抱住黄叶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一直担心少爷，怕你遇到危险。晴儿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二女眼角还挂着泪珠。少爷，那女人没伤到您吧？月儿关切地问道。你们也太小看我了，那种小角色还能伤到我？黄叶大言不惭道。少爷，那女人可不是小角色，城主身边的人肯定有2下子，你们交手了？晴儿问道。自然交手了。啊，谁赢了？月儿问道。怎么说呢？黄叶卖了个关子。二女紧张的小心脏砰砰乱跳，尤其是月儿，那女人在小丫头心里就是恶魔的代名词，心理阴影面积很大很大。我们是动手了，不过她好像很轻敌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，所以我们只对了一招。那少爷一定赢了，把那女的吓跑了。晴儿猜测道。也不是赢了，那是什么？二女异口同声问道。她死了。啊，少爷这么厉害？二女惊呼道。我也有点猛，我打他一拳，他给我一掌，拳掌相交的时候是势均力敌，但他被我用寸劲攻入体内。我也不知道这女子会那么脆弱，根本承受不住寸劲的一击之力。少爷，就是您教我们那个咏春拳里的寸劲吗？月儿问道。没错，我用的就是那个寸劲。寸劲原来这么厉害，真想不到。晴儿咂舌道。他没想到我在那么短的距离还能突然发力，被我钻了空子。如果真正对打，我也说不好能不能获胜，毕竟他连使用杀招的机会都没有。唉，我本想抓住他问问情况，他已经说不出话，可惜我连他是什么战力都不知道，白打一架，在他身上也没找到有用的东西。二女面面相觑，黄叶并未询问吴江是谁，虽然二女是自己的人，但是自己恢复正常，如果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没有，也不好解释。正式宣布一下，我们第一次布局以失败告终。黄叶沮丧道。少爷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失败，至少前半段算成功，只是您不小心打死他。晴儿安慰道。没错，姐姐说的对，我觉得少爷至少证明战力很强大，连城主身边的人都能轻易灭杀，您应该不比那3个武王差。月儿跟着安慰。或许吧，但我不知道自己的战力如何，还是很危险。有句话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我们连自己什么实力都不知道，判断对手就会出现差错。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一步行差踏错，付出的可能就是生命。黄叶说出自己的担忧。少爷说的在理，不过我们还在暗处，没人知道我们实力变强，即使有人要对付我们，
也不会派强大的人，慢慢找到验证实力的方法就行。月儿分析道：晴儿，你明天问问那些侍卫，他们武者都有什么境界，每个境界能达到什么程度。对了，再问一下那本女心经到底什么来路，他们肯定没练过里面的功法，只是我感觉那个功法很诡异，反向修炼竟然能变成一本仙家功法。黄叶吩咐道：我明天就去。晴儿渴望地看着黄叶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修炼，只要自身强大了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第二天一早，黄叶便听到府中传出喧嚣的声音。二女收拾一番，分别出了小院。没过多久，两人都回来了。少爷，昨天那女子失踪的事儿已经惊动侍卫，他们都在四处搜寻。她的尸体您怎么处理的？晴儿问道。我就扔在后面那片密林里，他们要是找到，正好把她收敛。也好，反正没人知道是您杀的。少爷，您把那个女人杀了，他们会不会对我的家人动手？月儿担心地问道。傻姑娘，那女人死了，可能你的家人更安全。估计她安排刺杀的事儿，知道的可能只有主使者和她自己。那个女人用什么手段，或许主使者都不知道。现在她死了，那个暗杀计划一定会改变。黄叶分析道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月儿轻抚胸口道。你也别高兴太早，如果有什么新计划，你还是他们选择的第一目标。啊，奴婢怎么这么命苦？月儿的脸色有点苦。没办法，晴儿一直照顾我，他们肯定不能找她。这段时间晚上你都在我这里，不给他们找你的机会。我明白了，少爷的意思是他们找不到我，就没法用家人威胁我。月儿说道。晴儿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丫头很聪明的。少爷看人最准了。晴儿对黄叶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们两个继续伪装就行，现在还不清楚到底谁是主使者。这女人虽然是城主的身边人，并不代表肯定受城主指使，也可能是几位夫人。这几天搜集的消息，我们还找不到蛛丝马迹，答案只能慢慢找。我们也做好棘手准备，第一个是干脆跑路。这个方案虽然能躲避一些风险，但我们跑到什么地方，会不会被人追杀，之后的路怎么走都是问题。如果我孤身一人倒无所谓，但是有你们在，江湖的险恶你们还难以应对。理论上你们留在城主府最安全，所以我还是想在这里继续生存下去。晴儿和月儿也点头认可。第二个是我宣布自己清醒，把矛盾搬到台面上。现在我的行动受限，做什么都不方便，恢复正常后，很多事我可以自己出面解决。我们现在属于修仙者，说实话，我们在哪个层级，功法能修炼到什么程度，我们能达到什么程度都是未知数。我们最近虽然一直在修炼，但进步速度开始放缓，说明我们的功法还是有问题。想要提升我们实力，必须学习更多的修仙知识。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可以参照的东西，所以我想去真正的仙门学习，等找到正确的路，再回来教你们。而且我的实力变强，将来和你们修炼的时候，也会提升你们的实力。少爷，我们想跟您一起走。晴儿可怜巴巴地看着黄叶。不行，你们太弱了，现在顶多能跟那些侍卫比划比划。我们不怕死。月儿说道。不怕死也不行，我怕你们死。如果带着你们，我也会有很多顾忌。二女心底同时一颤，她们能感受到黄叶的真诚。月儿，少爷说的没错，我们跟去了，就是两个拖油瓶，不仅帮不了少爷，还会坑了他。对，虽然我不在你们身边，会影响你们修炼，但我们这种方法将来会不会产生问题，还不知道。好在你们可以自行吸收天地灵气，只要慢慢修炼就好。所以我走之前，必须把这里的危机扫清，让你们可以在这里安稳的生活。少爷，我感觉我们现在也有一定的自保之力，至少能跟那些侍卫拼拼。不行，你们现在是修士，身份跟他们不同，武王对你们肯定有威胁，犯不上跟他们拼死拼活。我虽然没有确切的依据，但你们的寿命现在已经比普通人多不少。这里的普通人寿命大概多长？城主府里寿命最长的祖母现在60多岁，一般人的寿命大概也就如此。晴儿答道。既然普遍寿命是60年，那你们现在至少80年，随着修为加深，还能不断提高上限。少爷，这是真的吗？月儿高兴地问道。必须是真的。少爷，如果我们真的能活那么久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容颜肯定会变老，到时候您会不会不要我们？晴儿小声问道。傻姑娘，怎么会不要你们？而且随着我们能力提高，寿命的延长，你们衰老的速度肯定会变慢。如果你们吃了那种保持容颜的仙丹，你们会永远保持年轻的样子。啊，那太好了，这样就不担心少爷不要我们。黄叶一头黑线，怎么自己会给二人留下这种印象？晴儿，你为什么总说我不要你们？少爷，我也是听说的，那些大户人家很多都是妻妾成群，我们有不少丫鬟嫁过去都是当妾室，运气好的妾室少一些，运气不好的妻妾成群。去年嫁出去的陈姐姐就是第18房小妾，她们年轻的时候
还能受宠一些，一旦岁数大点，连府宅的老奴都不如。那为什么要嫁过去，留在这里不好吗？府中留下的丫鬟很少，除非有人护着，年龄稍微大点就被淘汰掉。我从小在府内长大，祖母对我很好，所以我有机会留下。像月儿这样半道买过来的，年龄大一些就要嫁出去，其实嫁出去实际就是卖出去，只是说的好听点。怪不得你们一直担心我不要你们。好了，以后不用担心，我们都是修士，跟他们不一样。少爷，我们再出去探听有什么新消息？小心一些，不用刻意打听。没过多久，晴儿就回来了。少爷，那个女人的尸体找到了，听说城主很生气，发誓要抓到凶手，现在全城都已经戒严。哦，看来这女人在城主心目中的地位不低。我有一次无意中听过，城主府除了明面上这些防卫，还有暗中守卫的人。那个女人很可能跟那些暗中守卫的人有关。很可能是，不用管了，尸体找到就好，省得我埋了。等月儿回来，我们启动第二步方案。公子准备现在就苏醒。没错，窝在小院太被动，我清醒了，才能让觊觎我的人蠢蠢欲动。我们时间很宝贵，没时间跟他们猜谜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只要我显示出强硬的实力，你们两个即使弱一些，他们也不敢动你们。没过多久，月儿回来了，他也没听到有用的消息。他在府中认识的人不多，只是靠四处溜达偷听一些消息。三人密谋了一夜，总算把行动方案确定下来。7天后，一条消息在仆从传开，昏迷7年的三少爷开始清醒了，可以和人做简单交流，而且有人搀扶的情况下也能走路。消息很快便传到府中的每个人耳朵里。娘亲，您听到消息没有？老三醒了。不是听说我已经安排人探查，这小子确实醒了，晴儿还扶着他在院子里走动。没想到这小子傻了7年还能清醒，我们大意了，原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，没想到真的出现奇迹。我们怎么办？二少爷问道。按你爹的性格，这小子真的清醒，他肯定会在这小子成年的时候把他皇家的产业归还给他，不然他面子肯定受损。那能给这小子多少？多少？你应该问我们还能剩下多少啊？皇家会有那么多产业，你爹能有什么财产？他皇家原来可是大富之家，只是人丁稀少。他爹死后，因为你爹认他做义子，所有皇家产业由我们保管。你爹是靠着这些产业加上自身实力不俗才登上城主宝座，而这些产业有你爹的扶持才变得更庞大。只是这些产业绝大部分还属于皇家啊。那他清醒后会不会向爹爹要这些产业？他自己肯定不知道，但你爹肯定会给他，否则他会被那些大家族联名弹劾。爹爹是城主还是武帝，用武力压制这些大家族呢？你个蠢货，如果强行压制，一旦有人告知仙门，我们一个也别想活。仙门？大哥不就在仙门吗？他那个仙门在哪儿都没人知道，而且他走了之后20多年从未回来过，这些大家族根本不会在乎他，而且他们占理。那些仙门会管我们这里的事儿吗？小事儿自然没人管，但大事儿肯定会插手，他们也要保证自己的区域不出大乱子。为什么你爹一直没把皇家产业改成我们吴家？而且那小子也没改成吴姓，就是怕留下诟病。怪不得爹爹当年又是用灵药，又是找神医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那小子当年侥幸活下来，偏偏在他快成年的时候醒过来，老天还真是对我们吴家不公。娘亲，要不我们找人把他解决掉？解决？在哪儿解决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个蠢货，如果他在府里出事儿，你爹查到你，第一个废的就是你。不会吧，我可是亲生的。亲生的有个屁用，一旦你爹的声誉没了，他还有脸在城主的位置号令全城吗？我明白了，想把隐患消除，要么让他继续傻下去，要么在外面做了他。总算开点窍，你现在也大了，以前有多纨绔我不管，如果再纨绔下去，将来老四都会比你地位高。我们都好好想想办法，计划好每个细节，绝不能出错。估计大夫人和三夫人也在想办法，他们不会看着产业交给那小子。我们找他们商量吗？商量个屁，你干脆把吴伯叫来商量呗。这种事自己干自己的，不论谁成功都没有功劳，不成功我们都没好处。明白了，娘亲，孩儿告退了，我这就回去找人商量办法。记住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而且出手的人一旦成功必须灭口。黄叶苏醒的消息在城主府已经不亚于地震的威力，因为黑袍女事件还未平息的城主府现在更是暗流涌动。外面的动静黄叶并未理会，三人只是龟缩在小院修炼。三人准备在这里守株待兔，想当好猎人必须有点资本，最大的资本就是提升实力。黄叶9次突破后速度确实放缓，已经连续7、8天没突破。二女在3次突破后也停滞下来，虽然三人感觉吸收灵气的速度并未减慢，但收效甚微。黄叶也理解
三人应该到了瓶颈期。修炼这东西层次越高，需要的天地灵气越多。前世看小说，大境界是个坎，需要领悟到一定层次才能突破，小境界也有坎，每隔3、4层就会出现。现在晴儿和月儿应该是个坎，自己经历了2次昏睡，所以突破的小境界比二女多。在现阶段，三人只能依靠功法和天地灵气修炼，手段还太少。黄叶羡慕那些穿越后有牛逼拉轰系统的人，天天发礼包，完成任务就给奖励，也不知道这些奖励从身体什么部位出来，反正就是有灵丹妙药、法宝神器，应有尽有。自己这个系统对仙道修炼的帮助几乎为零，里面存储的都是知识，还都是现代的，跟积累没什么区别。最来气的是，系统还需要电能供应，幸好自己通过修炼能提供一些电量，不然可能被系统尬死。还有一种机缘运气爆棚的主角，不断获得灵石、灵草、灵药这些修炼资源，升级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走路都能捡到灵石，随便找个山泉都是灵泉，动不动就能获得大机缘。而自己窝在这个地方，屁都没有，开局被刺杀，处处是陷阱。如果不是穿越让体质发生变化，加上误打误撞修炼仙功，自己就是普通人，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我去你奶奶的老天，我谢你8辈祖宗。这骂人的话黄叶不敢说出来，只能心里念叨，把老天惹急眼，弄不好就是天雷伺候。当天下午，一个老头来到小院，老头很老，橘皮老脸，全是褶皱，如果不是穿得不错，就是常年种地的老头。吴伯好。晴儿躬身一礼道，呵呵，晴儿好，恭喜你，终于等到少爷醒了，你也算美梦成真了。晴儿小脸一热，吴伯说的太直白，少爷现在怎么样？您还是自己进去看看吧。晴儿把吴伯让进房间。吴伯走进屋子，看见黄叶坐在轮椅上，手里端着果盘，正在吃葡萄，只是动作有点慢，也有些僵硬。少爷好。吴伯躬身一礼。黄叶茫然看了一眼老头，转头看向身旁的月儿。少爷，这是吴伯，府中的管家。黄叶慢慢转过头，吴伯，好，少爷，您可别这么称呼我，真是折杀老奴，您叫我老吴就行。吴伯连连摇手，老吴，少爷，您以后见到老奴就这么称呼。晴儿，看来少爷清醒后的状态还不错，少爷现在能走路吗？我和月儿搀着他能走几步，应该是不熟练，不过少爷每天都有进步，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正常。晴儿应道，那就经常搀着走走，我回头找个大夫过来。我问过少爷，少爷说不用找，少爷感觉自己恢复得很快。晴儿拒绝了吴伯的好意，这也是黄叶的吩咐，没查到谁对自己不利，任何人都不可信。也好，我先回去禀报老爷。对了，老爷吩咐我每次单独给少爷煲一些有营养的汤，我已经吩咐厨房，你们盗用膳时间去厨房取就行。吴伯叮嘱道。谢谢吴伯。晴儿轻轻一扶，谢我干什么？应该谢的是老爷，老爷知道少爷醒了也很高兴，只是他公务繁忙，让我先过来看看。那我代少爷谢谢老爷。少爷，我先走了，您好好休息。黄叶没有理他，吴管家躬身退出。听到吴管家的脚步声离开小院，黄叶目光一收，你们2位群演表现得还不错。黄叶口头表扬了二女。群演是什么东西？月儿问道。群演就是群众演员，配戏的。二女还是一头雾水，少爷清醒后的话语很古怪，都是新名词。少爷，老爷安排的汤我们取回来吗？晴儿问道。当然取回来，可是我们无法判定里面是不是有毒。月儿提醒道。这我知道，听说银针可以验毒，你们准备点银针。少爷，您现在肯定危险，要不每次吃饭我们2个先吃，没问题您再吃。晴儿建议道。哼，我们都不吃，晚上我去外面弄吃的回来。少爷，自从那女人死了，侍卫已经加强巡逻，那片密林肯定不安全，我们还是谨慎点好。晴儿有些担心。没事儿，那些人我能躲过去，少爷我耳聪目明，很容易发现他们的位置。黄叶倒不担心这些护卫，虽然不清楚自己的具体实力，但这些护卫已经奈何不了自己。对了，府内可有狼狗？黄叶问道。少爷，这个好像没有。晴儿摇摇头。那城中可有养狗之人？倒是有个别大户人家养狗护院，但这样的很少。黄叶低头沉思，看来这个世界不流行养狗，不像自己的前世金毛、泰迪、萨摩耶满的跑。想要试出食物是否有毒，肯定不能让2个丫头尝试，最好能有动物做实验。这里没人养宠物吗？黄叶还是问道。宠物？少爷想用动物试验我们吃的东西？月儿秒懂。没错，我倒是听说有人饲养宠物，像什么三脚猫、三耳兔之类。月儿说道。黄叶一怔，三脚猫，猫不是4条腿吗？少爷，三脚猫是头上的脚，不是腿，是因为猫头上有3个鼓包，所以叫三脚猫。
月儿解释道：“误会了，你们看看，哪儿能弄到这样的宠物？弄2只回来。我们的食物如果有剧毒，银针就能试出来。只是慢性毒药，银针不一定试出来，这些动物或许能试出来。”黄叶说出自己的想法：“少爷，我们也不吃府中的食物，试验那些食物做什么？”晴儿问道：“我想知道是否有人下毒，看看他们用什么方法对付我。”明白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晴儿也跟黄叶学了一句俗语：“对头，这样才能引蛇出洞。只要我们手里有他们的把柄，或许将来能用上。少爷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这就出去弄。”晴儿自告奋勇道。小丫头说罢便急3火4出去了。傍晚，黄叶看着归来的晴儿，有种想哭的冲动。晴儿，你去的是菜市场吗？少爷，我也没办法，转了一大圈，就弄到这2个活物。行，你是人才。黄叶还是竖起大拇指。少爷，这2只也不便宜，它们可不是一般的鸡鸭，是战鸡和战鸭，打架可厉害了。黄叶很无语，我特么找动物是试毒，不是打架，你这理解力有点超前。仔细看了看这2货，确实跟普通鸡鸭不同，4只小眼睛正凶狠地盯着自己。幸亏有笼子，不然这哥俩能冲出来。先放院子里，能活多久看他们的运气。晴儿拎着2个笼子出去，如果这妞穿上男装，别人肯定以为是某个纨绔子弟。不过小丫头买这鸡鸭好像没啥用，尤其是鸡，连5毒都能吃，天生不怕毒。入夜时分，一道乌漆麻黑的身影出现在院落中，身影靠在围墙附近，仔细倾听院外的声音，静立1炷香时间，才从另一个方向纵身跃出去。这个方向并非之前的出府方向，看来自己已经被人盯上。外面有2道呼吸声，这2人绝不是巡逻的侍卫，因为侍卫不会待在原地不动。在这里设置固定哨，目标肯定是自己。这2人是来保护自己，还是监视自己，暂时无法判断。先不搭理他们，以他们的实力，判断不出自己已经离开。绕开2人后，黄叶并未急着出去，府内的轮值方式肯定变了。晴儿已经不适合探听，自己摸索一些规律，行事能方便一些。足足探查2个小时，大致规律已经了然于胸。除了府内的巡逻次数增加，府外那片密林也设置了流动哨，半小时左右就有侍卫去巡逻。出了府衙，黄叶直接找一间酒楼，吃饱喝足，又打包不少美食，足够3人3天的口粮，这才返回府内，把饭菜扔给二女。二女确实饿了，捧着烧鸡啃起来。黄叶再次出了小院，这次要探查目标是那个名义的2哥。现在虽然不清楚自己战力到底如何，但凭借上次一招击杀女子的实力，自己应该不比武王差。那女子能成为城主身边的人，至少是武士巅峰。黄叶觉得武王的面更大。这段时间自己总共突破9次，应该是修士最低境界的第9层。自己和女子的第1次撞击算平分秋色，按这个方法计算，自己现在这个境界应该跟武王对应。城主府的3个武王，自己应该可以对抗。城主这个武帝，自己肯定对抗不了。好在只是去探查，小心点应该没问题。一路小心翼翼摸到2少爷院落，还好这家伙没睡，屋内依旧灯火通明。侧耳倾听，里面传出的声音很熟悉。这货小身板已经弱不禁风，还不知疲倦，真是服了。现在这画面自己也听不到什么，正打算离开，忽见一道身影飞掠过来。黄叶急忙俯下身形，身影并未进入2少爷屋中，而是躲在阴暗之处倾听房间的动静。有意思，这人是谁？他是来监听还是来刺杀的？最好是来刺杀的，自己也能看一出好戏。黄叶静静看着这道身影，来人足足听了1刻钟，这才起身离开。借着微弱亮光，黄叶大致看清来人的容貌，是一个老头。从老头离开时脸上那丝阴险的笑容判断，老头似乎有阴谋得逞的样子。难道2少爷终于是有人安排的？只是为了掏空2少爷的身体？这好像没什么用，这种损耗顶多能减寿，如果补品跟得上，将来还能恢复。老头离开后，黄叶并未跟上去，从老头离开的速度判断，这货的实力绝对不弱，要比那些侍卫强一大截，连那个女子都不如他。这个老东西一定是武王。如果不是自己的眼睛能看到后方，老头走到自己身边也发现不了他。这货过来应该是想知道2少爷在做什么。想不到这小小的城主府也是谍影重重。从这货猥琐的表情判断，应该和2少爷是敌非友。都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，纯属扯淡，弄不好这老头也是自己的敌人。府内有3个武王，如果这老头是其中之一，很可能是3夫人那一派。现在自己清醒了，如果能见到这3个人，其中的关系自然能捋顺。不对，老东西现在查探2少爷，并未有其他行动，他的目的可能就是探查，这货会不会探查自己的小院？想到此处，黄叶心中不免担忧，这老头的实力强悍，不知2个群演能否穿帮。自己离开的时候，吩咐2人吃完就躺床上，
晴儿要故意发出厚重一点的呼吸。那2个监视的固定哨肯定察觉不出异常，但这个老头比他们强的不止一点，急忙向小院飞掠过去。到了小院附近才放慢速度，每一步都注意观察倾听。卧槽，看来自己的猜测没错，老头正趴在一处阴暗的墙头倾听。你个老混蛋，本少的院子竟敢偷听！不行，必须把他弄走。群演毕竟是女子，短时间可以糊弄，长时间肯定不行。四下观察一圈，有办法了。黄叶看到不远处一棵大树上有个鸟巢，这个神奇的眼睛确实有用。不对，怎么感觉神奇的眼睛好像比以前的视力更好了？仔细看了一眼鸟巢，确实有提升。难道神奇眼睛的能力也能提升？这肯定跟自己的修为提高有关。先不管了，反正是好事儿。黄叶手指轻轻一点，一道灵气从指尖的少商穴射出，这是自己在系统里学习的6脉神剑。不过与系统记录的功法略有不同，功法是用内力发出6脉神剑，自己没有内力，只能用灵气施展这个武技。因为驱动方式不同，释放的威力还不如内力驱动，好在也有点作用。鸟巢被触动了，里面熟睡的一对乌鸦夫妇立刻扑啦啦飞起来，男乌鸦还嘎嘎叫了2声。窃听的老者心生警觉，纵身飞离院墙，迅速逃走。片刻之后，黄叶闪身进入房间，2双大眼睛盯着黄叶，黄叶做出噤声手势，闪身钻入被窝。很快，外面便传来衣袂闪动的声音。外面的侍卫折腾半小时才安静下来。少爷，外面什么情况？晴儿问道。刚才有个老头在外面偷听，被我吓跑了。啊，老头怎么还有这个爱好？月儿奇道。这种爱好不分年龄。黄叶解释的模棱两可。你们见过府中那3位武王吗？我们也不知道谁是武王，他们虽然有住处，但没有下人伺候，所以长什么样没人知道。黄叶把老头的大致样貌说了一遍，2人都说没见过。沉吟片刻，黄叶不再考虑这个问题，自己清醒了，可以到院子里走动，如果遇到自然能认出来。之前大夫人不让自己出院子，现在也没理由限制自己。晴儿，明早你去问大夫人，就说我想出院子溜达，看她什么反应。我一早就过去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练功。一夜苦练，天色大亮的时候，3人并未因一夜未眠而萎靡不振，反倒个个精神抖擞。这逆练的功法还真是神奇，现在2女只练到第3层，3人就受益匪浅。晴儿带回来的消息还可以，大夫人允许黄叶可以到小湖附近走动，只是还不允许进入城主和几位夫人的区域。黄叶知道这就是禁止他进入城主的区域，其他几人就是附带的。这些人各怀鬼胎，让晴儿去问，也是探查一下口风而已。2女推着黄叶去了湖边，到了连廊，2人搀着黄叶在连廊里半半磕磕的走动。不出所料，在那里还不到1炷香时间，2少爷一行人也如约而至。2少爷在远处望着走动的黄叶，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。从得到黄叶清醒的消息开始，他感觉很压抑。和老娘谈过，才知道事情比他想的要复杂。和几个狗头军师研究过方法，都因为府内警戒加强，不得不放弃。心中也在后悔，没有早一点动手。昨晚更是疯狂地发泄。少爷，实在不行就安排死士刺杀他。一个手下建议道。屁话，我不知道吗？现在府内的情况，死士能进来吗？少爷，小人的意思是在侍卫里找死士。愚蠢，从侍卫那里找，外人肯定知道是我们在内部找人动手。就算成功，老爹为了公寓，一定会给外界一个说法，我肯定是首当其冲。现在头痛的不只是我，老爹头也痛，他马上就要成年，如果他离开这里，肯定会带走大部分产业。应该不会吧，他一旦离开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惦记他财产的人绝不会少，他也守不住啊。你懂个屁，他离开了，有老爹在，谁敢抢他的财产？除非老爹不当城主。少主，我们可不可以买通他的侍寝丫头？从现在情形看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不过那个晴儿是个绊脚石，他从小跟着那小子一直不离不弃，只能买通另一个丫头。你先去调查一下那个丫头的情况，都摸清了再考虑怎么下手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2少爷带领其他人向连廊走过来，远远的便扬手招呼道：三弟，三弟。2女看到这个家伙，只能停下来。见过2少爷。黄叶略显呆滞的看向晴儿。少爷，这是您2哥。二哥。黄叶带着一丝疑惑说道。秦丫头，看来我这弟弟恢复的不错啊，竟然能叫人了。是什么东西？黄叶继续说道。所有围观群众都强憋着没笑出来。少爷，2哥不是东西，是人。秦儿毫不客气补了一刀。2少爷差点没把鼻子气歪，偏偏找不出责怪的理由，心中暗道：小瘪三，2爷我早晚把你变成东西，还有你个小丫头，将来一定把你蹂躏致死。2少爷走向黄叶，2女立刻搀着黄叶后退。
你们两个不用害怕，我就是跟他亲近亲近。谢二少爷，我家少爷还比较认生，没事，慢慢就熟了。不过二女并未听二少爷的说辞，只是把黄叶扶到轮椅上。看到二少爷还在向前靠近，晴儿站到两人中间，轻轻一扶。二少爷，我们少爷累了，要回去了，不劳您费心。小姑娘站得很坚定，二少爷看到晴儿这样子，倒不好强行推开，悻悻说道：那好，下次再跟他唠唠，希望他下次还能出来。二女并未回应，黄叶连看都没看他，眼睛只是看向小湖方向，好像这个二哥不存在一般。二少爷恨不得一脚把轮椅踢到湖里，不过他不是傻子。走，一行人被气鼓鼓的二少爷带走了。少爷，那个晴儿确实很护主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家人下手？牟氏甲说道。啪的一声，一个大嘴巴子毫不客气扇在牟氏甲脸上。蠢猪，那种从小进府的丫鬟对家人都没什么感情，没事多动动脑。牟氏甲哭丧个脸，低头不语。旁边的牟氏乙、丙、丁心中暗笑。回去路上，黄叶依旧想着昨夜的神秘老头，二少爷这种纨绔根本不足为虑。昨夜惊走此人，他肯定有所怀疑。今天高调出院，就是让各方势力知道他虽然清醒一些，但很多记忆已经缺失，行动能力还没恢复，给那个神秘老头制造迷雾，让他对自己放松警惕。晴儿在后面很兴奋，刚才配合黄叶暗中损了二少爷，让他很解气。少爷清醒了，好像心里多了主心骨，再不惧怕这些嗡嗡叫唤的苍蝇。姐姐，你还是小心点吧，我看二少爷看你的眼神很邪恶。没事儿，我们也是修士，我感觉最近实力提升很快，别说他过来，就是他那几个走狗过来也是找死。到时候我们姐妹一起上，我也想试试自己的能力。月儿，我们俩应该在房间里过过招，少爷教我们这些，如果不实战，临时用起来肯定生疏。好呀，回去我们就比划。晴儿说的不错，可惜外面一直有人监视，如果到院子里练习会更好。少爷，您教的那些近身技巧就够我们练习一阵。黄叶也不理会二女怎么商谈练习，他们还是太弱，对付小杂鱼可以，一旦来个高手还要靠自己。昨夜的神秘老头让他不得不加强警惕，他不敢保证能打过此人，自己只是因为功法诡异才踏入仙途，但实际战力还不清楚。现在一个老头的实力已经不弱，万一来3、4个老头，能不能顺利逃脱都成问题。还有晴儿和月儿，如果他跑路了，晴儿月儿肯定被抓，所以没有万全之计，暂时还要扮猪吃虎。可恶的系统，你弄一堆现代的东东，让我连对敌的标准都找不到，你跟着我有个屁用。定，谁说我没用？你不会用还怪我，再发牢骚当心我罢工。系统感应到黄叶的满意情绪，也很生气。卧槽，你还有脾气了。黄叶很无语。定，我很强大，虽然对修炼的东西知之甚少，但我的学习能力极强，只要你能提供大量的知识，我可以帮你分析、判断、总结。哦，那你能改变功法吗？丁，这不难，只要你有详尽的参考书，系统可以推算出更准确的方法。参考书？卧槽，你当这是上学吗？还有参考书？丁，没有参考书也可以，只是推算的结果会有很多答案，我也不知道哪个答案更准确。黄叶想了想，好像这个功能确实有点用。自己是逆炼到4层玉女心经，如果系统真的能推算，那比自己瞎琢磨强。前3层觉得逆炼效果还不错，到了第4层进境缓慢后，他感觉好像逆炼的还是不准确，所以迟迟没有逆炼第5层。好吧，我给你一套功法的第1层，你推算一下第2层。丁，没问题，只要你有参考文献，肯定能推出来。文献你个头，有文献还用你推算吗？系统默不作声。黄叶把玉女心经的全部功法录入系统，接着把逆炼的第1层功法也录入系统。好了，这个第1层功法是我自己逆炼玉女心经第1层得到的，本来这是女子修炼的功法，不知道为何现在变成双修功法，和我双修的女子也会受益匪浅。你逆推一下第2层吧。丁，宿主提供的文献太少，推算时间会很长。行了，别唧唧歪歪了，你就推算吧，只推算第2层就行。丁，宿主请放心，一定会让您满意。1天之后，黄叶看到系统桌面出现一份文档，打开一看，足有1000多章，每一章都是一份推算出的2层功法，每一章大概都有2000多字。最奇葩的是，这并不是结尾，最后一页赫然写着未完待续。卧槽，你是 GPT-4 0吗？你生成这么多功法有毛线用？丁，你说的那个4 0在我眼里啥也不是，一点也不人性化，更推算不出功法。你看我多厉害，1天就推算了1000多种，以后的速度会越来越快，10天我能推算出至少10万种。停，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还10万种，我有1种就行。丁，不行，你给我的指令就是推算功法，只有1种不精确。行，指令停止，等我的新指令。
丁，推算已停止。宿主，刚才我又推算出5种，需要更新吗？不需要。黄叶怒道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宿主易怒、不理性、缺乏耐心，有走火入魔趋势。黄叶对这个人工智能已经服了，找出一段自己逆练2层功法的关键语句，在这1000多章里面查重。看到搜索栏里一片空白，黄叶心底一凉，再次录入一段话，依旧查无此文。黄叶的心拔凉拔凉，这系统就是个骗子。之前还信誓旦旦让自己满意，没想到这都推算不出来，成何体统？垂头丧气的把第2层功法录入系统。系统，第2层功法也给你了，你把之前推算的都忘了，按我给你这2层推算第3层。丁，宿主请放心，一定会让您满意。黄叶摆摆手，这句话太伤了。系统又开始紧张忙碌起来。1天后，黄叶再次看到一份文档，打开一看，又是1000多章。你特么推算速度真不慢。黄叶如法炮制，把逆练第3层功法里2句关键语句录入，搜索后居然发现有一句跟他逆练的方法雷同，只是这一章除了那一句外，其他的没有一点相同。好奇心驱使下，又录入几句，竟然又找到一句话雷同。同样地，除了这句，其他的还是乱七八糟。没办法，只好把第3层功法录入，让系统推算第4层功法，再次收到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。黄叶已经麻木，系统是个骗子的印象已经深入脑海。之所以继续让系统推算，是他觉得系统闲着也是闲着，多让他活动活动头脑，将来别变成傻系统就行。第2天，随手打开新文档，黄叶奇迹般的发现，这次竟然只有100章，虽然后面也是未完待续，但推演速度明显变慢。打开第1章，黄叶仔细看一遍，又看了一遍第2章，下面的章节他没敢看，怕把思路扰乱这2个第4层功法，里面有些语句确实给黄叶一些启发。有意思，看来这个系统真有推演的能力，只是因为接触这方面的文献太少，所以推演的结果才变成五花八门。他还发现一丝不同，就是到了这一层，功法竟然给了大致方向，而这2章走的路也不同，一条提示是正统的仙路，另一条提示则偏向邪道，只是都没提到双修之道。全文搜索了一下，也没发现双修2个字。难道系统觉得双修属于禁忌，所以不推演这种功法？先不管了，以后多收集修仙文献，系统或许真能出现奇迹。当然不能完全靠系统，对身体的感知还要靠自己，2相结合才能让功法更完美。人无完人，功法也不可能十全十美，能继续练下去就不错。对这套功法，黄叶的期望值还是很高，岂不能让他们几个凡人走上修仙之路，绝非凡品。以前看过很多玄幻小说，从没看过能让凡人批量成仙的功法，都是主角通过各种机缘强行走上仙路，还是不可复制的。看来这个玉女心经本身的功法也有点名堂，只是因为女子修炼的功法，侍卫得到后没法修炼。不过从心经的文字判断，这确实属于修炼人自身能力的功法，这点在他把心经录入系统后，系统的判断也是如此。所以系统推演逆练功法后得出的结论千奇百怪。令黄叶头痛的是如何得到更多的修仙文献，只有走出去才有机会得到。晴儿，最近你多去侍卫那里，策略的问问修仙方面的知识。这个好打听，就怕他们知道的也不多，能探听到只言片语就可以。我们做的是未雨绸缪，现在我们还在修仙路上瞎子摸象，需要多了解各方面知识。少爷，什么是瞎子摸象？晴儿不解地问道。黄叶没跟他解释什么是大象，这个解释不清楚，这个世界有没有大象这种动物都难说。就是我们虽然踏入修仙行列，但看到的东西太片面，所以修炼到现在，我们3人的境界明显变慢。晴儿不解地看了看黄叶，少爷的解释好像驴唇不对马嘴。橡树他听说过，相师确实有不少瞎子，可是这解释跟看相一点不挨边呢。不管了，按照少爷吩咐的做就行。第2天下午，晴儿回来了，听了晴儿的讲述，黄叶也了解一些这个世界关于修仙的知识。原来这里的仙师很少在凡人城池，因为这里的天地灵气不多，低阶修士还能勉强够用，高阶修士很少有在凡人城池常住。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，也有为了躲避灾祸隐匿在凡人城池的修士，只是修仙的典籍资料在凡人城池很难见到，只有加入仙门才可能见到。而距离这里最近的一个修仙宗门也在万里之外，晴儿提到的一个地方让黄叶很感兴趣。这个世界有大大小小的城池，除了仙门，还有一些武道宗门派和势力。和仙门不同的是，这些武道门派基本都在凡人城池之内。这种门派黄叶在武侠小说里面也见过，即使是前世也有一些江湖门派，像少林、武当、峨眉、青城等，只是这些门派都建在城市外面。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个地方，武道学院。武道学院最初是一些没有宗门的武者成立，因为学院的先进理念让武道学院的规模不断壮大，并且模式不断复制，像雨后春笋般
在各个城池不断涌现。很多门派的武者也加入了武道学院，因为在武道学院学到的武学知识更系统、更全面，还不看你有没有练武天赋，只要有钱就能进去学习，即使不是天才，在武道学院学习过也像镀了金。既然有利可图，各城池的城主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，官方也入股到武道学院，有钱一起赚。城池的职能部门和一些家族势力也喜欢在武道学院挑选人才，因为这里的人不像门派武者，用起来放心。慢慢，武道学院也成了除了城主外的最大势力。武道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也有城主想全面掌控武道学院，这就导致双方出现矛盾。慢慢的，武道学院形成了一个联盟性质的势力，这才让各地的武道学院更加稳定。故事虽然几句话就概括，但这个发展过程足足经历了2万多年才稳定下来。徐大哥告诉晴儿，城池里最有可能得到仙门功法的地方就是武道学院，因为武道学院还有少年班，很多大富之家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学院，每一届的少年班里也有具备修仙资质的学子被仙门中人带走，所以仙门和武道学院之间一直保持互通有无，那里很可能会有入门的修仙功法。黄叶还了解到一个信息，这里的修仙体系跟前世不一样，侍卫们知道的修仙初期叫出阳境，之后是元阳境，后面什么境界他们不知道，而这出阳境和元阳境对应武者什么层次他们也不知道。前世小说里提到的境界是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炼虚、大成、渡劫，还有的作者写的是炼蛊、炼血等方法。不过这些境界只是凭空想象，没有实际意义。到底有多少境界，能有多少寿元，只有进入仙门才能知道。黄叶并不关心这些，他想知道自己在什么境界，具备什么战力，跟武王相比差多少，只有知道这一点，才能决定下一步如何走。仙家功法肯定强大，但能迅速提高自身实力，让他可以对抗练武术10年的武王，他不敢确定。小说看到的妖孽都是吃了天材地宝或者灵丹妙药，而自己只是修炼了双修功法，差距肯定有。这个武道学院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如果可以去里面学习，在里面找到低阶的修仙功法也是宝藏。晴儿，加入武道学院难度大吗？少爷，这个不难，徐大哥说有银两就可以，您要是去武道学院肯定举双手欢迎您。晴儿，你理解错了，我说的难就是钱的难度。晴儿一愣，这应该不是问题吧？少爷，您可以相成主要银子。哼，现在这种情况我还不想冲他要钱，我这里有100多两，不知够不够，您全拿去。黄叶想了想，看来自己要尽快恢复正常，这样才能去学院。替前任报仇的事儿可以先放放，有能力报，没能力扯那个蛋没有任何意义。虽然听说穿越者不替原主报仇可能会影响心境修炼，但现在还没发现有影响，原主的记忆也没有恢复迹象。要是一辈子恢复不了更好，那就不用操心原主的事儿。去学院的事儿先等等，我要加快恢复速度，只有恢复正常才能去学院。次日一早，外人看到的黄叶已经变成一个人搀扶，走路也顺畅多了。2天后，黄叶已经不用人搀扶可以走路，只是走得慢点，身体也有些摇晃。1周后，黄叶终于可以正常姿势走路。他快速恢复的消息传到各方势力耳中，城主府高兴的人没几个。3位夫人自然不用说，那几个兄弟姐妹一个个都脸色阴郁，如坐针毡。以前他们对这个傻子不屑一顾，现在看到他清醒后快速恢复，也从自己的娘亲那里了解一些信息，自然不会高兴，因为他抢夺的可不是什么家主位置，而是大部分财产。老爷，您倒是想个办法，眼看他一天天变好，如果他真的在成年礼上要家产，我们吴家还能剩什么？大夫人说道。剩什么不重要，既然老天让他这个时候突然清醒，那就是天意如此。如果他真的这么做，我们只能如他所愿，也算我对兄弟有个交代。可是他一旦带着产业离开吴家，您的城主位置恐怕不保。我会跟他说说，看看他能不能留下，毕竟我和他父亲是至交，他也是我养大的。当年他受到重创，也是我倾尽全力保住他的性命。老爷说的他能理解也好，但这成年礼外界肯定关注，除非他自愿在成年礼上承认吴黄2家一体。明天我去问问他，跟他讲明利害关系。如果我不当城主，他自己一个人想守住家业也难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智力恢复正常没有。我问过他的事情丫头月儿，他说那小子的智力也在快速恢复，只是记不起小时候发生的事情。不是傻子就能明白我说的话。行了，这事儿你不用管，我自有分寸。第2天，黄叶见到了自己这个义父，高高大大，一股上位者气息，不怒自威。跟着吴城主后面还有2人，这2人气息也不弱。黄叶出院这段时间见过几个侍卫，他们的气息要比2人弱不少。这2人应该是3个武王其中2位，不过2人都是中年人，并不是那天晚上看到的老头。黄叶不知这位城主能不能看出他的气息，他也没什么隐匿方法，
只能分散自身的所有气息，把这段时间修炼的天地灵气死死压在丹田之内。晴儿和月儿也是如此。从城主的表情来看，好像并未看出他的异常。黄叶只能暗道侥幸，或许因为自己的修炼体系与武道不同，才没被发现。至少晴儿去侍卫那里探听消息时用的就是这个方法，侍卫们也没看出晴儿的修士气息。叶儿，为父最近一直公务缠身，没过来看你。听说你开始清醒，还能恢复行动，为父也很高兴。当年救下你，总算做对了，为父也算对得起我那兄弟了。黄叶看了看晴儿，晴儿赶紧介绍道：“少爷，这是您的义父，城主大人。”义父好。吴城主的眼眶略微潮湿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义父，晴儿告诉我，是您不遗余力的救下我，这份恩情孩儿一定会铭记于心。黄叶现在也判断不清，到底是城主的真情流露，还是他的演技高超。傻孩子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父母走了，你就是我的亲儿子，黄家的产业等你成人礼时也要还给你。黄叶一愣，什么产业？听城主的意思是自己父母应该留给自己一些产业，这些产业到底有多少？难道自己带走产业对城主一家的影响很大？如果是这样，整个故事线就清晰了。不行，自己现在绝不能提出要这些产业，也不能问这些产业有多少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道理他懂。心思急转之下，心中已有应对方案。义父，家业对我并不重要，孩儿能够清醒已经谢天谢地，而且怎么管理这些产业孩儿也不明白，义父不用归还我。我现在的想法就是等恢复正常后，趁着年轻好好学武，将来也像义父一样成为武道高手。家业这块还是您来把控更稳妥。哼，为父帮你把控没问题，只是你成人礼时按规矩要转到你名下，否则为父会落人口实，难以服众。义父，孩儿对这些事也不明白，义父自己定就好，孩儿一切听义父安排。只要您不让我管那些产业就行，孩儿对经商一点不感兴趣，孩儿只希望能像您一样成为武道高手。你有如此向武之心也好，为父回去考虑一下，怎么也要给你找个名师。义父，孩儿听说有武道学院可以学习武道，等孩儿身体再恢复一些，孩儿想去那里学习。这也是个办法，等你恢复了，为父帮你安排。对了，你也快成年了，按规矩要娶妻生子，我让你姨娘找几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。义父，这个也不用，孩儿刚刚清醒，只是想到将来要走的路，并未想到娶妻生子。孩儿有这2个丫鬟照顾就行。也好，这事儿先不急，如果2个丫鬟谁能怀了你的后代，直接让他们做妾室也可以，等有了合适的再定下正房。晴儿和月儿立刻把头低下，小脸都感觉火辣辣的。他们俩也奇怪，几乎天天做，2人的肚子没一个争气。2人的表情自然瞒不过城主，这小子怎么刚刚清醒就把这2个丫鬟拿下了？莫非他是爱好女色之徒？好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，等身体好一点就安排你去武道学院。谢谢义父，您慢走。吴城主带着2人离开小院。你们怎么看？城主，我感觉3少爷的状态很好，气息也很稳定，甚至不像久病初愈的状态。没错，我也是这个感觉，说话条理清晰。他这个状态我也没想到。你们觉得他说的对武道感兴趣是真的吗？不管真假，他既然想去武道学院，让他去也无妨。他马上要成年了，即使再怎么苦练，想达到武王境也难。唉，他要是真这么想就好了。城主的意思是，他今天之所以这么清楚地跟我对话，就是传递一个信息，他彻底恢复正常了。他对自己怎么变傻只字未提，就是他在心里已经有了猜测。而他放弃经营产业，就是怕再出事儿。他很聪明的，想学武就是为了自保。他拒绝我为他找名师的提议，而是去武道学院，应该是连我都不相信，所以他想暂时离开这里。不会吧，城主您可是从阎王手里把他抢回来的？哼，如果把你换到他现在的身份，想问题的时候就会疑神疑鬼了。城主，属下觉得他去武道学院恐怕更不安全，他愿意去就去吧，我那几房没一个省油的灯，看他的命吧。唉，我这是给自己惹了个麻烦。城主喃喃道，这也不怪您，谁也想不到他在这个节骨眼突然清醒，是非祸福终难判断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城主无奈道，城主，不如我们先出手，免得惹出更大的麻烦。混账，你这话我就当没听见，下次再这么说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说罢，身形一闪，直接向府外飞去。2人面面相觑，城主这话太深奥，他们判断不出城主的想法。如果贸然行动，出事就是他们自己承担责任。先按兵不动吧，争宠容易，用命去争宠就不值了，还是稳健一点好。2人也做了虚假道别，各怀鬼胎的回了住处。黄叶此时也在思考，城主这次过来表现得中规中矩，确实像一个长辈探望伤愈的晚辈，言谈举止滴水不漏。
他心里也明白，就算自己两世为人，也比不上这种老滑头。他能成为一城之主，身居高位，头脑一定不简单。好在自己这次的请求，城主答应了。去了武道学院，可以远离城主，至少一个大威胁暂时消除。武王强者他可以应对，但城主这种武帝，他不相信自己能跟城主对抗，毕竟自己修炼的时间太短。除非自己得到一个超强的系统，现在这个垃圾系统是没什么指望了。自己告诉他对产业不感兴趣，也是给他一粒定心丸，让他暂时不会起杀心，也没指望城主会相信自己。但这句话说的却是实话，皇家到底留下多少产业，他丝毫不感兴趣。怎么说也是修士，眼界要放高一些。就算想挣钱，他有系统在，挣钱的方法肯定一大堆。以前看穿越小说，主角弄出个香皂都能成首富，自己拥有的是一个现代化系统，飞机大炮都能造出来。现在就看自己去武道学院能不能找到修仙典籍，这才是他的工作重心。你们两个群演刚才的表现不太好。黄叶翻了翻白眼，少爷，谁知道城主突然那么说。晴儿小声道，哼，我不是怪你们，而是提醒你们注意，有时候一个表情一个动作都可能让有心之人察觉，后果会很可怕。如果城主是主谋，他知道黑袍女安排你执行暗杀任务，而你刚才的表现明显以为身于我，换做城主会怎么想？黄叶简单的剖析了一下。啊，少爷，您这么一说，我确实很危险。晴儿的小脸有些发白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说的是最坏的结果。黄叶还是安慰了一下，即便这样，他也不会动你，因为你已经是我的人，而他不会轻易动我，至少在这里不会。少爷，那您去武道学院是不是很危险？晴儿问道。再危险也要去，我们是修士，没有勇往直前的心，没有面对危险的勇气，永远成不了仙。黄叶信誓旦旦地说道。少爷，我们明白了，放心，我们不会拖您后腿。你们也做好准备，现在还不清楚武道学院什么情况，能不能带婢女，如果不能带，你们还要留在这里，我会跟城主申请你们永远跟着我。我去了武道学院，找到可以提升实力的方法，我会回来教你们。少爷放心，我们两个现在的实力也不弱，至少那些侍卫我们能对抗。您去了学院就安心学习，我们会保护好自己。月儿挥舞了一下小拳头。你们实力确实有提高，不过我还是不放心，尤其是那个二少爷，他一直对晴儿心怀不轨，这种人即便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。我不在，他会想方设法得到你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，府中的膳食更要注意，能不吃尽量不吃，即便吃也要轮流吃，始终保持一个人清醒。我会抽空回来给你们送吃的。黄叶叮嘱道。少爷，我们吃不吃无所谓，现在即使2-3天不吃也不觉得饿，只是我们想修炼。呵呵，你们两个小馋猫，放心，我回来的时候会喂饱你们。对了，他最可能就是用迷药之类的东西，如果他真的使用手段，两人要装作同时中毒，他本人肯定会来，到时候出其不意制住他，只要他不死，就算有护卫跟着也不敢轻易出手。少爷的意思是拿他做人质？月儿问道。没错，活的人质才值钱，你们原来的身份低微，出手的时候很可能犹豫，这是大忌。记住一点，一旦出手绝不手软，否则害人害己。我们知道了。月儿点头应道。唉，最好学院那里允许带婢女，这样也省得麻烦，只是这个可能性太小。能去学院的很多都是富贵人家子弟，如果允许带下人，学院很可能乱套。希望能尽快找到修仙的资料，这样也能快速提高实力。黄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少爷会成功的。二女异口同声道。黄叶苦笑一下，自己也想成功，只是这太难了，系统推算的功法现在根本不敢尝试练习，自己现在只能不断熟悉前3层功法，顶多做点小改进，如果没有修仙功法做参考，大的改动都不敢尝试。之前还尝试过4层功法，后来也放弃了，练了之后的效果很差。来吧，我们继续修炼。7天之后，黄叶把武管家叫来，让他通知城主自己已经恢复正常，想去武道学院学习。城主的办事效率自然不用说，当天下午黄叶就接到武道学院的通知，让自己第2天去学院报道。不出所料，入学说明书提到不能带仆从和婢女进学院。黄叶去武道学院的消息很快传到府中各势力耳中，这些势力立刻忙碌起来，开始制定针对黄叶的计划。黄叶并未出去探听，听了也没用，这里面牵扯的人太多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所有人都当作敌人，全面防范。临走之前，黄叶拜见了大夫人。看到这个雍容华贵的妇人，黄叶心道，这女人保养的确实不错，她的年纪应该不下50，看起来不过30几岁，精致的面庞，微胖的身材，不怒自威的相貌更显气度不凡。唯一可惜的是眼角微挑，有点狐媚的感觉。
只是这女人看起来有点诡异，看自己时眼底闪露出一丝光芒，目光中带着一丝贪婪。卧槽，这个老女人难道另有所图？看来大夫人的来历一定不简单，能生出天选之子绝不是偶然。大夫人看到黄叶也是一怔，没想到这个7年前变傻的义子恢复正常后，竟然仪表堂堂，前2年见他的时候还是口歪眼斜，变化怎么会如此大？黄叶把自己的来意跟大夫人阐明。大夫人沉吟片刻，你的想法我知道了，晴儿一直跟着你，她继续留在你的宅院倒无不可，只是那个小小的院落留一个丫鬟足够，先把月儿调到江儿那里吧，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安排新的丫鬟。江儿就是自己那个所谓的二哥，全名吴江，黄叶自然不能答应。大娘，按府里的规矩，月儿是应该调走，不过月儿已是孩儿的人，把她调到二哥那里不妥。大夫人一愣，这小子的动作够快的，他不是刚恢复正常吗？没错，孩儿不打算再接收别的丫鬟。义父告诉孩儿，黄家原来有些遗留产业，义父想交给孩儿，只是孩儿对经商不感兴趣。孩儿已经告诉义父，产业还是由义父打理，孩儿只想专心学武，黄家那些产业养他们2人应该足够，所以还请大娘通融。哼，叶儿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们收你为义子，就是一家人，没有什么谁家的产业。既然月儿已是你的人，确实不适合安排到别处，他就留在你那里，如果他们有了身孕，在那做妾室。黄叶见目的已经达到，便不想留下。大夫人看他的眼神有种大灰狼看小白兔的贪欲，让自己感觉很不舒服，被这个老女人惦记，肯定没好事儿。大娘英明，既然如此，孩儿先告退了。你先别急着走，我还有话对你说。大夫人柔媚地说道。大娘有何吩咐？黄叶紧张兮兮地问道。叶儿，你也不小了，明年就成年了，你恢复正常的消息已经传出去，估计不久便会有人说媒，不知你怎么想的？大夫人装出关心的样子。嘿嘿，看来这个风骚的婆娘想试探我。黄叶刚想回答，却听下人来报，二夫人过来了。大夫人犹豫一下，示意下人请二夫人进来。看到大夫人应允，黄叶的一颗心总算落地，万一这婆娘逆推自己，真不知该怎么应对。二夫人进来后，2个女人虚伪地打了招呼。二夫人40多岁的样子，容貌要比大夫人差一筹，面相也显老。你是叶儿吧？二夫人上下打量一番，眉头微皱。二娘，孩儿正是。黄叶低头应道。呵呵，长得还挺俊俏，登门求亲的一定不少。二夫人随口说道。大娘，二娘，孩儿暂时没打算娶妻生子，孩儿刚刚苏醒，明天还要去学院报到，孩儿想趁年轻多学点有用的知识，将来能帮义父的忙。既然你已有决定，那些来提亲的我就推了。大夫人说道。好了，我这没别的事儿，你不忙的时候多来这里转转。二夫人有什么叮嘱吗？转你个头，再来你能把我吃了。黄叶暗自腹诽。叶儿，你二哥这人平时骄横跋扈惯了，也不求上进，他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你多担待。虽然你们不是亲兄弟，但也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将来他成了家主，还要你多帮衬。二夫人吹了一个牛逼。黄叶很是无语，你他妈是老仙女吗？比大夫人还不要脸。二娘，我就是个小人物，帮衬还做不到，顶多支持二哥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行了，你退下吧。黄叶躬身一揖，拜别2位夫人。大姐，您怎么看这小子？我怎么看不重要，他威胁的好像是你儿子。二夫人面带苦涩。大姐，您这身份永远是后院之主，没人敢动您，我可不行啊。看这小子上进的样子，小江的位置很可能不保，如果他想自立门户，真把黄家的产业带走，我们也承受不起。二夫人提醒道。你说的没错，不知他刚才说的话有几分真假。大夫人喃喃道。我看他就是跟我们虚与委蛇，心中不定怎么想的。我估计他去学院只是避风头，成年里的时候突然杀回来，打我们个措手不及。二夫人说出自己的猜测。你也不用挑拨离间，虽然我跟他没什么感情，但我不会赶尽杀绝。你觉得他有危险，想怎么做都行，我全当不知道。二夫人看了一眼大夫人。你个妖妇，别以为你那些苟且事我不知道，本想找你合作，没想到你让我当出头鸟，到时候坐享其成。哼，大不了将来一拍两散，我这一脉得不到好处，你也不会安生。大姐，我觉得……二妹，我有点累了，想早点休息，我就不送妹妹了。大夫人下了逐客令。好吧，大姐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妹妹告辞了。二夫人转身离开，一张老脸满是阴郁。狗屁的累了，肯定想去找男人陪你爽吧。生气归生气，这货还是嫉妒大夫人。明明比自己大7岁，可是对比两人的面相，自己好像比他大10岁，一定是经常找年轻男人滋补的原因。现在自己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儿子，偏偏这个儿子不争气，天天惹是生非，原以为没有竞争，管教的也不严。
没想到小崽子突然苏醒，把自己的如意算盘打得稀烂。第二天一早，黄叶第一次在白天离开城主府，2个丫鬟一直送到武道学院大门附近，才被黄叶撵回去。看着武道学院巍峨的大门，想想自己前世那个野鸡大学，心中不由感慨。没想到自己还能重新踏入学院，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修仙功法。黄叶对如何在学院生存，心中已有决定，富贵险中求。虽然低调的方式自己会更安全，但是很难被关注。没有关注就没有资源，真等10年8年才能得到典籍，还不如出去寻找仙门。这点在前世很清楚，那些流量明星都是资本砸出来的。而且自己马上就要成年，现在已经有人对自己出手，必须尽快找到典籍，提升自身实力。至于可能遇到的危险，自己肯定躲不过去。敌人很可能安排杀手，自己迟早会暴露。没人是傻子，对方这只要试探几次就知道。自己要做的就是尽量不暴露真实战力，同时也要做好随时出逃的准备，遇到比自己强的绝不恋战。自己是修士，只要保住性命，早晚能杀回来。只有自己活着，才能更好保护2个丫头。黄叶大踏步向学院门口走去，门口站着2个高大威猛的壮汉，腰上挎着佩刀，铜铃大的眼珠子瞪着每个出入大门的学子。前世学院门口要是有这2人站岗，估计谁都不敢逃课。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一个大汉拦在黄叶前面。这位兄台，我是这里的学子，今天第1天上学。2个大汉对视一眼，现在不是开学的时间段，这种半路上学的学子都有点门路，他们可惹不起。只是这家伙一身装扮，怎么看也不像学子。你这个样子也敢冒充学子，我看你是想混进学院偷艺。不怪大汉误会，自己今天只穿了一件普通长袍。2个丫鬟给自己准备了锦袍玉带，只是被自己否了。现在城主府的人肯定盯着自己，如果选择锦袍玉带，他们会对自己产生戒心，觉得自己很看重财富。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找修仙典籍，麻烦最好少一点。只是没想到城主府的麻烦少了，学院的麻烦却多了。谁规定上学必须绫罗绸缎？我穿普通衣衫不可以吗？据我所知，这里也有平民学子。大汉被黄叶对的也是一愣，小家伙穿的虽然普通，可这气势确实不凡。2人对视一眼，决定放低姿态。你可有入学证明？其中一个大汉说道。黄叶拿出昨天送来的通知书。黄叶，城中的大小家族好像没有姓黄的，可能是某个家族的外戚。行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壮汉把通知书还给黄叶。兄台，我进去后去什么地方报道？正常是教务司。说罢，指了指不远处一座3层木楼。谢谢。黄叶拱手道谢，正要进入学院，却见学院内飞掠过来一道身影。看到来人，2位大汉立刻躬身施礼。来人摆摆手，黄公子大驾光临，小人迎接来迟。2个大汉心中一惊，后背吓得冷汗直冒。见鬼，这个家伙到底什么来历？连司主大人都以小人自称，幸亏刚才没有为难他。黄叶愣愣地看着这个中年人，这家伙刚才的速度确实很快，一点不弱于他。您是？黄叶问道。小人姓周，银月城武道学院教务司司主。您手里这个通知书就是我签发的。周司主好。黄公子跟我进去吧，我先给你讲讲学院的状况，您再决定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习。也好，我确实不知道从哪里学起。黄叶坦言道。对了，周司主，我到学院学习，不管怎么说，您都是我的师长，我在这里也不想显露身份，您把我当成普通学子就好。哼，黄公子既然这么说，周某自当遵从。周司主露出赞许的目光。2人向校区走去，一路上黄叶也了解了学院的各个学科。这个学院培养的主要是武道人才，也有一些非武道学科，譬如奇门遁甲、机关算术、医道疗伤、军事战术、后勤补给等学科。武道下也分了几个小学科，内功、外功、武技、暗器等。进入学院后，学子可以专修某个学科，也可以同时学习几门。学习结束后，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，考核过关会颁发证明。有了学院证明，就可以在一些城池的公职部门任职。当然，最终决定位置的还是境界，这些证明对非武道学科帮助更大。黄叶也了解到学院的住宿、用餐规定，这里完全是个金钱的世界，做什么事都需要银两开道。现在自己的钱包很瘪，还要省吃俭用。黄叶确定一个4人间寝室，周司主本想给黄叶安排个2人间，住宿费用也可以免掉，黄叶毫不犹豫地拒绝。晴儿的软饭可以吃，城主的金山银山不能要，即便是皇家的财产，自己也不想拿。自己还没决定是否替原主报仇，所以不想和皇家有瓜葛。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了解清楚，黄叶看到时机差不多，便随口问道：周司主，学院可有藏书馆？藏书馆这个名词只是黄叶推测的。藏书馆？
是存放典籍的地方吧？周司主的理解力还不错。没错，就是可以看书的地方。学院这个地方叫藏经司，不过那里不能随意进入，需要学子用积分换取阅读时长。哦，时长用银两可以换取吗？这个不行，必须用积分。积分怎么获取？积分获取的方式有很多，最简单就是听课，不过听课获取的积分很少。想要更多积分，可以去任务司接任务，或者有突破性创造。第一个难度还好些，到城外的妖兽山脉猎杀妖魔鬼怪都能获取积分。如果能抓到潜伏在城内的妖魔鬼怪，获得的积分更多。不过这种方式很危险，弄不好会命丧黄泉。第二个突破性创造的难度很大，成功的人很少，一般学子不会选择这种方式。还有些其他获取积分的方法，学院也允许学子之间用自己的积分比斗。谢司主告知。哼，公子客气，这没什么，您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能知道。公子可有想要学习的科目？司主有什么好建议？我们武者的根本还是在内功，只要内功深湛，提高其他能力也容易。那好，我就从内功开始学起。对了，我大哥是修士，修士也学习内功吗？黄叶装作不懂的样子。您大哥跟我们武者不一样，修士是吸纳天地灵气，而我们武者是发挥自身潜力，二者不可相提并论。初级阶段武者还可以跟低阶修士对抗，到了高级阶段，双方的差距会迅速拉开。哦，学院可有这样的功法？我也不清楚，我只负责教务方面，即便有功法，我们武者也修炼不了。成为修士需要具备修仙资质，您大哥属于天选之子，他的修仙资质在仙门都鹤立鸡群，我们普通人连修炼的资格都没有。两人走到一处巍峨大殿前，周司主停下脚步。大殿内有数十名学子在听课，讲台上站着一位其貌不扬的老者。看到周司主过来，老者停下讲课，瞪了一眼周司主。周司主尴尬地冲老者笑笑：公子，这里就是内功讲堂，授课的是胡教习，您请进吧，我就不进去了，教材跟胡教习购买。话音尚未落地，周司主已经没影了。啊，这速度比刚才快不少，看来这老头脾气不太好。周司主明显怕这个老头。黄叶轻手轻脚走进大殿，恭谨地站在大殿门口。听课的学生看到老头的异常，也都回头看向黄叶。黄叶也观察着这些学子，学子的年龄有大有小，绝大部分是男生，只有几个女生，大部分都是绫罗绸缎，镶金戴玉，只有少数学生穿着普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头冷冷地问道。学生黄叶。你找个空位听课，下课到我这里购买教材。是。黄叶在后面找个空位坐下。老者继续讲课，教学的内容是真气如何聚拢成一线，实施攻击。听了一会儿，黄叶觉得老头讲得不错，虽然跟自己修炼的方法完全不同，但老头讲得很细，如何聚气，如何凝气，如何集中在一点发出，还列举几个例子，讲得通俗易懂。黄叶原本对内功不感兴趣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所以听从周司主建议。没想到这老头讲的东西确实有价值，之前自己尝试用灵气模拟六脉神剑，弄得也像模像样，不过威力很一般。当时并未研究六脉神剑的内功心法，觉得真气和灵气完全不同，没必要学习内功心法。听完老头的讲述，才知道自己的理解有失偏颇。不论是体内的真气还是天地灵气，形成攻击的本质是相同的，只是攻击的威力不同。自己施展的六脉神剑不过学了个形似，连真气的1/10都不如，对比真正的灵气攻击差距更大。现在自己吸收的灵气各种元素混杂在一起，五行本就相生相克，这样释放出去，没等攻击到对手已经消耗大半。如果用六脉神剑单独释放火元素，威力肯定提升数倍，自己对武道的理解还是太浅薄，确实要好好学学。即便没有修仙功法，武者的一些知识对修仙也有一定的帮助。系统，老头讲的这个真气运用法门，跟你记录那些武学知识相比如何？主人，我觉得老头讲得很好，要比我记录的知识讲得更到位。我记录的武道知识，具体原理我并不清楚，都是按字面意思理解。老头讲的是本质，他的武道层次明显高很多。听到系统的判断，黄叶暗暗点头。你也多听听吧，将来推演功法的时候应该有帮助。黄叶正和系统沟通的起劲，忽然感觉有物体向他袭来，下意识就想躲避。到了最后一刻，还是放弃躲避，因为已经看到攻击物体一小段石笔。啪的一声，石笔正中脑壳，黄叶的脑壳立刻隆起一个小包。一众学子哄堂大笑。黄叶一脸委屈地看向老头，老头瞪着双眼：你个小娃娃，第一天听课就走神，是我讲的不好吗？老师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思考您讲述的内容，您讲的知识我都认真听了。老师是什么东西？是说我老幺？黄叶一怔，才想起这不是前世的学校，
刚才周司主的说的称谓好像是教习。老师您误会了，我的家乡称呼教学的师长为老师，老师和教习是一个意思。什么乱七八糟，到这里就要按这里的称呼，入乡随俗，懂吗？懂，我会慢慢改。你说你刚才认真听了，那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这可难不住黄叶，刚才确实没听老头讲什么，但他有系统。老头的话早已成为呈堂证供，被完整记录下来，不只有画面，下面还自动生成字幕。看着系统的回放，黄叶逐字逐句念出来，因为不太适应，差点把智能生成的标点符号念出来。老头见回答没有错误，狠狠瞪了黄叶一眼，这个混小子就不能漏几个字吗？一点面子也不给我。自己明明看他走神了，这小子怎么对答如流呢？行了，你坐下吧，上课专心听讲，下课再思考没想通的地方。黄叶一脸阴郁地坐下来，挨打倒无所谓，被众人嘲笑让自己很不爽。自己好歹是修仙者，万一将来成了万界敬仰的大神，被其他神仙知道自己的糗事，这脸可丢大了。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真是欠收拾。其实黄叶也很矛盾，虽然定下基调是高调一些，到底在学院该怎么生存？从这些学子的表现能看出来，如果自己装成啥也不是，肯定会遭到霸凌。这些学子顶多武士境的实力，把战力调整到这个水准，即便城主府将来知道，就说自己无师自通，估计没人这么欠，顶多安排刺客的时候弄几个实力强的。这也不用担心，他们打死也想不到自己战力已经达到武王层次，加上自己有神奇的眼睛，即便武王过来，自己也不怕以这个境界在学院生存，应该是最好的选择，既可以高调一些，还不暴露真实战力。如果有人不识好歹要挑衅自己，还可以杀几只鸡害害猴。黄叶也做了另一个决定，现在要加上一些武道课程学习，连系统都知道这些知识有用，自然不会放过。想到这里，黄叶也定下心来，重新进入上课状态，同时观察其他学生，发现这些学生都很认真，怪不得老头会偷袭他。下课后，黄叶恭谨地走到老头面前，教习，我想买您的课本，50两。什么？黄叶惊得跳起来。一众学子看到黄叶的样子，立刻嘲笑声不断，中间还夹杂着嘲讽的语言。他们下课后都没走，就想看这出好戏。黄叶这一身粗布衣衫，一看就是平民学子。教习的课本是全学院最贵的，他能买得起就见鬼了。一个平民还想学习武道？你当武道学院是慈善机构吗？这个价格，黄叶确实没想到，50两可不是小数目。自己提出要来武道学院，城主和大夫人都没提学费的事儿，好像得了健忘症。城主可以理解，可能这个世界也是女人掌管钱财，他还是一城之主，府内的事情肯定由大夫人掌管。也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大夫人故意不提这事儿。回想之前和大夫人的对话，黄叶若有所思，大夫人提醒自己常去她那里转转。当时大夫人看自己的眼神有一丝炙热，就像老女人看到小鲜肉的一样，仿佛要吃了自己的样子。她故意不提，就是吃准自己没有银子，想让自己求她，肯定还不止一次，逼迫自己就范。一定是这个原因，这个老女人真是饥渴，连晚辈都不放过。现在怎么办？虽然自己想当个有骨气的人，不要城主府的施舍，但这一本教材就要50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自己是吃情儿的软饭，可她只是个丫鬟，存下的银两并不多。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小丫头把自己存的100多两全部拿出来，当时觉得用不着这么多，只拿了20两。小丫头不放心，硬塞给自己50两。现在一本教材就要50两，别人清的都是购物车，自己清的却是钱包，只能放弃了。过来的时候，周司主已经说了，在这里吃喝拉撒都要银子，连上厕所都会累计次数，10次就要1000银子，自己总不能不去厕所。讲习，我想问一下，不买课本我能听课吗？黄叶准备节约一下开支。不能，想听我的课必须买课本。老头无情的拒绝。黄叶很无语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本想不买课本，有系统在，到时候借一本扫描下来就行。可这一门课程就要50两，手里这点银子仅够听一个学科。穷鬼，没银子来什么武道学院？一道尖利的声音传来，就是来这里上课的谁兜里没个几百两，50两都拿不出，还有脸讨价还价。这次是女子的声音。黄叶会拐弯的眼睛已经看到说话的两人，还是转过头狠狠瞪了一眼。刚才这帮人在下面嘲笑和嘲讽，自己本不想搭理，没想到这帮人给脸上鼻梁，两人也回瞪他一眼。卧槽，还敢回瞪？难道自己的眼神不凶狠吗？这两货真特么欠收拾。你们就庆幸吧，老子还不了解这里，等我摸清路子，再敢挑衅老子，我不介意让你们哭。转过身继续对老头说道，讲习，我能不能先欠着，等有钱再给您？不行。老头再次拒绝。黄叶咔吧咔吧嘴，老头把路彻底堵死，一点面子也不给。小伙子，我看你也是爱好学习的人，这么办，老夫也不是教条的人，
课本费你可以先欠着。不过这50两银子从你拿到课本起就要计算利息，利息也不高，外面是9出13归，我按9出12归计算，等你有钱再还给我。卧槽，老东西太黑了，不仅课本卖的死贵，还特么放高利贷。9出12归，当我傻吗？估计听完课把我卖了也还不起。教习，您的建议很中肯，但是您提到的利息计算方法弟子承受不起，这门课程我还是有钱再来听吧。老头也是一怔，小家伙穿的虽然朴素，可他是周司主带来的，能让周司主亲自送过来，家世应该不一般，难道真是穷鬼？你随便，反正想听课就交钱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的原则不能破坏，院长儿子想听课也要交钱。老头冷冷地说道。老头背着双手回到后堂，黄叶耳朵听到全是后面学子鄙夷的声音。切，一个穷鬼还想学武，不知道穷文富武吗？没错，看他这身打扮就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岁数这么大了才学武，估计是哪个扫地大妈的孩子，学院照顾才到这里学习。他这个样子还是回家种地吧，至少能活下去。也不见得，或许人家是练武奇才，能自学成高手呢。各种各样的声音从身后发出，有的是窃窃私语，有的则是毫无顾忌的大声议论。他们都没看到周司主，如果知道周司主亲自送来，都能有人主动借钱给黄叶。黄叶面色难看地站在原地，内心也在交战。一个声音说，你是强大的修士，他们这么埋汰你，你还能忍？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打趴下。另一个声音立刻反对，不行，你刚到学院，人生地不熟，开局就暴打全班，很可能被开除。你刚才已经决定，至少开局要忍，动手之前也要站在道德制高点，有理走遍天下。黄叶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一下心情。老子忍，早晚有一天让你们看到反转的剧情。转身大步走出大殿，连头都没回。奶奶个腿的，刚才那个周司主也不说明白，害得本少初秋早知道这里这么贵，自己这点钱仅够学一门，那还学个毛线？不行，还得找人问问具体情况，如果都这么贵，学还是要上，想办法弄钱就行。实在不行去哪个土豪家借点，大不了有钱再还给他。抬眼看看四周，不远处有个操场，里面有不少学子在那里舞刀弄枪。黄叶悠哉悠哉走过去，忽的眼前一亮，右方向有一女子也在向操场走。哇塞，正点啊！这女子的身材堪称完美，一身宝蓝色劲装，胸脯鼓鼓的，杨柳细腰下是挺翘的臀部，再向下是修长的双腿，目测身高至少1.7。看她的侧脸，绝对的大美女，至少90分，跟晴儿都有一拼，就她了。3步并作2步追上去。嗨，美女！黄叶打招呼道。那女子并未回应，继续向操场走去。没办法，黄叶再次大声喊道：美女，等等！女子依旧没搭理他。不得已，黄叶直接跑到女子前面。美，后面的女字他没叫出来。黄叶已经看到女子的另外半张脸，虽然这半张脸被一缕头发遮住，还是能看到发丝后的面容。女子的年纪不大，16、17的样子，五官搭配很完美，眉眼精致，琼鼻珠唇完美的镶嵌在一张鹅蛋脸上。缺憾是发丝下有一片红色印记，从额头延伸到眉梢，即便女子尽量用发丝遮掩，还是无法全部遮挡。这片红色印记把这张脸的分值一下拉低，从90分直接跌到谷底。这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天妒红颜？女子看到黄叶也是一怔，这小子刚才口中美女是自己吗？美女这个称呼好像跟自己不沾边，这小子的样貌倒是不错，只是有点唐突。看到黄叶愣愣的神情，这位同学，你是叫我吗？黄叶终于听到一个现代点的称呼。女子的声音很好听，清脆婉转，听起来很舒服。没错，我刚才是在叫你。呵呵，我可不是你口中的美女，喊我有什么事儿？女子边说边摇头。怎么不是美女？虽然脸上有点瑕疵，但不是问题，做个手术就能治好。治好？开什么玩笑，连薛神医都束手无策，我早就放弃了。女子并未觉得黄叶在夸自己，神色黯然地说道：不会吧，去掉这种印记好像并不难，这不过是色素沉积。黄叶有点奇怪，虽然自己不是学医的，可是自己从未见过脸上有印记的人，说明这种印记能清除。同学，你别拿我寻开心了，从小到大，我看过无数的大夫，吃过无数的药，没有任何效果。女子露出的落寞神情触动了黄叶心中的柔软，小美女好可怜，她肯定因为印记备受折磨。系统，她脸上这些胎记能治好吗？用激光可以治疗，华夏的传统中医无法治疗，这里的医学水平如何，我也不清楚。这里有修仙者，跟科技社会完全不同，或许用天地灵气可以把病灶驱除。黄叶听到系统的解释，不禁皱皱眉，没想到治疗方法这么复杂，怪不得他说治不好。别说这里没有激光，
就算有，估计也没人会操作。不过系统提到用天地灵气治疗的概念倒是可行。这位同学，你找过仙师治疗吗？仙师，那些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他们怎么会治疗我这个凡人？也不见得，万一哪位仙师善心大发，或许给你治了。别调侃我了，就算仙师能治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仙师。有志者事竟成。黄叶只能鼓励女子说的没错，自己到这个世界有段时间，不止没见过能上天入地的修士，听到的修士消息也只有自己那个哥哥。自己虽然也算修士，可惜有灵气却不会使用，白瞎这么个绝代佳人了。如果真能找到修仙典籍，一定学医道知识，不能暴殄天物。同学，我知道你在安慰我，也谢谢你能跟我说话，他们都不愿跟我说话。女子神色再次一暗，我不是安慰你，只是感觉这个印记肯定能治好，如果我能遇到仙师，一定帮你问问。女子一愣，这家伙确实很特殊，这还是第一个愿意跟自己交流，想帮助自己的人。重新打量了一下黄叶，这小子会不会对自己有所图？自己这么难看，别人见了自己跟见瘟神没什么区别，他怎么一点不介意？难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？看他的穿着普通，如果当个赘婿，确实能少奋斗很多年。不对，这家伙自己从未见过，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人很少，他应该不认识自己。而且他的眼神也很清澈，并没有那种嫌弃的神色。这家伙要么就是真不在乎，要么就是心机深沉的人。唉，自己这是怎么了？还是太敏感，想这么多干什么？就算他真有所图，自己这样的容貌，能有人要已经不错，自己没资格挑三拣四。谢谢你了，你是好人，除了父母，你是第一个关心我的人。女子说完这句话，小脸有点热。哼，我们是同学，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正常的。哦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女子听到这句话，心中忽然有种失落感。我是新来的，今天刚到学院，你是第一个和我说话的学子，我们现在起就是朋友。黄叶真诚地说道。真的吗？你不怕我？怕什么怕？你难道能把我吃了？黄叶看到女子竟然滑落几滴泪珠，也明白女子肯定常年被人冷落。同学，这样子不好吧？好像我把你欺负了。没什么，谢谢你，你是第一个不嫌弃我的人。你不用把我当朋友，有这句话就够了，跟我成为朋友，别人会嫌弃你。少女哽咽地说道。这是什么话？我说了，我们是朋友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以后谁要欺负你，我替你出头。噗嗤，女子破涕为笑。你真有趣，一个新生，连武徒都不是，竟然想替我出头。还是我罩着你吧，虽然我长得磕碜，但我的实力还不错，现在已经52层。啊，这么厉害？黄叶故作惊讶道。必须的，我这么丑，所有精力都用来练武。对了，我都忘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么回事儿，我刚到学院，学院的很多情况都不了解，刚才听了内功的课，结果被那个老头撵出来了。老头是胡教习吧？他挺善良的，为什么撵你？女子不解地问道。他还善良？你说的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人吧？内功教习只有胡教习是老人家，其他教习都是大叔。我是真没看出他善良，整个一奸商，我买不起他的教材，他不让我听课。原来如此，胡教习的教材确实有点贵，但他的教材物有所值。看你这身装扮，家世应该很普通吧？确实不多，我不知道教材这么贵，只带了50两银子。你要是银子不够，姐姐可以借你点，1800两没问题。卧槽，这是女土豪。这妞看着年纪不大，怎么自称姐姐呢？你年纪不大吧？我只是长得小，16岁以后我的容貌一直这样，实际已经19了。是比我大。谢谢姐姐，我们刚认识，怎么好意思管你借钱？我自己会赚钱。我只是问一下，其他学科的教材费也这么高吗？那倒不是，其他教材最高的才20两，绝大部分教材不超过10两，不过每次听课都有费用，确实不少。黄叶有点沮丧，这也没办法，学院只收住宿费和管理费，不给教习俸禄，教习的费用都是自给自足，谁教得好，费用收的就高，这是学院的规定。谢谢学姐告诉我，我决定先听别的学科，等我有钱再听老头的课。客气，我们是朋友，学弟，姐姐真有钱，放心，不用你还。黄叶很尴尬，怎么到了这个世界，自己还变成吃软饭的？前世可没这个待遇。还是别跟这妞唠了，她太热情，自己承受不来，找地方听课才是硬道理。学姐，您先忙，我去找个便宜课听听。对了，我叫黄叶，怎么称呼学姐？我叫苏婉，再见到班。谢学姐。黄叶一溜烟没影了，这家伙怎么跑了？跟我交朋友，别不是忽悠我吧？不管了，看他怎么做。如果还能来找我，说明真拿我当朋友。开心一天是一天，苏婉高高兴兴地去操场了。小姑娘脸上第一次散发出幸福的光芒，
这也是小姑娘入学后第一次没在乎自己的容貌。黄叶继续在校园溜达，这次到了一个新殿堂，听课的学子并不多。这个老师听课的费用一定不高，先进去听听，要是有用就听一会儿。悄悄进了讲堂，坐在最后面。除了前面口沫横飞的老师，其他学子都没发现黄叶进来。看到学子们听课的时候都很专注，黄叶若有所思。这种教学方式确实不错，每节课每本教材都要花钱，逼着学生努力学习。讲台上，老师正在摆弄的一个玩具，圆圆的脸，鼓鼓的脸庞，可爱的面孔，红红的鼻子，胖胖的身子，圆圆的手，雪白的肚皮。那是什么玩具？怎么像机器猫？难道他也穿越了？经过再三确认，这个玩具只是像机器猫。看着黑板上画的一个个齿轮，他也明白这是什么学科。讲习摆弄一会儿机器猫，把它放在讲台上，机器猫做出一连串的动作，有鞠躬，有翻跟头，有劈叉，有旋转，有踢腿，有出拳。同学们，这只是个简单的机关，其实机关算术和奇门遁甲关联很大。理论上奇门遁甲只是机关算术的一个分支，它是建立在机关算术的基础上。卧槽，原来不是奇门遁甲，又特么弄错了。我们机关算术要比奇门遁甲涉及的领域更宽广，将来你们离开学院，进入到各个行业，肯定会用到这里学习的知识。好了，这节课就讲到这里，下节课是算术，下课。那位新来的同学，你过来一下。刚想抬腿走人的黄叶被讲习叫住，他对这门学科一点不感兴趣。算术自己已经学了10多年，成绩不好不坏，真心不喜欢这个学科。自己现在是修士，不是科学家，不需要为人类进步学习算术。犹豫一下，还是走到讲台前。这个讲习肯定会跟那个老头一样，圈拢自己买他的教材。10几个学子也看向这个贫穷学子。黄叶这一身装扮在这里并未受到歧视，因为学习这个学科的学子家境状况都很一般，他们只求毕业后能找个稳定生计，在武学方面不想有大发展。教习好。黄叶躬身一礼。你来的比较晚，刚才听得不多，怎么样？对这个学科感兴趣吗？教习，这个学科挺好玩。教习看了一眼这个脑回路清奇的新人，这还是自己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这个学科好玩。没错，是很有意思，尤其用心研究，如果有新发明制作成功的感觉会很爽。将来从学院毕业，很多公职岗位都需要我们这个学科的人才。忽悠，继续忽悠，我信你个鬼。教习说这些学生明白，只是学生愚笨，对算术一道难以理解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有心学，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。学习这个学科的费用也不高，课本费和课时费加起来才15两文银，投入产出比很高。是自己说的不明白吗？还他妈给我灌迷魂汤。教习，学生进武道学院是为了学武，等武道学差不多，我再学习这个学科。黄叶此言一出，下面的学子开始小声议论。教习一愣，上下打量一下黄叶，这装扮可不像学武的。学武的费用不低，你父母可供养得起。教习，我自己有双手，无需父母供养。黄叶此言一出，已经有学子发出嗤笑之声。教习暗道晦气，本以为今天能有新人加入，自己有笔小收入，没想到是个好高骛远的家伙。这种寒门弟子真不知自己几斤几两，没什么前途。有骨气，祝你成功。教习说罢便转身回了后堂。黄叶淡淡一笑，对这种以貌取人的教习自己懒得理会，转身便欲离开。这些学子也懒得看，贫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理想。这是个尚武的世界，机关算术只是小道，或许对敌视有点用处，但这种借助外力的方式终不可取。这种能力终其一生都是为人服务。只是他不理会这些学子，却有人看他不顺眼。什么垃圾，一个穷鬼还想学武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，黄叶停下脚步，看向说话之人。说话之人长得尖嘴猴腮，一对扫帚眉，一双三角眼，身材倒是很壮硕。这面相应该是个瘦猴才对，怎么这人生的如此怪异，两个极端凑在一起。垃圾说谁呢？说你呢。三角眼说完才发现自己被黄叶绕了。你他妈敢阴我！三角眼阴恻恻说道，这家伙的怒火已经被勾起。你个垃圾有什么好阴的？你这智商还学算术，我劝你还是回家种地。你怎么知道我家是种地的？三角眼疑惑道。黄叶一愣，这家伙还真是种地的，怎么种地的也能进武道学院？你就是种地的命，这种高智商的东西你学不会。你怎么知道我学不会？三角眼又是一愣，这小子怎会如此了解自己？猛的一下，这家伙合计过位。这小子不是了解自己，而是埋汰自己，正好说中而已。小兔崽子，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啪的一声，三角眼嗷的一声叫出来。噌的一下，三角眼捂着脸站起来，
你特么敢打我！啪！又是一声清脆的耳光，这一下把他扇得转了个圈，重新跌坐在凳子上。你！啪啪啪！这次是3连击。三角眼的眼泪已经下来，想还手，可是自己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怎么过来的，又是怎么打的耳光，除了看到他在原地没动，剩下就是在听响。三角眼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。他家是种地的没错，但家里也是地主，从小娇生惯养，没人敢打他。进学院是老爹望子成龙，不惜花银子培养，还逼他什么科目都学。仗着家里有钱，在这里结交不少狐朋狗友，还认了几个大哥。这些大哥之间虽然不对付，但谁都不会跟钱过不去。见他主动孝敬，都乐呵呵地收他做小弟。跟着这些大哥狐假虎威惯了，便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。看到黄叶这个穷鬼还想去学武，自然看不起，所以才出言讽刺，没想到踢到铁板上。哈哈，你个逗逼，怎么还哭了？黄叶有点哭笑不得。这小子长得也挺壮硕，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？是不是出手有点重了？早知道他的心灵如此脆弱，真不该用1%的力量扇他耳光。这货用1/1000的力量已经可以完虐。三角眼不敢吱声，头更不敢抬，依旧像个鸵鸟一样深深地把头埋起来。打人不打脸，这小子怎么反其道横之，专门往我脸上打？不行，绝不能抬头，把头埋在双臂之间继续哭泣。开始是真哭，后来干脆假哭，心里也在不断合计，一会儿一定找几位大哥，让大哥为他报仇。黄叶见没什么乐趣，四下扫视一圈，这些学子已经躲得远远。他们看向黄叶的目光全是畏惧之色，这小子战力好强，怪不得要学武。虽然他们不以武道为主，但在武道学院上学，多少也会2下子，比普通人强不少，眼界也不低。刚才这家伙扇耳光的速度太快，如果不是听到响声，他们甚至觉得这人好像一直在原地。这种武力值强悍的学子，可不是他们能招惹的。黄叶冲这些人阴森森的笑笑，众人心底一寒，这家伙不会冲过来扇他们耳光吧？刚才在下面他们都嘲笑过这家伙，以他的实力虐他们太容易了。幸好这家伙并未出手，笑过之后就走了。众人这才擦擦头上的汗水，发誓以后千万不能以貌取人。黄叶教训的话都懒得说，根本不在一个层面，跟他们讲道理就是浪费唾沫。大摇大摆走出去，留给众人一个张狂的背影。黄叶并不介意自己暴露实力，之前已经有计划，自己只要不犯大错，学院看在城主的面子上，不会太为难自己。城主府几方势力想在学院安排人手，也不是想来就来，自己是突然提出到武道学院，他们想找到合适的人手，短时间肯定做不到。这点从进学院后一直没有人跟踪就可以判断出来。看到黄叶的背影彻底消失，几个跟三角眼关系不错的立刻围过来。其中一个小瘦子说道：大哥，那个人走了。三角眼抖动的双肩立刻平稳下来，重新恢复到正常，只是他不敢抬头，现在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肯定被扇肿了。这小子下手太狠。小强，你跟着他，看他去哪儿了。大哥，他的影子都看不到了。看不到不会追吗？三角眼怒道。大哥，借我2胆也不敢追，他的战力至少5图后期，一旦被发现我就惨了。蠢货，这点胆量都没有。小强心道：你好，你胆子大，都让人扇哭了，趴桌子上不敢起来，还说别人没胆子。其余几人也撇撇嘴，到现在都不敢抬头，是怕被我们看到变成猪头吧。你们几个现在马上去各个地方查，这家伙是新面孔，肯定是新学生，这2天一定查出他的所有信息。我肚子有点痛，先回去休息一会儿。三角眼安排完便想溜走。大哥，查人需要费用的。一个小弟提醒道。三角眼道是很敞亮，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，这是100两，你们先用着，不够再找我要，一定查出准确信息。几人看到银票都是两眼放光，没想到还有这种美差，赶紧拿着银票乌泱乌泱出去。查你的头，不要命了？还是先找地方分赃，到时候随便问问，问不到也没办法。反正这个地主儿子有的是钱，这点对他来说就是毛毛雨。几人走后，三角眼也站起来，课本挡在脸上，只留出一双三角眼，着急忙慌跑路了。剩下几人看着他的背影，尽量憋住，不让自己笑出声来。这个嚣张的富二代终于被人教训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被他欺负过，心中自然解气。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估计这家伙以后不能回来。他们好想知道刚才那位英雄的名号。此时的黄叶已经坐到一间新讲堂里面，专心致志地看着老师。这个老师好美，好美，绝对够90分。老师的年纪并不大，21、22的样子，一身淡绿色纱衣，娇俏玲珑的身段在束腰的加持下更显得前凸后翘。长得美就算了，这妞笑点还极低，经常被下面插嘴的学子逗笑，
笑起来脸上一对浅浅的酒窝，典型的童颜巨乳型。笑过之后还露出颠怪的眼神，好像一双眼睛会放电，把一众学子弄得5迷3道。那眼神让每个人都觉得教习在冲自己笑。有古怪，这妞应该练过媚术，按小说对媚功的描述，好像就是这个样子。女子一颦一笑都能撩拨心弦，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到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倾城倾国倾天下，古人诚不我欺。怪不得讲堂里满满登登，自己只能站着听课。同样站着听课的还有不少，一个个目光呆滞地看着讲台，有的学子哈喇子已经流出来，地面都被打湿了。黄叶一点不奇怪他们的表现，以自己的实力，看到他都有冲动的欲望。不仅如此，自己一直运转的气流也加快不少。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女子能和自己的功法产生共鸣？自己天天和2个丫鬟大被同眠，平时看他们也没这种感觉。从颜值对比，晴儿并不比她差，可这种感觉却完全不同。真是个谜一般的女人。让黄叶更感兴趣的是女子讲的课，这课必须听，因为这妞讲的是暗器。女子的名字黄叶已经知道，唐心知道名字的方法很容易。别的教习学子称呼的时候只提到姓，但这位教习学子直接称呼唐心教习。唐心，我尼玛，你怎么不叫甜心呢？他这老爹起这个名字真是人如其名，好想舔一下看看是不是甜的。还有，怎么到了这个世界会玩暗器的还姓唐？唐姓难道是宇宙通用的暗器第一姓吗？黄叶决定学习这门学科不是因为这个谜一般的女人。暗器是黄叶从小就崇拜的能力，从弹公子开始到后来的扔板砖、甩扑克牌，暗器一直伴随着自己成长。暗器不像功法和武技，玩暗器的人玩的是手法。江湖上玩暗器好的人，一般的绰号都是千手观音、千手如来。魔术师都会暗器手法，也是因为他们的手快，可以骗过人类的眼睛。虽然自己已经是修士，但黄叶相信暗器这门学科即使变成神仙也能用得上。无论是进攻和防守，有暗器协助肯定会事半功倍。另外一点就是暗器一般都跟毒药挂钩，用于刺杀的暗器很多都涂抹毒药，这一点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，那些暗杀高手普遍采用的手段。毒道也是自己想学习的科目，不论是制毒还是解毒都要掌握。毒药这东西肯定也有品级，以前在小说里看过有能毒死修士的毒药，只要毒药的品级够高，连仙人都会中毒。自己穿越到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毒，10箱软筋散让自己无法移动的感觉，真心不想再经历，所以毒道必须要掌握。关于毒道的信息，黄叶以前问过系统，对毒道多少了解一些。系统知道的确实不少，但都是前世存在的毒，除了传统的毒，还有现代科技合成的各种毒剂，包括鹰将研发的各种生化武器，以及本子的731部队研究的毒剂。这些毒在这个世界能不能找到都是回事儿。系统的解毒方法也很单一，很多都是通过血清解毒，这种解毒方式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实现。黄叶和系统认真记录美女教习讲的每一句话，唐心演示的暗器手法也被系统录制下来。系统，这妞的手法很快，以我的眼力都难以看清，你能记录到什么程度？主人放心，你的眼睛就是我的摄像头，最大能做到100倍慢放，它的任何一个细节都能记录下来。100倍足够用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有点用。主人，你这话说得很违心，不是有点用，我是人工智能，运算能力是你大脑的上1倍，而且我还能进化，慢慢你就知道我的好处了。好吧，我承认你有用，你也别嘚瑟，好好录像。黄叶继续听课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下课。唐心说完便转身向后堂走去，看着扭动小屁股，黄叶有点小激动。不对，他怎么不找自己买书呢？黄叶一直等着唐心下课后叫自己，好有一清芳泽的机会，现在的剧情有点不对。老师，老师！一着急，黄叶又喊出前世的叫法。唐心并未停下来。不对，这里应该叫教习。唐教习，唐教习。这次唐心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到一个眉清目秀的家伙正向自己举手，俏脸立刻露出甜美的笑容。这个帅帅的家伙怎么以前没见过？黄叶一溜小跑，快速跑到唐心面前，教习好，顺便比一下个头。到我的眉毛处，个头正好。有什么事儿？教习，我是新来的学子，刚才听您的课觉得受益匪浅，所以我想长期听课，想买一下教材。哦，喜欢听就好，欢迎你常来。教材的事儿找班长，我已经委托给他。牛，这才是牛人，教材的事儿干脆交给手下打理，不像之前2个教习上赶着让自己买他们的教材。教习，一会儿我就去买。对了，我的家乡称呼叫舒先生为老师，我可以这么称呼您吗？黄叶可不会这么轻易放着妞走，没话找话的说道，顺便满足一下自己的恶趣味。在前世的学校，美女老师还是很有杀伤力的，
前世自己不敢做的事儿，这一世好像可以尝试一下。老师，我很老吗？唐心想起刚才确实有人喊老师。您不老，看起来比我还年轻，这只是一种尊称，并不是说您老，我也是习惯了。哥，你的回答我很满意，以后可以叫我老师。唐心咯咯娇笑道。唐心这一笑，差点没把黄叶的小心脏弄骤停。老师，您笑起来真好看，原来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回眸一笑百媚生，6宫粉黛无颜色，现在终于理解了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6宫粉黛无颜色，这是谁的诗句？我怎么没听过？这是我家乡一位叫白居易的诗人写的。哦，这句诗我喜欢，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制，谢谢你。老师，我家乡还有不少诗句适合您，保证您会喜欢。哈哈，你个小滑头，是不是看上我了？接着你会说有时间私下切磋。黄叶一怔，这妞也太直白了，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了。老师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喜欢您也不是什么过错。您不仅长得美艳不可方物，暗器用的也是出神入化，被人喜欢很正常。你还挺有意思，说的一套一套，都是从未听说过的语句，这些话语细品一下，确实有点意思。老师喜欢就好。黄叶立刻顺杆往上爬。我很喜欢。以后你在暗器之道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尽管来问我。不过每次来都要给我带一首诗。老师，送您诗句是学生应该做的，我不会用这个求教。不过我确实喜欢暗器之道，将来免不了有麻烦您的地方，还请多担待。不用客气，只要我会的都能教你。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黄叶，小黄人的黄，夜晚的夜。黄叶，我记住了。唐心口中应道，心中却在思考，小黄人又是神马玩意？这小子倒是挺有趣，虽然有点口花花，但是自己好像并不讨厌他，比那帮呆鸟般的学子强，看到自己就会流哈喇子。老师再见。唐心再次一愣，这家伙都是什么名词？再见应该是再次相见的意思。黄叶再见。唐心照猫画虎的回了一句，说完便进了后堂。黄叶转过身，看到的却是一幅奇景，整个讲堂上百学子全部张大嘴巴看着他。唐心什么风格他们知道，虽然在课堂上他一直笑意盈盈，但他下课后从来不假辞色，和他们说话很少超过3句，有时还故意板着脸。这个新来的家伙除了长得还算俊俏，还能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话语，剩下好像没什么能拿出手。一身粗布衣衫，一看就是寒门子弟。可这个寒门子弟竟然和女神有说有笑的说了那么多，女神还神气地问了他的名字。这小子言语之间明显有挑逗的意思，女神竟然没有生气，这泡妞手段也太高超了。如果换他们上去，估计身上已经变成刺猬了。这些人的目光中有羡慕，有嫉妒，有阴冷，有杀气，有仇恨，甚至还有怜悯。黄叶对这些目光没什么感觉，他正感叹这个时空太落后，好想扫码加这妞为好友。麻烦问一下，哪位是班长？黄叶走到离自己最近的一位女生面前，女生小脸一红，指了一下不远处一位男生。那个江云是班长。黄叶抬眼望去，是个高高大大的男生，容貌俊朗，鼻直口方，看起来很阳光，只是眼角有点耷拉，让一张本来很阳光的脸显得有些阴暗。此时的江云正冷冷看着黄叶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轻蔑。黄叶走过去，江班长好，我是新来的学子，想买一下唐心老师的教材。没有是什么意思？黄叶一怔道，你听不明白吗？不对吧，刚才唐心老师让我到你这里买，你说这个老师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所以没有你要买的教材，这回你这个猪脑听明白没？啪一声脆响传递到讲堂的每一个角落，这一巴掌彻底把整个讲堂惊动了，所有人再次把嘴巴张开，这次张得更大，每个人脸上都显露出呆傻的表情。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敢骂我？谁给你的胆子？黄叶色厉内荏地说道。你依然还有土脾气，真当自己好欺负吗？这帮学子实力不咋地，竟然轮番挑衅自己，不说自己现在是个修士，就是城主府3少爷的身份，也不是他们这些小人物能惹的。连周司主对自己都毕恭毕敬，自己不想惹事儿，但也不怕惹事儿。江云也被这一巴掌扇懵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寒门子弟竟然扇了我！卧槽！江云刚站起来，啪，脸上又挨了一记，这一巴掌比上一下更狠。江云被扇得在原地转一圈，迷迷糊糊跌坐在凳子上。黄叶还不解气，上去又是一顿扇，啪啪啪啪，之声不绝于耳，惨嚎声连绵不断。江云已经被扇成猪头，一口气提不上来，直接晕过去。江云也有几个手下，不过这些手下都没敢动。黄叶的表现太凶残，太霸气。他扇的可是江家2少爷，江家虽不是顶流家族，但在2流家族也排在前几名，在班级里一直是班霸，只有他欺负人的份，没有人敢欺负他。可这个寒门弟子
完全不顾及江家的威势，直接强势出手，竟然把人扇晕了。他们不知道这家伙到底什么实力，但江云可是武途境8层，竟然在这家伙面前毫无反抗之力，他们可不敢上来找揍。住手！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，黄叶听到唐鑫的声音，这才停下来。唐鑫今天的课已经讲完，本想收拾完就回家，突然听到讲堂传来啪啪的声音，还伴随着嚎叫，这才感觉不对劲。重新回到讲堂，看到黄叶正用力地抽江云的脸，心中也是一惊，赶紧叫停。看到黄叶停下来，唐鑫目光复杂地看着这个刚才还满口是词的才子。不对，这家伙应该叫柴子，下手太狠了。刚才还觉得这家伙不错，挺有情调的，没想到竟然是个恶魔。看了好一会儿，唐鑫才认出被扇的人是江云。黄叶，你为什么出手伤人？唐鑫脸色不悦道。老师，这事儿不怪我，是他自找的。放屁，哪有人找打的？你们为什么打架？如果是你无缘无故动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老师，您刚才让我找班长买教材，我就找到这个江云，跟他说我要买教材，结果他说没有教材。我问他为什么没有，没想到他口出不逊，张口就骂我。他骂我就算了，我一个小人物被骂也无所谓，可是他连你也骂。您在我心目中是不可亵渎的女神，我心中气不过，才教训一下他，没想到一点不经打，才几巴掌就变成猪头。黄叶说得很快，唐鑫一时没反应过来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他骂谁？他把我们两个都骂了，说您不是东西，说我是猪头。什么？他真的骂我了？唐鑫怒目圆睁，粉脸也变得铁青。肯定骂了，不信你问他们。唐鑫冷冷看向四周，一股上位者气势散发出来。你，黄叶说的是事实吗？伸出玉指指向一个小胖子，小胖子豆大的汗珠唰得落下来。我去，真特么倒霉，怎么问到我头上？教习，黄同学说的基本都对，只是他说班长骂您的事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班长口误。小胖子据实答道。骂就是骂，哪有什么口误？我问你，他是不是说老师不是东西？黄叶补刀道。这班长好像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老师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，那不是一个意思。黄叶瞪眼道。小胖子下一激灵，是，好像是一个意思。老师您看，我没说错吧？唐鑫没看黄叶，而是瞪着还在晕晕乎乎的江云。嗖的一下窜过去，啪啪啪，几个嘴巴子扇在江云脸上。小兔崽子，竟然敢骂老娘，白他妈教你了。江云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个女霸王龙，欲哭无泪。唐鑫的凶名在整个学院可是名声显赫，没人不怕他。唐鑫貌似还不解气，再次举起魔爪。黄叶赶紧冲过去拉住唐鑫的手臂。老师，你别动气，跟这种小杂鱼动手有损您的老师形象。唐鑫才想起周围还有那么多学子围观，是有点不雅。混蛋，以后不许你再踏入这个讲堂一步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。黄叶擦擦头上的汗水，这妞虎啊，就是个暴力狂，真要娶回家，自己会不会遭受家暴？不过他的小胳膊倒是很嫩，搀着很舒服。其实刚才更想抱腰，只是众目睽睽之下，抱腰确实有点不雅，这才放弃冲动。好了，你松手吧，我不打了。唐鑫看这家伙依旧搀着自己的胳膊不放手，不满地说道。啊！黄叶赶紧松开。众人目瞪口呆看着黄叶的表演，我尼玛，这家伙颠倒黑白的能力太强悍了。他们心中都明白，江云只是口误，他想找借口不卖教材，可这家伙硬给他扣上辱骂教习的大帽子。江云现在有理也说不清，在学院辱骂老师被开除学籍都很正常，只是这事儿一旦闹大，肯定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现在唐鑫不许他上这门课，或许是最好的结果，毕竟罪名已经坐实，就看他能不能忍下这口气。此时江云也明白自己确实口误，偏偏被这小子抓到，自己就算解释也没用。起因还是自己刁难在先，只是没想到这小子竟敢动手，自己的一身功夫还没施展，就被打得五迷三道。现在教习在这里，自己没法出手，只能把这笔账先记下，这是奇耻大辱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至于被唐鑫打这几下，只能认了，别说自己不敢惹，就连江家也惹不敢惹。唐家的势力在很多城池都有，唐家如果出手，江家能在一夜之间被灭门。现在还是继续装晕吧，等女魔头走了再清醒。黄叶，以后班级教材的事交给你，班长一职也由你暂代。谢谢老师。行了，我走了，你以后也老实点。黄叶跟在唐鑫身后出了讲堂，热情地说道。老师再见。唐鑫也没答话，只是摆摆手，扭着小屁股离开了。黄叶转身过来，这次众人看他的眼神再次起了变化，很多人都调整成畏惧的眼神，不怕流氓会打架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一个刚进入学院的寒门弟子
竟然如此嚣张，确实把他们的三观都毁了。黄叶大摇大摆走到江云面前，行了，不用装了，老师已经走了，有什么狠话说出来吧，话什么到我都接着。江云睁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瞪着黄叶，不过并未说话。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，只有把黄叶踩在脚下，说的话才有劲，现在说大话只会让人看不起。而且黄叶的气势也把他整懵了，他有点摸不清黄叶的底气是什么。自己挨的几巴掌，每一下都是大力沉，虽然自己措手不及，来不及反抗，但那个力量也不容小觑。他这架势明显不怕跟自己打架，不管他是不是诈我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要是再让他打一顿，那纯粹是自找的。要是没什么说的，就把教材交出来，以后这事儿归我管。江云从怀中摸出一把钥匙，指了指墙角一个柜子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扔下钥匙抬腿便走。4、5个小弟立刻跟上去。滚！江云嘶吼道。几人面面相觑地站着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你们几个也不用跟着他了，你们不再是他的心腹。几人想了想，也明白黄叶说的是事实。黄班长，我能跟着您吗？一个小弟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跟我，你配吗？小弟一愣，这个寒门子弟还真狂傲。你们几个还是在这里好好学习吧，我不用小弟。在我眼里没有富贵贫贱，大家一视同仁，互相尊重就好。黄叶这句话一出口，所有人看他的目光又变了，一些女学子更是两眼火花乱蹦，这家伙的气度确实不凡。之前他们还以为这小子就是个恶魔，绝不能招惹的存在，但这句话表达出他不希望看见欺凌弱小的事情发生，说明他不是恃强凌弱的人。学院里也有这样和谐的班级，只是这样没有阶级、没有压迫的班级太少。学子花钱到学院是想学习知识，广交朋友，为自己的将来找出路。如果这里全是欺凌压迫，对弱小的学子来说就是灾难。黄叶没工夫搭理这些人怎么想的，直接走到存放教材的柜子前。有没有人买他不关心，自己能免费看才是硬道理。打开柜子的一瞬间，他破防了。卧槽，赚大发了，这里的教材不是一种，竟然有10多种不同的教材，这特么都是钱啊，就算一本10两银子，这些书加起来也有100多两。不管了，统统扫描下来，按那个女暴龙的性格，自己这个班长指不定哪天换成别的帅锅。每样拿出一本回到座位，他的举动让不少准备离开的学子停下脚步。正常这里没有课，这些人要么去练习，要么去别的课堂听课，可新班长的举动让他们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这头霸王龙要干什么？怎么把所有教材都拿出来了？还有，他那是看书吗？每页看一眼就翻篇，一本厚厚的书，一炷香就看完。看他认真的样子，像是真的在学习，每一页都不落下。可是，一眼一页的速度，能看明白什么？伴随着黄页的翻页，系统也在紧张地忙碌着。他感觉自己好像雨刷器一样，非常有规律地在这些书本上挨篇刷。不到2个小时，13本书全部刷完。其他学生早已走光，他们看了一会儿，觉得新班长就是一脑残。那种看书速度压根就是在玩，有这么看书的吗？可能这是他的一种爱好，不求看懂，只求看过。黄叶伸个懒腰，把这些书统统放回去。不错，这个班长位置可以让出去了，看看谁感兴趣就卖给他。要是每一科都让自己怎么刷就好了。系统，你研究一下这把钥匙，看看能不能推算出其他讲堂的钥匙。系统揉了揉昏沉沉的脑袋，痛苦地说道：主人，您需要偷盗技巧，我可以给您教程，但您让我推算钥匙形状，这个真无能为力。好像确实有点难度，毕竟不是密码锁，黄叶也没强求。算了，偷东西毕竟是违法的，有机会再说。系统冷静思考一下，你这话说的跟放屁没区别。什么叫有机会再说？你那个机会就是偷，肯定是看到别的钥匙，让我记录下形状。看到天色将晚，先回寝室看看吧。不知这里的寝室和大学寝室有什么不同。刚刚起身，肚子便传来咕咕叫声。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现在体内有气流运转，对食物的需求量并不大，每天吃1顿就够。即使不吃，加快气流运转速度，饥饿感就会消失。只是这种补充方式他还不适应，能赶上饭口的时候还是要吃一些，尤其是自身消耗量大的时候更需要食物补充。可能感觉饿了跟系统的疯狂运转有关，没想到系统这个机器人也会消耗体能。黄叶直接去了食堂，这个点已经是晚饭时间，里面吃饭的学生有不少。看了一下食堂的规矩，还不错，只要交1钱银子就可以随便吃。黄叶交了1钱银子，又用1钱银子买了一套餐具。食堂的饭菜还不错，鸡鸭鱼肉都有，这些高热量的食物是必选到了打菜区域，在里面挑来拣去，尤其是鸭子、鸭脖一概不要，他怕吃到啮齿类头颅。看着满满一大碗高热量食物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今天少吃点吧，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吃饭。
吃了几口，味道还可以。虽然没有城主府做的好吃，但比前世大学的饭菜好不少。有前世的痛苦经验，这些饭菜完全能接受。正吃得高兴，忽然看到几人向自己这里走来，其中一人认识，是那个三角眼，毕恭毕敬跟在一个彪形大汉后面。卧槽，不会又是那种狗血剧情吧？打了小弟来老大，打了老大来老爸，老爸是校董，强行开除没商量。一行人走到旁边的饭桌停下来，坐在一圈凳子上观看黄叶吃饭。黄叶自顾自吃着，干脆没理会几人。预想的剧情没出现，这帮人并未上来挑衅。黄叶也懒得搭理这种校霸，不惹我最好，要是不识好歹，本少不介意把你们变成猪头。前世就看不起这种欺负人的校霸，曾经有校霸也想欺负他，自己没惯他们毛病，抄起板凳跟他们干起来。虽然自己被打得口鼻窜血，但自己不要命的打法也把校霸一伙打怕了。人善被人欺，逆来顺受一次，对方就会蹬鼻子上脸。只有强势反击才能震慑住他们，之后校霸一伙再也不敢招惹他。正思考间，彪形大汉起身走到他的饭桌前。黄叶预想的拍桌子瞪眼睛环节没出现，而是看到一张遍布笑容的面孔。这大脸盘子笑起来真磕碜。这位是黄同学吧？我是练体班的班长，姓肖。彪形大汉的说话态度很善良。黄叶没搭理他，继续埋头吃饭。大汉有点尴尬，跟在他身后的小弟看到黄叶的样子，很是不满。喂，小子，我们老大和你说话呢。只是这小弟刚说完，啪的一声，大汉毫不客气地给他一个大脖溜子。滚回去，哪都有你呢，没看我正和黄同学唠嗑吗？黄叶这才抬眼看了一下这个大汉，其实不抬眼也能看到，抬眼是看在他比较懂事的份上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呵呵，黄同学，听说您现在是暗棋班的班长。卧槽，这家伙消息挺灵通，自己当班长还不到一下午，他就知道了。怪不得这么客气，看来江云被打的消息已经传开了。难道他们也有校园网？你好像没回答我的问题，我是什么班的班长，跟你无关吧？听说江云被你扇成猪头，我的小弟也被你打了，怎么，你想替他们找场子？黄叶冷冷地说道。不敢，不敢，我过来就是想跟您结交的。没兴趣，我来这里是学习的。这我知道，听说您喜欢看书，我有几本练体教材，想送给您。黄叶一怔，这小子是个人才，这么快连我的爱好都知道了。肖同学，我是喜欢看书，不过无功不受禄的事儿我不会接受。吃人家嘴软，拿人家手短。黄同学，您怎么是无功呢？您把江云打了，是大功，我这是谢礼。哦，你跟他有仇？唉，何止是仇，一言难尽啊。你这么大体格，还是练体的，难道打不过他？我当然能打过，2个江云也打不过我，可是他跟我玩阴的。我家做的是小买卖，他江家势大，家里根本惹不起江家。我妹妹被他欺负了，家里只能忍气吞声。卧槽，你妹妹被他欺负了，你还忍气吞声，还是不是男人？家里忍，我可没忍，当天就把他揍了。可是他在学院有后台，是剑道班的何老大，也是一肚子坏水。何老大是整个学院的老大，已经是武士境7层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江云把他找来，差点没把我废了，要不是教习拦住，可能小命都没了。说完，大汉把衣衫撩起来，一道长长的剑痕显露出来。这么嚣张，怎么江云没找他对付我？黄同学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小心点，我家里的事儿我自己会解决，早晚我会报仇。今天听到您把江云打了，我听着就高兴，只是有点担心您，就过来通知您了。那个剑道班的老大不在学院，他跟几个天才学子去外城的学院交流了，至少半个月才能回来。他如果回来，你一定躲着点，那个人太阴险，出手也很毒辣。谢谢了，我喜欢阴险的人，刺激有嚼头。萧大汉一愣，这小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行，我服了，希望你能真心喜欢他。话我说明白了，这几本是我们的教材，您看完还给我就行。萧大汉从怀里掏出3本书递了过来。你这人还不错，怎么收那样的小弟？黄同学，不是我想收他，是他死皮赖脸的跟着我们。他也不止跟着我们，好多人他都跟，只要是有老大帮派，他都花钱加入。可能是他觉得我能打过你，所以过来找我，不过我已经教训他了。虽然没看到您出手，但听到的消息我知道跟您差不少，哪怕收他的钱也不敢过来找您麻烦。没想到你5大3粗的，脑袋还挺灵光。黄同学，我脑袋也大，自然比那个蠢货聪明。好了，你走吧。那个什么剑道班的班长在我眼里就是个小丑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你这人还不错，有空喝2杯啊。我这是高攀了，萧某一定奉陪，我喝酒的功夫比打架厉害。那好，一言为定。黄兄，萧某随叫随到。萧大汉也带着一众小弟离开食堂没多久，黄叶也吃完了，
把空空如也的餐具洗干净，带着3本书打道回府。又他妈省一笔银子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黄叶哼着小曲离开食堂，歌声把吃饭的众学子都惊到了。找到自己的寝室，敲了敲门，眨眼功夫门便打开了，里面直挺挺站着3人。黄叶不解地看了看房间号，没错，是这间。恭迎黄班长，一个瘦子喊道。3人齐齐鞠躬。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自己已经是名人了，看来真的有校园网。你们怎么知道我是那个传奇的黄班长？班长，我也是暗器班的。您现在是暗器班的英雄。一个身材稍矮的学子说道。打一个渣渣就成英雄了。班长，江云在您眼里是渣渣，在我们这些弱小的学子眼里就是恶魔。您今天的壮举绝对的大快人心。好了，你们该干嘛干嘛，不用对我毕恭毕敬。我来这里是学习，不是逞英豪的。那个江云不挑衅我，我也懒得搭理他。班长，谢谢您。矮子深深鞠了一躬。黄叶秒懂，这家伙的身材在班级里不挨欺负都怪了，江云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。不用谢我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大家一视同仁，互相尊重就好。是，老大。3人异口同声道。黄叶翻了翻白眼，这3人的口号提前练过吧？算了，随他们叫吧，有自己这样的老大，他们也能骄傲。班长，这是您的床铺。最后那个外形有点俊朗的学子说道。黄叶看了一眼整洁的床铺，你们有心了。班长，我叫冯云。瘦子自我介绍道。我叫冯华腾。矮子也说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叫于建林。唯一俊朗的学子最后介绍了自己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要看书了，你们别打搅我。本想套套近乎的3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床铺，只是3双眼睛不时地瞄着黄叶。黄叶说完便坐在床铺上看那3本书，不过不是他看，而是系统在扫描。对这3个室友，他不想过多交往。在前世，大家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可以毫无顾忌的交心。在这里，别说自己修士的身份，就是自己需要面临的危险，也不适合广交朋友。系统现在也很痛苦，下午已经把他累够呛，晚上又来3本。黄叶眼睛看着书，手里在翻页，脑袋想的却是其他的事儿。看着寝室里4张单人床，每个床头的独立小柜，黄叶不禁感叹，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自己离开大学校园还不到5年，竟然重新回到校园。神奇的是，自己在2个世界不同性质的学院里，竟然见到类似的环境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原以为到这里至少也是单间，自己修炼也能方便点，没想到是4人合住的房间。什么破学院，太抠了。用了1个小时，3本书也被录入系统好了，可以学习了。系统把暗器教材调出来，书籍里介绍的暗器知识远比系统记录的多，不只有种类，还有发射技巧，不只有手动，还有机械辅助的。里面最牛的还是连环暗器套装，竟然能做到连发、单发和群发，威力在近距离远超 AK47。唐门暗器果然不一般。遗憾的是，所有高级别暗器教材里只提到名称，并没有详细介绍和图纸。这些高级别的暗器估计很难弄到，这种级别的暗器已经是唐门机密，不可能让外人知道。自己必须了解这些高级别暗器，包括它们的发射方式、发射距离、覆盖半径，将来遇到的时候也知道躲避方法。看来要和美女老师多套套近乎，最好能弄来原理图，有系统在，想创新就是小 case。如果能弄到几件现成的高级别暗器更好，有这种东西防身，即使对上城主这样的5D境高手，也有以弱胜强的机会。黄叶津津有味地看着里面的内容，3人看到黄叶认真的态度，也由衷的佩服。起先他们以为黄叶那种看书方式就是玩，冯云悄悄告诉2人，这可能是班长特有的方式。现在静坐的样子更像世外高人一样，后面放一壶开水，就是天神下凡。就这种忘我的认真态度，他们只能自叹弗如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黄叶这是没办法，没有2女相陪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好在这些教材都有用，可以和系统的知识互补，这让他学起来感觉很有趣，慢慢进入了忘我的状态，满脑袋的飞镖、飞针、铁蒺藜。这种方式也缓解了没有儿女的寂寞。同时，黄叶也做了个决定，以后每周必须回去一趟。一是不放心那2个丫头，二是确实想她们。尤其双修的美好时刻，即使进步慢，修炼的感觉也不错。在找不到突破方向的时候，积累也是不错的选项。受到黄叶的影响，这3人也在自己的床铺上打坐修炼。不到半个小时，3人便东倒西歪和周公约会去了。第2天一早，冯云率先醒了，看到依旧在打坐的黄叶，立刻做直身形，开启胡思乱想模式。其余2人也陆续醒来，也是照猫画虎，像冯云一样胡思乱想。天色大亮，黄叶睁开双眼，一夜时间足足看了3本暗器教材，五花八门的暗器了解了不少，理论上已经有了长足进步。
现在需要的就是实操。抬眼看向三人，一个个正在床铺上打晃。唉，此等凡夫俗子，如何跟本少相比？黄叶撇撇嘴，准备出去洗漱。这学院还挺贴心，竟然准备了洗漱用具。黄叶自言自语道。看到床下一套洗漱用具，黄叶第一次给学院点了赞。三人立刻脱离打坐状态。老大，脸盆是我送您的礼物。班长，水杯是我送您的礼物。大神，毛巾是我送的。黄叶挠挠头，我去，剧情反转的有点快，谢谢了。无奈对道了谢，端着脸盆出了寝室。看到外面的净化水装置，黄叶不禁感叹，这里的人类还挺聪明。这是一个大水车，不断把途经校园的河水捞起来，再通过一个大水槽过滤，最后用主管传递到低处，学院的各种用水都到这里取用。洗漱完毕，到食堂吃了早点，便去了讲堂。今天有很多问题要咨询美女老师，上课前没找到机会。唐鑫是踩点来上课的。那个谁谁谁，你怎么没有说？唐鑫指着黄叶的鼻子问。卧槽，这妞的记忆力太差了，昨天刚让自己当班长，今天就把名字忘得一干二净。老师，我叫黄叶，不叫谁谁谁。啊，对，好像是黄叶。唐鑫拍拍颤巍巍的胸脯说道。还真是奇葩，你这记忆力是靠拍胸脯拍出来的吗？怪不得古语有云，胸大无脑，这妞确实有料。你的书呢？昨天好像让你当班长，书都归你管，江云没给你要是吗？老师，借他2胆也不敢。那你为什么不拿出来？是买不起吗？黄叶停顿一下，他也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一句。此时已经有学子在下面交头接耳。新班长好可怜，看他的穿着，好像真买不起书。学生甲说道。没错，昨天他都拿出来，可能看到书的价钱又送回去了。学生乙认真分析道。很可能，要不我们众筹吧？学生丙建议道。听到这些话语，黄叶心道，看来这些学子真的被自己折服了。有时候强势要比隐忍效果更好。如果没有昨天的强势，现在肯定和老头那个班级一样，一片嘲讽之声。老师，我确实买不起。黄叶支支吾吾说道。哗，下面的议论声再次响起。唐鑫也是一愣，这点他也没想到，他的教材卖的并不贵，一本不过10两银子，在学院里算便宜的。这里的学子虽然也有家境普通的，但想在武道发展的学子，家境一般都不错。这小子怎么连这么点银子都没有？这个笨蛋，老娘要是都给你了，你不会先拿出来，回头私下跟我说一声，老娘还能管你要钱吗？狠狠瞪了黄叶一眼，刚想告诉黄叶让他先去把书拿来，下面突然有人大声喊道。教习，我有话要说。有屁快放，别耽误上课。唐鑫没好气地说道。黄叶被唐鑫这句话雷得外焦里嫩，这还是人民教师吗？说话如此粗鲁。不过看下面这些学子一点惊讶的表情也没有，显然他们早已适应。老师，我觉得黄叶同学不适合当班长。怎么？你质疑我？唐鑫一双凤目露出森冷的杀气。教习，我不敢。昨天您的决定，我举双手赞同。可他今天这样子，我觉得让一个连书都买不起的平民成为我们班长，有损班级形象。这人是谁？黄叶一眼便认出来，昨天江云离开的时候，几个跟班想跟他离开，结果被江云骂回来，这小子就是其中之一。昨天自己讲的已经很明白，江云不会再要他们这些小弟，这家伙为什么会跟自己作对？难道是他昨天被骂了，心里不平衡，想在自己身上找场子？不对，他应该没这个胆子，肯定有别的原因。不研究了，都是小蚂蚁。黄叶，有人对你这个班长不服，你怎么想的？唐鑫把皮球踢给黄叶。我去，不会吧？他不服是跟你说的，你只要说一句，他敢不服吗？怎么甩到我头上了？这妞心的不善良，应该是报复我昨天忽悠他。嘿嘿，想用这个班长位置拿住我，太小看我了。你想看戏，我偏偏不随你心。老师，他说的非常有道理，让我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？黄叶问道。这人看到唐鑫把自己甩给黄叶，也有点胆寒。这小子昨天的暴力，让他都有心理阴影了。今天强出头，只是为江云出气，作为继续讨好江云的资本。如果江云和黄叶都是老大，他100%地跟随江云。江家在二流家族也是前几名的存在，将来他毕业还想依靠江家生存，这也是他跟随江云的原因。昨天被黄叶的气场镇住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回去后快把肠子悔清，发誓找到机会一定好好表现。没想到今天就有机会表现，自然第一个冲出来。我叫贾富贵，他硬气地说道。哪怕挨打，气势也不能输，否则没法去邀功。你想怎样？教习在这里，你不能动手。贾富贵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，他已经做好挨揍的准备。
心中盘算好，一旦这家伙冲过来，一定要双手抱头，把脸护住。呵呵，贾富贵同学，我看你相貌堂堂，也是人中龙凤，我觉得班级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更上一层楼，这个班长让给你了。不止贾富贵愣住了，唐鑫和整个班级的学子都愣住了。唐鑫心道，这小子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当班长其他的好处先不说，至少能让他省不少教材钱。继续看戏吧，自己刚才故意问他就是想看戏，这家伙绝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一定有好戏看。下面这些学子想的却是另一种可能，难道这小子真的怕了，面对权贵选择妥协？心中不免升起轻视之心，昨天产生的畏惧感也极度减弱。黄叶看到唐鑫听了自己的话，并未表态，知道这妞没安什么好心。你既然愿意看，我就继续演。你说什么？班长让给我？没错，虽然这个班长是老师让我当的，但他并未问过我。昨天的混球班长因为我下课了，我怕引起班级动荡，赶鸭子上架当了班长。你说的对，我一介平民确实没资格当班长，所以不如让给你。不行，我不适合当班长，班长还是江云当更合适。你是不傻，江云已经不在我们班，还让他当什么班长？众人也被他绕得稀里糊涂，不明白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。黄班长好像真想让出班长，但他让出班长，这个班级谁能当班长？学生甲疑惑道。贾富贵肯定不行，他要是当，我肯定反对。学生乙强烈反对，我也反对，他就是江云身边的一条狗，有什么资格当班长？学生丙也不服，这个黄叶也不行，一个平民领导一群贵族子弟，我接受不了。学生丁表达了不同意见。黄叶不管这些家伙怎么想，班长的好处他已经拿到，剩下的好处已经没什么，弄不好还会给自己揽一堆破事儿。正好有人反对，自己可以就坡下驴。从怀里掏出钥匙，直接扔给贾富贵。贾富贵下意识接过钥匙，茫然地站在那里。黄叶同学，你是对我的安排不满意了？唐鑫终于忍不住了。很满意啊，只是我资历太浅，还是个平民，人微言轻，难以服众，才不得不忍痛割爱。老师你也看到了，下面已经议论纷纷。好了，昨天我也说了，你先暂代班长一职，既然同学们都不满意，过2天再选正式的班长。唐鑫瞪了一眼黄叶，他真搞不明白这家伙，本来想看戏，这小子又把皮球踢回来了。贾富贵听到唐鑫的决定，赶紧把钥匙扔回去，这钥匙太烫手了，要是让江云知道他当了班长，还是黄叶让给他的，后果他不敢想象。黄叶心道，你爱选谁就选谁，反正我学差不多就撤。老师，您总是能透过表面看本质。唉，酒逢知己饮，诗向会人吟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。老师，谢谢您懂我，学生给您点赞了。说罢，黄叶挑起大拇指。行了，你也别臭屁了，我刚才问你为什么不看书呢？虽然口中如是说，但心里却在想，这小子的诗我怎么都没听过，意境好悠远，他是把我当知己了吗？想到此处，女暴龙第一次感觉脸上有点热。黄叶看到唐鑫的表情，到底是小女生，弄点诗词就能砸晕。老师，那些书我昨天已经看过一遍，所以不用看了。看过一遍有个屁用，我讲课还会讲里面的内容，你没书怎么知道我讲的是什么？可是书本的内容我已经记住，为什么还要看书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书本的内容已经记住了？没错，我全都背下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才看了一遍教材，怎么能背下来？老师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您可以随便问，就知道我有没有说谎。唐鑫将信将疑地翻开书本，特意挑了一段文字比较多的开始提问。第67页第2段。下面的学子迅速翻到67页，他们也觉得黄叶在胡说八道，系统的画面已经显示出这一页。看到对答如流的黄叶，不止唐鑫懵逼了，在场所有的学子全懵逼了。这小子太牛叉了，竟然背得一字不差。这一下全体炸锅了，黄叶昨天怎么看书的，他们亲眼所见，当时都以为他在玩票，没想到人家真的能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不对，应该是一目一页。黄叶的表情很平淡，心道这算个毛线，本少很低调的。唐鑫古怪地看着这家伙，又翻开了一页。89页第3段，继续对答如流。老师，黄班长昨天好像把13本教材都背了。有位学子提醒道。什么？唐鑫再次被惊到了。黄叶，那些教材你都背了？好像是13本。唐鑫终于明白，这个混蛋，怪不得要把班长让出去，原来教材他都背下来了，自己又被他耍了。合上书本，歪脑袋想了一会儿，突然走下讲台，向黄叶走来。唐鑫走到黄叶面前，伸出小手摸向黄叶的脑袋。黄叶下意识地躲闪一下，唐鑫露出不悦的表情，狠狠瞪他一眼。黄叶只好任由他摸索，小手很嫩，
很光滑。上下左右摸了一圈，又摸摸自己的脑袋，摇摇头，回到讲台。你这是天生的吗？天生的毛线，你有系统你也行。老师，我也不知道，突然有一天就变成这样。哦，这倒是怪事儿，这从医道理论上讲不通。老师，不是什么事儿都能通过理论讲通吧？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不研究了，你好好学习就行，有什么不会的尽管来问我。老师，下课也可以问吗？随时都可以。谢谢老师，我肯定会问的。唐鑫说这话也有他的目的，他觉得黄叶很不凡，这种能力已经不是普通人所具备的。昨天第一次见黄叶，开局对他的印象不错，只是后来他强势出手，连他都被这小子算计，让他很反感。他不喜欢这么强势且工于心计的人，这种人太危险。没想到今天这家伙来的大反转，显露出超人的能力。如果黄叶学武天赋也很牛叉，那他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，这种人才唐家很需要。他敢保证，这种瑰宝如果不提前抢夺，将来肯定会后悔。现在唯一担心的是，这种人才他老爹能不能驾驭。黄叶自然有自己的想法，原计划是低调学习，弄到修仙典籍就 OK。2天的时间，他已经看清这座学院，这里就是金钱和实力的世界，只有自己显露出与众不同，才有机会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东西。这点在前世他深有体会，上学10多年，自己谈不上好学生，老师根本不关注他，每次评优自己都是看课，好处都是那些好学生。打工几年，拿的也都是辛苦钱，工资是最低的，奖金是最少的。高薪的都是那些技术大拿，连老板都对这些大拿态度和蔼。另外，他对唐家也很感兴趣，这种暗器世家，家里没点好货，都不好意思在江湖上混。自己应该尽快把这个极品老师搞定，即便搞不定他的人，也要弄到他的独道和高级别暗器。低调虽然安全性高一些，但走的路会很慢，处处小心，处处谨慎，也是跟实力挂钩的。如果城主府有一堆武帝，他肯定要小心谨慎，低调行事。他不喜欢缩手缩脚的感觉，必须让他们有敬畏之心，自己才能放开手脚。靠这种慢慢攒积分的方式并不可取，既然老天给我一个废柴系统，那就自己努力，尽快找到修仙典籍，把第4层功法确定下来。如果成仙路第一步迈得磨磨唧唧，狗来狗去，今后的路恐怕会更难走。所以进入学院2天，他并未选择隐忍，谁挑衅他，立刻毫不客气的反击。今天炫耀自己的超能力，就是想得到院方的关注，觉得他是人才，重点培养，这才能有机会得到修仙典籍。对付城主的方案，黄叶也有打算，把所有的事儿都摆在明面上，让他做不了手脚。即使城主不是幕后人，自己把他设定为幕后人，按他这个级别来防范，对付其他人自然要容易。至于黄家的产业，他并不在乎，如果城主真是因为产业对自己出手，送他就好了。只要能保证晴儿和月儿的安全，其他都是浮云。一堂课静静的上完，所有人看向黄叶的眼神再次发生变化，从昨天的畏惧到今天的轻视，现在已经变成敬畏。这个新班长的人设变化太快，各种反转让他们应接不暇，至少在记忆力方面，他们彻底服了。随着唐鑫宣布下课，便有几人鬼鬼祟祟离开课堂。看着几人的背影，黄叶若有所思，这几人昨天并未见过，一定是城主府那帮人安排过来的。嘿嘿，你们的动作倒是不慢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，只要挨个打服，这些人就老实了。黄叶，跟我到后堂。唐鑫扔下一句话，扭着小屁股转身回了后堂。黄叶一怔，这是干什么？难道他看到本少的天赋，想以身相许吗？过去看看再说，他要真有这个想法，我可以勉为其难。正好双修功法进入瓶颈，或许通过双修能突破这个瓶颈，这下让他捡便宜了。这双修功法很可能让他踏入仙途。黄叶在短短的10几步路程里不断歪歪，全然不顾下面的学子像苍蝇般的议论纷纷。幽静的后堂，秀眉微蹙的唐鑫坐在一张椅子上。老师，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吗？黄叶，你今天确实把我惊到，我从未见过记忆力如此好的人。呵呵，老师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叫你过来是想看看你武道理解力怎么样。老师，理解力好了如何，不好又如何？唐鑫展颜一笑，好了自然有好处。哦，老师，好处不是白给的吧？看来你不止记忆力好，还很聪明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黄叶再次扔出这句话，唐鑫直接甩给他一个白眼。好了，我先看过你的理解力再说，就拿我今天讲的子母标来检验。子母标讲究的是母标在前，子标后发先至，打敌人措手不及。手法和原理我今天都讲了，你能做到吗？黄叶也想知道唐鑫考察他的原因，知道自己不拿出点东西，这妞不会对自己感兴趣。老师，道具拿来。道具？笨死了，就是你那个子母标。
你说谁笨？你是不皮子紧了？唐鑫怒道。老师不笨，老师很聪明，连学生都算计。切，谁算计你了？我是给你好处呢。唐鑫辩解道。拉倒吧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唐鑫差点没把鼻子气歪。你个小混蛋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你？行啊，我这人很现实，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。我也懒得猜什么好处，就算你给我，我还不一定要呢。先试试这个子母标。黄叶上前一把抓住唐鑫的小手，从里面拿过子母标。唐鑫一愣，这小子怎么这么快，自己连反应都没有。如果他要攻击自己，自己连发暗器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怎么可能？自己是武王3层，整个学院能打过他的人也不多。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难道也是武王？他现在全然忘记自己的小手还被这家伙握住。黄叶已经感觉到小手的柔嫩，看似弱不禁风的小手竟然能发出如此彪悍的暗器。课堂上唐鑫演示过子母标，几米外的一块木板被他一击贯穿。松开小手，黄叶四下看看，唐鑫手上一松，这才意识到这个小混蛋刚才一直握着自己的手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竟然没有怪罪黄叶的意思，脸上再次微热，闭口不提此事。老师，就墙上那幅画吧。话音未落，子母标已经飞出。别！唐鑫刚喊出来，叮叮2声响起，画上男子的脑门和心脏已经插了2只飞镖。唐鑫呆愣愣看着飞镖的飞行轨迹，母标先发后至射中脑门，子标后发先至射中心脏。小脑袋上的汗刷的流下来，急忙跑到画像前跪下，连续磕了3个头，口中念叨着：祖师爷，弟子不孝，害您形象被毁。卧槽，画上这男子竟然是唐门老祖，自己好像选错目标了。唐鑫站起身来，怒目而视，大声吼道：你个小混蛋，什么人都敢射！老师，学生也不知道是您的祖师爷，只是觉得目标很完美。唐鑫有心让黄叶磕头赔罪，只是想到他肯定不能答应，这种自找没趣的事儿还是别干了。走到画像前，仔细看了一眼子母标，标身已经不见，全部灌入后面的砖墙，外面只留下标柄。这小子的力量不弱啊，而且刚才的手法运用的也不错，自己在课堂上讲的他应该都领悟了。伸手拔下2枚飞镖，摸索着受到霸凌的老祖，心道：老祖，对不起了，这家伙是个天才，你就忍忍吧。摘下画像，取出火折子，点燃画像，扔入铜盆。老祖，您一路走好。黄叶伤感地说道。噗嗤，唐鑫没忍住，走好个屁，他老人家几千年前就走了。走得好早。行了，别臭屁了。老师，您为什么烧了他？不烧难道留着？要是传到我老爹耳朵里，老爹能把我逐出家门。也是，咱爹好强势。什么咱爹？是我爹。老师，我刚才的手法对不对？还可以吧？唐鑫违心地说道。可以你个头，本少的手法绝对不比你差。那老师，您看我还需要调整什么？调整的地方很多，不过这个不急，多练练就好了。学生一定努力练习，争取达到老师的要求。黄叶，你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来自贫穷人家？很穷。听您课之前，我去的是内功讲堂，因为买不起教材，才听不了内功的课。一定是那个老东西，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赞同，等我有了银子，一定往死里听他的课。唐鑫愣愣地看着这个二货，有你这么报仇的吗？黄叶，你了解唐家吗？了解一点点吧。老师，您可别圈拢我加入唐家，我对加入什么家族不感兴趣，除非入赘到唐家。你想得美，本姑娘是有婚约的人，结婚的还能离呢，有婚约算个毛线，兴趣不合，了解分开的事儿太正常了。唐鑫一怔，这小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个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结婚了，双方婚后感觉不合适，一个睡觉咬牙放屁，一个从来不洗脚，就离婚了。那怎么行？男方要写休书才能分开。休个毛线，干脆不嫁过去，让他写休书的机会都没有。唉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是不想嫁过去，可是婚约已然定下，没法反悔。你不想嫁，为什么还订婚约？是咱爹给你订的吧？我一直潜心武道，没兴趣嫁给臭男人，一直到20岁，老爹看我还不想嫁，就安排媒婆把男方带到家里相亲。我到这里当教习就是为了躲避相亲，结果躲了2年，老爹一生气，他自己替我相亲了，甚至连婚约都给定下了。咱爹真是个人才，他怎么不把婚也替你结了？我爹说了，到日子我要不回去，他就亲自过来绑我。他够狠，你了解要嫁的人吗？我见过他，他被老爹看中后，3天2头到我家里，用钱砸我爹。看来是个富二代。什么富二代？他都不定多少代了，他家是银月城首富，怪不得你老爹同意，能嫁给首富也不错。狗屁不错，他太工于心计，
像你一样。老师，您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我很善良的。黄叶委屈地说道。得了吧，昨天你不仅把江云算计了，连我都被你坑了。黄叶咔吧咔吧嘴。老师，看透不说透，还能是朋友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哪来这么多癖客？老师，我说句公道话，如果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那婚不结也罢。唐鑫沉默不语，过了片刻，不对，我找你不是谈我结婚的事儿，怎么被你绕到这上面了？老师，您是看我出身贫穷，想让我加入唐家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要使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黄叶装了一把高人，其实也不算高，这个很好猜。老师，我说了，除非入赘，否则免谈。入赘，你愿意成为唐门的赘婿？不，我只是愿意娶你，赘婿我没兴趣当。哥，娶我？你拿什么娶？你有银子吗？拿得出嫁妆吗？有秦银水宝，有秦银水宝。唐鑫低声重复着，感觉这句话好有哲理。小家伙，姐姐对你没想法，你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去吧。那可不一定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别说，你还真挺有意思。说这些名词虽然我没听过，但意思很明了，而且很中听。这么办，姐姐给你个机会，我带你回唐府。如果你能说动我爹，让他退婚，姐姐就嫁给你。这个难度不大。切，你就吹牛吧，别以为自己聪明，学武天赋好，就以为是个人物了。天赋好的有的是，你一个穷鬼，我爹看到你这个样子，能把你扎成马蜂窝。那我还是不去了。没骨气的家伙，不行，我动心了，你必须去。姐姐，不会吧？我们才认识2天，你就动心了？别臭美了，不是跟你动心，而是这个方法让我动心了。这门婚事，我当初强烈反对，奈何我那个夫家财大气粗，活生生用银子把我爹砸服了。老师，您的命真苦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反抗是徒劳的。我那个夫家天天到我家炫富，看得头都痛。你不会跑路吗？跑路？你觉得我长这样能跑哪儿？也是，红颜祸水。你一旦出门，惦记你的人能绕成一圈。你才祸水呢，人家只是不甘心。说真的，如果你真的能说动我爹，爹同意你娶我，你愿意用8抬大轿娶我过门吗？不愿意。你混蛋！唐鑫气的一脚踢在黄叶屁股上，黄叶没多打是亲骂是爱，不打不骂不相爱，情到深处用脚踹。我不混蛋，我说娶你不是形式上的娶你，那些凡夫俗子的事儿我没兴趣干。什么叫形式上的娶？娶就是明媒正娶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？唐鑫疑惑地问道。老师，我也不瞒您，这辈子我不会娶任何人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走什么样的路，所以不想有那种形式上的负担。你说的也没错，你的能力是很特殊，绝非凡人，可你终归要娶妻生子，不然你父母不会同意的。呵呵，我父母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他们早就驾鹤西去。啊，你是孤儿？唐鑫惊讶道。差不多吧，既然你是孤儿，更应该传宗接代。传宗接代，赶上了就传，传不了就不传。我不是为家族活着，能照顾好自己爱的人，能让自己不断强大就好。你的想法是很怪，天才的想法确实跟凡人不同。老师，其实我不娶妻，是因为我有2个值得自己守护的人，而且将来还会有。不会吧，你才多大，竟然有2个？你的出身好像没可能吧？哪个傻妞愿意跟着你？还是2个？呵呵，他们俩是我的侍寝丫鬟。什么？侍寝丫鬟？没错，你是大家族的子嗣，算是吧。拉倒吧，你说书呢？就你这装扮，还大家族子嗣？你顶多就是大家族的奴仆，可能勾搭上2个婢女吧。老师，你这话很诛心。诛个屁心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我可没听说银月城有什么黄姓大家族。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没撒谎。那2个侍寝丫头一直用生命守护我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，所以我不会娶。这句话黄叶用了夸张的手法，晴儿确实符合标准，月儿却是要他的命，好在已经把月儿征服了。故事很感人，我差点信了。好了，不听你瞎咧咧了，我有个想法，需要你配合一下。什么好处？穷鬼，好处少不了你的纹银100两。老师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100两，亏你说得出口。100两不少了，你这辈子都没见过。切，我来学院的时候，我家晴儿死活要给我100两，我都没要。唐鑫对这个满嘴跑马车的小子彻底服了，故事说的跟真事儿似的。还你家晴儿，真是不要屁股，女主是你编出来的吧？那好，500两，我能拿出的就这么多。一个暗器世家的大小姐就这么点身家，你也够可怜的。什么话？这是我的私房钱，听你课的人那么多，你就这点私房钱？听我课的人多，是我讲的好，我来讲课是躲家里人，我的课也不收钱。
那些教材我也只收成本钱，剩下的都给学院了。你还真是个好人。那是，我可不像那个江云，听说他把我的书加价卖给新人。你怎么不管？别的教习都是自己卖教材，我连教材都懒得卖，你说我能管这些烂事儿吗？看来本少没打错人，这小子是欠收拾。本少，莫非你真是大家族子嗣？这是一种习惯性自称，绝不是穷人家孩子能说出来的。都跟你说了，我有2个侍寝丫鬟，你不信而已。好吧，我信。那你是哪家的外戚？我不是外戚，只是义子而已。义子？哪一家的义子？吴家。吴家。银月城只有城主姓吴，再没有其他家族姓吴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城主的义子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没听说城主有义子？你说谎，骗你干什么？我10岁的时候脑子坏掉了，前一阵才清醒。啊，你是那个傻子？唐鑫张大嘴巴看着黄叶，你才傻，你全家都傻。我现在是健康人。我以前听说过城主有个傻儿子，没想到是你，还是个义子。这回你相信我有侍寝丫头了。可是你清醒后脑袋怎么会这么好使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常年不用，养肥了。哥，你真能胡诌八扯，脑子还能养肥？唐鑫咯咯娇笑道：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黄叶再次拿出这个说辞。唉，看来我真的命苦，本想找你帮忙，可你是城主的义子，这事儿泡汤了。何出此言？城主的义子连侍寝丫鬟都有，还能缺银子吗？怎么不缺银子？已经告诉你了，上学的银子都是晴儿给我拿的。城主不给你银子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黄叶生气道。唐鑫似乎也明白一些，貌似这家伙在城主府混得不好，毕竟只是个义子，被人排挤很正常。你有这个身份，哪天跟我回家一趟，用这个身份真可能把婚事搅黄。我搅黄了，你将来嫁不出去怎么办？切，我还能嫁不出去？很难说，搅黄的人是城主义子，谁没事儿敢挑衅城主？大不了嫁给你呗。我已经有2个，你不担心嫁过来受气吗？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你对我好就行，就算不好也简单，我用毒很厉害，到时候一锅端。黄叶吓得直冒冷汗，这妞这是要辣手摧草啊。行，姐姐 I 服了 you， 我们还是一锤子买卖吧，我帮你解决婚约的事儿，不管成不成，你都要支付500两的出场费。你不喜欢老师这个类型的？喜欢和生命，我更珍惜后者。行，那就一言为定，时间定下来，我找你。欧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说完，黄叶一溜烟没影了，跑得比兔子都快。这小子，我就这么可怕吗？本小姐可是银月3枝花的老二，没想到被人轻视了。看看墙上的2个窟窿，这小子浑身上下透露着诡异。仅这手劲，至少有5师进实力，子母标的手法运用的也没问题。他说刚刚苏醒7年的傻子，怎么会有这种实力？一个屁3个谎的家伙，让我发现你的秘密，一定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。黄叶回去路上也在歪歪，今天故意显露身份和实力，就是在设局。这个女人她很满意，主动出击不如引蛇出洞，让她对自己感兴趣，凭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，加上自己的优秀，应该能让她动心。如果真能抱得美人归，她的实力可不弱，双修或许会出现奇迹。去食堂草草吃了晚饭，便回到寝室继续修炼。今天他想看看炼体的功法，体修在前世小说里都很强大，现实中也有金钟罩、铁布衫、铁砂掌、铁头功，这些如果真能练成，行走江湖的时候也能提高防护能力。看了那3本教材，他才知道体修的修炼要比想象中更苦。很多家传的体修从小就泡在药罐里面，用各种药力熬炼皮肤。普通武者也有炼体的辅助功法，炼体武者说成钢筋铁骨铜皮肤也不为过。其中一本教材在最后还提到修士体修的一些知识。炼体修士比炼体武者更强大，他们是真正的炼体，皮肤、筋骨、肌肉、脏器、脉络、血管，身体的每一寸每一分都不放过。修士炼体还需要大量的药物，有外用，有内服，再配合功法和天地灵气淬体，让体修实力不断变强。黄叶思索片刻，他当然希望能用修士的方法，只是自己的药物功法都没有，仅有的天地灵气还不会用。如果从武者炼体开始学习，会不会影响到将来修士炼体？教材里没提到，也没人能给他建议。去他奶奶的，不管了，先用这个武者方法炼体。炼体一途，自己能走多远是多远，不强求。如果有机会获得修士炼体功法，也认真练，到底冲突不冲突，只有练过才知道。他在这里琢磨怎么提升实力，城主府的各方势力也在琢磨他们已经收到线报，线报的消息让他们很迷惑。黄叶这2天的强势亮相，所有人都看不透。首先是战力，
竟然把5图7层的弟子善猛圈。就算用突然袭击的方式，他自身的实力也得接近这个层次才能做到。这种实力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，可他在练武的黄金年龄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。其次是智力，听到黄叶竟然有一目一叶、过目不忘的能力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能力绝对逆天。小时候他可没这能力，没想到傻了7年，清醒后头脑竟然进化了，这是什么鬼？唯一的好消息是，他刚进入武道学院就开始树敌，这让他们的行动更加方便。一旦刺杀成功，可以把黄叶发生意外推到仇人身上，尤其是那个江云，肯定会报复黄叶。城主，三少爷的变化好像有点大。城主看着密报也觉得很诡异。你们是怎么看的？三少爷傻了7年，不能动，不能想，仅仅恢复不到1个月，不仅能过目不忘，身手还变厉害了，属下怀疑他的身体发生异变。武王甲说出自己的看法。城主，我不太认同刘兄的看法。哦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我们现在看到三少爷清醒，很可能是他让我们看到的，不排除他很早之前已经清醒。三少爷清醒前，霞姑娘在府外遇刺，我们都检查过他的致命伤。刺客的武道实力至少是武王巅峰，甚至可能是武帝，至少我没那个实力。没多久，三少爷就清醒了，当时也探查过三少爷，他的样子确实像刚清醒。可一个傻了7年的人突然清醒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觉得很诡异。加上三少爷在武道学院的表现，让我有了更大胆的猜测。哦，说说你的猜测。城主赞许地看了一眼武王乙。我觉得三少爷是在外人帮助下才清醒，他的身体发生变化可能也跟那人有关，而这件事恰巧被霞姑娘发现，那人便杀了霞姑娘。武王乙分析完，看到城主也在点头，心中不禁有些小得意。你这个猜测也有一定道理，即便不是真相，离真相也不远。城主，如果这是真相，您说杀了霞姑娘的人能不能是修士？应该不会，小霞的骨骼尽碎，完全是力量攻击造成。修士用的都是元素攻击，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带走海儿那位大能，挥手之间就把妖魔鬼怪屠戮一空，连尸体都找不到。能轻松灭掉一位武王，修士的实力肯定不弱，一定有毁尸灭迹的办法。你的猜测虽然是一种可能，把2件本不相干的事儿联系到一起，刘老弟的猜测也不见得都是错的。很可能2件事确实是巧合，一儿突然清醒，身体出现变异也正常。不论那种情况，这段时间你们也动用一下自己的力量，注意观察有没有人接近一儿。城主，现在三少爷突变，如果武道实力也能突飞猛进，不失为一个好帮手。这件事以后再说，先观察他。如果真有人暗中操控此事，肯定有什么目的。城主，会不会跟那件就是有关？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行了，你们先下去吧，不可轻举妄动。那人的实力很强悍，你们恐非敌手。明白，我们会小心的。城主府另一间密室内，二少爷焦急地在密室里走来走去。行了，你别走了，我都让你走烦了。二夫人斥责道。娘亲，我们一定要尽快下手，一旦让他成长起来，别说他那个皇家，恐怕我的家主位置也不保了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当初你干什么了？天天游手好闲，不学无术。娘亲，我也没想到他能变成这样，不止清醒了，还表现出过人的天赋。他的变化确实太突然，明天我回趟娘家，这事儿只有让他们出手。我也这么想的。我手下那些人去了武道学院，就是菜鸡。你看你招揽的人马，一个能拿出手的都没有，天天就会溜须拍马。孩儿知错了。行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一时半会也指望不上你。你先回去吧，娘亲一定好好求求舅舅，只有他能帮我。二夫人摇了摇头，摆摆手示意他退下。小崽子，既然你这么爱出风头，那就别怪老娘心狠手辣，吴家不能落到你手里。离开二夫人房间的吴江也在边走边想，这个傻帽清醒了还不知隐忍，你不是玩高调吗？本少会让你知道高调的后果有多惨。嘿嘿，秦儿月儿，等我解决了他，你们2个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想到此处，身体竟然有了反应，急匆匆回到自己院落，随便拽了一个丫鬟进屋泄火去了。远在学院的黄叶忍不住打个喷嚏，奶奶个腿的，一定是城主府那帮家伙惦记我呢。来吧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？你们就是本少练兵的靶子，还是继续练功？一拳向一棵大树轰过去，大树纹丝未动。大树在学院的一片密林深处，这是他精选的一块练体场地。看看有点破皮的拳面，拳头练差不多了，已经轰了100多下，手指头都不灵敏了。该练身体了，合身向大树撞去。接着就是身体的各个部位，凡是能攻击的部位，挨个跟大树撞击。这种方式，黄叶仅动用1成的力量，这些力量全部加持在身体移动上。撞到大树时，力量也被卸掉，剩下就是肉身的撞击。每一次都实打实的撞击，直到痛得受不了才停下。还真特么痛，要是有药才能滋养身体就好了，
可惜现在太穷，药材买不起，到底去不去偷点呢？他自己也在纠结这个问题。虽然将来会还，但偷和赌差不多，一旦开始，不劳而获的感觉会让人迷失方向。短期内想发展产业也不可能，他没时间和精力处理这些问题。拖着疲惫的身体，黄叶回到寝室。寝室三人看着脑门顶着2个大包，一身血迹的黄叶全都傻眼了。班长，谁下手这么狠？冯云问道。黄叶没有说话，只是把衣服脱下来。三人看着浑身淤青的黄叶，全都默不作声。班长好惨，被人打得全身淤青，很多地方的皮都破了，渗出不少鲜血。肯定是江云干的，打这个样，动手的绝不止一个。本想喊口号替班长报仇，看到黄叶这样子，全都保持沉默。江云他们真心惹不起，他们实力最强的就是体型正常的于建林，也不过5途径6层，他们3个捆起来也打不过江云。黄叶拿出脸盆，把衣服扔进去，伤口上撒点金创药，换上一件新衣服，便要端着盆出去。他觉得这一身粗布衣服质量很好，布很厚实。刚才自己那么霍，衣服只破了几个小口，如果是绫罗绸缎，早就破碎不堪了。刚才练完功，已经做出决定，今后就穿这个牌子的衣服。三人这才反应过来，黄叶是要出去洗衣服。他被打成这样，衣服有几处已经被划破，还不舍得扔，确实有点穷。班长，您等等。冯云一步窜过去，一把夺过脸盆。您都伤成这样，赶紧回去休息，我给您洗。班长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您一定想开点。冯云安慰一下便出去了。冯华腾和于建林也走过来，一人一个胳膊架着他上床了。黄叶本不想和三人有太多交集，自己危机重重，很可能害了几人，但他们确实对自己很友好。班长，您好好休息，老爹给我带了不少消肿止痛的药，我给您拿过来。于建林说完，还心疼地摸摸黄叶的胳膊，黄叶鸡皮疙瘩都蹦出来了。古怪地看看他，于建林老脸一红。班长，我只是好奇，从没见过伤这么重的人。说完便回到自己的床铺，翻箱倒柜，不大会儿便拿出一堆小瓷瓶，放在床上挨个看，最后选了2个瓶子。班长，这2瓶一个是止血的，一个是消肿止痛的。哼，不用了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不是被人打的，这是自己练功练的。啊，您不是被江云打的？2人都是惊叫道。江云，那个渣渣敢来吗？他们没想到班长竟然是自残的，班长对自己都这么狠，这是什么修炼意志？差距太大了。班长，您没骗我们？哈，不是我吹牛，学院还没人能把我打成这样。那我们放心了，班长，您这学习态度，我们心服口服。我劝你们一句，别跟我走太近，很危险的。班长，您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们在一个寝室，想不走近都不可能。虽然我们能力低微，但也不是胆小怕事的人，脑袋掉了碗大的疤。您放心，我们可能帮不上您什么忙，但跑腿打杂的还行。像洗衣服这种小事，您不用动手，就算您想换新的，我们给您买10套8套的绫罗绸缎都没问题。2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倾诉着衷肠，虽然班长贫穷，但意志品质值得他们尊敬，好吧？有些事儿确实躲不过，就算我再回避也没用，别人不会这么想。只要你们在外面跟我走得别太近就好，算计我的不是一个人。班长，不会吧？您刚到学院，跟您有仇的就一个江云，他的后台不来，他不敢找您麻烦。那个江云就是个小杂鱼，他那个后台不过是大一点杂鱼而已。跟你们说太多没用，我到学院其实就是躲灾，对付我的人肯定能渗透到学院，所以我才对你们比较冷漠。2人听了黄叶的话，心里也是一紧。学院是什么地方？班长的仇家竟然能渗透进来，而且不是一个仇家。听班长的意思，这些仇家的实力都很强，江云跟这些人比就是菜鸡，这样的人他们确实招惹不起。只是这些仇家对一个穷学子穷追猛打，真不知图什么。班长，您的意思我们明白，一会儿我会跟冯云说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就好，我先休息，谢谢你的药，不过我暂时不用，我想试试自己需要多长时间能恢复。也好，我就放在桌子上，您什么时候想用就用。我家是药材世家，最不缺的就是这玩意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没想到于建林的家族还是中药世家。如果自己恢复的慢，确实需要一些药材，到时候可以找他买点。估计药材不会便宜，自己现在还很穷，真买不起。他又在思考偷与不偷的复杂问题。不一会儿，冯云回来了，脸色很不好。奶奶个腿的，刚才洗衣服被人嘲笑了。哈哈，正常，你一个物流世家小公子，竟然去洗衣服，估计他们大牙都能笑掉。哼，叫他们嘲笑我，这回老子不买新衣服，不止给老大洗，我自己的衣服也洗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勤俭持家。行，你有骨气，估计你这么做传到你老爹耳朵里，他能跑过来削你？不见得，我老爹很抠的，
1个月才给我100两银子。黄叶差点没背过气，神马玩意，1个月100两，还有没有人性？真是人比人，气死人！练功眼不见心不烦，只是不知何故，练着练着，竟然睡着了。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已大亮，面前3双眼睛正不断扫描他的身体，仿佛在看什么珍稀动物。黄叶眼睛一立，3人吓得立刻散开。你们围着我看什么？黄叶不解地问道。老大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冯云嗫诺道。说。老大，您是不是人类？废话，我不是人类能是什么？老大，不瞒您说，人类真不是您这样。哦，有什么不同？你的记忆力不用说，就是神迹，可您的身体也异于常人。哦，我感觉很正常啊。口中虽然这么说着，心中却在怀疑，他们怎么知道我的眼睛很特殊？难道我睡着，脑袋四周会出现一圈眼睛吗？班长，您自己看看就知道。黄叶急忙摸摸脑袋，没摸到眼珠子。班长，不是您的脑门和后脑勺，是您的身体。您昨晚回来浑身淤青，伤痕累累，脑袋上还有2个大包，可是才一晚上，您的身体就恢复正常。我身上要是有淤青，没个7、8天好不了。哦。黄叶摸摸脑袋顶，确实昨天的包已经消失不见，也不疼了。再挽起袖子，皮肤光滑如初，向怀里看了看，看不到丝毫淤青痕迹，昨天划破的地方也结痂了。用手抠一下，痂竟然掉了，痂下面的皮肤只是稍稍白一些。卧槽，这什么情况？是那个功法原因，还是穿越后身体的异变？暂时还无法验证，只有回去看二女会不会也这样才能确定。这个不着急，身体出现这个异常是好事儿，带来的好处自然不用说。最直观就是炼体时不用药物恢复身体，这特么就是作弊神器。虽然赶不上游戏中有无限生命的主角，但这种快速恢复能力也是金手指。这一下真的发了，黄叶心里美滋滋的。还有，昨晚怎么又陷入深度睡眠？这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之前只有和二女第一次双修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难道是昨天受伤太多，身体进入自动修复阶段？系统，我的异常你看到没有？确实不可思议，这已经违背生命科学。你如果回到原来的世界，一定是小白鼠。那还是别回去，我恢复能力再强，也架不住 AK47一顿突突。可惜我没有仪器，不然能分析一下你的细胞成分。分析个毛线？你分析出来还能复制吗？不好说，虽然克隆羊多利死了，但克隆人没试过。你这是有违人伦，是犯罪。没事儿，这里没人管。黄叶很无语，听系统的意思，他肯定有克隆技术。要是克隆10多个自己，那自己算什么？晴儿月儿又怎么办？还有唐心，传统的独食主义观念让他很保守。系统，我跟你说好，你愿意怎么复制别人我不管，但我一定是唯一的，绝不能复制，哪怕我死了也不能复制。不着急，我虽然有技术，但想成功还需要找到试管。滚犊子，你还是不死心。系统没回应，他去研究这种环境下能不能成功克隆。这个人工智能有什么想法，黄叶也猜不到，他们之间没有制约关系。就这样，白天黄叶上课，晚上去树林里练体，一直过了5天。期间，黄叶因为没钱听课，还向冯云借了100两银子。第6天，刚刚下课，黄叶被唐心叫到后堂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知道，让我挣钱呗。那好，你把衣服脱了。啊，姐姐，我卖艺不卖身的。屁话，什么卖身？谁稀罕要？我是让你换一身行头，你这身太寒酸。我看挺好的，贼结实。好你个头，我老爹是势利眼，你这身连家门都进不去。好吧。黄叶顺从地换上唐心准备的衣衫。换完衣服，唐心也是眼前一亮，真是佛要金装人要衣装。黄叶一袭白衣穿上去，就是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。黄叶对着铜镜照了照，这妞的眼光真不错，衣服正合身。好了，我们从后门走。黄叶脸色不太好看，本想去讲堂炫耀一下自己也是个翩翩公子，没想到从后门走，连观众都没有。一路上，黄叶只是跟在唐心的后面，他也见识到唐心的气场太特么强大。这么漂亮的美女，所有男性全部绕行，好像唐心是蛇蝎猛兽。出了学院大门，唐心才放下身段，主动等黄叶跟上。不仅2人并驾齐驱，小胳膊还挽住黄叶的胳膊。黄叶想把自己胳膊抽出来，但唐心很固执地牢牢夹住，让他明显感觉到上臂传来肉肉的压迫感。这妞挺有料。唐老师，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你一会儿就是我相公，我们要装得像一些。黄叶很无语，怎么变成相公？不是说好了我们之间是纯粹的金钱交易吗？办完事我就收钱走人。老师，我到了之后应该怎么说？你如实说就行。不好吧？咱爹问我年龄，我告诉他17，他不会惊讶吗？
惊讶什么？老牛吃嫩草呀！黄叶感觉胳膊肌肉传来一阵被扭曲的疼痛。老师，你干什么？怎么还动手呢？谁让你说我是老牛、老娘、老妖？您不老。他如果问我是哪家的公子，我也如实说嘛。必须的，你可是城主府三少爷，身份很尊贵的。好吧，那我就自行发挥。不过说好了，这事儿成不成，你都得给我费用。我现在还欠着100两的外债呢。瞅你这出息样，堂堂城主府三少爷，还向别人借钱。放心，钱肯定给，老实说话算话。两人边走边聊，终于走到一个豪横的大门面前。看门的2个护院看到自家大小姐挽着一个年轻后生的手臂，不禁露出羡慕之色。小姐回来了，用不用禀报老爷？不用，老东西鼻子灵着呢。黄叶惊讶地看着唐心，这父女俩应该是仇家。进入府门，里面的院落却没有府门的奢华，前院规规矩矩，显得很朴素。这老丈人看来并不张扬，让唐心感觉他被银子砸晕，可能只是想把女儿嫁出去。这种有内涵的老头不好对付，看来拿下这妞的难度有点大。唐心带着黄叶到一处凉亭坐下，凉亭里面放着一些茶点，两人边吃边聊。我们不去见你爹爹吗？在这里等就行，刚才都说了，他鼻子灵着呢。果不其然，唐心的话音未落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背负着双手，装作赏花的样子向这里走来。老东西，别装了，女婿都上门了，赶紧过来考察。黄叶诧异地看了一眼唐心，这妞当着咱爹的面还敢这么说，还真是虎。中年人笑眯眯地走过来，父女俩互相瞪了一眼。哈哈，没想到有客人在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中年人拱手道。黄叶立刻起身还礼，世伯客气了。早听仙儿说起世伯，世伯在隐月城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一直想拜见，如今一看，世伯果然气宇轩昂，一副大家风范。呵呵，贤侄很会说话，这话我爱听。他对这句奉承很满意，只是对黄叶口中的仙儿有点不满意。难道这小子真的把女儿拿下了？感觉做戏的面大，不知贤侄在哪里高就。世伯，晚辈年纪尚小，尚在武道学院学习。哦，你还在念书？你多大了？晚辈17。唐老爹怪异地看看自己女儿，这女儿怎么连自己的学生都泡，师生恋，成何体统？你家里可知你和仙儿的事情？尚且不知，他们不限制我，晚辈的婚事由晚辈自行做主。哦，你这家庭倒很开明，谁像你，天天捣鼓着门当户对。唐心毫不客气地对了老爹一句。唐老爹翻翻白眼，这女儿当着外人也不给自己面子。请问公子贵姓？世伯，晚辈姓黄名业。姓黄，公子的家族不在本城。在，晚辈一直生活在银月城。哦，我怎么没听说有什么皇家？公子是外戚。世伯，晚辈不是外戚，晚辈从小被人收养，只是名字并未改变。呵呵，看来你的义父义母也是好心人。你义父贵姓？我义父姓吴。吴家好像没这个家族。唐老爹仔细在脑海里搜索着吴家，一二流家族肯定没有。不对，他猛然想起有一家姓吴。黄公子，你义父莫非是城主大人？爹爹猜对了，他是城主府3公子。唐老爹听到这个消息并未高兴，脸色一沉，立刻变得阴郁。这让黄叶很不解，好像唐老爹对吴家不太友善。黄公子，不好意思，一会儿我要带仙儿出门，今天不便多留你。爹爹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他可是我带回来的，是我未来的小相公。什么相公？我还没同意。唐老爹语气并不友善。黄叶一看苗头不对，赶紧插话道：世伯既然一会儿有事儿，晚辈先告辞了。不行，你还没吃饭呢，走什么走？希儿，世伯有事儿，你也不小了，应该懂事点，我先走了。说完也不等唐心同意，一溜烟没影了。唐心刚想去追，一只大手牢牢抓住他的脖领子。老东西，你干什么？凭什么把我相公撵跑？干什么？你给我老实坐着，否则别怪我家法伺候。你敢？你说我敢不敢？唐老爹怒声道。看到老爹真的生气，唐心也老实了。只是他不明白，老爹为什么听到城主3公子会立刻翻脸。平时老爹和城主没什么交集的。爹爹，我想知道理由，不然我不会放弃他。你真的喜欢他？没错，虽然他年纪小一点，但他的潜力无限。开始我还想让他入赘我们唐家，知道他是城主3公子才放弃。你还知道放弃？我再问你，你可知道他的身世？知道啊，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，城主收养了他，一直生活在城主家。你知道个屁，不仅你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他之前是傻子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我知道，他傻了7年，最近才苏醒。你不怕他再变傻吗？哈哈，老爹，变傻不可能。你知道他的能力吗？我发的教材，
他一天全背会。唐老爹一怔，这怎么可能？不信你可以自己考考他，会背也没什么稀奇，不过脑子好使罢了。他不止脑子好使，我上课教的子母标，他下课就学会了。射出去的子母标不比我的差，他的武道天赋也惊人。不会吧？他傻了7年，变化怎么会这么大？我哪知道，反正就知道他是天才，所以才想邀请他加入我们，甚至不惜用入赘诱惑他。唐老爹思索一会儿，他也没想到黄叶的天赋如此惊人，这种能力确实让人心动，不过心中还是有了决断。仙儿，你知道的讲完了，我把我知道的也告诉你。哦，您还知道他的事儿？不只是他的家族我也知道一些。他的家族不是吴家吗？不是吴家，是他自己的家族。黄家曾经是银月城的最大家族，不过他们家唯一缺点就是一脉单传，人丁一直不兴旺。当年黄老爷子纳了10多房妾室，只生出来他父亲一个，后来黄老爷子气得把这些妾室都休了，而他父亲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。后来黄家遭遇变故，黄家剩下的只有他和他母亲，他母亲没多久也撒手人寰。哦，什么变故？很惨，随着他父亲死后，黄家不断有人离奇死亡，不论主仆无一幸免。为父当时还被请去调查，不过查不出任何死因，直到有一次为父无意中发现他们可能中毒。这个毒很神秘，确切的说应该不算毒，它能诱发人猝死，验尸根本查不出来。而据我所知，唐家有一脉手里有这种毒。啊，难道是唐家人动手？这个我不清楚，这种毒任何人都能使用，也无需配置，只要肯花钱就能买到，只是这个消息很隐秘，知道的人很少。爹爹怀疑那一脉是幕后黑手，他们跟黄家有仇。有仇不可能，那一脉距离这里至少数万里，双方不能有仇恨。下毒的是真正和黄家关联的人，不见得有仇。黄家的财富已经是祸根，那怎么他没死？这个你不能问我，而是问留他的人。他当时尚在襁褓之中，黄家产业也成了众人眼里的香饽饽，银月城的各大势力都想分一杯羹。这时有个人站出来，誓死护卫黄家，血战数场，银月城各个势力才放弃黄家。这个人是城主吧？没错，他救了黄家，同时暂管了黄家的产业，黄家的公子也成了他的义子。之后他依靠黄家产业支持，顺利登上城主之位。虽然有人怀疑黄家出事跟他有关，因为事情发展到后期才发现他是最大受益者，不过只是坊间猜测，没人会追究这件事儿。几年后，这小子被人敲了闷棍，当时人们还猜测城主想霸占黄家产业。后来城主又是灵药又是神医，不遗余力把他救活，挽救了不少口碑。可惜这小子也变成傻子，没想到他的身世这么复杂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和他交往。不知道这么可怜的人，女儿应该更加呵护他。呵护你的头，他现在清醒。你知道他的处境有多危险吗？黄家的产业，当年城主只是代管，并没有改姓。一旦他成年，这些产业很可能归到他门下。你觉得他有能力控制这么大的产业吗？你觉得他能活到接手这些产业的时候吗？好像很难。他就算有能力控制，但能不能接手真是问题。惦记他的人应该不少。不止这一点，就算他不接手，黄吴两家合并一起，将来谁当这个家主？吴家可不是一个儿子，老大去了仙家，还有老二老三，而他只是一个义子，其他人能拱手把产业让给他吗？好像惦记他的人是挺多。对头，这就是我不让你和他交往的原因。他时刻活在危险之中，这种危险包括暗杀、行刺、挑衅、用毒，对方对他动手，层次一定不低。即便你现在的武王境，也难逃毒手。不行，他这么危险，我要去告诉他。说完，唐兴就要冲出去。站住！爹爹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你知道个毛线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们两个亲密的样子，是不是真的互相爱慕？爹爹的问题好奇怪。奇怪你个头！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小把戏。说吧，多少钱雇的？500两。唐兴大方地承认了。你个败家子！为了对付老爹，你真下血本，还不是你逼的？唐兴也发出怒吼的声音。你觉得他笨吗？不笨，很聪明。还好，还能看出他不笨。他为什么刚刚恢复就到武道学院学习？可能是爱好学武吧。爱好个头，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有危险，才躲到武道学院。城主府里想害他的人大把抓，看来他挺聪明。完了，女儿爱了。唐老爹气得直挠头。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诉他，不然倒霉的不只是他，我们唐家也可能受到牵连。当年的事儿，幕后凶手不知道是谁，但被那人惦记上，绝对没好果子吃。爹爹也不拦你，他的事儿肯定有解决的一天。如果他真的能脱离险境，我不反对你跟他在一起。爹爹，你不反对有个毛线用？他只是口花花，
对我不感兴趣。什么？这个小混蛋竟然看不起我女儿？他已经有2个相好的啊，这么年轻就有2个女儿，这人是个花心大萝卜，早晚会身首异处，你还是放弃吧。爹爹，那2个相好的是他的侍寝丫鬟，2个丫鬟在他还是傻子的时候一直守护他，他不能对不起他们。啊，这么回事儿，那你做正房，2个丫鬟当妾室。爹爹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啊，不对，刚刚还让你离他远点，你都把我绕糊涂了。这事儿将来再说，你回去把银子给他，以后就和他保持距离。银子钱谁出？行，你厉害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个败家女？唐老爹气急败坏的扔下1张银票就走了。还不错，银票是1000两的，看来老爹明白女孩要富养的道理。保持距离那是白日做梦，这小子就是个问题专家，动不动就提问，没事就请教。此时他心中也有计较，虽然有点喜欢这个家伙，但尚未涉及情感方面，顶多算个朋友。朋友现在面临险境，自己可以策略性提示他，这样既符合了老爹的要求，也能在暗中帮助他。自己这个老爹他了解，明天肯定会派人去学院监视他。要是让老爹发现自己还跟黄叶有来往，肯定会把自己禁足。黄叶走在回去的路上，也在思考自己报出城主3公子的身份。唐老爹立刻下了逐客令，他一定知道一些自己的事情，否则不会态度突然转变。看来原主的过往应该很复杂，可惜到现在为止，原主的记忆一直没恢复。那团记忆体现在还是混沌一片，在脑海里独自在一个阴暗角落待着。原主的记忆体应该知道点什么，10岁的年纪应该明白一些事儿，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很可能看到了凶手，所以记忆体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角落。到底替不替你报仇呢？真是头痛。万一修炼到关键时刻，记忆体苏醒，发出怨念的信息，怪他逃避责任，可能对修行造成很大影响。最初的计划是36计走为上，因为晴儿和月儿才留下来，至少要给他们一个安稳的环境。随着3人修炼进展变缓，让他对原主的怨念也有些担心。先赶着看，如果有机会就替他报仇，遇到厉害的自己打不过也没办法。我可爱的城主大人，你可千万别是仇家之一，我还没膨胀到跟你对抗必须要抓紧学习，原以为在武道学院学不了什么，能找到修仙功法就万岁，现在看里面需要学习的东西也不少，自己作为一个修士都觉得这些东西有用，还是多多努力。现在身体的强硬程度已经提高一个层次，再撞击大树不会再流血，连淤青都变浅，还要增加撞击力量。什么时候自己能变成一个人形炮弹才算过关？黄叶一路思考回到寝室，寝室只有于建林在，看到一袭白衣气质不凡的黄叶，老大，你这一身装扮不错，出去肯定能吸引女生的眼球。呵呵，这是戏服，临时穿一下而已。说罢拿出一套粗布衣衫换上，便走出寝室，准备去小树林练体。于建林也看不懂这个老大，有好衣服不穿，很可能是舍不得。唉，老大这是啥家庭，生活如此拮据，那100两自己说什么也不能要。黄叶到了密林深处，四下看看，确定没有人，直接把衣服脱掉，只留一条大裤衩。这是自己冥思苦想出来的练体办法，倒不是舍不得衣服，而是受不了室友的热情。每次自己练体回去，冯云3人便轮流给自己洗衣服，饶是自己2室的脸皮加在一起，也扛不住天天如此，所以干脆脱掉外套。好在密林深处基本没人过来。2个小时后，看着自己不断变结实的皮肉，黄叶很满意。第一次撞击大树时，自己仅用1成力量，结果还是浑身淤青，血迹斑斑。现在已经能用3成力量，自己现在想撞破表皮都很难。黄叶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上瘾，每天不撞几百次大树，感觉浑身难受。回去冲洗一下身子，看到冯云3人已经熟睡，黄叶悄悄离开宿舍。出了学院后，便向城主府方向行去。再次到了府外密林处，躲开巡视的护卫，翻墙进入府中。回到自己的小院，并未直接进去，而是在小院附近潜伏下来。这次深夜归来，就是想探查一下自己走后有没有人继续监视这里。如果有人，说明晴儿和月儿也是他们的目标。一旦自己出事儿，2女可能很危险。静静潜伏半个小时，除了2个侍卫巡逻路过这里，并未发现有何异常，原来的固定哨也撤走了。黄叶这才放下心，窜入小院，推门而进。什么人？2女的声音传来。嘘，小点声，是我。啊，少爷回来了。月儿下床，把灯盏点亮。你们有没有想我？想，怎么不想？天天想。晴儿的眼眶已经泛红。少爷，您在学院也很危险吧？月儿问道。我没事儿，他们的人已经出现在学院，不过他们还没动手，可能在等待机会。我回来就是确认你们是否安全，你们这里没事儿，我才能放心跟他们斗。我听说前2天2夫人回娘家了，很可能去找她的娘家人晴儿说道。哦，
他娘家是什么人？黄叶问道。他娘家是屈家，银月城4大家族排名第3，4大家族的实力都不弱，连城主都让他们几分。景儿简单叙述一下，看来城主府的能人还不少。大夫人和三夫人也有娘家吗？这个我们不知道，大夫人的来历很神秘，她很早就跟着城主。三夫人听说不是银月城人士，所以她的事儿也没人知道。这些人的来历还挺复杂，看来真要小心了。黄叶眉头微皱，少爷，你一定注意安全，打不过就跑，不行跑得远远的，不用管我们。您只要活着，他们应该不会动我们。月儿说道。你们放心吧，本少自有打算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离开。天亮之前，黄叶离开小院。回去的路上，黄叶也在感叹，还是这种灵气大循环的修炼方式效果好，可惜不能天天回来。自己偶尔回来还行，真的天天回来，一旦被城主发现，肯定会怀疑自己。如果被城主看到自己的实力，情况会更糟糕。回到寝室的时候，3位室友依旧睡得跟死猪一样。黄叶没睡，盘膝坐在床上继续修炼，同时也在总结这几天的状况。这些天暗器能力提升了一大块，跟唐心处得也不错。只是唐老爹明显不喜欢自己，自己针对唐心计划难度变大了。本想这2天就跟他探讨高级别暗器和独到的知识，不知道这妞对自己的态度会不会改变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等第1桶金到手，先去内功班深造一下，正好收拾一下那帮家伙。上午的暗器课结束，黄叶又被叫到后堂。看到唐心欲言又止的样子，黄叶先出声了。老师，我的任务完成，您是不是该兑现承诺？这一句也让思绪纷乱的唐心变得平稳一些，大方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，点了5张银票递给黄叶。你就这么喜欢钱？唐心有点不理解。老师，这是我的劳动所得，该拿的必须拿，不想问问昨天的事儿？唐心问道。老师，您想说自然会说，不想说我问了也没用。在我眼里，提升实力是我的终极目标，其他都是浮云。那你为什么对2个丫鬟恋恋不舍？他们对我有恩，对我一点想法也没有。唐心问得很直白。当然有，你这么优秀，虽然比我差点，也是良配，只是我不愿强迫别人。唐心意外的没有对黄叶，只是悠悠说道。老爹不让我跟你在一起，他说你很危险。哈哈，你老爹说的是在我身边很危险吧？唐心眼睛一亮。你知道自己的近况？你说呢？也是，老爹说了，你到武道学院肯定为了躲避灾祸。你错了，我是真心来学习。你老爹所说的危险，在我眼里没什么。如果他们敢找过来，我不介意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这句话说完，黄叶身上的气势释放。唐心吃惊地看着黄叶，刚才的气势自己感觉到了，这气势竟然让自己感觉到畏惧。你到底什么境界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打不过我。黄叶如实汇报。不能吧，我可是武王3层，暗器大家。唐心炫耀地说道。呵呵，你以为那些暗器能伤到我？切，你看到的当然伤不了你，课本你也看过，等级更高的暗器，你确保能躲过去？唐心撇撇嘴。我不敢保证，但你的暗器只要没有毒，即便伤到我也没用，就算有毒，临死之前也能反杀。黄叶色厉内荏道。唐心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立，小暴脾气立刻迸发，小巴掌照着黄叶脑袋就拍下来。黄叶下意识的身形一动，躲过这一击。小混蛋，你还敢躲？黄叶苦着一张脸，这妞明明打不到自己，竟然抬出老师的身份。唐心冲过来，这次黄叶没躲，脑袋瓜子被削了好几下，一边削还一边念念有词，叫你反杀，叫你反杀，小混蛋，懂不懂尊师重道？老师，我错了，我服了。唐心看到黄叶投降才收回手，正式跟你声明，以后你只能对老师好，绝不能有歪心思。唐心虎视眈眈地看着黄叶。好吧，我亲爱的唐老师。黄叶，你傻了7年，清醒的时间没多久，怎么会变这么强大？老师，这是秘密。确实是秘密，别人知道你的实力吗？知道的人只有我那2个丫鬟和你。唐心忽然感觉心里有点小甜蜜。这么说，我是除了他们2个以外，你最信任的人。差不多吧。你为什么信任我？很简单，我想让你成为我的女人。拉倒吧，你就会口花花，而且我爹那关你也过不去。那就打到他同意。黄叶举起拳头比划一下。你个小混蛋，那可是你未来老丈人。唐心敲了一下黄叶脑壳。要是我也不同意，你也要打到我同意吗？你不用打，我告诉你成为我女人的好处，你会主动投怀送抱。唐心撇撇嘴，这个小混蛋真不要脸。别吹牛了，让老娘主动投怀送抱的人还没生出来，你就骗骗那些丫鬟罢了，成为你女人能有什么好处？我现在不会告诉你，
反正是天大的好处，能让你半夜做梦都会笑醒的好处。你确实是个怪人，自信心膨胀，还天大的好处，老娘活这么大，能让老娘动心的好处，老娘还没见过。我建议你还是说出来，否则老娘的手段你想象不到。其实也不是不能说出来，不过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唐鑫确实很感兴趣，这小子横空出世就是个谜，如果不知道这个好处，茶饭不思是肯定的。很简单，用唐门的毒道和高级别暗器点击交换，白日做梦。别说我没有，就算有也不会跟你换，那是我们唐家的不传之秘，一旦泄露，唐门就毁了。切，一个小小的唐门还当成宝了。老师，现在您还能换，将来您想找我换，我还不见得同意呢。天下女人有的是，我把好处送给愿意跟我的人不好吗？滚犊子，你爱送谁送谁，老娘不要。唐鑫一脚踢来，嗖，黄叶没影了，踢了个空气。老师再见。倚在门口处的黄叶摆摆手，老师，天大的好处，你要记得。说完一溜烟消失不见了。这个小混蛋就是想骗老娘的毒术和暗器，还什么天大的好处，当老娘白痴吗？虽然口中这么说，但是黄叶的话已经在这妞心里埋下种子。黄叶自然知道种子的威力，尤其对女人而言，女人的好奇心都很重，本身自己已经是超级大秘密，再加上这个秘密绝对能把人折磨死。从讲堂出来，他准备去内宫讲堂，走了没多远便发现异常。系统给他的跟踪术，他拜读过全文，至少在初级跟踪技巧方面，他在这个世界也算顶级存在。加上他的360度无死角眼睛，跟踪的人自然无所遁形。现在已经确认跟踪的有2个人，分别在不同方向，应该不是一伙。2人各走各的，装作闲逛的样子，实际目光时不时扫过他。这特异功能的作用越来越明显，当初真有点小看他。到了内宫讲堂，看到里面听课的学子并不多，只有7、8个学子在，穿着也普通。这些学子黄叶没什么印象，应该不是老胡头那个内宫班的人。看到前面的教习是个中年人，黄叶犹豫一下，先听听吧，应该讲的一般，听课的人不多，在后面找个空位坐下。听了一会儿，便知道为什么没人听课。这个中年人太絮叨，像老太太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，很多知识点讲的都很笼统，几乎就是照本宣科的方式在讲课，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。同样的内功知识，老头讲的就生动有趣，容易理解。已经进了讲堂，总不好半路离开，只能继续听下去。下课后，黄叶被教习喊过去，听到黄叶抱歉的说辞，教习失望的离开了。黄叶走到一位学子面前，这位同学，请问胡教习的课都什么时候有？这人上下打量了一下黄叶，胡教习的课都在上午，不过他的课很贵，像我们这样出身的学不起。看你的装扮，我建议你留着陈教习这里上课，那个班级可是龙潭虎穴。这人倒是一片好心，谢谢，我知道他的课贵，但他讲的也好，既然来听课，当然要听最好的，那祝你能学业有成。说完转身便走了，边走边摇头。其余几人也目露鄙夷之色。黄叶想了想别的学科，好像没什么需要学习，还是回去自己修炼。离开讲堂，跟踪的人立刻跟上来，这2货还不离不弃呢，要不要收拾一下他们？好像没什么理由，派来跟踪的人可能练兵价值都没有，他们能采用什么方法对我出手呢？这地方不适合暗杀，应该会找什么理由跟我发生冲突，然后挑战我。这样也好，自己守株待兔就行。第二天一早，黄叶直接去了内宫讲堂，照例在后面找个位置坐下，因为过来的早，讲堂的学子来的不多。不过已经有学子看到他，跟身旁的学子嘀咕起来。后面那小子好像是那天的穷鬼，他的声音虽然不大，但也足够讲堂内的学子听得清楚。几个学子都回头看向黄叶，见他还是一身粗布衣衫，都是面露不屑的表情。他怎么又来了？难道是弄到银子了？应该是，不然他没脸过来。弄到银子也没用，一会儿奖标来了，一定有好戏看。没错，估计他弄的钱仅够买书，交不起保护费，弄不好还会被奖标收拾一顿。就算他交得起保护费，红姐那关他也过不了。几人的窃窃私语，黄叶自然听得清清楚楚。奖标这名字还挺霸气，最好是那天说话尖利的小子。还有什么红姐？红姐应该就是那个说话刻薄的女子。没想到这女子还真是人丑多作怪，在古代还有女校霸，真是奇葩。随着学子陆陆续续到来，议论声也越来越多。你说他能不能是那个记忆天才？不好说，就算是也没用，脑子好挨打的人还少吗？也是，今天一定能看到好戏，好期待啊。快到上课时，讲堂外走进6人，看这6人走路的姿势，就是骄横跋扈惯了。为首一人是个5大3粗的壮汉，粗粗的眉毛下长着一双牛眼，满脸的横肉，一身锦袍穿在身上，极不协调。
说话尖利的男子也在其中，紧跟在壮汉之后，一副狐假虎威的样子。随着几人的进入，班里的所有学子立刻站起来。几人显然习以为常，依旧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。这使依旧在座位上坐着的黄叶显得格格不入。黄叶感觉自己的凳子被人轻轻碰了一下，转头看去是个相貌普通的青年。青年和他相距不远，正向他挤眉弄眼，示意他站起来。黄叶冲他笑了笑，并未理会，依旧坐在那里。进来的6人也看到黄叶，都是一愣。说话尖利的男子对壮汉说道：“大哥，是那天的穷小子。”壮汉点点头，看他这样子，应该弄到银子，今天又有收入了，你过去问问。男子走过来：“小子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弄到银子，这里的规矩你懂吗？”讲。黄叶不咸不淡地蹦出一个字：“你小子挺牛啊，敢这么跟我说话。”黄叶看了看他，也不吱声，本想骂他2句，考虑一下，还是没张嘴。他要等对方先挑衅，自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虐他们，这点很重要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我特么跟你说话，你做得倒挺安稳，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男子这话一出口，所有人都知道好戏即将上演，都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。他们觉得黄叶确实欠收拾，所有人都站起来了。一个穷学子竟然坐着不动，像这种没有眼力劲儿还装叉的穷鬼，要是不被教训一顿，都对不起他们这些观众。男子说罢，黄叶依旧老神在在地坐着不动，抡起巴掌向黄叶脑袋扇过来。啪的一声脆响，众人心中暗叫一声好，就应该狠狠揍他，叫他装叉。不过他们看清画面时，全都瞪大双眼，张大嘴巴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这什么情况？那小子怎么还坐在那里？捂着脸的却是周坤。周坤自己也懵了，明明自己一巴掌扇过去，什么都没打到，自己脸上却挨了一巴掌，火辣辣地痛，感觉自己的牙都有点活动，嘴里也是腥腥的。明明没看到他出手，这一下是怎么打的？你敢打我？别说这么难听，是你想打我，我这是正当防卫。卧槽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壮汉身边几人立刻冲过来，只是刚迈出2步，一道声音从内堂传出：“小兔崽子们，你们闹够没？当我不存在吗？”几人立刻停下脚步，狠狠瞪了黄叶一眼，迅速回到前排的几个空座。只有壮汉依旧狠狠盯着黄叶，放出一句狠话：“小子，你有种！”周坤也捂着脸回到自己座位。老胡头施然从内堂踱着方步出来，冷冷看了一圈，看到黄叶的时候也是一怔：“怎么是这小子？你怎么来了？现在有银子吗？”教习好，学生这2天砸锅卖铁，总算把银子凑够。哦，你向武之心倒很虔诚，既然有银子，先交银子再上课。黄叶起身走到讲台，掏出一个钱袋，哗啦一声倒出一堆散碎银子，其中还有一些铜板。铜板也是这里的流通货币，是由钱庄定制，是用来购买一些价值比较低的物品。教习50两，1文也不少。这一堆银子加铜板，彻底惊爆所有人的眼球。这货太有才了，从哪儿弄了这么多散碎银两和铜板？讲堂寂静了6秒钟，所有学子爆笑起来，连周坤都痛苦地笑出声来，就是笑的时候有点疼。老胡头狠狠瞪了黄叶一眼，这小子肯定是故意的，报复前几天撵他走。面色阴沉地扫视一圈，笑声戛然而止。没错，这确实是黄叶故意的。他把寝室3人发动起来，共同收集了50两散碎银两和铜板。老胡头掏出一个钱袋，点都没点，把这些散碎银两收入布袋，随手把一本教材扔给黄叶。黄叶接过后，满意地点点头，终于可以学习内功了。刚想转身回去，等等，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。老胡头说道：“教习，您还有什么交代？你还没交听课费，每次1两银子，没有听课的费用，我还是不能让你听课。教习，听课的费用不是每周统计后再交吗？对别人是这样，对你不同，我怕你到时候交不上，所以决定每次单独收你的费用。教习，您为什么对我搞特殊化？很简单，因为你特殊。好吧，我交。”黄叶装作无奈地说道。老胡头没想到这小子真能交听课费，本以为他这50两凑的都很辛苦，连铜板都出来了，肯定没银子，把他撵出课堂，让这小子吃点苦头，谁让他弄一堆碎银子铜板损自己。黄叶在怀里掏了半天，众人都不明白他在掏什么。终于一张皱皱巴巴的纸被掏出来，黄叶摊平后递上去：“教习，给您，这是100两银票，麻烦您找钱。”老胡头鼻子差点没气歪：“你有种！这小子太坏，故意恶心自己，刚才后悔为他挡灾，一会儿打死他都不会出声。唉，人善被人欺呀！”老胡头直接把刚才的布袋拿出来，哗啦一声倒在讲台上，挨个数起来。黄叶笑眯眯地看着老胡头：“
下面的学子彻底被这画面惊呆，心道：这家伙真是睚眦必报，连教习都不放过。老胡头也有点后悔，刚才单独把黄叶那50两收着好了，现在这50两和自己的散碎银子混到一起，数起来真麻烦。数了一会儿便失去耐心，哗啦一下全部推给黄叶。算了，不查了，这些都给你。教习，您这数量不够99两吧？我说不查就不查，你以后听我课不用交听课费，你肯定不吃亏。教习，滚回去！黄叶赶紧把银子铜板收回钱袋，溜溜地回到座位。赚了亏了无所谓，恶心到你就行。众人看到老胡头一脸怒容，心里都是咯噔一下。老胡头弄不好会把怒气撒到他们身上。今天不讲课，打坐一天。老胡头怒声道。完了，果不其然，遭罪的是他们。报告教习，我没学过。黄叶举手道。教材上写着呢。黄叶想了想，也没说什么，盘膝坐在凳子上，边看教材边打坐。不到一炷香，整本教材看完，便收起教材，闭目打坐，思考教材的内容。其他学子并未注意黄叶的举动，他们都在闭目打坐。讲台前的老胡头却看得一清二楚，心中不免起疑。咦，听说前2天有个记忆狂人，看书的时候一目一夜，难道是这小子那个小穷鬼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没人吱声，众学子听到老胡头的声音，全部侧耳倾听。他们不知道教习为什么会问名字，因为从来没问过。说你呢，刚刚交钱的家伙。教习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是小穷鬼，不知道您在叫我。学生黄叶。华。打坐的学子们齐齐转头看向黄叶，这名字他们听过。不少学子看到黄叶的时候，已经怀疑他的身份。毕竟前几天黄叶这个名字太惊艳，打了江云，他们觉得没什么。内功班和暗器班不是一个等级，江云的实力在这个班就是垫底的存在。学院的剑道班和内功班是实力最强的2个班，所有的高手都集中在这2个班。黄叶出名还是他的记忆力，那种强大的记忆力确实惊人。只是他们没想到，这家伙在内功班也敢如此嚣张，蒋彪可是武士境5层的高手，手下也有3个武士境，连最忠实的走狗周坤都是5途境巅峰。知道黄叶是那个经验学院的最强大脑，这些人按到他完了。一会儿下课后，这家伙的脑袋很可能被削放炮，弄不好还会变成最笨大脑。老胡头也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连自己都能戏耍，这一仗输的不冤，刚才郁闷的心情好了许多。老胡头没说什么，这个世界重武轻文，记忆力再好也没什么用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何况还是个喜欢惹事的书生。唉，可悲啊，放着这么好的脑子，不用来好好修炼，就会惹是生非，天天想的都是蝇营狗苟的小事，能有什么出息？黄叶看老胡头不再搭理他，也懒得回应，自顾自理解教材的内容。老胡头的教材写得真不错，讲解得很到位，只是他对功法了解的太少，看不懂的地方也有不少。让系统解释，系统也不清楚，这些内容跟系统记录的内功心法出入也不少。黄叶学习内功心法，只是想学会使用方法，而不是修炼真气。系统也不敢强行给黄叶一个标准答案。黄叶提出一个问题，系统一般都给几个选项，让他自行选择。黄叶也理解这种情况，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是很强大，但也需要过程。人工智能参考的文献越多，精确度越高，这也是把双刃剑，人工智能永远做不到完美，因为它不能感同身受。所以系统最终只能提供参考意见，最终决定的还是自己。看了不到半小时，黄叶再次举手开启了提问模式。开始2次，老胡头还耐心讲了讲，看他还是不停提问，便有点不耐烦。你小子不要总是提问，会影响其他人打坐，有什么问题下课再问。黄叶一听不干了，这老头太爱记仇，现在也没上课，怎么不能解答问题？他可以等到下课，自己等不到，这可是1天时间。脑袋一转，教习，我有办法不影响。说完，一溜小跑到了老胡头身边，席地而坐。老胡头目瞪口呆看着他，这小子太不要脸了，有你这么提问的吗？黄叶可不管老胡头怎么想，把自己的音量调到20分贝，继续提问。老胡头很想一脚踢飞他，不过看他的态度很认真，还是放弃这个念头。没办法，谁让自己刚才落了口实，这小子的声音很小，只有自己可以听清，确实影响不到其他学子打坐。不过他实在不适应小声说话，自己好歹是教习，大声说话早已养成习惯。小声回答几个问题后，直接把黄叶带到后堂。大声说话的感觉真好，不时还可以骂2句，小声骂的时候感觉很不爽。黄叶看这个机会太难得，问题也层出不穷地抛出来，有自己的问题，也有系统委托他提问的。他自己的问题并不多，他的脑子和人工智能比起来差太远。系统扫描完所有页面，就以每秒上亿次的运算速度进行解析推理。
10000个黄页加起来也赶不上系统的速度。黄页题的问题越来越复杂，里面还涉及前世的内功修炼方法，让老胡头回答的都感觉吃力。不过老胡头的实力确实不一般，绝大部分难题都能讲通，也有几个问题让他苦思冥想，一时半会儿无法解答。老胡头是真心佩服黄页的超脑，这家伙就看了一遍，提出的问题已经涵盖整本书，还有不少问题已经超纲，连他都不了解。如果修炼天赋也好，那真是难以想象，看来有个好大脑，对修炼的帮助确实很大。老胡头感觉黄页的思维也很开拓，自己在解答问题的时候，感觉在某些方面也会有所收获。这样的学生好可怕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突破，一直停留在武王巅峰。停留的原因不是因为功法问题，而是他在壮年时受过重伤，导致实力下滑，境界突破的难度加大。现在是空有理论，身体跟不上，除非自己的理论能达到新的高度，才有机会突破。而这一天的教学竟然让他感觉有突破的希望。虽然不清楚黄页这些超纲问题来自哪里，但他说的一些东西确实有点道理。教习，您对修仙功法有了解吗？那是必须的，不过了解也没用，修士跟我们武者是完全不同的体系。我看过一本修仙功法，里面讲述的天地灵气和元素概念，在我们武者体内根本不存在。哦，您还看过修仙功法？学院里就有一本。我们武道学院怎么还有修仙功法？黄叶心道，看来自己预判对了，这里真的有修仙功法，不是什么太好的功法。那本功法是战利品，是很久以前一位院长击杀一个作恶多端的散修，从他手里抢来的。那位院长一定很厉害吧？他是武帝巅峰，不过那个散修也不弱，已经是元阳境修士。教习，我能看到那本功法吗？不能，那本功法虽然在藏经司，但不对外。为什么不对外？让我们研究一下不好吗？哼，院长担心那本功法是邪道仙功，因为那个散修当时在银月城犯了几个大案，他怀疑那本功法有问题。那您是怎么看到的？我什么身份？想看功法，谁敢不让我看？也是，您老德高望重，学识渊博，道貌岸然，敛财无数。停，臭小子，你是绕着弯损我吗？不敢，不敢。教习，弟子有个请求。哎呀，我们才见2次面，你就求我，你是不是有点膨胀了？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不用求。那本功法不可能让你看，看一会儿不行吗？黄叶可怜巴巴地看着老胡头。不行，你小子的能力太特殊，看一会儿全能背下来。老胡头说到这里，忽然一拍脑袋。对啊，你能背下来，忽略这事儿呢。那什么，你也别求我，我答应带你看，不过我也有要求。黄叶一听有戏，只要能看到，什么要求都答应。教习，我只是想看看，要是有代价，学生还是放弃，毕竟只是好奇而已。老胡头贼兮兮地瞄了黄叶一眼，小兔崽子，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老狐狸，你行 ，I 服了 you。教习，其实您的要求要是不难，学生也可以勉为其难。老胡头撇撇嘴，小样，还跟我玩路子。很简单，你看过那部功法，要誊抄一份给我。黄叶一愣，这老狐狸誊抄功法干什么？他不是随便看吗？不对，他刚才是吹牛逼呢。黄叶仿佛看到天上有一群母牛飞过，他也没点破。教习，您这个要求不难，我肯定给您誊抄一份。我们要想个计策，那本书很难拿到。虽然我觉得那种功法我们武者没什么用，但我想从中借鉴点东西。这个老狐狸，他的目的指不定是什么，反正是双赢。你把天捅破，跟我也无关。这么办，我去藏经司的时候叫上你，我们俩分别进去，到时候我会去茅厕，你跟我过去。教习，您这个方法确实不错，可是我现在没有积分，连藏经司都进不去。我这几天给你弄一些课10分，这些分足够你进去几次。谢谢教习。你小子真的都能记下吧？老胡头有点不放心地问道，毕竟他听到的只是传言。放心，保证一字不差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功法我以前看过2遍，能记住里面的一些句子。这老滑头是提醒我别糊弄他呢。您放心，不信您可以考考刚才的教材。老胡头还是谨慎地考了黄叶，看他对答如流，也是暗暗点头。这小子的脑袋真是奇葩。教习，您不是说那个功法对我们武者没用吗？以前我是觉得没用，不过今天和你讲了很多，你小子给我一些启发，觉得再看看那部功法对我晋升武帝有帮助，看来弟子也有点用。还行吧，虽然不知道你那些奇葩想法怎么来的，但那几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。我隐约记得在那本功法里面有相关的问题，当时以为跟武者无关，也没深究。我想在那里找找答案，之前看的2次因为时间短，研究的过于肤浅。教习，等我们弄到手，您研究出来一定告诉学生。你个小滑头，在学术方面我不是吝啬鬼。好了，快到晚饭时间，我们也该出去了。外面那帮混球
现在肯定叫苦不迭。我一会儿警告一下那几个家伙，他们不敢对你动手。教习，这个不劳您操心，那几个小杂鱼我能对付。你能对付？你确定？那个蒋彪是武士境5层，另外几个也不弱，他们的内功可都不弱。教习，那天他们没少嘲笑我，今天又来挑衅我做事的风格您了解。老胡头古怪地看了一眼黄叶，这小子确实令人难以捉摸。听他今天请教的问题，他应该没修炼内劲，难道他是体修武者？看这小子信心十足的架势，加上睚眦必报的风格，连自己都能被戏耍，那几个家伙估计要倒霉。既然你有把握，我就不管了。对了，下手时有点分寸。那个蒋彪的叔叔是副院长，尽量少惹麻烦，他们收保护费我都睁一眼闭一眼。怪不得这些人嚣张跋扈，原来是上面有人。他有人，本少也有人，扯虎皮拉大旗的事儿我擅长。行，我明白，他们做的不过分，我会悠着点。两人回到讲堂，这些学子正如老胡头所说，早已苦不堪言，只能偷摸伸伸腿，抻抻腰。要是被老胡头发现他们没有用功，等待他们绝没有好果子。黄叶回到座位时，看到身边那小子衣服已经湿透，不免生出一丝歉意。这小子毕竟开局提醒自己，却因自己受罚，不到2秒便释怀，这么打坐也是修炼，对他有好处，他应该感谢自己才对。老胡头看了一圈，吐出2个字：下课，转身回了内堂。随着一声令下，这些学子立刻东倒西歪，还能保持盘坐的只剩寥寥几人。蒋彪几人自然不能幸免于难，也都瘫坐在座位上。黄叶连比试都懒得比试，直接抬腿走人。那个谁，你站住！周坤看他要走，急忙喊道，匆忙之间便要起身追黄叶，可是刚迈出一步，吧唧一声，直接摔倒在地上。这下是直挺挺摔倒的，脸部和地面来个亲密接触，顿时感觉脸上麻辣的痛，一股热流从鼻孔窜出，直接摔个7荤8素。众学子强憋着没笑出来，不过他那几个损友却是毫无顾忌的大笑起来。这个蠢货腿脚还没恢复过来，就想去找人家麻烦，真是猪脑子。这还没过年呢，你就行此大礼，想压岁钱想疯了。黄叶鄙夷道。周坤气得差点没背过气，强行抬起头，血乎乎一张脸看向黄叶。卧槽，你敢嘲讽我，真是活腻了，哥几个不能放跑他。几人谁也没动，他们可不会像这头蠢猪一样，现在2腿都是酸麻状态，恢复过来至少1炷香时间。这造型别说上去打架，连站地都站不稳，上去找揍吗？傻叉才会站起来，全部化作忍者神龟。包括那个蒋彪，虽然他实力最强，但他可不是靠苦练上去的，这么长时间打坐，2条腿不比别人强。几人只是阴冷地看着黄叶，谁也没动。黄叶本想过来踢周坤几脚，教训他口出不逊，看到这家伙满脸是血，马上克制自己的想法，不是可怜他，是怕他的血把鞋弄脏。摇摇头，转身走了，边走还边配音：什么垃圾货色，真是癞蛤蟆上脚面，不咬人膈应人。你……周坤一口气没上来，竟然晕了过去。众学子都惊叹黄叶的胆量，开局扇了周坤，结局又是连骂带损，这种面对强权毫不畏惧的姿态，着实让他们佩服。不知蒋彪一会恢复过来会怎么收拾他，还真是让人期待。看他的样子绝不会低头。蒋彪几人也有点弄不清黄叶的路数，他这样子明显不怕他们，难道他以为把江云收拾了就觉得自己可以了？你们几个好好查查他的底，看他到底什么来路。大哥，他这么穷，很可能是哪家外企，让你们查就查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，我要的不是你们猜。几个小弟蹒跚着离开讲堂，到各处打听情况。1个时辰后回来汇报的结果是来历不明，就知道他记忆力很强，颇受暗器班唐鑫教习赏识，曾经单独被叫到后堂。什么？你说他被唐鑫叫到后堂？没错，我一个哥们亲口说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霸王龙什么时候对男人感兴趣了？是呀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这小子还真有2下子，真是羡慕嫉妒恨。老大，冷静，那个霸王龙3丈之内都不能靠近。也是，我刚才有点着相了，忘了他的凶残。没多久，另一个小弟把三角眼也带来了。三角眼把自己知道的信息汇报给蒋彪，添油加醋说了一些黄叶的坏话。老大，没想到他连萧老大都怕，是不是被萧老大的虎躯镇住了？没道理，我这体格不比老萧差，他怎么不怕我？老大，他们炼体班那几个小弟，个个膀大腰圆，气场是比我们强大。他们被三角眼提供的情报误导了。三角眼说黄叶被萧老大吓住了，连声都不敢吱。萧老大是看他打了江云，才放过他。最后众人得出的结论，这小子可能是学院某个无名小辈的亲戚，仗着有点实力，脑子好使，便目中无人。刚进学院就很嚣张，
实际是个欺软怕硬的主。大哥，要不我们一会儿杀到他的寝室，好好收拾他一顿。周坤建议道。不行，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。你小子在这丢了面子，就要在全班同学面前羞辱他。明天我们早点过来堵他，明天我一定打得他连自己老妈都认不出。周坤咬牙切齿道。众人心道，你现在这样子回家，你老妈能不能认出你都是两回事儿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帮人乌乌泱泱到了讲堂，讲堂内外安排好人手，防止黄叶逃走。不止他们的人来得早，其他学子也知道蒋彪一伙今早要收拾黄叶，全都早早的到讲堂等候好戏上演。昨天没来的女校霸红姐也露面了，正和几个小妹坐在讲堂里等候。黄叶到的时候，看到讲堂门口的蒋周二人也没搭理，依旧向讲堂内走去。站住！周坤喊道。黄叶没搭理他，继续向里面走。我特么跟你说话呢。说完一巴掌扇向黄叶。时机到了，就等你先挑衅呢。周坤的巴掌还在空中，突然感觉小腿剧痛，身体直接打横。哎呀！一声吧唧，这次是侧脸先落地，落地后还蹭了一下地面，鲜血再次流出来。卧槽，这什么垃圾战力，本少用的还是一招比较简单的功夫，扫堂腿。这招在前世属于烂大街的武技，这么简单的一招都防不住，他在武道学院都学什么了？黄叶那里知道，这些人仗着家里有权有势，一般人跟他们对战的时候都让着他们，真实实力确实不咋地。黄叶的强势出击让蒋彪和几个手下也有点懵，什么情况？他这么什么武功？他们不知道这武功真的稀松平常，只是黄叶的速度太快，一下把周坤撂倒了。小兔崽子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，还敢出手，今天不教训你一下，真不知马王爷有几只眼。蒋彪说完，一脚踢在周坤屁股上，周坤被踢出2丈远。滚一边去，没用的废物！小兔崽子骂谁？骂你？那我知道了。蒋彪的脑子不太好使，小弟有好使的。老大，他绕弯骂你呢。什么？蒋彪铁塔般的雄躯一下窜过来，铁拳一挥，照着黄叶面门袭来。这一拳是大力沉，虎虎生风，看起来霸气十足。已经有学子叫好，呜的一声，拳风已经扫到黄叶的身躯。黄叶并没有躲避，甚至胳膊都没抬。对付这一招，他有很多方法，同样能让蒋彪吃满嘴泥。不过他都没用，因为他想试试炼体效果，免费的陪练，不用白不用。砰的一声，这一拳结结实实打在黄叶胸口。黄叶噔噔噔退了6、7步才停下，他只保留1成力量做这次抗击打训练。这一拳跟自己用1成力量撞大树的感觉差不多。停下后的黄叶装作受创的样子，摇摇晃晃瞪着蒋彪。哎呀，你小子还挺劲的啊！蒋彪再次冲过去，这一拳还是奔着面门，打中的并不是面门，而是黄叶的左肩。黄叶再次被打退5、6步。这小子怕自己被打脸，故意用肩膀来抗。每次被打退，黄叶都是摇摇晃晃冲上来。看来这小子也怕了，都不敢还手，只能用身体硬扛。学生甲分析道，硬扛有什么用？他还能抗多少次，早晚被蒋彪打趴下。学生乙不屑道。谁也没注意，此时从内堂探出一个脑袋，正饶有兴致地观看两人对战。小家伙竟然用蒋彪炼体，真是奇葩的想法。一众手下带傻的围在四周，他们不知该不该出手。老大打得好像挺过瘾，那小子身上已经挨了属下，神奇的是他竟然还能站住。每次老大打他脸，他都用身体其他部位替代。如果换做他们，可能一拳都承受不住。他的实力看来真不弱。蒋彪打了一会儿也感觉累了，起初2拳是拳拳到肉，到后来他感觉黄叶的肌肉越来越硬，反震的力量让自己感觉很痛。不行，必须放大招，一定要把他打趴下，不然自己就丢脸了。这么多拳还没把这小子打倒，传出去会被人笑死。缓了缓，深吸一口气，啊的大叫一声，啪啪啪，上半身衣物尽数崩飞，一块块腱子肉显露出来。老大要放大招了，这一拳肯定能把这小子打飞。学生甲判断道，不只是打飞，我看断几根骨头都是轻的。学生乙肯定道。众人感觉蒋彪的熊躯整整粗1圈，长长的胸毛已经立起来，这家伙不会属熊的吧？黄叶心道。蒋彪用蒲扇般的大手拍了拍前胸，哇呀呀，大叫着向黄叶冲过去。不好，黄小子恐怕要受伤，我要不要出手？老胡头手中的黑板擦正准备扔过去，忽然看到黄叶正挺起胸膛向拳头迎过去。难道他不怕？还是先看看，只要不打脑袋就行，万一打傻了，自己的计划就泡汤了。砰的一声响起，接着就是的一声惨叫，还伴随着骨头断裂的咔嚓声。众人心道，完了，这次没挺住，肯定被打残，活该，叫他装逼，
装逼死得快。很多人都闭上眼睛，不敢看这血腥的一幕。听到有人发出惊讶的声音，他们才睁开眼，睁眼后也发出惊讶的声音。预想中的画面没出现，黄叶依旧站在那里。蒋彪呢？急忙四下寻找。他们看到了，蒋彪在3丈开外的地上躺着，头上流着豆大的汗珠，一张脸已经扭曲变形，脸上的横肉也变成竖肉。再看他的手臂，竟然是耷拉着。卧槽，不会吧？这造型胳膊肯定断了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整个讲堂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张大嘴巴，张大到极致，连啊都喊不出来。现场的画面已经颠覆他们的认知，一个人仅凭挨打竟然把对方的手臂震断，这抗击打能力是怎么练出来的？他们如果问黄叶，黄叶会告诉他们牛3定律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。老胡头也张大嘴巴，吃惊地看着黄叶，他以为黄叶能扛住这一击已经不错，弄不好还会被打吐血。刚才的画面他看得很清楚，蒋彪击中黄叶的前胸，瞬间被崩飞，黄叶反倒向前挺进一步，这身体强悍程度简直可怕，同时也说明黄叶用胸部的骨骼肌肉当成武器在进攻。可是胸部的骨骼和肌肉要比手臂差很多，出现这种情况，说明黄叶的实力远超蒋彪，至少是武师进巅峰。黄叶倒是比较满意这种效果，天天在密林里撞击2个时辰，不是闹着玩的。现在他身体每个部位都可以用来进攻，自己更像一辆重型坦克，不用开炮，靠碾压就能横扫。现在场内只有蒋彪在嗷嗷嘶吼，不是愤怒的嘶吼，而是痛苦的嘶吼。那些小弟2腿都不由自主地打颤，他们甚至忘了去扶蒋彪。其中一个小弟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还在地上半趴的周坤看了一炷香好戏，本想爬起来，现在干脆装作晕倒模样，重新趴下。黄叶掸掸胸口的灰尘，信步走到蒋彪面前：“蒋同学，你打够没？要是没打够，可以接着打。好久没被人这么打，真是浑身舒坦。”蒋彪怨毒地看着黄叶，黄叶一抬脚，这货妈呀！一声不顾断臂的痛苦，强行翻身，又是嗷的一声惨叫，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刚才怨毒的眼神彻底消失，只剩下畏惧的眼神。他彻底怕了这个恶魔，一种从灵魂深处的惧怕。刚才他用的是家族秘术，狂化了身体，那一拳即使武王初期也不敢硬接。可是这小子不仅接了，还把他的手骨震裂，手臂震断，身体震飞。他感觉自己好像打在铁板上，而自己弱小的像根牙签，差的不是一个等级。黄叶拍打一下裤腿，不屑地看看他：“你看你本少就是裤腿脏了拍一下，那么紧张干什么？看样子你是打够了，既然你累了，我就去上课了。胡教习的课不能缺。”蒋彪已经疼得牙齿都快咬碎，这家伙虽然怕了，但还有点骨气，开始惨叫一会儿，现在只是咬牙挺着。他心中明白自己真是狗眼看人低了，如果黄叶出手，自己连一招都接不住。行，你强，断臂之仇我记下了。蒋彪放下一句狠话，只是不敢多说，他怕黄叶真动手。这句话说出来也是为了面子，黄叶不屑地撇撇嘴，这小子还拉硬呢，要不是想练体，他现在早已变成猪头。记下也好，欢迎随时找我。说完，再次一抬脚，蒋彪以为自己的狠话惹恼他，急忙侧翻，那条断臂也再次被蹂躏。嗷的一声，这次直接晕过去。咦，没想到你还有自残的爱好，真是佩服，小弟失敬。迈步进入讲堂，忽然看到正在傻呵呵看着自己的红姐，笑眯眯走过去。妈呀！红姐下得赶紧往桌子下面钻。出来！黄叶语气平淡地说道。黄叶，小红知错了，小红再也不敢讽刺你，小红不敢出去。我尼玛，你这体格还小红，朱红还差不多。一把薅住朱红的脖领子，把她拽出来，啪啪啪啪，4个大嘴巴子呼上去。红姐本来有点像猪头的脸，这回彻底变成猪头，丢下这个女人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最讨厌女校霸，女子讲究3从4德，今后再敢霸凌别人，外面那个熊就是你的榜样。”黄大爷，小红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红姐急忙跪下，磕头如捣蒜般喊道：“好好听课，挺好的学院，让你们弄得乌烟瘴气，一群垃圾。”说完，找个座位坐下。突然耳边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你小子牛！”抬眼看向后堂方向，老胡头正看着他，同时竖起一只大拇指。老胡头一定用的是传音入密，只能自己听见，可惜自己不会，要不然就回一句小 case， 不过是毛毛雨罢了。老胡头收回拇指，这个小滑头，自己告诉他下手有点分寸，他干脆来个不出手，让别人找不到任何毛病，真特么是个人才。看到黄叶进了讲堂，那几个手下战战兢兢跑到蒋彪身旁。怎么办？老大现在晕了，我们先抬到医道班，让秦娇习治一下。也好。几人刚挪动一下，蒋彪立刻疼得醒过来。老大，我们抬您去医道班找秦教习。不用，
先抬到我叔叔那里，让他看看。几人手忙脚乱抬起奖标，再不断嗷嗷声中离开讲堂。那个依旧趴着的周坤赶紧爬起来跟在后面，他不敢跑，一旦逃走，他承受不了奖标的怒火。现在整个讲堂寂静无声，所有人都目视前方，谁也不敢看，谁也不敢说。这个黄叶每打一下奖标，竟然将奖标的臂骨震断。在他们眼中，黄叶已经是恶魔的代名词，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被黄叶拉去打他。老胡头笑眯眯从内堂走出来，小声咕哝一句：今天上课的氛围好，寂静无声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。副院长蒋天阳看着自己的侄儿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活该，这回捅了马蜂窝吧。叔叔，您一定替我报仇，安排人收拾他一顿，然后开除他。蒋天阳冷冷看了几个小弟一眼，你们滚出去。几人立刻灰溜溜离开院长室。你能自己回去找场子不？叔叔，我不行，他太邪门，我觉得他战力应该在武士境巅峰，而且他还是练体武者。还好你还知道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不行。叔叔，您可是副院长，武王巅峰，不论哪方面都能把他拿捏死死的。你个蠢货，就知道利用权势和力量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们调查过，他就是个小人物，很可能是哪个学院员工的亲属，学院照顾才进来的。说你蠢，你还真对得起这个字。你们那几头烂蒜能查出个毛线？叔叔，他还能有什么特殊身份？难道是院长的私生子？蒋天阳气得一脚踢在蒋彪屁股上。撕你个头！他是城主的儿子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蒋彪彻底呆傻了。这回知道我为什么惹不起了吧？知道了。蒋彪垂头丧气地说道。虽然城主和学院没有隶属关系，但除了院长能跟城主平起平坐，谁敢惹城主，那可是武帝。即使没有城主身份，也是银月城顶尖的存在。叔叔，城主的儿子吴江我见过，怎么没见过他？他是义子，前段时间才苏醒，城主交代他的身份要保密，你自己知道就行。那几个蠢货不能知道，以后你见了他就躲着点。叔叔，那我这次白挨打了。你个蠢货，人家打你了吗？好像没打。那你就滚回家养伤去，永远也不要想报仇的事儿，否则你这辈子也别出家门。蒋彪委屈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蒋天阳没理他，只是在心中思索，没想到这小子战力会这么强，按理说不应该。难道他变傻的消息是假的？现在的实力当教习都有资格，怎么会来这里学习？搞不明白城主到底什么意思。蒋彪也在心里暗暗叫屈，这混蛋这么强实力，还是城主儿子，他穿这样不是来学习，就特么是来打脸的。知道自己报仇无望，只好忍下这口气，惹不起只能躲，老实在家养伤吧。把外面的小弟喊进来，招呼他们去医道班，同时警告他们回去让内功班所有人保持沉默，今天的事情要是传到外面，就是与他为敌。蒋彪心里也憋着坏，自己受辱，绝不能让学院那些天才看笑话，继续让这小子在外面阴人，多几个被坑的天才，他被坑就没人关注了。而且他知道有个人肯定会被坑，就是江云那个后台剑道班老大何冰。最好这两人往死里干，何冰不只是剑道厉害，还擅长谋略，阴险狡诈，这家伙当年没少干扮猪吃虎的事儿。蒋彪的操作让本该迅速在校园网发酵的一个火爆话题彻底沉寂下来，内功班所有学子自然不敢招惹他，就算他在家养伤，他的余威还在。黄叶对这种小杂鱼自然不关心，还是安静的上课，努力学习内功知识，静等老胡头找他作案。他也看出来，就算老胡头想看到功法，难度也很大。迟迟未见动静，说明保密级别极高，不亚于军统的最高军事机密。好在他的学习并不耽误，那次一整天和老胡头研究功法，加上这段时间天天听课，让他对真气的使用方法有了更深了解。虽然自己没有真气，但调用灵气模拟真气，效果也不错。他连续几天在内功讲堂，却让一个人对他念念不忘。没错，就是唐心。黄叶留下的种子，现在已经生根发芽，在他的心里慢慢成长起来。根须时刻撩拨着唐心脆弱的心脏。他能感觉到黄叶并不是骗他，而是真有一个天大的好处等着他，需要他用毒道和高级别暗器去换。前2天他忍住了，之后便经常回府。他手里确实没有毒道和高级别暗器的典籍，虽然能背出一些，有些暗器也能画出来，但还做不到详细。以黄叶那个脑子，肯定能看出纰漏。这2天他以备课为由，跟老爹借出来看了2个夜晚，2本典籍想誊抄根本做不到，每本都有几百页。心中后悔为什么把黄叶一木一叶的本事告诉老爹，如果自己不说，偷摸带黄叶来看，会省掉很多麻烦。他现在心里已经不是想着保守唐家秘密，而是用唐家秘密换那个天大的好处。你个死黄叶，去了内功班就忘了老娘，老娘在你心里一点地位也没有吗？不行，你不过来，老娘过去找你，不挖出你的秘密，老娘不姓唐。第2天傍晚，
唐兴出现在黄叶寝室中，3个小弟立正站在那里。他去哪儿了？教习，他这个时间段肯定在练功。哦，练什么功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？一般是2个时辰，现在还有1个半时辰。哦，这么长时间？没错，开始的时候时间没这么长，后来时间越来越长了。唐兴想了想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他。是。3人溜溜地出了房门。冯云是最后离开的，出门前善意提醒一句：教习，这里隔音效果不太好。唐兴一时没明白这句话，正在愣神中，这小子已经关门离开。等他想通，拉开房门，外面连人影都没了。气哼哼地走回来，脸上突然一热，到黄叶的床铺上躺下，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。醒来已是天光大亮，看到屋中只有自己，黄叶的人影都没见到。这个小混蛋竟然夜不归宿，狗屁练功，一定是去会那2个相好了。气哼哼离开寝室，他真没猜错，黄叶练完功直接回了城主府。这次回城主府，他遇到一个人，就是那个潜伏在2少爷院落外的老头。老头在小院旁逗留的时间并不长，黄叶有心跟上老头，担心被老头发现，还是放弃了行动。这老头探听2个丫鬟干什么？难道是怀疑什么？老东西，你要是敢出手，本少豁出去了，就算打不过你，也让你掉一层皮。2个小丫头看到黄叶归来，也是高兴万分。黄叶本想问问最近有没有人关注他们，可惜没有询问的机会。离开时，黄叶才了解了一些情况，2女并未发现有人在附近，府内一切如常。只是2女的身份水涨船高，婢女和奴仆见到他们已经不像从前，而是毕恭毕敬。2女的膳食也增加不少高营养和高蛋白的食材，偶尔还能吃到补品。婢女说这是大夫人安排的，大夫人打的是什么算盘，黄叶也懒得管，提醒他们注意验毒就行，尤其要注意鸡鸭的变化，一旦发现异常，什么都不能吃。回到学院，到了内宫讲堂附近，黄叶便被人截住。你小子行啊，看你满面春光的样子，昨夜是不是找他们去了？这妞身上怎么酸酸的，好大的醋味。他们是本少的丫鬟。哼，老娘这几天白为你的事儿操心了，我算瞎了眼。我的事儿？我的什么事儿？黄叶有点糊涂。就是你要的毒术和高级别暗器。不会吧，你真没有典籍？黄叶讶然道。骗你干什么？那2本书我老爹天天看得贼严，根本拿不出来。哦，那你自己会吗？黄叶问道。我当然会，只是有些细节记不住，怕误导你。老师，你教我就行，那2本典籍能看到就看，看不到也无所谓。我只是感兴趣而已，学会了多个防身技巧，就算不伤人也能防着别人。你早说啊，害得老娘费了半天劲。唐兴不满道。老师，典籍弄不来，怎么也要有替代品，我要求不高，送我1件高级别暗器就行。黄叶的脸皮很厚。你可真不贪，老娘不干了，高级别暗器我爹就给我1件防身用，不可能给你。你爹真抠，这么宝贝的女儿就给1件暗器。黄叶撇撇嘴。你以为那种暗器是大白菜吗？制作的难度很大的，不只是工艺复杂，需要的材料也很难找。唐兴解释道。切，有什么难的，把图纸拿来，6级车工就能搞定。什么6级车工？唐兴一愣，从没听过这个名词。你不懂，我家乡的说法，反正就是很容易。你别蒙我了，还你家乡，当我不知道你的事儿似的。哦，你还知道我的事儿？黄叶意味深长地看着唐兴。唐兴这才发现自己说漏嘴。我说过吗？黄叶并未深究，不怀好意地笑了笑。我说的家乡是梦里的家乡。嘿嘿，你装傻，我也跟你装傻。唐兴明知道这家伙在扯淡，也拿这货没办法。行了，我放弃那个天大的好处，在你这里一点便宜也占不到。唐兴准备放弃，这家伙太难缠。别介，暗器的事儿不着急，将来给我也行，你先把那2个教我就行。黄叶退而求其次。将来也没有，你甭惦记了，除非你自己做，不过以你的能力，想做出来比你做家乡梦难100倍。唐兴拒绝道。你别小看人，早晚会让你见证奇迹。行，我等你那一天。老师，您什么时候教我？黄叶锲而不舍地问道。你先告诉我那个天大的好处。我如果告诉你，你不教我，我不是亏了？黄叶摇摇头。不会，我说话1言9鼎。黄叶撇撇嘴，这丫头撒谎都不打草稿。行，我相信你了，反正你要是不教，我也有办法。我先去上课了。等等，你还没告诉我呢。唐兴追问道。这个不急，那个秘密天黑的时候说，效果更好。说完，黄叶直接跑进讲堂。我在讲堂等你。唐兴赶紧扔给黄叶一句话，之后便一脸懵逼站在那里，
百思不得其解。自己头回听说还有白天和晚上听到效果不一样的秘密，这小子到底玩的神妖路子？算了，这货已经进讲堂了，自己总不能追进去。刚才在这里已经有学子在远处围观，不能破坏自己的淑女形象。捋了捋秀发，轻移莲步回了暗器班。今天的课，暗器班学子听得云里雾里，左一句右一句，不知美女老师在讲什么。最后唐教习还别出心裁出个题，让他们猜一猜什么秘密晚上的效果比白天好。结果这妞刚问出来，讲堂立刻鸦雀无声，所有学生都吃惊地看着唐心。一个学生颤巍巍地举起了手：“唐心教习，我知道。”唐心眼睛一亮：“快说。”教习，我不知该说不该说，我说出来怕您施展暗器。放心，我没那么残忍。唐心不以为然道：“教习，我猜床上的秘密。”床上的秘密是什么秘密？唐心有点糊涂。片刻之后，这丫头便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你混蛋！一抬手，两枚绣花针飞出，直接把这小子的嘴唇钉上。这小子欲哭无泪，说好的不残忍呢？你特么不仅残忍，还狠毒。下面学子看着这家伙的造型，全都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。该叫你嘴欠，这种话都敢跟女暴龙说，真是活腻了。滚出去，这个班以后不许你来。青年委屈的流下眼泪，实话实说也是原罪。下课，唐心气呼呼回了后堂。这丫头心里又长出了草，种子的力量很强大，不会那家伙的秘密真是那种秘密吧？不可能，那种是根本谈不上天大的好处。还是等小混蛋过来，反正这个秘密马上知道，不用浪费脑子去想。傍晚的时候，黄叶没去练体，直接来到暗器班内堂。今晚不回去了？你昨晚赶得巧，我1周才回去一次。理解。现在天色黑了，你的秘密可以说了吗？黄叶故意四下看了看，然后小声问道：“老师，你有修仙资质吗？”没有，我小时候测试过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唐心不解地问道。老师，这就是我说的秘密，我有让你可以修仙的能力。什么？唐心一下站起来。你个小混蛋，诱骗老师，你说这个天大的好处原来是胡编的。唐心的小脸带着一丝怒意。看来您不信，我信你个鬼。虽然我对修士了解的不多，但也知道我们凡人想要修仙，必须具备修仙资质，有资质才能吸收天地间的灵气，这是我们武者和修士最大的区别。唐心还是解释了一下。没错，老师您说的对，我非常赞同。您还记得我经常跟您说的那句话吗？什么话？唐心不解地问道。这小子说的话千奇百怪，自己一时真想不起来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唐心一怔，确实，黄叶经常说这句话，而且这货说这句话之前都会显露出特殊能力，这种特殊能力用正常理论完全解释不通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这么说很可能是真的。你确定没有忽悠我？教习，我忽悠您干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您和我那2个丫鬟是我最相信的人，连最相信的人都欺骗，那我活的是不是太累了？那你怎么让我具备修仙能力？教习，不知您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功法？你说，一种2人一起修炼功法。唐心小脸一红，这功法武者里也有，自己自然听说过，只是会这种功法的好人不多。听说过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唐心撇撇嘴道。黄叶一怔，没想到这女暴龙对这种功法的偏见不小。教习，看来您并不了解这种功法。您的医道也不错，阴阳调和，我想您比我更懂。这个倒是，看病用药，阴阳调和很重要。我有一种功法，就是这种功法，不过我这是修士的功法，能让你具备修仙的能力。唐心小脸一阵红一阵白，这妞已经明白黄叶的意思，怒吼道：“小混蛋，没想到你是这么坏的蛋！为了骗我，不惜捏造功法，还什么天大好处？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”黄叶没走，还是老老实实站着。别逼我动手，别以为你是城主一责我就不敢动手，城主府想杀你的人有的是，多我一个不多。哎呀，教习，您知道的秘密不少啊。黄叶揶揄道。别叫我教习，我没你这个学生。唐心怒道，这妞正在气头上，根本顾不上言语有失。你混蛋，赶紧滚，3个数。说完，手中突然多出一个黢黑的小盒子。卧槽，这一定是那个高级别暗器。黄叶吓得汗都出来了，这货能感觉到小盒子带来的压力，急忙后撤几步。这妞心真狠，知道打不过，连暗器都动用了。教习，您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吗？解释个屁，你一肚子花花肠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行，教习，我投降，这就走。2，黄叶故作潇洒地踱着方步向外堂走去，虽然背对着唐心，但后视镜特异功能紧盯着唐心的手指，一边走还一边念叨：“唉，
曾经有一份成仙的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没有珍惜，直到失去才知道它的珍贵。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唐心手中的盒子已经举起来，做了瞄准姿势。黄叶赶紧加快脚步，走出内堂。这个暴力妞绝对敢出手。唐心看到黄叶的背影消失，眼泪再也止不住，哗哗流下来。这妞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看上的人竟然如此不择手段。突然，一个脑袋出现在门口。唐老师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滚蛋！唐心再次举起小盒子，脑袋没了，但是声音却传进来。其实我不是武者，而是修士。我为什么不放弃2个丫鬟？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修士，我们3人之前都没有修仙资质。唐心猛地一怔，突然感觉自己好像犯了一个错误，一个天大的错误。自己主观认为这货就是个小骗子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却忽略了让他证明的机会。如果这家伙最后说的话是真的，他给自己的确实是天大的好处，而自己完全误解了他。只是这真的可能吗？这家伙难道真是修士？不行，这个小混蛋又留个坑折磨自己，太坏了。这就是小仙女的思维方式，明明自己把黄叶赶走，却把错误强加到黄叶身上。黄叶，你等等！唐心焦急地喊道。脑袋并没有再次出现，唐心急忙追到前堂，前堂已是人去屋空。到了讲堂外，依旧没有黄叶的身影。这小子去哪儿了？想了想，直接向食堂追去，在里面找了一圈也没找到，急忙跑到寝室。3人目瞪口呆看着香汗淋漓的教习。我去，老大太牛了，让美女教习追到如此程度，银月城也没谁了。黄叶在什么地方修炼？教习，昨天就告诉您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唐心想了想，等他回来，让他去我的院落找我，有急事儿。教习，我们没听错吧？是您的院落？没听错，你们要是乱嚼舌根，那只苍蝇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说完，手臂轻抬，人没影了。3人立刻看向手臂抬起的方向，一枚细针牢牢钉在一只苍蝇身上。3人的汗刷滴下来了。这妞也太狂暴，真心惹不起黄叶。回来时已经快到深夜，进来看到3人正端坐在方桌前。你们怎么还没睡？黄叶不解地问道。老大，没见到您，我们不敢睡。冯云小声道。有屁快放！2个时辰前唐教习来过，他让您回来后去他的院落，他想跟您彻夜长谈。冯云赶紧告诉黄叶。哦，他的院落在什么地方？3人看到黄叶一脸淡定的样子，心中瞬间有了定论。看来班长夜不归宿，可能就是去教习那里。不对，2人好像是在外面修炼，不然怎么不知道唐教习院落？3人相互看了看，开始胡思乱想。老大，教习的院落在学院西南角，每个院落门口都有教习的名徽牌。冯华腾说道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们睡吧，这件事儿你们忘掉。黄叶提醒道。老大，什么事儿？冯云问道。看到这货还是明白事儿，黄叶转身离开宿舍，一路前行到教习院落区，看着一排排院落，这里建造的真不错，有点像联排别墅。虽然接近深夜，这里仍有不少灯光亮着。搜寻一圈，终于在第2排找到唐心的院落。黄叶飘伸到房门前，轻轻敲了敲门扇。进来吧。里面传来唐心轻柔的声音。教习，深夜叫学生过来，不知何故。黄叶不咸不淡地说道。唐心知道这货是生自己的气，也没计较。坐吧。唐心嫩白的小手指了一下椅子。还是不了，听完您的吩咐我就走。我的屋子漂亮吗？唐心突然问道。还行。黄叶机械地答道。还行你个头，一件家用电器也没有，除了摆设精致点，多几束花，没什么可取之处。黄叶暗自腹诽。行了，你别拽了，你要是真生气就不能过来了。我承认我错了，先入为主的观念误会了你。唐心率先认错。教习，我在您心里就是个不择手段的纨绔子弟。是什么不重要，你真的喜欢我？唐心还是问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。这个自然。黄叶大方地承认。我刚才想了想，如果你真有那种能力，你接近我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吧。这妞好像不笨，只是她有点想多了。你错了，你的实力不低，还有唐门的毒术和暗器，这些虽然对我有帮助，但我不会为了这些蒙骗你。以我现在的条件，不缺上门求婚的人，不喜欢你，我也不会跟你提这事儿。你放心，我告诉你，我有这种能力，不是想用这种能力诱骗你，只是想保护你，除非你对修仙不感兴趣。黄叶开门见山地说道。我感兴趣，没人不感兴趣，修仙是一条长生的路，不想长生是傻子。我原来好像就是傻子。黄叶喃喃道。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唐心急忙解释。我那2个丫鬟都是凡人，连武者都不是，其中一个只会点3脚猫功夫，现在他们2个已经是出阳境3层，
跟武士境初期水平差不多，而我现在应该能和武王境对抗，这也是我清醒后快速变强大的原因。你最想知道的秘密，黄叶不打算隐瞒什么。如果你说的是真事儿，你怎么证明呢？毕竟只是你的一言之词。很简单，因为不用证明，你相信便是真的，不相信就是假的。我还有个问题，你已经是修士，实力也比我强，我的境界和唐门那些东西，你应该看不上眼吧？唐心问道。我的功法是自己悟出来的，我想通过你验证一些想法。至于唐门的毒术和暗器，我觉得至少现阶段应该有用。我到武道学院是想在这里找到修炼的方法，碰巧遇到你，可能是一种缘分吧。黄叶解释道。看来你到这里的真正目的是这个，而不是躲灾。唐心恍然大悟，也算躲灾吧。在这里我能放开手脚，在府中我要顾及他们两个，他们是修士的事情还没人知道。如果我跟你修炼，得到成仙的机会，你要是不跟我修炼，我的修炼是不是很慢？唐心问道。跟我一起修炼当然会更快，而且我的境界提高得快，也能快速提升对方实力。就算不跟我一起修炼，你也能自行修炼。我们修炼变慢，是没有正统的修仙功法，我也在努力找。黄叶据实说道。能找到吗？学院就有，我正在想办法。学院有修仙功法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唐心愕然道。黄叶古怪地看了看唐心，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，差这一件事儿吗？事先声明一下，虽然我喜欢你，希望你能一直跟着我，但我不会强求你，愿意跟着我就跟，不愿意也可以离开。我找到正常修仙的方法也会给你，到时候你可以自行修炼，只求你能保守秘密。就像他们俩，危难的时候依然对我不离不弃，我也会用一辈子保护他们。你的心我知道了，放心，我会做出选择。唐心已经彻底相信黄叶说的一切，心中已有决断。怪不得你能突然变强大，原来你是修士。你说那句话有点道理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什么叫有点道理？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只是你不敢去想。我会跟着你，因为我也想成为修士。至于将来如何，到时候再说。我跟着你的时候，你别嫌弃我就行。唐心说出自己的顾虑。哼，嫌弃我不会，只是跟着我可能会孤独。我走的路应该很难，那个功法是我独创的，里面很多地方都不完善，现在只能推演到第3层，后面9层必须学习大量的仙道典籍才能推演出来。我需要寻找这样的典籍，在这里肯定不行，我一定会进入修士的世界，去仙门学习，这样才有机会得到各种典籍。这个过程我不能带任何人，身边人只能留下等我。现在他们两个就是这种状况，我到学院学习，他们在府中等我。我们离得近，我还能回去看看他们。如果我去仙门，等待的时间很可能就是10年、100年。所以你一定要想好，他们两个还好，有个伴，你只是孤身一人，青灯古佛的日子并不好受。黄叶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不可以跟他们一起修炼吗？这个我真没想过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我觉得你如果成为修士，以你现在武王境实力，很可能迈入跟武帝同级别的境界。到了这个境界，确实没人敢动你们。我离开之前，争取弄到正统修仙功法，即便没有我，也不耽误你们修炼。行，就这么定了，我愿意跟着你，除非你不要我。你相信我了？黄叶心中一喜。其实你不是修士，我也想和你在一起。我是真不喜欢老爹安排那家伙，虽然他的条件还凑合，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只是你说的太离奇，才觉得你想欺骗我，所以我才哭了。唐心这段话的音量很小，好在黄叶的耳朵很先进。切，我是那种下三滥吗？黄叶反问道。我们接触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刚才回来一想，你确实不是那种人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呵呵，我可没怪你，如果怪你，我就不来了。那你进屋还跟我摆脸色？唐心颠怪道。总得让你感受一下误解别人的后果是什么滋味吧。这丫头还有个问题想问，只是不敢问，生怕听到不想听的答案会动摇自己的决心。什么开始？黄叶不解地问道。当然是那个双修功法，来吧，老娘已经做好准备。说罢便要宽衣解带。等等，黄叶赶紧制止唐心的动作，怪异地看了看唐心，这妞真是想通了，什么都敢干，呈现的诱惑真的好大。你确定做好心理准备了？你可是要失去原因的，就算没那个功法，我也愿意，只是我会更多考察你，还要等你用8抬大轿娶我。那现在怎么不用这些？我都要变成修士，还注重那些烦人的环节干什么？好吧，你牛。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行，功法一旦开始，我会完全失控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什么。你在开始阶段会很痛苦，等你的身体适应灵气流运转，才能快乐起来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的声音可能会很大，街坊四邻很可能听见。那不能在这里，要是让别人知道，我没脸做人了。唐心把衣衫的扣子重新扣好，这事儿先不急，等我们找到合适的地方再说。
实在不行就去学院东边的密林里。你混蛋，人家第一次怎么能在那里？黄叶挠挠头，好像确实不好，连床单都没有。那就先等等吧，去客栈也不妥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跟老爹坦白，如果你真的能做到，老爹那些典籍你也能看。典籍不会给外人看，但你是他赘婿还是修士，他肯定能让你看。你说这个法子行？行是行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方法证明自己是修士？你会使用元素吗？暂时还不行，不过也快了。我和老胡头已经计划好，把学院那本修仙典籍偷摸复印一本。什么修仙典籍？什么复印？你不知道学院有一本修仙功法吗？不知道，我来学院的时间也不短，从没听说有修仙典籍。这很正常，老胡头在学院那么长时间，想看到功法也很难，所以他才找我合作。我说的复印，就是他借出来一段时间，我利用这段时间背下来。为什么要偷摸？直接让你看不就行了？我也不清楚，估计就是老胡头自己看都有人看着，而且允许他观看的时间也有限。他是凡人，修炼的内功，偷修仙功法干什么？你哪那么多为什么？黄叶不耐烦道。人家就是好奇。唐心吐了吐舌头。好奇心害死猫。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，反正是他让我偷的，我只能勉为其难。噗嗤，你还勉为其难？估计你听到这个消息，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看透不说透，还能是朋友？估计这世界只有你能做到短时间复印一本书。那是你相公还说啥了？对了，我们现在虽然确定关系了，但我的处境你也知道，平时不要离得太近，等我解决那些啰嗦再说。用我帮忙吗？不用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如果对付你的人是城主，你有把握跟他对抗吗？看来我猜的也有点相近，现在肯定不行，等我们双修结束再弄来功法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，如果确定城主是幕后黑手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唐鑫把老爹告诉他的一切都跟黄叶讲了，还是个无法判断的局，只能是怀疑。小混蛋，我会跟老爹说我们的事儿，我们尽快双修。也好，我们两条线一起行动，只是我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得到功法。我体内没有真气，只有灵气，不知道你老爹能不能分辨出来。我先给你号一下脉，看看有什么感觉。黄叶把手腕递过去，唐鑫探查一会儿，摇摇头。我能感觉你体内有气流，只是判断不出是真气还是灵气。我们赶着看吧，我的异变不是普通武者能做到的，希望能用这点说服你爹，只能试试了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注意安全，这里都是武王。放心吧，你相公不是白给的，那些武王我还没看在眼里。我前面那个院落住的就是老胡头。那我从后窗走。唐鑫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，怕倒不怕，就是被他发现不好。好啦，你小心点就好。黄叶推开后窗，没入黑暗之中。唐鑫则是兴奋的一夜没睡，成为修士的魔力太大，他想想都能乐出来。老胡头古怪地看着黄叶离去的方向，什么人？这实力不弱，没想到小妮子竟然在这里偷人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学院那几个武王巅峰的，没人有这资格吧？年轻人谁能有这种实力？难道是剑道班那个新来的教习？没听说两人有交集，真是诡异。这帮年轻人真开放，还没有婚嫁便在一起鬼混。小当子，你这女儿真不是省油的灯。黄叶回到寝室，发现寝室的灯竟然还亮着。三人正在眉飞色舞的白话，看到黄叶进来，三人齐齐闭嘴，全都不可思议地看着黄叶。老大，你也太快了。冯云惊讶道。是啊，没想到您体力这么差。于建林也上来补一刀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好好睡觉。三人立刻回了床铺，黄叶继续打坐修炼。老大，我们很少看您睡觉，您不困吗？我打坐的时候就是睡觉，心里说的却是另外一句，我特么都是修士了，岂能跟你们凡夫俗子一样？老大，您真刻苦，就您这劲头，估计学院那些天才将来都得被您踩在脚下。你们就这么看不起我？不用将来，你现在把他们叫来，我挨个踩。老大，您不会忽悠我们吧？忽悠你们干什么？老大，有个人您一定要踩，往死里踩。冯华腾说道。哦，什么人？他叫何冰，剑道班的，我和他是不共戴天的仇，只是我这辈子没法报仇。又是他。老大，您认识？不认识，只是听说过，有人让我防着他。老大，您是应该防着他，他是江云的后台，比江云还坏，骨头都是黑的。于建华说道。你跟他什么仇？黄叶看向冯华腾，没听到冯华腾的声音，只听到牙齿发出的咯吱声。老大，华腾的青梅竹马让那家伙霍霍了。卧槽，又是这个戏码。那个何冰不只是霍霍，还把他全家灭门。我去，他这么狠毒，银月城没人管吗？老大，
谁都知道是何冰干的，可惜没有证据，何家还是4大家族，这件事成了无头公案。老大，我到这里学习，其实不是想学成什么，只是想看到有人能收拾他，靠我的能力，永远没机会。黄叶也理解他，实力差别太大，强行报仇就是找死。这么说，你想让我收拾他？老大，刚才我真这么想的，不过现在放弃这个想法了。不说他的战力如何，就是他何家，也不是您能招惹的。就算您能打过他，他那种不择手段的人，很可能用阴招对付您，您和您的家人将来都会遭殃。黄叶对冯华腾这个回答还算满意，如果他真的求自己，自己可没那个闲心管这种事儿，哪怕何冰该死，世界上该死的人多了，自己不是什么侠客，更不想被人利用。不过他对何冰的伤害等级已经提高，这小子如果真敢来招惹他，已经不是胖揍一顿的事儿，至少要生活不能自理，最好是直接打成傻子，让他傻一辈子，就是这个尺度不好把握。系统，打人脑的什么地方能把人打傻？没有准确的地方，照脑袋削就行，傻不傻看命。白问了，这招他也会。行了，你们都睡吧，他如果敢来挑衅我，我会收拾他。大哥，您……冯华腾还想劝解，却被黄叶打断了。不用说了，我会把握分寸。冯云也暗道自己嘴欠，这种事儿说出来，很可能让老大看不起他们，关系只会疏远。黄叶继续自己的学习生活。2天后，一个消息从校园网传出来，这次10城学院交流，银月城仅排在倒数第2，院长气得扔下那帮天才提前回来了。黄叶也被老胡头叫到后堂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教习可以去看功法了。不是这个，是交流赛的消息。教习，我们不是输得很惨吗？怎么还是好消息？哈哈，就因为输得惨，我们的机会才来了。您的意思是可以向院长申请看功法？没错，跟聪明人唠嗑确实省事儿。这几天你做好准备，不要出门，我随时带你过去。是全天准备吗？差不多。我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说动院长，每次去之前，你提前到藏经司埋伏。今天你先去一趟藏经司，熟悉一下那里的情况。积分我有吗？已经给你弄了很多，你去的时候让他们把积分调出来就行。好吧，我今天就去。黄叶直接从后门离开讲堂，按照老胡头说的位置找到藏经司，验明身份后，黄叶进了藏经司的院落。藏经司是一排平房，几个大学科有单独的藏经室。这里观看典籍，一个积分可以观看1个时辰，老胡头给他充了40多分，够他看4天的。黄叶还是挑了自己感兴趣的看，问过守卫，读道和医道的典籍都在医道藏经室。进入这间藏经室，里面的书籍确实不少，主要还是医道典籍。黄叶对医道并不感兴趣，这不是他的菜。单到他能感兴趣，医道还是算了，他可没闲工夫当什么神医。找了一圈，终于在一个小格子里面看到几本读道典籍。啥也别说，复印吧。说干就干，不到1个时辰，所有的读道典籍复印完毕。还不错，里面很多独裁，系统都没有。这里的典籍肯定赶不上唐家典籍，里面都是基础独裁，配置独裁的介绍也不多。出了藏经室，便向房后的茅厕行去。茅厕的位置他提前问过，先进去探查里面的环境。老胡头已经告诉他，在倒数第2个茅坑蹲守进去一看，茅厕还算整洁，就是有些臭，这里应该经常有人收拾。找到预定好的蹲位，蹲位下面有个木质的活动挡板，粪便冲下去后，挡板自动弹回来，可以大幅降低茅厕的气味。再到预定好的蹲位看了看，蹲位间的隔板下方是相通的。这老头也难为他想到这个办法，估计这个世界除了自己之外，够呛有人能配合他。从茅厕出来，黄叶进了内宫藏经室看一圈。实施计划的时候，黄叶并不在这间藏经室，而是在隔壁的外宫藏经室。到时候老头会大声咳嗽提醒他。最后进了外宫藏经室，把自己的位置确定好，这才离开藏经司。2天后，黄叶接到老胡头通知，让他去藏经司等待。在里面等了2个时辰，所有的外宫典籍都复印了，老胡头也没过来，估计老胡头被院长撅了。果然，回到讲堂时，老头正在内堂吹胡子瞪眼睛。这个老顽固道理都讲明白了，就是油盐不进。您说的是院长，还能有谁？教习，您可能去的时机不好，他刚回来，气还没消呢，过2天再去。我家乡有句话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您只要多在他那里磨叽一段时间，就能有收获。这句话很有哲理，我一定好好磨磨他。黄叶又潜伏了1次，依旧没成功。第3次，终于看到老胡头兴奋地拿着一块木牌进了内宫藏经室。路过外宫藏经室的时候，故意咳嗽3声。黄叶自然心知肚明，在外宫藏经室待了一会儿，便去了后面的茅厕。他稍微调整了一下作战方案，提前进去把位置占上。万一有哪个不开眼的把蹲位占了，
他们的计划就失败了，再想找同样的机会，恐怕难如登天。等了半小时，老胡头如约来到第一个蹲位。胡老，前面有空位，您不用到最里面的蹲位。一道声音传来。我出工的时间长，最里面挨着窗户，味道能小点。老胡头解释道。胡老，您可千万别把典籍掉进茅坑，让您带出来，我已经违规了。放心，我又不是手脚不利落，出工的时候我更有灵感。您这个特长还真有味道。那人小声咕哝了一句。黄叶已经看到老胡头递过来的典籍，封皮上书4个大字：通天玄功。黄叶感受着空气中的气味，这特么叫通变玄功，应该更准确。快速复印每页的内容，尽量不发出翻页声音。不到10分钟，整部典籍已经到了最后一页。咦，最后的封底有古怪，跟封面不同，封底页足有4-5张纸的厚度，上面有很多深浅不一的小坑，难道是盲文？不对，盲文有凹凸感，可这封底只有凹没有凸。有意思，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系统，马上对这页进行高精度扫描，可以放大1000倍。没问题。黄叶紧盯着最后一页，一眨不眨，他感觉眼球都要爆炸了，眼球好像已经完全不归他控制。这次全面由系统控制眼球，让他觉得那个全景观看的特异功能应该跟系统有关，并不是自己看到，而是系统把画面传递给自己。系统应该能控制自己的身体，这也能解释自己为什么神奇躲过月儿的攻击。系统在发现宿主有危险的时候，可以帮助宿主躲避灾祸。这一页，系统足足扫了5分钟。胡老，您完事儿没？马上完事儿。对了，我忘带厕纸，这本书挺软乎，我撕2页。爷，您一定要冷静，我这里有厕纸，刚才怕您忘带，晚辈特意带了。好吧，算你有心，等我完事儿递进来。老胡头看到黄叶把功法递回来，赶紧接住。臭小子，纸拿过来。外面的守卫立刻把厕纸递进去。老胡头鼓捣了一会儿，便随着守卫离开茅厕。黄叶等了半个小时，才摇摇晃晃从里面出来，在外面干呕了5分钟，才晕晕乎乎离开藏经司。现在的感觉是臭并快乐着。直接回到讲堂，老胡头已经回来了，看到黄叶进来，赶紧捏住鼻子，囔囔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没问题吧？”黄叶苦笑一下，看来自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这就给您老藤写，我怕忘了。哦，你不能记一辈子。我发现过5天就会忘记一些。黄叶信口胡诌道。也好，那就连夜誊写出来，好在功法不多，2-3天应该差不多。胡师，我看封底页很奇怪，有很多凹点。黄叶故意把这件事告诉老胡头，就是明确提示他自己没有保留秘密。虽然两人从那次交流后走得很近，但心里也提防着老头。世界上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，绝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。老胡头平时表现的吝啬、贪财只是一方面，其他的做事风格他并不了解。这次两人合作成功，老胡头会不会因为功法杀人灭口，他不敢保证。以前看小说，没少看到师傅算计徒弟的故事，现实中也有不少师徒反目成仇的例子，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，师徒观念看得很重。如果老胡头真心对他，自然好说；如果想卸磨杀驴，自己也不是白给的。哦，你也发现了？胡师知道那些凹点代表什么意思吗？哼，那本功法不让随便观看，就是因为那些凹点太神秘。这部功法留在学院已经300多年，历任院长都研究过那些凹点，没人研究出来。他们怀疑里面可能是藏宝图，但怕涉及仙门秘密，所以不敢让其他人研究。我借阅的时间也短，更研究不出来。确实很神秘，可惜时间太短，那一页又太复杂，根本记不住。那玩意天天捧着都研究不明白，是福是祸不一定呢。我们凡人还是别做梦了。胡师，纸笔您准备好了吧？老胡头拿过一套笔墨纸砚，看着这套东西，黄叶有点晕。小时候他练习毛笔字，跟狗爬啦没什么区别。胡师，我习惯用鹅毛笔写字，这玩意写字速度太慢。鹅毛笔？那是什么笔？就是用比较粗的鹅毛制作的笔，这要到外面找。你先拿这个对付，我回头给你找。好吧，我先试试。10个字后，黄叶被叫停了，改成黄叶口述，老胡头写。这回速度提高了2倍，字也很漂亮，不过速度也不快。胡师，您这速度也不行，5天也抄不完，还是弄鹅毛吧。老胡头狐疑地看了看黄叶，还是出门了。趁这功夫，黄叶也开始研究这部功法。黄叶也大致了解了这部功法，里面有运转灵气的修炼功法，也有一些术法。功法修炼的是天地灵气的吸收、储存、提纯、凝练、运用。里面的术法也不多，全是5行术法，金木水火土5系术法都有，每一种术法大概有3-5个，这也占了这部功法的大半。功法简介吹嘘的道挺杂人，说这部功法适合任何具备修仙资质的人修炼。
修仙小说里提到，修士能检测出五行灵根，吸纳五行灵气，运用五行元素，这点倒是相同。不过这里修仙资质并不是用灵根的方式，而是用系的方式。譬如检测出修士对火亲近，擅长使用火元素，就叫火系修士。这里也没什么天灵根、伪灵根之说，全部用系表达。一般修士都会主修一个系，辅修2个系，所以这里的修士绝大部分是3系修士。不论属于哪一系，都能修炼这部功法，将来使用自己修炼的3系术法就可以。黄叶觉得这一点还算有用，他和晴儿、月儿都不知道自己擅长哪一系，只是黄叶感觉自己吸收的好像不止五行灵气，功法里也提到五行外其他的系，但没具体提到有什么系。功法里还有修士的内视功法，通过内视，修士可以看到体内运转灵气的颜色，木是绿、青，水是蓝、黑，火是红、紫，土是黄、褐，金是金、白。功法提到的出阳镜跟小说看到的炼气期差不多，都是排出体内杂质，不断提高身体素质。而出阳的意义是在体内孕育一个像太阳似的圆球，到了元阳镜，这个圆球会出现在体内，这时圆球的颜色是灰色。到了天阳镜，圆球会根据你主修的元素呈现不同颜色。之后的境界变成什么样，这本功法并未提到，修炼到元阳镜已经到头。如果想继续修炼，可以修炼任意天阳镜功法。卧槽，这叫狗屁的通天就能修炼到元阳镜，离天还远着呢。这很可能是修仙界一本烂大街的功法，只是名字起得响亮而已。1个时辰后，老胡头怒气冲冲地拿回来3只大鹅。胡师，你要做铁锅炖大鹅吗？黄叶不解地看向老胡头。我去买鹅毛，对方不卖我，买鹅毛必须把鹅也买了。好吧。黄叶把大鹅身上比较粗壮的毛拔下来，用刀削成钢笔尖模样，沾上墨水，开始飞快地誊写。老胡头看到黄叶骚操作，也不禁佩服，这小子怎么想出来的办法，这誊写速度确实比毛笔快很多。2天时间，功法全部誊写完毕，老胡头捧着功法看得津津有味。经过这次和黄叶交流，让老头觉得以前功法看不懂的地方，现在也能明白一些，不少地方也有了新的见解。黄叶并未着急修炼这部通天玄功，而是专心和老胡头共同研究功法。这货和老胡头也一直保持一段距离，这段距离黄叶心里也没谱，只是感觉在这个距离，自己应该能躲过突然攻击。自己还有几次故意背对老胡头，给老胡头制造突袭的机会，不过老胡头并未有任何动作，眼神也看不出任何异样，只是专心致志地观看功法。胡师，我在您这里已经好几天，学生扛不住了，您老自己研究吧，有什么新的见解，别忘了讲给我听就行。行，回去后一定守口如瓶，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我不希望有第3个人知道。老胡头提醒道。您放心，学生不傻，我还想您能晋升5帝，到时候好罩着我。黄叶不动声色地拍了一个马屁。你明白就好，其实保守秘密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你永远闭口，但我不是好杀之人，你帮我这么多，如果真的那么做，我简直猪狗不如。而且我也很看好你，说实话，我都想收你为正式弟子，但我知道自己没这个资格，你太特殊，我们还是保持这种师生关系。如果我能晋升5帝，可以说全靠你帮忙。我老胡向你承诺，如果需要帮忙，我答应帮你做一件事。老胡头信誓旦旦道。胡师，谢谢您这么看好我。黄叶若有所思，老胡头为什么做出这个承诺？难道只是因为自己帮了他，自己或许真的过于谨慎？不管了，老头也说了，保守秘密的最好方法就是灭杀自己，说不好老头什么时候突然改变主意，反正谨慎总不是错。胡师，我也不瞒您，我身边的敌人很多，我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安危，这些危险我会自己应对，如果真有我应对不了的时候，我再找您。黄叶并未把话说死。哦，你一个穷学生有什么敌人？就算有，能打过你的也不多吧？哼，胡师，其实我不穷，我只是不想管家里要钱。看来你的秘密还不少，算了，我也不听，你小子就等着我晋升5帝吧。那祝胡师晋级成功，学生告退了。随着黄叶的离开，老胡头也陷入沉思，小家伙挺有意思，把功法给我之后便故意和我保持距离，显然这是小家伙的一种习惯，不相信任何人。他以前生活的环境一定很凶险，这才养成他这种做事风格。这小子说他不穷，可是银月城并没有姓黄的大家族，难道是哪家的外戚？不研究了，还是想办法晋级，这是正事儿。黄叶回到寝室的时候，3人立刻围过来。老大，唐教习已经过来几次？冯云说道。我知道了。黄叶并未去找唐鑫，唐鑫来的目的自己大概猜到，现在拿到功法，自己要先参悟功法，如果学会操控元素，再去见唐老爹更有把握。老大，还有一个人也在找你。冯华腾说道。哦，
是江云吧？看来您知道参加交流会的学子回来了。不用理他，如果唐教习来找我，告诉他我回府了，我回来会去找他。没问题，老大，大嫂那里我们一定转达。冯云立刻答应。那好，其他人问我，你们就说跟我不熟，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。我们明白，之前就是这么说的。等等，大哥，您刚才说什么？回府？冯云不解地看向黄叶，这家伙脑袋机灵，一下听到黄叶说漏嘴的地方。一直没跟你们说，其实我是城主府三少爷，不过我是义子。三人大张着嘴巴，我尼玛，什么情况？老大竟然是城主府三少爷，他们的家族跟城主府比起来，连跟葱都算不上。老大，我服了，您是我见过最低调的豪门大少。冯云一脸苦笑地看着黄叶，呵呵，我的事情你们知道越少越好，这也是让你们离我远的原因。我们懂，豪门恩怨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回到府中，老规矩，还是在小院外蹲守了半个小时，没发现什么异常，老头也没过来探查，这才回到屋内。二女看到黄叶回来自然高兴，立刻便要和黄叶修炼。黄叶制止了二人的行动，你们两个不用急，我这次回来要待几天。啊，太好了！二女都是面露喜色，你们也积累一段时间，现在有没有突破的感觉？少爷，我有点感觉。晴儿说道。我还没有。月儿有点沮丧地说道。这也正常，你们的基础不一样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少爷，您弄到功法了？月儿率先问道。没错，我回来就是准备在这里修炼几天。你们白天除了去打饭，其余时间留在小院修炼。是，少爷。这部功法能保证我们修炼到元阳境，之后的功法还要继续找，这比我预想的要差。好在有了这部功法，也能把我们的基础打牢。我一会儿把前2层功法誊抄下来，你们尽快背下来，然后根据功法修炼。少爷，那我们这几天还能一起修炼吗？晴儿小声问道。一起修炼的事儿先暂停，全力学习功法，等找到正确的路，我们再一起修炼。哦，两女脸上都露出失望之色。我大致看过功法，因为我们跟拥有修仙资质的人不一样，所以功法不见得适合我们。只有我们共同修炼，每天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，看看和功法描述的有什么不同，不断调整，不断修正。啊，少爷，我们行吗？晴儿有点担心。不行也得行，你们是女子，我们之间可能会不同，只有把开始的路走稳，将来才能走得更远。我们一定努力。对，只要有信心就好。想想我们原来只是普通凡人，现在已经是修士，最不可能事儿已经做到，再往下修炼还能难住我们吗？少爷，您口才真好，我现在感觉干劲十足。黄叶无语地看了一眼晴儿，这丫头要是在现代肯定被骗到缅北。晴儿，你把纸墨拿过来。晴儿拿得很全，笔墨纸砚全拿过来。黄叶从怀里掏出一根鹅毛。啊，少爷，您身上怎么长羽毛了？月儿惊叫道。黄叶一头黑线，这不是我的羽毛，是鹅毛，用来写字的。鹅毛怎么写字？晴儿问道。黄叶把鹅毛削尖，沾上墨水，在纸上飞速地写着。少爷，您是怎么想到的？这样写字快多了。黄叶没有回答，只是专心地写着。晴儿早已习惯黄叶的别出心裁，自从他清醒后全是新奇特。半个小时，2层功法誊写完毕。黄叶开始授课，同时也是他的学习时间。2次的誊写，他已经理解大部分内容。先把第1层功法给二女逐字逐句讲解一遍，再让二女边背边理解。第1层功法并不难，主要讲如何调动体内气息吸收灵气，再按功法运转灵气形成气旋，吸收灵气。我们体内的灵气充盈，第1步可以略过，只要学会功法和吸收方法即可。我们自行运转的时候，只能捕捉身旁比较弱的灵气。我们主要感悟如何把2种力量形成合力，这样捕捉能力会大大增强。二女盘膝坐定，这还是3人第1次用正规方法修炼。1个时辰后，少爷，我捕捉到一条灵气，还能感觉的灵气的颜色是淡青色的木灵气。晴儿高兴道。我也捕捉到一条淡蓝色的水灵气。月儿也很高兴。现在还能感觉到吸收范围，自行运转大概1丈，加上功法能达到2丈。只是有的灵气太狡猾，一抓就跑，这条灵气抓了好几次才成功。我还看到一条更强大的青色木灵气，可惜拽不动它。对，月儿说这条我也试过，发现拽不动才放弃。那条青色木灵气黄叶也看到了，因为距离比较近，他便留给二女。以前他们修炼只是感觉从外界吸收灵气进体，不管哪一系的灵气统统吸收，现在用正规功法已经能感觉到颜色。黄叶也明白3人为何到了瓶颈，五行是相生相克的，水元素和火元素碰到一起肯定会相互抵消，所以他们吸收到一定体量就会互相碰撞抵消，
突破的力量不足就成了瓶颈。少爷，您能抓多远？10丈吧。啊，那么远？哼，我境界比你们高，自行运转就能吸收到5丈。我们主动行攻时，应该是自行修炼的1倍。你们平时修炼最好离得远一些，抓取也有手法和技巧，多尝试，多沟通，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晴儿留在这里，月儿回自己房间，我到院子里。今天分别修炼，明天天亮前，我们再总结一次经验。我们的底子后，争取一天把第1层拿下。第2层是如何让灵气在体内运转。我们有自行运转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很特殊，功法里并未提到可以自行运转，都需要行功才能运转灵气。所以第2层是难点和重点，我们要把2层功法和自行运转融为一体。2层还有内视功法，到时就能看到体内气流的颜色。少爷，我们今晚真的不双修了。晴儿有点不舍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你们先忍忍，我学会运用灵气的方法就要赶回去，如果离开学院太久会引起别人怀疑。你们也要学会自律，切不可贪，双修功法还是个谜，有没有副作用还是未知数。之前境界无法突破，已经看到双修功法有弊病，经过正统功法修炼，我也有了判断。我着急弄到功法，就是想用正统功法做参考，这样才能修正双修功法的错误。少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一定努力修炼。没什么错不错，或许也是对的，只是小心能使万年传，修士的寿命很长，不急于一时。对，我们只有境界提高，才能跟住少爷步伐。好了，开始修炼吧。黄叶再次来到那棵大树下，轻轻摸着被自己打烂的树皮，回想一下这短短的2个月，竟然比前世20年的人生都复杂，也是心潮澎湃。既然要靠自己才能变强大，那就努力，重生一世，不求站在世界之巅，只求不断提升自己，保护好身边人。盘膝坐下，进入修炼状态。天色泛白之时，月儿先走出房间，接着晴儿也出来了。2女看到黄叶还在修炼，也没打搅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没过多久，黄叶睁开眼睛。晴儿看到黄叶睁眼，立刻高兴地说道：少爷，我突破了。哦，这是好事儿，说说什么情况？我抓了一条蓝色的大鱼，这家伙进入到我的区域，我就驱赶它，费了1个时辰，终于把它撵到嘴边，我使劲吸气，它就进肚了。这也行。黄叶有点懵，它进入我体内冰凉凉的，我还以为弄错了，吓得想把它赶出去，没想到它很快融入气流中，没多久我就突破了。黄叶觉得晴儿这个比喻很恰当，这让他想起前世玩的捕鱼游戏，鱼钩钓到大鱼就要使劲摇。我们这种地方最多的也是水、木、土元素，我在这棵大树下面感觉到木元素就多一些，吸收完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。月儿，你怎么样？少爷，奴婢愚笨，抓的都是小鱼，遇到大鱼根本抓不住。呵呵，不急，我们先回屋，由晴儿同学讲讲她的捕鱼过程。回到屋中，听完晴儿的具体操作，黄叶也把自己的经验总结一下，月儿则是谈了谈自己的感悟，最后在系统的帮助下归纳出一套捕鱼技巧。白天我留在这里修炼，你们回自己房间修炼，白天不用给我送饭，晚上吃1顿就行。少爷，我们要是到您的境界，是不是也不用吃饭？正常还是要吃一些，我们吸收灵气提升的是身体能量，但肌肉骨骼都是碳水化合物和微量元素，这就需要食物补充。碳水化合物和微量元素是什么东西？2女听得有点懵，全新的概念，难道是功法2层提到的？这些太复杂，你们不用知道原理。总之，不吃我们死不了，吃了会更好，只是吃太多，体内的杂质也多。我之前提到的高热量、高蛋白食物和营养品，适当吃一些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明白了，以后我们就吃好东西，太差的不吃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好了，回去修炼吧。2女离开后，黄叶继续打坐修炼，他现在修炼的是第2层功法。第1层功法早上收工的时候，他已经研究很透彻，刚才总结的技巧主要是让2女熟练掌握。第2层先学习了内视功法，这个很容易，一炷香功夫便可以熟练运用。现在他已经看到体内的气流，实际是很多元素在他体内游行，各种元素夹杂在一起，相克的元素碰到一起还会打架，形成内耗。正常的修士根据修仙资质不同，吸收的元素比较单一，加上辅修2系也不过3种，他们在修炼的时候吸收元素进入体内也会很整齐，各行各道。而他们3个不一样，什么元素都能吸收，各系元素混在一起，到了一定程度，这些元素吸收的同时也在内耗，不能用来滋养身体。如果没有正统修仙功法，他们3人很可能一直维持这样，直到生死道消。系统，把5行相生相克按原理给我排个序。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系统秒回。黄叶陷入沉思之中，如果把5种元素像彩虹一样排列，就会出现一个弊病，5行不能形成循环，
排在最下面的水无法生木。想要五行生生不息，就需要五行形成一个圆环状，这样五行才能首尾相接。不过他这个新奇想法，这本功法里没有提到。真要找到这种功法，恐怕难度系数要达到4、2。奶奶个腿，没有我就自创，连难度系数无穷大的双修功法我都创出来，这个算什么？想自创的原因很简单，生生不息的灵气肯定要强大。先梳理五行元素，按彩虹形式排序，保证五行不发生相克，最后再想办法把彩虹形成圆环状。五行梳理过程要比黄叶想象的难度大很多，需要一丝一缕分离出去。黄叶第一个选择梳理的是木元素，因为他看到木元素要相对多一些，先把木元素调到最里圈。黄叶把所有学的知识全部用上，再加上系统协助，开启调整模式。这时他发现自己跟老胡头学到的内系运用方法真起了不少作用。灵气和真气虽然不同，在运用方面却起到借鉴作用。瞄准一条木灵气，慢慢剥离，这条木灵气是昨晚吸收的，所以跟其他灵气纠缠的还不多。整个过程像从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电线中，先把一根拽出来。黄叶的精力高度集中，全神贯注梳理，直到晚饭时，这一根才被梳理出来。到了最里圈，黄叶用功法束缚住这一根的运行轨道。连人工智能都佩服黄叶的耐心和毅力，同时也暗恨自己的无能，基本帮不上什么忙。我要是能像小说里的系统那么神奇，一个礼包就把所有灵气梳理完毕，主人肯定能感动到哭。人工智能 CPU 如是想。吃完饭，三人坐一起研讨一会儿。现在二女第一层功法已经掌握差不多，黄叶把功法2层给二女讲解一遍，同时也把自己的伟大设想告知二女，让二女开始功法2层修炼。因为不用抓取灵气，二女也留在房中，三人一起修炼。这次修炼直到第2天晚饭前才结束。黄叶很满意，有了第1条的经验，梳理速度提高不少。这一天一夜梳理出10多条木灵气，在内圈已经形成一条淡青色的圆环。少爷，看您高兴的样子，一定有不小的收获吧？还不错，我已经梳理15条。什么？看到二女惊讶的神色，黄叶有点小得意。您一天一夜才梳理15条？晴儿有点不相信地问道。本少绝对是修炼天才。等等，你说那个才是什么意思？黄叶预感到一丝不妙。啊，少爷，我也没查多少条，反正一堆密密麻麻的。晴儿说道。是啊，太多了，我的也数不过来，后来感觉剩的太少，我就梳理水元素了。水元素也梳理了20多条，月儿的话语更残暴。啊，月儿，你都梳理水元素了，好羡慕你。晴儿由衷地赞道。可能是我的境界最低吧。黄叶脸色铁青地训道。你们不要骄傲，修炼没那么容易。你们速度快是因为容量小。少爷，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原因，可能因为我们女子星系对针线活比较擅长，所以梳理得更快些。黄叶想了想，晴儿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月儿，你为什么选择水元素而不是相邻的火元素？少爷，我理青木元素后也试着梳理火元素，但我发现要把那根火元素紧贴在木元素旁，难度有点大，于是换了个思路，试着梳理最外圈的水元素，难度果然小了很多。月儿，你做得很好，给我们带了个好头。少爷，我争取再快点，看看后面3条能不能找到好方法。这个课题交给你了，回头传授给我们。先吃饭。少爷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月儿喜滋滋的要出去打饭。月儿，你等等，我去打饭，你抓紧修炼。晴儿急忙喊住月儿。月儿看了一下黄叶。晴儿说的对，你最快，我们全力培养你。我也放弃梳理，现在有操控木元素的条件，先研究如何使用术法。我们3人各司其职，这样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。少爷，我晚上不吃了，反正也不饿，专心梳理。月儿说道。也可以，别饿肚子就行。晴儿，你多拿一些糕点回来，月儿要是饿了也能有吃的。明白。晴儿离开房间。少爷，我回自己屋修炼，这样专注度也能高一些。糕点我让晴儿放在门口。晴儿取来饭菜，2人吃过后，晴儿也回了自己房间。待到晴儿离开，黄叶这才苦笑一下，看来真是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本以为自己是个天才，穿越后身体有了很大改观，头脑也更发达，还有个人工智能帮助自己肯定是牛逼闪闪的人物，结果被2个刚开始修炼的小丫头虐得体无完肤。将来自己一定要把这种傲气收起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，自己要学会尊重他人，学习他人的优点，博采众家之长，这才是修仙的真谛。晴儿，月儿，谢谢你们给我上了一课。调整好心态，黄叶开始琢磨功法第3层。第3层除了功法凝练外，讲的就是如何使用元素，同时也有相应的术法。木元素的作用就是催生，能力越强，催生速度越快。按照功法所述，
他现在的境界应该是出阳境后期，可以快速催生木刺，催生出的木刺能达到牙签长短，筷子粗细。这种木刺的威力虽然不如金属暗器坚硬，但它的韧度极强，只要灵力不枯竭，就可以不断生出木刺。最有威胁的地方还是它的突然性和速度，用灵力驱动的速度要远超真气驱动速度。黄叶知道自己要达到这种程度，必须梳理结束才有可能，短时间肯定做不到，这也不急，他只要能用木元素催生植物就行。唐老爹看到这种催生能力，就能认可他是修士。盘膝打坐，逐字逐句地剖析第3层功法。2个小时后，黄叶停下来，尝试了多次，一直不得其门。应该是他在2层的梳理工作还没结束，所以无法按照功法所述运转灵气。既然功法无法修炼，先试试能不能使用术法。如果能使用木系术法，找唐老爹谈判的时候也有资本。走到一盆绿植面前，这是一个松柏盆景，正想尝试驱动体内木元素，耳边传来很轻的衣袂飘动声。黄叶立刻屏住呼吸，倾听院外动静。来人果真是来探查小院，悄悄从怀中掏出化妆品，在脸上一顿涂抹，静静蹲在窗户下面。一炷香后，衣袂声再次响起，声音渐远，立刻打开窗扇，像幽灵一样飘出去。当初那套轻功，黄叶早已练到踏水神行层次，一个纵跃数十米，轻松加愉快。只要速度不快，他已经能做到无声无息，一草一木都可借力前行。这就是修士的优势，可以借助天地力量。而武者修炼那套轻功，10年能达到踏雪无痕，已经是天才。没多久，黄叶便看见前行的黑影，看造型，他已经认出来人，还是那个神秘老头。这老头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几次3番来探查2个丫鬟？这次黄叶决定跟踪下去。咦，老头的前进方向好像是府外，难道他不是府中之人？黄叶不敢追击太近，老头的实力绝对不弱，如果太近，很容易被发现。老头跟他一样，飘行到密林围墙处，闪身掠出围墙。黄叶追到墙边，听了听外面，没有任何声音，飞身翻出围墙，四下黢黑一片，饶是他的目力惊人，也看得很模糊，除非对方正在移动。四下看了一圈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不出意外，老头离开围墙后，肯定加速离开了。黄叶暗自后悔，刚才走太紧急，没法换上自己特制的夜行衣。现在的衣服虽然是黑色，但有衣袖，一旦速度加快，肯定会发出声音。如果有夜行衣，老头离开围墙的时候，就能快速到围墙边，倾听老头离开的方向。现在就算蒙对了方向，追上去也可能被老头发现。就算跟他打一架也没用，他没把握留住老头。一旦自己暴露，老头即使认不出自己，也会怀疑2个丫鬟。他跟踪目的只是想知道老头的藏身之所。有了，上次的黑衣女在外面绕一圈，最后是从府门进入府内，直接去府门那里堵着。如果老头也回府，那就知道他的大致身份了。黄叶几个漂移，纵跃到府门附近，隐匿好身形，紧盯着府门处，整整过了1个小时，也没看见老头。没办法，只能回去了。你个老东西，还挺狡猾，等本少学会仙术，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黄叶悻悻地从原路返回，闪身进入密林，听了听声音，没发觉异常，巡逻的侍卫应该回去了。身形飘动，向围墙处飞纵过去，仅仅纵跃了2次，突然踩下刹车。他看到一个惊悚的画面，一个黑乎乎的高大身影正捧着一具人类尸体吸食，地上也有一具尸体，尸体的服饰赫然是府内侍卫。黑乎乎的身影此时也抬起头，如果在前世，黄叶见到这种怪物，肯定撒丫子撩了。怪物满嘴是血，呲着獠牙，瞪着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，满脸的黑毛，像狗熊一样，双臂也很长，熊头猿臂，站直后竟然比小巨人都高。怪物咧嘴一笑，叠，没想到今晚还加餐了，这个更鲜嫩，血一定好喝。卧槽，这家伙还能口出人言，这什么情况？难道是极厉害的妖魔？不对，这个怪物鬼鬼祟祟在密林中击杀侍卫，说明他的实力不足以横踢乱卷，否则他就在外面猎杀人类。黄叶全神戒备地看着这个怪物，他也在犹豫，是打还是跑？打能不能打过？跑能不能跑过？这个怪物能杀了2个侍卫，战力一定不弱，自己现在也不弱，加上炼体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也能跟武王巅峰对战。到了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后，还没经历过一次真正的战斗，血与火的战斗。现在面对的肯定是第一战，如果这一战选择了逃避，还有什么资格在这个世界混？现在怪物出现在这里，万一哪天冲进府中，晴儿和月儿肯定很危险。不行，必须要跟他打一场，即使打不过，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。熊大，我的血是很好喝，你确定能喝到？怪物的眼珠子滴流乱转起来，面对这个并不怎么怕他的小东西，他也有点拿不准。叠，那就试试吧。等等，
怪物没听他的，直接冲过来。卧槽，你就不能先回答我的问题吗？这家伙速度倒是很快，比想象中的快，比他还快。数丈距离，一个纵跃过来，黄叶已经感受到罡风临近。怪物长了个圆臂，伸出的竟然不是手掌，而是一副利爪，像鹰爪，上面闪烁着凛凛寒光。黄叶没拖大刀用拳对轰这个利爪，虽然经过炼体，抗击打能力强了数倍，但这利爪的锋利程度绝对能划破自己的身体。侧身一飘，躲过一击，一甩手，2枚铁蒺藜已经飞出，用的是子母镖的手法。怪物的动作也快，闪身躲过1枚，第2枚也被他一爪拍飞。不过怪物是反爪击飞的铁蒺藜，这1枚还是让他的鹰爪受创，上面覆盖的角质层都被打烂，流出黑黑的液体。看到怪物龇牙咧嘴的样子，黄叶心中暗喜，这一下肯定很痛，这么痛苦他都忍着，肯定是怕把动静弄大。既然你怕被人发现，说明你实力不够，怕被围攻，我也怕被人发现，咱们就来个低噪音的搏斗，看谁能干过谁。他大概明白了怪物的攻击方式。这只怪物的双脚移动速度很快，证明他的双腿很利气，而且抓得很稳。不过他的个头很大，手臂也很长，爪子挥舞起来也很慢。黄叶一步踏出，就是要抓住这一点，同时也要提防下半身的攻击。他不敢动用全部实力，只动用了7分力，其余3分力则是留着随时行动。接下来怪物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每一次挥动手臂都被他躲开，每次险之又险地躲开攻击，脚尖立刻在地上轻轻一点，迅速发动反击，目标直指怪物的手臂。沉重的拳头狠狠砸在怪物手臂上，砰砰砰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每一次的攻击都是一触即分，根本不给怪物还手的机会。当另一条巨臂袭来时，他早已逃出巨臂攻击范围。怪物闷哼连连，就算是钢铁之躯也有些承受不住。每次小臂被击中，他都会不断甩胳膊减轻痛苦。怪物手脚并用，也没有黄叶快，利爪只能勉强碰到黄叶，仅能把衣服划破。怪物的利爪、獠牙、长腿数次攻击全部落空，黄叶抽空还击中怪物后脑几次。在这样的正面对决中，黄叶也利用了他的特殊能力360度全视角功能，从4面8方发动攻击。无论他的身体是横着的还是背对着的，都能毫无阻碍地进行攻击。和普通人想要绕到对方背后不同，他必须要转身才能发动攻击。他可以直接从怪物面前穿过，避开他的攻击，然后飞到他的背后，利用后视镜功能挥拳向后一扫，直接打中怪物后脑。要不是这个怪物真抗走，怪物可能连一轮攻击都扛不住。这也没办法，怪物的利爪和獠牙太锋利，黄叶没有兵器，只能一沾即走，连寸劲都没法用。饶是如此，黄叶也没做到独善其身，手臂和胸部都被利爪扫中一次，幸好伤口不深，不影响战斗力，但也渗出不少血。黄叶顾不上疗伤，必须速战速决，忍痛继续发动攻击。双方激战了1炷香时间，怪物的后脑连续被黄叶击中，看起来脚步都在打晃，一双长长的圆臂也不管黄叶在哪儿，四下乱哗啦。怪物也憋屈，在人类的地方他不敢狂化，一旦狂化肯定要发出嚎叫，就算杀了这小子，自己也逃不出去。黄叶正打得起劲，这种拳拳到肉的感觉好极了。忽见怪物一个旋转，双臂展开，像陀螺一样转起来。他不敢近身，立刻闪到一边。怪物忽的双脚一跺，身形飞起，向密林深处窜去。王八蛋，这家伙太狡猾，还以为他要放大招，原来是要跑路，还是战斗经验不丰富。一个纵跃追击过去，同时掏出2枚铁蒺藜飞射出去，这2枚他留着是保命的后手，就这4枚还是他在唐心那里顺来的。噗噗2声，铁蒺藜全部射中，怪物的胳膊和屁股分别挨了一下，只是效果不明显，反倒让怪物的速度更快了。追了一会儿，连怪物的影子都见不到了。怪物在密林中的优势太明显，常年在树林里游走，逃跑方式绝对一流，而黄叶的轻功肯定不能像平原地带一纵数10丈。没办法，黄叶不得不停下来，放弃追击。我也跑路吧，一旦府内侍卫发现异常，肯定会来搜索。连续几个纵跃进入府中，快速回到房间。果然，屁股还没坐热，侍卫的警笛声尖利响起来，空中不断传来衣袂飘动的声音。3秒钟后，房间的门便被推开，晴儿和月儿从外面冲进来。少爷，府中好像出。晴儿刚刚说一半，便看清黄叶的样子，立刻把小嘴捂住，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。二女急忙冲过来，少爷，您受伤了。晴儿哽咽道。月儿倒是很麻利，上来一把撕开黄叶的胸口，看到伤口不深，才拍拍胸口。姐姐，不用担心，小伤，你先把药箱拿来。晴儿立刻去拿药箱。月儿挽起黄叶的袖子，手臂的伤口比胸口严重一些，3寸长的伤口显露出来。姐姐，赶紧打一盆清水。月儿井井有条地指挥着。黄叶看看伤口，还好，划得并不深，
如果没经过炼体，估计这一下手臂都能划断。月儿手脚麻利的给黄叶清洗、上药、包扎。黄叶心道，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月儿的冷静和疗伤动作，绝对经历过类似的事情。他这实力，去战地医院都是把好手。晴儿，将来你们可能会到外面历练，到时候听月儿指挥。你常年待在府里，江湖经验太少。月儿，谢谢你，刚才我都懵了，就知道哭，幸亏有你。姐姐，这种事多遇到几次就适应了。我那个弟弟是个惹祸精，我就是被他练出来的。黄叶心道，还多遇几次，这是拿我当小白鼠吗？少爷，刚才什么情况？您怎么受伤回来了？月儿问道。那个老头又来探查，我去追击那个老头，不过没追上。回来的时候在密林遇到个怪物。黄叶把怪物的形体描述了一下，两人也没听过这种可以口吐人言的怪物。可惜让那个怪物跑了，这混蛋杀了2个侍卫。啊，有侍卫死了。晴儿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一直跟怪物激战，把他打跑后，我怕被人发现，立刻回来了。少爷，我想出去看看。晴儿突然插嘴。你去吧，别暴露自己就行。黄叶知道晴儿跟那些侍卫关系都不错，肯定会担心。现在外面的侍卫都在巡查，遇到他们就知道是谁。少爷，您好好养伤。说完便急匆匆出去了。10分钟后，晴儿还没回来，黄叶心道不好，死的侍卫很可能跟晴儿关系不错。半个时辰后，已经哭成泪人的晴儿被2名侍卫送回来。进屋后，晴儿直接扑到黄叶怀里。少爷，徐大哥死了。什么？黄叶一下站起来，趴在身上的晴儿也被震开。月儿赶紧扶住晴儿。嘎嘣嘎嘣，黄叶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一种悲凉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一股愤怒的火焰在黄叶心中熊熊燃烧。虽然自己没跟这个徐大哥见面，但徐大哥不论对他还是对晴儿都有恩。徐大哥在晴儿心中的地位也是一兄一师一父的好大哥。他修炼的水上飞和玉女心经也是徐大哥给的，可以说没有徐大哥他还是普通人。当初身在险境，因为不想牵扯府里人，他才没和徐大哥见面。没想到恩人竟然命丧黄泉，不由得心火徒生。少爷，您一定要替徐大哥报仇。侍卫们说杀死徐大哥的是嗜血魔。晴儿，我知道徐大哥与我有恩，却因我而死。如果没有我击杀黑衣女，侍卫也不会去那个密林巡逻。我发誓穷极一生必灭嗜血魔一族。黄叶立下在这个世界的第一个誓言。少爷，我也要去。晴儿抽噎道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一定让你拥有灭杀嗜血魔一族的实力。我也去。姐姐的大哥就是我大哥。我们都刻苦修炼，我明天早上就回学院，过几天再回来。你们今天先不用修炼。月儿，晴儿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修炼，你好好陪着她，缓2天再开始。我会照顾好晴儿姐姐。你先带晴儿回房间休息，明早我就不和你们打招呼了。晴儿、月儿离开房间后，黄叶的思绪也很混乱，几次想稳定下来都难以做到。穿越的短短2个月，让他深深感受到重活一世面对的不是享受，而是各种危险。身世的迷局，环境的恶劣，世界的诡秘，让自己行进的每一步都步履维艰。徐大哥的死给他带来更大的危机感，也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残酷。嗜血魔能口吐人言，说明智商一定不低，绝不是普通妖魔。他选择在城主府外作案，肯定有目的，以那个大家伙的实力，城墙基本形同虚设。这种挑衅行为预示着妖魔的肆无忌惮，安稳10多年的银月城即将变得腥风血雨。把2女留在城主府也不是万全之策，只有让他们变强大才是王道。自己也要找到介绍妖魔鬼怪的资料，了解这些妖魔的特点。真遇到强大的妖魔，自己也能认识，否则傻呵呵的往前冲就是找死。刚才自己心火陡升，连晴儿都被他震开，跟今天与嗜血魔的战斗不顺也有关。这一仗虽然获胜，但出手畏首畏尾，没有大开大合的释放，总是把心火压下去，可能会影响修行，让他感觉很不爽。看下一个谁倒霉，自己需要把这股火发出去。到小院里走了几圈，这才感觉好一点。回到屋内，总算能静下心。修炼绝不能停下，拥有强大的实力才有资格发火。这一点在前世他就知道，越大的老板脾气越大。运转一圈功法，再次走到松柏前，伸出食指。他准备用商阳穴把木元素释放出去。之前练习6脉神剑，已经能用食指的穴位发射灵气，现在只需要运功把木元素单独释放出来就可以。第一次不成功，调出的还是混合灵气。继续抽丝剥茧，用心调动木灵气进入手阳明大肠经。第2次终于有一小股木灵气进入经脉，赶紧驱动这部分木灵气向商阳穴移动。终于这股木灵气在混合灵气的陪伴下冲出商阳穴，木灵气到达松柏，
立刻注入进去。随着木灵气注入，松柏突然颤动起来，紧接着松柏开始不断滋生出枝叶的嫩芽，树干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粗，整个松柏都在快速生长。仅仅10分钟，原来半米高的松柏竟然长到1米高，这才慢慢停下来。卧槽，这木灵气的威能竟然如此之大，这一点他确实没想到。本以为那一股木灵气能让松柏长出一些枝叶就不错，现在竟然催生1倍，这要是种植珍稀药材，岂不是发了？不到片刻，这个梦就破碎了。没错，药材不是松柏，这只是普通树木，漫山遍野都是。松柏的生命力很强悍，而珍稀药材的生命力跟松柏根本没法比。有些珍稀药材连现代化的种植业都无法人工培育。这次成功调用木灵气，让他获益匪浅，对第3层功法的理解也更深了。一旦所有的元素梳理结束，他的实力就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看看黎天亮还有一段时间，把系统脉络图调出来，奋笔疾画，又把第3层功法写好，最后留下一封信，让二女一定熟记。忙活完这些，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。趁着黑暗，迅速飞窜到围墙处。还好，围墙外并没有侍卫，赶紧翻墙而过。回学院的一路上，遇到了4波巡逻的禁卫，看来这次城主真发怒了。嗜血魔在他家门口作案，这是赤裸裸的打脸。这种一眼能看出来的妖魔还好对付，那种可以变成人形的妖魔才可怕。第一次见那个妖兽就可以变成人形，这有点像西游记的妖怪，修炼到一定年份就能变成人形。聊斋也有不少鬼物具备这种变成人形的能力。有些妖魔鬼怪实力并不太强，一些懂术法的和尚道士就能对付。看来这里的世界更接近家乡的神话传说，将来也要注意和尚，别让哪个和尚抓去安个紧箍咒，让我陪他取经，那就衰了。上午，黄叶直接去了暗器班，看到黄叶出现，唐心脸色一喜，只是马上请转阴，狠狠瞪了一眼黄叶视若无睹，只是坏坏地冲他笑了笑。上课结束，这家伙自然被叫到后堂。众学子对这种现象已经麻木，看到黄叶进去，讲堂立刻安静下来，全都竖起耳朵，有几个胆大的还跑到门口附近，想倾听里面发出的美妙声音。黄叶的脑袋也从内堂探出来，跟这几人来个面对面。这些人跑得比兔子都快，女暴龙加小恶魔的组合，他们惹不起。小混蛋，这几天过得很享受吧？还行，还行你个头，你就不能先过来一趟，我还能拦着你吗？昨晚的事儿听说了吗？黄叶并未回答唐心的问题。听说了，没想到我们这里也出现嗜血魔了。今天学院出动不少武王协助搜寻，我爹爹也被征调了。昨晚我和那个嗜血魔交手了。什么？唐心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着急忙慌地冲过来，直接动手在黄叶的身上摸来摸去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男女授受不亲知道吗？不过这话只能在心里想。受伤了吗？行了，不用摸了，胳膊上受点小伤，已经包扎了。唐心赶紧撸起袖子，看到包扎得很细致，活动一下胳膊也正常，这才放下心。黄叶看他的举动也是心中一动，没想到这个女暴龙对自己还挺上心。难道她真心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很优秀吗？唉，女人的心思你别猜。看到黄叶的伤势并不严重，唐心又恢复到一本正经模式。你跟那个妖魔交手的情况如何？能打过他吗？还行，我占上风，只是他有锋利的爪子，我没有兵器有点吃亏，当时身上只有几枚铁蒺藜，如果有兵器就能留下他。回头我给你准备一些暗器，再给你弄一件兵器。有暗器就行，兵器方面我先在学院试试什么兵器适合自己再说。也好，你是修士，武技只是辅助手段，凡俗的武器掌握的也不用多，修士用的都是飞剑、法宝一类东西，跟武者不一样。这些修仙知识黄叶也没问，他不懂，唐心懂得也不多，弄不好还会误导自己。你对这些妖魔了解吗？还可以吧，只是妖魔众多，我讲2天也讲不完，还不如你自己看书，家里有本介绍妖魔的书，是唐门各分支收集的妖魔信息。哦，算机密吗？这个不算，唐门弟子都可以看，我回家时给你带过来。不对，你要跟我一起回家，你走的时候别忘了就行。哦，你老爹不黏我了？爹爹要见你。你跟他讲了？他要跟你当面谈。他同意了？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，跟你谈什么我也不清楚。上次我告诉你家事的时候，有一个信息没说，因为涉及唐门。哦，还有唐门的事儿，不会我们是世仇吧？那可热闹了，故事跟剧本有一拼。如果真是世仇，你还会要我吗？你闲得难受吗？没事儿，别总问这种问题。黄叶没好气地说道。相公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其实我今天本想留在寝室修炼，因为要见你才来上课。先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功法已经弄到，我这几天回府就是琢磨功法，
现在功法研究也有不小突破，已经有正统的修炼方法，即使没有我，你们也可以自行修炼。啊，真的吗？是你说那个学院的功法吗？没错，相公，你好棒。这没什么，都是老胡头的计划，我就是辅助一下。现在我已经有证明自己是修士的办法，随时可以见你爹。那太好了，我担心的就是这事儿。我们现在就回去，爹爹昨天忙了一晚上，现在应该在家。那你先走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没事儿，我们保持点距离就行。不是因为你，是有人跟踪我。啊，是城主府的人吗？我也不清楚，跟踪我的不是一个人，里面肯定有城主府的势力。那好，我先回去等你。两人分别后，黄叶从前堂离开讲堂，经过判定，现在跟踪他的人已经有3个。先不急着收拾他们，修炼和拿下唐心才是最近的工作重心，这2个可以快速提升实力。哼，等本少学会了火系术法，弄一堆火球出来，把你们烧成渣渣。黄叶心里美美的想着，回到寝室便开始梳妆打扮。一炷香后，一个长得有点磕碜，穿着一身月白锦袍的学子走出寝室区。3波监视的人手，谁也没注意这个普通学子。不久之后，这人到了唐府，被唐府守卫拦在门外，好说歹说才把唐心叫出来。唐心看到来人也是一愣，从没见过这个学生呢。唐老师，是我。唐心上下打量一下，你还有这2下子，真是惊爆了我的眼球。艺不压身，回头也教教我，我也想变科臣。没问题，进来吧，爹爹在里面等着呢。两人携手进入府内，门口的守卫大脑有点不够用，大小姐换得也太快了。上次那个还好，虽然穷点，但长得不错，是个小白脸。今天这个虽然经济条件好些，只是这长相太对不起观众了。这世界疯了吗？两人再次来到凉亭，唐老爹已经坐在那里，看到女儿挽着一个陌生丑陋青年的胳膊，很亲昵的样子，一下毛了。不是那小子吗？怎么换人了？你换个好点的不行吗？这样的歪瓜裂枣也能入你的眼？不对，这家伙穿的衣服跟上次那小子一样。再仔细看看小子，你不错啊，还有这2下子，老夫一打眼都没认出你。您这不是已经认出来了？那是，我老人家慧眼如炬，什么牛鬼蛇神都逃不过老夫的双眼。唐老爹自吹自擂道：“您确定不是从我的衣服上看出来的？”卧槽，这小子拆台速度也太快了。小魔女把你的事儿都说了，我很感兴趣。唐老爹转移话题的速度也很快。呵呵，不感兴趣是傻子。这家伙在学院学的是对人专业吗？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想看看你怎么证明自己是修士。这个很简单。黄叶四下看了一圈，已经确定目标，拿起一个木凳放在凉亭石桌上，运功调出一丝木元素，为了稳健，还是用商阳穴注入木凳。父女俩看着黄叶，不知他在干什么。贤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把木元素注入木凳，一会儿木凳就能发芽。哦，那确实神奇，只有修士才能做到。一炷香后，木凳没有丝毫变化。贤侄，你说的芽呢？唐老爹眼睛都看酸了。唐心也瞪大眼睛寻找黄叶口中的芽。黄叶也是呆愣愣看着木凳，不合理啊，怎么没发芽？难道术法失灵了？再次注入一丝木元素，一炷香后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非常打脸。唐老爹的脸也变成铁青色，这个小混蛋竟然冒充修士骗自己女儿。小魔女，你见过他使用术法吗？我什么我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黄公子，慢走，不送。黄叶没有回话，还在呆呆地看着木凳。小混蛋，你的办法到底好不好使？唐心面露焦急之色问道。我试验过，我房间的一棵松柏注入木元素大了1倍。那这个怎么不好使？唐心疑惑道。我也不知道，都是木头，不可能没反应。行了，黄大修士，我也不为难你，等你真能证明自己再说。唐老爹挖苦道。黄叶，你那棵松柏是活的吧？唐心灵机一动想到，应该是吧，反正有叶子。你笨死了，松柏是活的，这凳子是死的，不知死了多少年，我没出生的时候就在这里放着。你那么轻轻一点就能让枯木逢春，你不成神仙了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有点钻牛角尖了，就想着是不是灵气出了问题。你等等，我取一个盆栽过来。不用取，在那边的小树上试试就知道。黄叶说完便急急地走过去，唐心立刻跟上去。唐老爹纹丝未动，老头根本没注意两人对话，满脑子想的都是黄叶的缺点。老头对黄叶已经失望透顶，原以为这小子挺聪明，要是真能解决自身问题，确实是个良婿。哪怕这小子愿意放弃家产，入赘到唐家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只要这小子没有危险就行。现在看这家伙就是个小骗子，为了欺骗女儿不择手段，编那个故事简直闻所未闻，打死自己都不信。
现在女儿不争气的样子，明显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所以老头才把黄叶叫来，让这小子证明自己，也好让女儿擦亮双眼。现实很争气，这小子根本证明不了自己。有了这次的教训，女儿应该能听自己的。两人走到小树旁，黄叶心中暗暗祈祷：小树要争气，哥哥给料可劲长。商阳学贴在小树上，运功调出一丝木元素注入，小树立即抖动起来。爹爹，这个有动静！唐鑫高兴地喊道。唐老爹瞄了一眼，接着便看到惊悚的一幕：小树就像打了鸡血，树干枝叶疯狂生长，盏茶功夫，树干竟然粗了2倍，树冠也大了2倍。这画面把黄叶也整懵了，松柏才放大1倍，这棵小树怎么会放大2倍？黄叶很快想到答案，应该小树的生命力比松柏强，而且小树生长在土壤中更容易长大。小混蛋，我们成功了！唐鑫抱住黄叶不停跳跃。这个，你老爹在呢，甭管他，我已经是你的人，让他和那个婚约统统滚球。唐老爹飞纵到小树旁，惊讶看着发生巨变的小树，这小子的打脸速度也太快了，自己刚嘲笑过他，马上反击回来。这种能力绝对是修士的元素能力，武者根本做不到。仙儿，一个大姑娘家，成何体统？你们跟我过去。唐鑫这才松开黄叶，二人跟着唐老爹回到凉亭。第一关考核你过了，现在是下一个问题，你怎么证明那2个丫鬟已经变成修士？世伯，这个无需证明，城主府有危险您也知道，他们实力还比较弱，我不会让他们涉险。您相信了，我就给仙儿一个奇迹；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。那好，第2个问题我们略过，现在是第3个问题。黄叶无语地看了唐老爹一眼，这个老丈人真是10万个为什么。仙儿已经把你的身世告诉你，你想过怎么解决吗？世伯，怎么解决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我能让仙儿获得修仙的机缘，就算我死了，她还是唐家大小姐，没人知道我们2人的关系，她可以继续修仙，功法我也会给她。什么？你不打算娶我女儿？唐老爹有些生气。世伯，我们是合作双赢，我可没说明媒正娶。不行，不娶不行，我还想风风光光的举办婚礼。老东西，你就想着自己，我都是修士了，举办那玩意干什么？唐鑫怒道。唐老爹咔吧咔吧嘴，好像女儿说的有点道理。他一个修士举办世俗的婚礼，确实有失身份。那你们将来打算怎么办？我还想抱外孙呢。老东西，你等不到了，仙人的寿命那么长，不定啥时候能生出来。要是仙人也跟母猪一样噼里啪啦的生，岂不是满地都是仙人？跟你商量是尊重你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。唐鑫的态度很强硬，这个凡人老头仗着老爹的身份还没完没了了。别，一切都好商量，我不是接受不了失去女儿的现实吗？失你个头，我又不是离开唐家，只是变成修士而已。将来我厉害了，您弄不好还能进入唐门总堂当个头头呢。唐老爹已经开始意淫，确实有这妖牛逼闪闪的女儿，自己的地位肯定会提高不少。小子，我没问题了，不过黄家人的暴毙可能跟唐家有关，我生命跟我这一脉没关系，你不能把账算到我们头上。哦，世伯，能告诉是哪一脉吗？黄叶问道。等我女儿变成修士我就告诉你。也好，怎么也得给世伯吃颗定心丸。黄叶倒不着急知道答案，毕竟这是原主的事儿。对了，你们小点声，我会把仙儿房间那片区域清空。老东西，说话注意点，你把典籍准备好就行。对了，把那本介绍妖魔的书也带上。没问题，我先撤。唐老爹喜滋滋走了，想想就高兴，女儿能变成修士，我要是女儿身就好了。走吧，我们入洞房。这么快，我还没准备呢。已经准备很充分了，其他的不用准备。黄叶被唐鑫拉到他的闺房，唐老爹则忙着清场。2个时辰后，唐鑫慵懒地趴在黄叶怀里。这家伙，看来这小子说的是真的，很快就昏睡过去，一点不浪漫。没想到自己也能成仙人，气流在体内流动的感觉真好。我本来就有真气，加上这个气流，会不会比小混蛋更厉害？想到此处，唐鑫开始运转真气。咦，怎么没反应？我的真气呢？我去，不会吧？难道自己辛苦修炼10多年的真气怎么没了？又尝试几次，丹田空空如也，确实没了。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？还是等小混蛋醒了，问问这小子怎么回事儿。先去外面试试自己的实力有没有变化。真气没了，如果实力没变化，那就亏了。简单收拾一下，便来到院落。就你了，大树，你一定给点面子，让我有点成就感。小粉拳轰出，噗的一声，一人合抱的树干一下被击穿。我去，发达了，这差不多有5弟的实力。小混蛋，我爱死你了。咦，胳膊好像卡住了，用力抽出胳膊。对，去和老东西比划2下，让他知道本姑娘的厉害。唐鑫找到唐老爹的时候，
唐老爹正在祠堂里大声朗读家法，声音很大。下面坐满府内的所有人，7大姑8大姨，一个没漏，连门口的2个守卫都被叫进来。唐兴找到唐老爹的时候，唐老爹正在祠堂里大声朗读家法，声音很大。下面坐满府内的所有人，7大姑8大姨，一个没漏，连门口的2个守卫都被叫进来。唐老爹看到推门而入的女儿，这才停下声音。2个时辰，老头的嗓子都喊哑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学习先到这里，家法我念了8遍，你们应该记差不多了。大哥，你真有才！唐兴老姑不满地瞪了一眼唐老爹，唐老爹老脸一红，也没回话。都属猴子的，一个个贼精八怪，自己的反常举动，他们肯定怀疑。那些奴仆耳力不行，这些亲眷也有几个武王，他们的耳朵不白给，肯定隐约听到了。众人一哄而散。姑姑看到唐兴时，见这丫头眉目含春的样子，心中的猜测也是让她一惊。不会吧，父女俩明显是联合作战，这是调到金龟婿了？为什么不明媒正娶？真是搞不懂。姑姑悻悻地离开祠堂。你过来干什么？没看到他们都在这里？唐老爹不解地问道。我高兴。唐兴的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真的成了？唐老爹将信将疑地问道。虽然老头有心理准备，但是这么快就能一步登天，还是让他有所怀疑。必须的，小混蛋确实很神奇。老爹，我们上外面比划比划。不会吧，你膨胀了？唐老爹讶然道。还好嘛，我想试试自己到底什么境界。刚才我把院子里一棵大树打穿了。什么？是用拳头吗？唐老爹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。当然了。唐兴说完，特意晃了晃小粉拳。那还比划个毛线，我这身子骨可没大树结实。你老爹，我还想多活几十年。唐老爹投降得很彻底。老爹，我不用全力。不用也不行，拳脚无眼，你刚刚获得力量，还不能好好把控。唐老爹言辞拒绝。那我这大概达到什么实力？唐兴问道。应该能跟武帝进初期对抗。唐老爹判断道。看来还不错。你别太骄傲，遇到真正的武帝，你还是白费，多练才能提高全面的能力。唐老爹还是告诫了一下，生怕女儿膨胀，前去挑战城主。这我知道，小混蛋有功法，我照着功法练就行。那是提升境界的功法，我说的是武技修炼。唐老头特意强调一下，我感觉武技也有很大提高，我出拳的速度比原来快了至少2倍。也好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老头擦擦头上的冷汗，这提升幅度也太夸张了，技巧方面再掌握一下就好。对了，那小子呢？什么那小子？是你女婿？唐兴不满道。拉倒吧，他不娶你，怎么叫他女婿？何况你都叫他小混蛋。老头辩解道。我那是爱称，女儿现在是仙师，不用遵守世俗的规矩。好吧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，我管不着，以后多照顾点家里就行。爹爹放心，女儿有分寸。好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她现在是昏迷状态，我要看着她。回头我让厨房给你们准备些补品。唐兴回到房间，黄叶睡得很香，这一觉足足睡了2天才醒过来。看到黄叶睁眼，你可真能睡，睡了2天2夜。哦，我睡了这么长时间。详细询问一下过程，黄叶若有所思，这次有很大区别，时间全部延长1倍。以前都是半夜突然发狂，自己完全不知情，这次开始自己还是清醒状态，但是很快便像被点燃的汽油桶，一股热流直冲脑际，神智也开始变模糊。一直压制的那股火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，迅速燃烧起来，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注意到我的眼睛吗？看到了，红红的，好像有火在燃烧。黄叶点点头，看来自己神志不清，肯定跟眼中这团火有关系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去外面试验一下，一拳把一棵大树打穿，我的力量和速度都有大幅提高。爹爹说我已经达到武帝层次。唐兴兴奋地说道。哦，看来跟我预想的差不多，确实是好消息，我有个武帝老婆了。那我是不是比你厉害？唐兴问道。哈哈，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，你提高，我同样也会提高。气流是在我们体内共同流转，现在气流已经1分为2。我能感受到气流在体内运转，即使不修炼也在运转。我先教一下你内视功法，你看看自己体内气流的颜色。1个时辰后，唐兴也可以内视身体。相公，我看了，我体内的气流最内圈是青色的，其他地方乱七八糟，看不清颜色。糟糕，我们做错了。黄叶猛地拍了一下脑袋。什么做错了？唐兴不解地问道。我应该把灵气梳理完毕再修炼，这样你就不用梳理了。没事儿，我自己尝试梳理也可以，梳理的过程我也能多了解灵气的运用。也是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相公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唐兴不解地问道。听过黄叶的解释，唐兴又学会了一句名言。相公，
还有个事儿，我的真气现在没了，是不是被气流同化了？唐心问道。哦，你能感觉到同化的过程吗？这个没注意。唐心小脸一红，小脑袋也低下去。黄叶看到唐心的样子，已经明白答案。好了，不管真气去哪里，你的实力已经实打实地提高。估计我跟你差不多，现在我感觉自己体内的气流也壮大许多，有种满满的感觉。我先行一次功。说罢，盘膝坐下，开始行功。不到一炷香，黄叶便听到体内发出噗噗的声音。怎么是4声？这是何故？自己原来已经达到出阳境9层，加上4声，这是13层了。可是功法提到出阳境只有12层，怎么会多了1层？自己正常应该突破到元阳境才对，现在自己这境界肯定不是元阳境。卧槽，不会这么倒霉，自己也弄个炼气期9999层吧？那可惨了。修仙小说提到过这种境界，当时就觉得小编胡扯，那种境界即便存在，也不可能强大。每个大境界理解的东西都不一样，炼气1万层也只是炼气。如果炼气期都能无敌天下，那道法自然又是什么？就像一个小学生，学习的知识就那么多，学一辈子也不如一个垃圾中学生。记得前世看过一个报道，有人高考考了10多次，分数也是忽高忽低。你给他拿一道高数题，他永远不会做，境界根本不同。痛苦的是，自己好像也进入这个阶段，不行，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。系统，你在功法里搜索一下13这个关键词。对不起，你搜索的数字没有。系统的声音冷冰冰。那把12找出来。12倒是有不少，黄叶挨个看相关的句子，没有一句提到12层以上还可以突破，到了12层，整个灵气便会聚拢成球状。突破后进入元阳境，灵气也开始向液态转变。自己这13层到底怎么回事？算了，先不想了，真的无法突破再说。肯定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才会偏离轨道。看来还要找到更多的典籍，修正自己的错误。睁开眼睛，唐心正一脸期盼地看着自己。这次进步不错，正常到了后期，我的进步应该变慢才对。没想到不仅没慢，还加快了，可能跟你是武王有关系。我判断没错的话，应该是你修炼这10多年的真气，加上我的灵气，融合后达到一个新高度。黄叶只是报喜不报忧。啊，那你不是跟越厉害的修炼，提高的幅度越大？唐心惊道。我觉得够呛，现在的境界低，所以突破的多。境界越高，需要的灵气会越多。我现在这点灵气，估计就是杯水车薪。这是后话，将来有没有人愿意还不一定。这是外财，不能贪，赶上算。这几天我们先闭关，我把功法前2层传授给你，你自己梳理一下灵气。对了，我还要回去一趟，看看月儿梳理的怎么样。月儿的境界最低，梳理速度最快，看看他能找到什么经验。黄叶做了简单的安排，随后把功法前2层誊写出来，从头到尾给唐心讲了一遍。唐心的天赋自然不用说，年纪轻轻就是武王，内功底子雄厚。这丫头的理解速度很快，对于这种跨领域的知识理解的偏差也不大，黄叶也羡慕她的领悟力。唐心开始前2层的功法修炼，黄叶则是继续梳理。傍晚，唐老爹把黄叶要的2本典籍和妖魔资料送来，黄叶只是复印下来，并未研究。复印完毕，黄叶准备交给系统一个重要任务。这次和嗜血魔的搏斗，自己发现在战斗中的移动只是靠轻功的速度在躲避，身法并不灵巧。这肯定是自己的步伐问题，学院里并没有步法班，步法可能是内功班教学内容，自己现在没时间去学，只好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系统。系统，你那里有没有战斗中使用的步法？这个有很多，各大门派都有，比较好的有凌波微步、武当、踢云纵、少林登平渡水、一苇渡江。这么办，你把这些轻功再加上我学习的水上飞，重新汇编整理，开发出一套新的步法。需要模拟某个动作的时候，可以交给我动作要领，我给你模拟。主人，这个不用，我看过你使用水上飞，我能自行设定模拟人类移动的画面，这种能看见的形体变化，模拟难度并不大，不像功法，看不到摸不着。那好，你尽快弄出来。主人，那些凹点还研究吗？你研究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有突破，调用大量的密码破解方法，一直找不到契合的点。这么办，你有任务的时候就执行任务，没事的时候就琢磨那些凹点。是，主人。入夜时分，唐心还想一起修炼，不过被黄叶严词拒绝，告诉这妞梳理结束前先不要一起修炼，不然灵气会更乱。第2天深夜，黄叶准备回府看看月儿的进度，离开之前在唐心伤害过那棵大树上尝试一下。不出所料，也是一拳打透，不过黄叶这一拳速度更快，发出的声音更小。连续被2个恶魔伤害，大树很痛苦，哭泣声不绝于耳。唐心看到这家伙还是比自己强，也很高兴。借着夜色掩护，黄叶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，随便找个借力的点
就能窜出几十丈距离，自己的能力提高不止一点，可以说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老家伙，最好你今晚再来偷听，徐大哥的仇也有你一份。要是不在外面等你，我兴许能提前遇到嗜血魔，徐大哥也不至于命丧黄泉。那个老头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黄叶冠上莫须有的罪名。回到房间，二女正在床上修炼，黄叶很满意，今天表现不错。少爷回来了。二女看到黄叶，立刻从床上跳下来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。少爷，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。月儿兴奋地说道。哦，你的梳理工作结束了？黄叶问道。少爷真厉害，一猜就中，我已经全部梳理完毕，梳理后还突破一层。哦，确实是好消息。黄叶奖励了一个吻，把月儿的小脸羞得红扑扑。少爷，您有什么好消息？晴儿问道。我也突破了，现在已经晋级到出阳境13层。啊，少爷，您怎么到了13层？最高不是12层吗？晴儿有点懵。我也不知道，一下就突破到13层，到12层根本没停留。少爷，我们多了个姐妹吧？月儿很快想到答案。是唐家的唐心，她原来是武王初期，这次她也成为修士，综合实力应该能和武帝初期抗衡。啊，唐姐姐这么厉害，她一定很漂亮吧？晴儿问道。黄叶点点头，她底子厚，已经修炼10多年，你们不用跟她比。少爷现在能和武帝抗衡吗？月儿问道。武帝初期应该没问题，等我梳理结束，你们的实力也会快速提升。我们有唐心加入，她可以保护你们两个，这样我去外面闯荡也能放心。少爷，我们不用保护，唐姐姐实力那么强，让她跟你一起走吧。月儿建议道。不行，我出去是想混入仙门，仙门什么情况我还不了解，很可能危机四伏。我不带你们的主要原因是你们个个貌美如花，这是你们的原罪。我们这点微末实力，来个元阳境修士就能团灭。一旦有人对你们动心，我根本保护不了你们，所以你们3个都要留下。至少在银月城，除了城主，没人能动你们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按照功法按部就班的修炼，就算实力提升不快也没关系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就能快速提升。少爷，我们只是担心您，让您一个人出去冒险，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呵呵，鸟儿都是公的出去寻找食物，母的在家照顾小鸟。少爷，我们也不争气。晴儿沮丧地说道。这不怪你们，我们现在是修士，寿命会大幅延长。你们现在的年纪，在修士里就是婴儿期。啊，那么小，所以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将来我黄家还要靠你们传宗接代。黄叶说这话只是安慰二女，他们毕竟刚刚踏入修仙的行列，凡人的想法还在脑海存在。不用想，修士的传宗接代肯定很难，如果那么容易，岂不是遍地都是修士？前世看那些系统文，一整就又生了，纯属鸡屁股拴绳，扯淡。我们一定努力。二女异口同声道。黄叶还是岔开这个话题。晴儿，你的进展怎么样了？我刚刚梳理完木灵气，准备梳理水灵气，看来还是境界低的更容易梳理。月儿有什么经验吗？月儿听到让自己讲经验，立刻兴奋起来。少爷，我正想跟你说，水灵气梳理完，我选择了火元素，不过速度一下慢下来，我又尝试金元素，速度也不快。按理说去掉只剩3个元素，应该更快才对，只是我抽离每一丝都很吃力。开始以为是我的境界问题，后来觉得不对，我抽取木水2种元素，比这2种难度更大，都没感觉吃力。一定是平时接触火元素太少，所以对火元素理解不够，于是我就跑到灶房自己烧火感悟火元素，没想到效果真不错，不仅吸收不少火元素，抽离火元素的速度明显加快。黄叶向月儿竖起大拇指，这丫头确实很聪明，不拘泥于形式，绝对是修炼天才。月儿继续侃侃而谈。火元素梳理结束，剩下2个要容易些，不过这时候又出现问题，除了那2个元素外，还有一些不知什么属性的元素夹杂在里面，以前并没注意这些元素，所以我决定先梳理土元素。土壤遍地都是，我就席地而坐，效果也不错，土元素很快梳理完毕。最后的金元素，我让晴儿姐姐借来一些兵器，这才理解一些金元素，把金元素和那些未知元素剥离开。现在我内视，这些元素已经形成彩虹，中间还加了一条未知元素。月儿讲完自己的修炼经验，用期待的眼神看向黄叶，小丫头自然希望自己能得到认可。月儿，你做得很好，给我们这些后来者提供很多宝贵经验。你看到那些未知元素是风、雷、电、光明、黑暗等元素，这些元素在空气中很难捕捉，所以我们吸收的少。黄叶不吝赞美之词。少爷，晴儿错了，晴儿这2天没有月儿努力，晴儿很有自知之明。没事儿，徐大哥的去世对你影响确实很大，之后继续努力就行，我们不急于一时，只要慢慢把状态调整回来就行。
将来我们还要找那些嗜血魔报仇，只有不断变强才可以。黄叶安慰道：少爷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。等我梳理结束，我们继续修炼，到时候你们也能很快突破。黄叶点点头，这货也在思考一个问题，自己还有没有必要回学院。经过深思熟虑，黄叶还是决定回去。学院还有一些知识可以学习，功法问题虽然解决，但这套功法只有术法，没有武技。自己在武技方面还是空白，系统的武技确实有些可取之处，像独孤九剑、打狗棒法、太极拳、六脉神剑等，这些也都学过。不过这些都是前世的武技，自己需要多了解这个世界的武技。如果与人对战，自己仅靠力量和速度，不了解对方的武技，未战已经输了3分。在找到修饰武技之前，自己可以先学习武者武技，刀枪剑戟都试试，看哪个更适合自己。还有一个就是轻功步法，如果能在老头那里学到步法，对系统的研发也有很大帮助。确定好方向，黄叶继续梳理木灵气。这次升级后的梳理难度更大，速度大大降低，这也没办法，体量增加了近1倍，只能一丝丝抽取黄叶，抽取木灵气，采用了月儿的办法。这货跑到最熟悉的大树下抽取，正如月儿所说，抽取效果好很多。晴儿则是端了几盆水进屋，在水的包围下梳理。月儿再一次走在前面，这妞向黄叶要了第3层功法。黄叶把3层功法给二女讲了一遍，同时把一些经验也告诉二女。月儿率先研究第3层功法。临走前，黄叶又了解一下府内情况，现在府内新进了10多名侍卫，巡逻班次也增多了。因为二女一直忙着修炼，很少出去走动，并未注意其他的变化。晴儿说的一个情况引起黄叶注意，府内除了侍卫增加，还多了一些黑衣人。从这些人的走路形态和气势看，他们全是高手，比侍卫更强。黄叶想起那枚神秘戒指，这些黑衣人很可能是城主暗中培养的一股黑恶势力。现在银月城的气氛很紧张，嗜血魔明目张胆出现在城中，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。黄叶还记得当初在酒楼听说的情况，有的城池妖魔成患，经常发生妖魔侵入城池虐杀人类的事情。想在风暴中屹立不倒，只有变强大。黄叶叮嘱二女几句，便离开城主府。天亮之前，黄叶回到唐府，还是在唐府修炼舒服，不用担心行迹败露。黄叶还收到一个好消息，唐心体内也出现突破声音，按这妞的形容，跟放屁似的响个不停，总共响了11次。黄叶不得不竖起大拇指，夸奖了一番。唐老爹也为两人这次梳理工作提供了最好的环境。梳理木元素是在后院的一片密林，密林外还安排了守卫巡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密林孕育的木灵气大大提高黄叶的梳理速度，唐心的梳理速度更快。7天之后，黄叶睁开眼睛，长舒一口气。奶奶个腿，太他妈考验穿针引线的能力，总算把绝大部分木灵气梳理出来。唐心已经提前1天结束，这妞已经去院落的池塘梳理水元素。池塘中央的凉亭也成了禁区，不过池塘面积太大，唐家子弟还是能看到唐心在里面盘坐。他们都搞不明白大小姐在干什么。唐老爹的几个兄弟姐妹过来询问，都被唐老爹撵跑了。黄叶离开密林，这里也解禁了，这货也到了凉亭，和唐心一起梳理水元素。两人的梳理速度也有所提升，唐心用了5天，黄叶用了6天，水元素梳理工作结束。之后是火元素，等黄叶过去的时候，看着围绕唐心的4堆篝火，不禁感叹，有个好爹支持太重要了。接下来的土元素，唐老爹干脆在院子里砌了一圈土墙。到了梳理金元素，唐老爹直接打造一间铁屋，里面挂满唐家所有珍藏的兵器。黄叶看到铁屋后，不禁竖起大拇指，给唐老爹点了个赞。这货总算知道为何唐心修炼的速度快，年纪轻轻便是武王3层，有这种不惜血本的老爹支持，母猪都能成精。黄叶梳理完金元素，毫不客气从铁屋顺走2件兵器，一把刀和一柄剑。唐老爹看到后很是不满，严肃批评了黄叶：你那2把刀剑太普通，怎么也要挑2把好点的兵器？没事儿，我就是用来修炼武技，兵器好坏无所谓。黄叶解释道：那你自己定，反正兵器都在这里，唐家人平时很少用兵器，这些都是战利品，你什么时候来拿都行。黄叶只能表示感谢，看着一屋子的兵器，这货感觉后背有点凉。狗屁的战利品，估计这些兵器的主人现在都变成马蜂窝。唐心比黄叶提前4天就结束梳理工作，之后也开始研究第3层的功法和术法练习。黄叶也没纠结，被唐心远远甩在后面，都是自家人，谁慢谁快无所谓，唐心能快，自己心里更高兴。随着进入第3层修炼，黄叶感觉自己的速度也开始变快，毕竟自己的理论雄厚，还有系统支持，等到自己掌握20多种术法的时候，唐心才掌握10种。而且两人在使用术法对撞的时候，自己的火球术、木刺术、冰锥术、土墙术、
金剑术明显占据上风，把这妞气得哇哇乱叫。黄叶并未照顾小魔女的面子，让她知道差距，她才能更努力。两人在学习术法这段时间也修炼了几次，最后只能感叹这里灵气太稀薄。每次修炼时，身周很快就一片空无，要不是有另外的乐趣，两人都能停止修炼。两人修炼吸纳范围也达到恐怖的100丈，单人修炼功法也能达到30多丈，即使不修炼，自行运转的范围也达到15丈。两人相差并不大，黄叶只比唐心多出1-2丈。希儿，我今晚回府，明天要回学院准备学习武技。霸占你这么久，也该还给他们2个。对了，哪天我们一起吃顿饭，我们总该见一见。行，我找个时间把他们带出来，我们去银月楼好好搓一顿。我请客。唐心大方地说道。这个必须你请，他俩都没钱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学院？唐心问道。我过几天再回去，怎么也要每种元素学会3样术法才行。也好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把灵气彩虹变成圆圈形状，这个我们要自行琢磨，每个人都开动脑筋，看谁能先成功。好，我会多多练习。黄叶拜别唐老爹便回府了。现在二女都在研究术法，不过二女的速度很慢，月儿学会了5种术法，晴儿只学会2种。黄叶把术法学习的经验传授给二女，二女学习得很认真。一夜的修炼结束，二女开始行功突破。噗噗噗噗噗，二女竟然都突破了5层，双双进入出阳境9层。三人都很高兴，这种快速突破的感觉太爽。早上，在二女依依不舍的目光中，黄叶离开小院。一路上黄叶也在想，自己突然消失1个月，那些想对付自己的人一定乐疯了，他们肯定认为自己被某方势力解决掉，这次回归就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回到寝室，3个室友听到动静，睁开迷蒙的双眼，愣愣地看着黄叶。黄叶也愣愣地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床铺。老大，您回来了。3人异口同声道。我这床铺什么情况？老大，您别紧张，我们看您一直不回来，还以为您和大嫂私奔了，就把被褥给您收起来。冯云小心翼翼地说道。私奔个头，赶紧铺好。是。3人立刻跳下床，动作麻利地从床底拿出被褥铺上。老大，您结婚这么大事儿，怎么没听见动静呢？冯华腾问道。结你个头，我是有事儿回家了。对，您有事儿，大嫂也有事儿。你们对剑道班了解吗？黄叶问道。老大，您不会真去找何老大吧？冯云吃惊道。找他干毛线？我去剑道班只是想学习剑道。老大，您如果去了，他肯定会对您动手。于建林说道。敢动手就收拾他。老大，就您这身份，和老大惹到您，估计能哭。冯云的语气很谄媚。我没什么身份，那个身份我也不想暴露。那您要当心点，和老大不是一个人，他手下有4剑客。冯华腾提醒道。我们背地里叫他们4剑客，他们太贱了，就是和老大的忠实走狗。不过他们实力都不俗，都是武士境5、6层。我还听说和老大这次回来境界也提升了，现在是武士境8层。那个江云也跑到剑道班上课了。哦，正好一锅端。黄叶不置可否。老大，您到底什么实力？想把他们一锅端，恐怕要武王吧？冯云古怪地看着黄叶。这个是秘密，总之谁惹我准没好事儿。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。离上课还有段时间，黄叶便想练一会儿功。早上结束后，一直在二女身边守护，自己并未整理气流。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用来调整一下。可是盘膝坐下没一会儿，噗的一声，境界再次突破，达到出阳境14层。卧槽，这什么情况？自己怎么还在突破？为什么不能停下来？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不会真的永远在出阳境吧？赶紧把功法调出来仔细观看。功法第4层是灵气提纯，第5层是灵气凝练，依旧没找到问题所在，仔细回想一下整个过程。上次到13层之后，便开始梳理工作，梳理刚刚结束，自己便和3女修炼。2次突破都是灵气容量突然放大，体内的灵气一直扩张，肯定会在体内产生压强。这个压强大于出阳境形成的屏障，就会形成突破。这种突破肯定不是无限的，当体内压强远大于外界大气压，自己的皮肤、肌肉、经脉承受不住这种气压，后果肯定是爆体而亡。黄叶从物理学的角度对自己现状做出判断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擦擦头上的冷汗。幸亏自己穿越后体质增强不少，加上前段时间一直坚持练体，让自己的机体能力大幅提高，才能保证自己可以继续突破。如果自己只是普通人，可能突破到13层便会爆体而亡。现在除了加快第4层功法的学习，练体也不能停，只有提纯和凝练结束后，才能把灵气收拢，形成元阳净球体。唉，还不知道这会对之后的修行有多大影响，靠自己摸索修炼太特么辛苦。
一直小心防范四周的敌人，没想到最大的敌人竟然是自己的身体，弄不好就把自己带偏。现在只能继续摸索着前进，如果将来不能凝聚出元阳球，这一世的修仙之路也到头了。好在三女已经步入正轨，他们的境界也在可控范围。黄叶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，如果真到无法继续修仙那一天，三个丫头能不能无情地把自己抛弃？晴儿应该不会，月儿和小魔女真说不定，弄不好自己就成了三人的长工。想到三人手拿皮鞭的样子，黄叶心底一阵恶寒。不行，这段时间一定老老实实待在学院，绝不能回去，这种突然升级方式后果很严重。念及此处，黄叶开始一字一句琢磨第4层功法，很认真的琢磨，一直到天亮，第4层功法总算理出个头绪。提纯也需要环境支持，黄叶决定等去密林的时候再尝试提纯木元素。先去学习武技，现在14层已经突破，肯定还需要积累过程才能到15层。这段时间气流自行运转会吸收灵气，自己也要陆续释放一些灵气。等提纯和凝练结束，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。黄叶到达剑道班便感觉到这里的不同，剑道班的学生每人都腰选宝剑，就外形来说，这些学子的宝剑很多都像金黛玉，他这把剑确实很低调。离开寝室的时候只是随手夹在胳肢窝下，这里的学子都不认识他，看他这一身粗布衣衫加了一把破剑，纷纷露出鄙夷神色，自发地和他保持一定距离。步入讲堂之后，一眼便看到正在和人口沫横飞的江云。老江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学习？黄叶友好地打个招呼。江云看到黄叶，面庞立刻变成猪肝色，这个混蛋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前段时间找了几次都没找到，后来听人说他突然消失了，心中还很高兴，以为这家伙退学了，虽然没报仇，但自己也算把他先熬没了。不过让他感觉奇怪的是，他动用所有关系查询黄叶的来路，一无所获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，来自哪个家族。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出现在剑道班，看样子就是来上课的，还加了一把破剑。更奇葩的是，这混蛋竟然主动跟自己打招呼，还很亲切的样子，好像自己真是他的朋友一样。你他妈扇我耳光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亲切？王八蛋，既然主动送上门了，这里就是你的坟墓。黄叶这一声，所有学子都古怪地看向江云，怎么这种势利眼还能认识这么穷的学生？是你？你不是退学了吗？江云阴沉地说道。那是谣传，我还没学够。你还有胆子到这里来，我真是谢谢你，之前找你几次都找不到，没想到送上门了。老江，好歹在一个班待过，你这样子好像不太欢迎我，我又没把你怎么着，这样不好的，注意素质。这句话把江云噎得一愣一愣。我呸，有种你下课后别走，腿长在我脚上，你管得着吗？江云气得直瞪眼，还不能说出自己被这小子打了。刚才的对话他连名字都没敢提，就是怕有人认识黄叶。黄叶的名号在学院绝对比他响亮，他被打的事儿早就传遍学院。江云，这小子是谁？这么猖狂呢？江云身边一人问道。三哥，他就是我跟您说过那个黄叶。江云小声在此人耳边说道。哦，他就是黄叶。三哥的声音不小，所有人这才仔细打量黄叶。刚才两人对话，他们能听出两人并不是朋友，可他们没想到这人就是那个最强大脑。这小子还要不要脸，把人家打了还装作老朋友的样子跟人搭讪，人品太差。三哥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黄叶再次刷新了所有人的三观。穷小子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滚蛋！三哥鄙夷道。小三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学院是你开的。称呼瞬间改变。吆喝，胆肥了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，看来不教训一下你小子真不行了。说罢便要冲过来。你要教训谁？内堂传出一道声音。三哥狠狠瞪了黄叶一眼，赶紧溜溜地坐好。卧槽，什么人这样牛逼？本少刚准备借机虐人，好泄泄火，竟然被打断了。黄叶悻悻地坐下。从内堂走出一人，20几许的样子，身材颀长，相貌英挺，剑眉星目，一身素白长衫，背着一把长剑。黄叶看得一愣，卧槽，怎么是这家伙？这造型熟悉，是那个很拽的青年。自己想结交他，还被他无情地拒绝了。青年环顾一下，突然看到黄叶，也是一愣。咦，是你？你怎么是学生？咦，是你？你怎么是老师？黄叶毫不客气回怼一句。小家伙还挺有意思，青年笑道。钟家伙也挺有意思。黄叶故意干笑配合一下。下面这些学子可懵了，谁敢对教习不敬，这是欠收拾吗？教习刚来的时候，4剑客老二还不服，口出不逊，结果被他以戒尺为鉴，直接扫出讲堂，当场吐血不止，休养了1周才恢复。这新来的黄叶竟然敢这么跟教习说话，众人都在期待教习的戒尺再次挥出。
只是他们预想的画面并未出现。你为什么要来学剑？不会就学呗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有道理，你好好学吧。你为什么要教剑？会了就教呗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有道理，你好好教吧。众人全都懵逼了，这特么到底什么情况？黄叶的应答明显是回怼。今天怎么教习的脾气这么好，竟然不出手教训他？黄叶对这家伙也不感冒，自己第一次上街，看他眼缘还不错，热情地提出拼桌要求。没想到这家伙一点面子也不给，自己也没必要跟他客气。那时候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是一抹黑，看他年纪也不大，并未觉得他多厉害。现在看这家伙实力肯定不俗，不然没资格当教习。这么年轻就是武王，跟自己的仙儿一样，绝对不简单。唐兴可是有古老家族的背景，他的样子更像游侠。先听听他讲的怎么样吧，自己也学了不少剑术。系统记录的很多剑术都涉猎过，尤其是名闻遐迩的独孤九剑，不知前世的剑法跟这里的剑法有多大差距。黄叶正在歪歪，讲堂外传来几人急促的脚步声。这几人到了门口便停下，老老实实站在那里，不敢进入座位。黄叶用道士镜功能看了一下几人，为首一人鹰鼻耀目，一脸尖相，个子高高，手臂极长。其他三人也长得歪瓜裂枣，尤其一个瘦瘦的小个子站在三人后面，目光阴毒的四下扫视，看到自己的时候还停顿了一会儿。看来真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如果没猜错，为首的家伙就是那个何冰。青年教习并未看向几人，而是继续讲课。今天教你们飘零剑法，这是飘零剑派的入门剑法。飘零剑派和这里相距数万里，在他那个地域是非常有名的武者剑派。剑法的特点是轻巧、诡谲、灵动，不拘泥于形式。剑派掌门人已经达到剑意层次，能把这套飘零剑法用得出神入化。教习，请问您是什么层次？黄叶举手问道。刷！这句话太吸引眼球，所有人都看向黄叶。自从二剑客被扫地出门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在课堂上提问，连下课都没人敢提问。青年也是一怔，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我也是剑意层次。教习，剑意层次对应武者什么境界？黄叶追问道。武王境和武帝境。怪不得这家伙这么狂，还真有两下子。本想问问青年对应哪个境界，想想还是算了，青年不可能达到武帝境界，他太年轻了。教习，我们修炼飘零剑法也能练到剑意层次吗？一个学子也有样学样的举手提问。滚出去，到外面听课。青年冷冷地说道。学子懵了，这是赤裸裸地区，别对待。不过他可不敢吱声，垂头丧气地走到讲堂外面。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齐刷刷看向黄叶，这小子到底跟教习什么关系？黄叶也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客气，难道他觉得那次做的不仗义，内心有愧？应该是这样，那次自己确实很友善，跟笑面佛似的。接下来青年把飘零剑法的剑意、剑理和剑招全部讲解一遍，最后还用戒尺演练了一遍剑法。黄叶看见其他学子并没有教材，而是一个个奋笔疾书在那里记载。这些记载的事情黄叶自然交给系统，系统看完剑招也在周密的推演，到时候会给黄叶一份修改好的剑法。系统，这套剑法对比前世的剑法如何？比前世的大部分剑法强不少，只有独孤九剑能与之比肩。好了，这套剑法已经推演完毕，调整了几个小地方，如果接触更多的剑法，我能推演得更完美。这么快，看来武技的推演简单不少。没错，武技是有形的东西，好推演，不像功法，体会不到真气和灵气如何在体内运转，推演难度极大。新同学，你为什么不记？青年向黄叶问道。懒得记。青年一愣，面色有点尴尬。下课你到后堂来。众人心中已经乐开花，怪不得教习没在课堂上收拾他，原来想在后堂狠狠虐他。活该，叫你装逼，装逼犯迟早要完蛋。这家伙叫我到后堂干什么？不会是有什么龙阳之好吧？不可能吧？如果他真的有这个爱好，上次不能把我拒之门外。下课后，本想找黄叶麻烦的三哥没吱声。教习可能在后堂先收拾这家伙一顿，等他出来再给他雪上加霜。轻蔑地看了黄叶一眼，便向他的主子汇报了。黄叶悠哉悠哉去了后堂，他对众人的注目礼还是比较满意。进去一看，青年并未坐在主座上，而是在客座坐着。客座有2个座位，黄叶也没见礼，毫不客气坐在另一个座位上。嘿嘿，你小子倒是不客气，该客气的时候已经客气过，你不给面子，那还客气什么？也是，你的实力应该不弱吧？哦，何以见得？直觉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觉得你实力不弱。抱歉，我当时刚到银月城，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看你过分热情，也就拒绝你了。现在怎么不排斥我了？你已经是我的学生，还排斥什么？好吧，在剑道上，你确实能当我的教习。
呵呵，我也就这么一说，真当你老实，我可没那两下子。这次的直觉，你比上次强很多，提升速度这么快的武者我还没见过。哦，为什么别人看不出来？这很正常，我练的是剑意，剑意这东西很玄妙，能感受到对手的强弱，不论是武者还是修士，只要近身就有这种感觉。看来剑意是个很奇妙的东西。你的实力不弱，为什么想学剑道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剑道和刀道的历史很悠久，学习这两个道的人，说实话都有点偏执，因为执着才能达到更高的层次，只有这样才能把剑化作自身，威力也奇大无比。而以练习内外功为主的武者，他们的境界很难达到这种层次。这么说剑道很强了，这是把双刃剑，没人能够更好的评价。修士里也有剑道高手，他们叫剑修，有不少是我们剑道武者修炼上去的。我们凡人真正想冲破仙凡之隔，恐怕只有剑道和刀道。毕竟凡人没有吸纳天地灵气的资格，只能以身入剑，以剑合道。看来挺复杂，不过我学习剑道没那么多理想，只是想修炼一些武技，刀道我也会去学。你这么年轻就能达到武王境界，将来成就武帝、武圣的难度应该不大。哦，武圣之上还有境界吗？有，虽然遥不可及，但那也是境界，就是传说中的武神境，以武正道。你是准备以剑正道了？没错，这是我的理想，虽然差得远，但我会努力。那你不在家好好练剑，跑这里教书干什么？哼，我想入势力练，没到这里之前，我练的是杀戮剑道，发现自己的杀心越来越重，有点偏离剑道本意，才决定找个地方静下来。哦，我没感觉你的杀意有多重，我听说经常杀人的人身上有很重的杀气。呵呵，我杀的人不多，主要杀的是妖魔鬼怪一类。你叫我过来不是就讲这些吧？没错，我想交你这个朋友，我在这里一个朋友没有，同龄的比我弱太多，你是唯一一个同龄还跟我差不多的人。黄叶盯盯地看向青年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真的只是交朋友？唐教习也是武王，为什么不找他？那个女暴龙我也惹不起，我见他也怕。你境界应该比他高不少，怎么还会怕他？呵呵，你不知道唐门的强大和神秘。黄叶心道，这个我真知道，都装到系统里面了。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这里的唐门几乎是最善良的一个。黄叶想起了那一屋子兵器，这特么也叫善良。在很多地方，唐门的人谁也不敢惹，他们的暗器和毒没有不怕的。这倒是，我家乡的唐门也赫赫有名。你这个交友的提议我暂时不批，现在我一身麻烦，一心只想提高实力，等我解决麻烦，你要不是我的敌人，倒是可以结交一下。呵呵，也好，希望我们不是敌人。就算我现在能打过你，将来你的成就一定很高，我可不想有你这么强大的敌人。这小子真是大言不惭。好吧，我承认，你拿这剑确实很厉害，不用兵器，我特么虐死你。哈哈，你是外来人口，只要不被这里的势力收买，我们为敌的可能性很小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心向剑，任何势力也收买不了我。如果你有什么难处，也可以找我帮忙，武帝以下都能解决。看不出你还挺自信，不过真不用你帮忙，我不想和未来的朋友有什么人情债，朋友就是用来喝酒聊天的。青年一怔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人这么说，貌似很有深度。有道理，还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习武心得。黄叶对青年这个提议倒是很满意。青年走南闯北数年，对外界的了解很多，自己将来肯定要走出去，通过他也能了解更多外面的世界。只是现在没时间去了解，而且对青年了解还不多，青年的实力他也摸不透，暂时不敢深交。好了，我出去了。青年正要起身相送，你还是坐着吧，你跟出去，外面那帮想对付我的人肯定忍着不动。哦，那帮小混蛋疯了吗？想对付一个武王，他们不知道我的实力，上赶着来找虐，谁能拦得住？你看着收拾吧，这些人太菜，我没一个看上眼的。不过有个人你要小心点。哦，什么人？何冰，他的实力不咋地吧？他是很一般，但是他跟学院外面的帮派有关联。我曾经在校外见过他跟2个武王在一起，其中一个还是武王巅峰。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对话，那个武王巅峰是地煞帮帮主。哦，这戏码我见过，我会注意的，谢谢了。对了，我叫黄叶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独孤策。独孤策，黄叶一头黑线，这是什么鬼名字？怎么跟那本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妙？还有你这个姓叫独孤的都会耍剑是吗？黄叶摇摇头离开内堂。这小子听到自己名字为什么摇头？难道他听过？真是个有意思的家伙，这么年轻竟然有接近武王巅峰的实力。上次看他不过武王初期，他是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修炼到这个境界？今天他之所以向黄叶示好，黄叶这个变化才是主因，这小子身上肯定有大秘密。
如果黄叶的实力没有变化，他不会主动跟黄叶交朋友。看着黄叶离开的背影，独孤侧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背对一个人，看对方的神色是最好的判断人心方法。可惜黄叶没看明白这个笑意是友善还是邪恶。到了外堂，众学子竟然都在，看他们的表情都不怀好意。何冰和他的四剑客以及江云坐在最后一排，脸上都露出嘲讽之色。一个学子从外面跑进来，在何冰耳边低语，独孤教习已经从后门走了。如此安静的讲堂，他的声音还是被学子们听到。那个三哥率先发话，小子，你很狂啊，连教习你都敢对。黄叶没搭理几人，依旧向讲堂外走去。站住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他妈没听见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凭什么你说话我就要回应？哎呀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，今天不把你废了，我……啪！一声脆响，声音在安静的讲堂里非常刺耳。三哥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黄叶，这家伙的移动速度并不快，他看到了，身形也向后退了，做出躲闪动作。可是这家伙挥巴掌的速度太快，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。黄叶对自己的实力重新定位了一下，刚才只用了不到1成的实力，扇耳光这下的力量更小，连1成都不到。如果也用1成力量，这家伙的脑袋能旋转720度。他要的是对手反抗，有反抗，虐他们的时候才能泄火。哪怕只用1成实力全力去打，也能把火泄掉不少。当然全力释放力量，泄火更完美，但这些渣渣不够自己霍霍一次，还是无法泄火。所以要采用双重泄火方式，压制实力，可劲虐人的过程也能泄火，肯定比全力霍霍一次过瘾多了。对小人物要用小人物能接受的方法。你敢打我？三哥兀自不相信眼前的事实。你嘴欠，还不能让人打吗？啪啪！黄叶再次欺身而上，又是2个嘴巴子。三哥的脸已经变成猪头。你又打！三哥的口齿已经不清，说话呜了呜了。啪啪啪！一道掌声响起，是那个何冰。打得好，打得妙！老三，这回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，外有人了。早跟你们说过，平时低调一些，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就自以为是。就算比你弱的人，你也要学会苟得有深度，猥琐发育，才没人注意你，可以最大程度保护自己，还能藏在暗处发出致命一击，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，这才是王道。是，大哥，我错了。何冰教训完三哥，这才转过头看向黄叶。小子，你很不错，既然能扇到老三，有没有兴趣比一场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何冰并未生气，依旧脸带笑容，好像黄叶说的并不是他。我不是东西，是要你命的人。随着他的话声落下，黄叶的右后方突然闪现一道寒光，寒光直奔他的腰眼插过来。阴毒小瘦子在黄叶出手打老三的时候，已经不动声色地悄悄移动到黄叶右后方，听到命令立刻发动攻击。与此同时，左前方的一个壮汉也动了，一柄袖剑突然出现在手中，向黄叶臂膀砍过来。这是他们这个团队惯用的伎俩，从未失败。正对的何冰依旧笑眯眯看着黄叶，仿佛在说一件非常平淡的故事。他已经习惯这种方式，用自己吸引对方的注意力。由大剑客发动正面攻击，当对方注意力转移到大剑客身上，真正的杀招是藏在身后的四剑客。不论对手是什么级别，从未失手。就是2个武王初期也没躲过这种组合攻击方式，哪怕遇到武徒，他们也采用这种攻击方式。黄叶也是一眨不眨地看着何冰，似笑非笑地回应道：就凭你们！噗噗，2声响起，啊！2声惨叫发出，2道身影倒飞而出，砰砰，2声，众人耳边传来重重的落地之声。2个垃圾也想暗算本少，你似乎想多了。黄叶平静地说道。何冰的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不见，一脸阴郁之色。黄叶的动作很简单，只是用手指指向2人，一股气流便射向2人。整个过程根本没看偷袭的2人，只是和自己对视。这是什么能力？他怎么做到的？最神奇的是，2人都是肩部受创。黄叶笑眯眯地吹了吹手指头，心道：这6脉神剑还挺好使，以前他也用过，那时还是混合灵气，效果差了100倍。这次他调动的是攻击力最强的精灵气，原以为能让2人的攻击停滞，自己上去狠狠扇2人嘴巴子，过手瘾。没想到威力如此之大，竟然洞穿2人的肩胛骨，余力也把2人的身体撞飞。这些围观的学子此刻都是大张着嘴巴，吃惊地看着这个穷学子。画面的震慑力太强，已经超过他们想象力。在他们的印象里，黄叶不死也是残疾。在学院，这么不明不白死的穷学子不是1个2个，没人敢把这种事汇报到校方。这里的学子流动性很大，学子和学院只有利益交往，如果不是当场被校方发现，这种事连水花都溅不起来。嘿嘿，
你这两个小弟贯彻你的意图很到位啊，可惜是两个废物，是不是很意外？何冰并未看两个小弟，依旧紧盯着黄叶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打颤。刚才黄叶露的一手太强了，彻底把他镇住。这家伙两指点出，他感觉到有两股气流从黄叶的指尖发出，这绝对是武王级的真气外放。他怎么会是武王？还是很强的武王？他不敢看小弟，怕黄叶突然给他也来一指，双脚慢慢向后移动，只希望趁黄叶不注意，他能快速逃遁。你是武王？没错，意外不意外，惊喜不惊喜？此话一出，所有人也都明白，刚才黄叶的两指是真气外放，武王级高手。这特么不是教习层次的战力，他怎么会混到学生队伍里面？二剑客、三剑客和江云握剑的手也在不停发抖，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滴落。何冰一步步向后挪动，双眼紧盯着黄叶的手指。他已经知道这小子为什么敢对教习，教习对他也很友善，教习一定知道他的实力。黄叶一抬手，何冰的心理防线立刻崩溃，扑通一声直接跪了下去，接着又是扑通扑通扑通三声，二剑客、三剑客和江云也立刻跪下，四人磕头如捣蒜，黄叶饶命，黄叶饶命。黄叶也是一愣，这家伙怎么如此没骨气，真特么没意思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要不是后面的偷袭太突然，他也不会用六脉神剑，自己如果没有神奇的眼睛，肯定被那小子偷袭。看着跪着不断磕头的何冰，也有点佩服这家伙，怪不得这家伙活得挺滋润，原来是把狗道理论研究到极致，不惜自损颜面也要保全自身。等自己前脚一走，他肯定会去找帮手把颜面找回来，如果自己实力不济，他肯定会不择手段对付自己。这种小人就是坏道家的典型。你是不是想求得一丝生机，将来再找人报复我？黄爷，小人不敢，小人绝对没有这个想法。何冰忙不迭地否认。嘿嘿，有没有无所谓，反正你已经是废人。黄爷说的没错，小人就是废人一个，在您眼中连只狗都不如。你理解错了，我说的废人不是那个意思。黄爷，小人没理解错，小人就是废人。好吧，你既然这么求我，我就勉为其难让你成为废人。说罢，手指连点3下。啊！何冰直接痛晕过去。众人看到何冰双臂垂下，跟大剑客和四剑客一个造型，还有个更惨的地方，两腿之间血乎乎一片。众人心中一阵恶寒，所有男学子下意识捂住下体，淘气，还求着我废他，你们说他贱不贱？说完，黄叶友善地拍拍何冰的脑袋。唉，也就是我这人心善，有求必应，换别人都不能帮你。转头看向依旧跪着的三人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他抬回家？二剑客和三剑客如蒙大赦，赶紧过来抬起何冰。江云也跑到大剑客和四剑客身边扶起他们。他不傻，这时候当苦力是最完美的逃生技巧。黄叶似笑非笑地看着江云，他连头都不敢抬。黄爷，他们两个也伤得不轻，也要送回去。黄叶摆摆手，滚吧，这种小人物无足轻重，连收拾他们的欲望都没有。你们别送错地方，要是送到院长那里，什么后果你们知道。黄爷，您放心，我们保证送到家。三人灰溜溜的带着受伤三人离开。众人也看出来，首恶如怨的废了，两个阴狠的从犯估计也拿不了剑。你们放学不回家，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是没看够吗？众学子立刻低头，一个个悄无声息的顺着讲堂两侧溜走。黄叶大摇大摆向食堂走去。今天废了何冰，何家的人肯定不能善罢甘休。今天之所以高调出手，就是打算立威，震慑宵小。再冲上来的肯定是高手，那样打起来也有锻炼价值。他现在急缺练手的对象。院方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无所谓，他不在乎院方找上门来。挑事儿的是何冰的人，之后还想下黑手重创他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校方肯定是和稀泥的。这事儿最后还是何家和他的事儿，只是他低估了自己对剑道班全体观众造成的心理压力。这些人全部三缄其口，数十人一致选择了守口如瓶。正在吃饭的黄叶很快便看到一直跟踪他的三人陆续出现在食堂。一天的时间，他们也知道自己王者归来，现在也该引蛇出洞了。吃完饭还是老规矩，先去密林炼体，炼体结束后再修炼功法第4层。这段时间一直没有炼体，皮都有点痒痒了。到了密林深处，还是老路子，降低实力，留个大裤衩，乒乒乓乓一顿撞。还是这玩意爽，连续撞了1个时辰。黄叶坐下休息一会儿，正准备继续下一轮的撞击，耳边突然传来衣袂飘动的声音。黄叶没有理会，继续撞大树。一道黑影从树上飘下，饶有兴致地看着黄叶。黄叶也停下来，看向来人，是个30多岁的壮汉。壮汉脸上露出不屑之色。小子，你还挺勤奋。
不过再勤奋也是弱鸡，就你这2下子还学什么武，连树枝都不晃动。你是谁派来的？你选这个葬身之地倒是不错。壮汉并未回答他。我特么问你话呢。壮汉一愣，这小子都快死了，还挺能装逼，真是搞不明白，这么一个小货色，竟然派我过来。你死之前我会告诉你。真特么啰嗦，既然你不愿意说，我就打到你说为止。说完，噔噔2步跑过去，一拳挥出，还是1成的力量。米粒蜘蛛也放光华。壮汉也是一拳挥出，双拳相交，砰的一声，黄叶身形倒飞出去。壮汉也被震退2步。看来还是个50劲，就用这1成力跟他打，这可是一个完美的活靶子，要比撞大树的效果好。壮汉吃惊地看着黄叶，他没想到自己能被震退，本以为这一拳能把这小子胳膊废掉，可是这小子被击飞后依旧站在那里，只是甩了甩胳膊。线报说这小子是50劲初期，现在看实力应该是50中期。刚才看他撞大树，应该没这么强的力量，难道不是全力撞击的？自己要小心点，不然真能阴沟里翻船。没想到你竟然是50中期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来，我们再战。壮汉冲了过来，黄叶抵御了10多招，速度明显变慢，拳速开始跟不上壮汉，砰的一声，肋骨挨了壮汉一拳，趔趔趄趄被打退5、6步。壮汉这才放下心来，这小子还是有点菜，刚才不过凭着一股狠劲跟自己拼，10多招下来就扛不住了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小子，受死吧！壮汉一个鹞子翻身飞纵过来，砰的一声，黄叶又被打退6、7步。壮汉预想的骨骼断裂声并未响起。卧槽，这小子挺劲打，看来他天天撞大树，耐打能力确实不错。今天就看看你能有多耐打。刚才的一拳，黄叶暗叫舒坦，这么练体效果比自己撞大树好多了。只是这家伙力量有点小，他要是武王就好了，力量能更大。什么垃圾势力，就派个50巅峰对付我，太不把自己看在眼里。看来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把合兵废了的事儿。这帮学子也笨，消息就不能快点散布。砰砰砰砰，之声不断响起，壮汉拳打脚踢，打得也很过瘾。在他眼中看来，黄叶被连续2次重击之后，已经没有反击之力，连手臂抬起都吃力。就这样，黄叶像沙包一样被壮汉打得东倒西歪，有几次还被打倒。不过没一会儿又站起来，连壮汉都佩服他的韧劲。一直打了100多拳，黄叶再次被击倒，壮汉气喘吁吁停下来，这次应该不能再起来了。壮汉在心中祈祷，现在自己的拳头都有点打颤，真没想到这小子抗击打力这么强。现实很残忍，黄叶又摇摇晃晃站起来。卧槽，这小子是铁人吗？这还能站起来？不行，还是用兵器吧。刚才已经过瘾了，一刀解决了的事儿。掏出一把匕首，一个纵身窜过去。上在空中，他仿佛已经听到黄叶皮肉被匕首穿透的声音。砰的一声，手腕一痛，匕首脱手而出，迅即飞入密林之中。壮汉吃惊地望着黄叶，刚才那一击是他发出来的吗？怎么可能？他这摇摇欲坠的样子怎么能发出攻击？黄叶擦擦头上的汗水，奶奶个腿的，你特么完赖，竟然用匕首，幸亏小爷一直留一手。来，我们继续打，谁认输谁是小狗。难道这小子真是强弩之末发出的一击？壮汉有点不敢相信。黄叶不等他想明白，蹒跚着冲过来。小崽子，既然你想挨打，大爷就打个痛快。又是一顿胖揍，又是100多拳，壮汉再次停下来，他真的打不动了。这小子就像不死的小强，挨了自己200多拳，还能站起来。壮汉心中已经升起一丝不妙的感觉，就算一个武王，自己打这么多拳，恐怕也要口吐白沫。可这小子仅仅嘴角有一丝血迹，他不知道，仅这一丝血迹，还是黄叶故意弄出来的。不行，今天有点拖大，自己没力气，带把长剑就好了。这么打下去肯定不行，还没等打死他，自己先累死了，先撤。小子，我看你是个人物，今天就放过你了，明天再打。壮汉气喘吁吁地说完，也不等黄叶回话，掉腚就跑。砰的一声，撞在一件东西上，壮汉被撞退几步。咦，刚刚看过跑路方向，前面没有树。定睛一看，黄叶正笑眯眯站在他前面。哥们，你不够意思啊，还没打完就想跑。壮汉不是傻子，他已经明白，对面这小子一直在演戏，用他的进攻在练体。他到底什么境界？怎么如此强大？难道是体修武王？壮汉阴沉着脸，小伙子，你这就不对了，我都说明天再打，你怎么没完没了？其实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和你切磋一下。说谁派你来的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要是放大招，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壮汉硬气地说道。哈哈，你的大招放了不止一次吧？壮汉脸上一热，幸亏天黑，不然被这小子
发现了。放屁，我真正的大招还没用出来。那好，给你放大招的机会，看看你能不能打倒我。壮汉一怔，这小子怎么油盐不进？如果他不放自己走，自己还真没办法逃走。他的速度明显比自己快。扑通一声，壮汉也不顾上什么礼义廉耻，磕头如捣蒜。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装逼，您就放过小人吧。说，谁派你过来的？壮汉犹豫一下，黄叶一抬脚，作势欲踢。我说，我是曲家的人，家主让我过来的。壮汉吓得汗都出来了，他可不敢让黄叶踢到，他那一脚肯定能把自己踢废。看来是二夫人的娘舅派来的。曲家最高战力是什么境界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对外宣称是武王巅峰，不过四大家族的底蕴都很深，可能会有武帝存在。壮士断腕听说过吗？黄爷饶命，黄爷饶命。嘿嘿，我已经饶你一命，只是让你断腕，你如果不想动手，我可以帮你。啊，不劳您大驾，我自己来。说罢，运足全力，一拳挥出，咔嚓一声，左手小臂被打断。嗷的一声，壮汉差点没疼晕过去。杀猪般的叫声，听得黄叶都有点揪心。哥们，你好像搞错了，我说的是壮士断腕，你断臂干什么？黄爷，小人错了，这就断腕。杀猪声再次响起。行啊，你可以滚了，软脚虾一个，才打200多拳就没劲了。你这2下子还学什么武？黄叶把这句话还给壮汉。谢黄爷不杀之恩。壮汉扶着断臂，一溜烟没影了。黄叶伸了伸拳脚，这家伙还有点用，今天练得挺舒服，把这小子放了，再来应该能厉害点。黄叶如是想到。好了，你也看差不多了，出来吧。四周寂静无声，黄叶看着不远处一棵大树。咦，不对，人怎么不见了？刚才这人趁自己背身的状态穿行到那棵大树上，还以为他要偷袭，一直提防着，准备趁其不备来个反偷袭。可是这家伙一直没出手，只是在那里观望。一个纵跃窜到大树上，四下看看，确实没有人。卧槽，有2下子竟然能从本少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消失。什么人能有这种实力？他这能力如果对自己实施暗杀，确实很有威胁。自己真的小看了这里的武者，还是小心一些更好，不能太膨胀。想了一下，决定放弃搜索，对方的实力不明，手段不明，自己贸然搜索，万一中了埋伏就危险了。继续守株待兔，如果他再次出现，自己能看到他再出手。不行，要尽快把功法第4层学会，第4层有神识探查功能，可以更好的发现危险。现在自己还是依靠五感来判断，唯一比常人五感强的地方就是眼睛，而神识相当于第6感，可以发现隐身的敌人，防患于未然。把衣服穿好，席地而坐，开始尝试提纯体内的木元素，渐渐进入忘我境界。半个时辰后，交战之地数十丈外，一棵大树后面慢慢探出一个脑袋，看着远处模糊的身影，静静看了一炷香时间，这才缓缓向外退出，不敢发出丝毫声音，直到退出200丈左右，这才掉定向围墙外掠去。到了墙外，看到黄叶确实没追过来，这才放下心，只是依旧惊魂未定，这小子到底什么实力，竟然能发现我？奶奶个腿，要不是那枚仙家隐遁符，肯定被他缠上。这小子实力应该在武王中后期，真的对上，鹿死水手真不好说。可惜这枚仙家符箓又用了一次，太特么亏了。刚才那个废物连这小子实力都试不出来，屈家怎么派这种垃圾出来？这小子傻了7年，怎么会在3个月内晋级到如此强大？难道他消失这1个月发生了什么奇迹？太不可思议！好在这次没白来，了解这么重要的信息，这事儿要赶紧汇报上去。黑影引入黑暗之中，此时银月城一处老宅之内已经闹得鸡飞狗跳，何家班一行5人正跪在地上，四周围坐一圈何家大佬。家主，到底怎么办？您倒是给个说法。二哥，我不也在想吗？谁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？早跟你说了，多管管小兵。你总觉得他做得对，什么都能算计到。他以为自己是什么？你看他以前对付的是什么人？一箩筐菜鸡，让那些人使劲折腾也掀不起风浪，他连这样都赶尽杀绝。这次终于碰到硬茬了。不行，不管家族怎么处理，我肯定要为边报仇。二哥，你想报仇，现在就退出何家，随便你怎么折腾都行，跟何家无关。老二，你还是冷静点吧，你那个儿子都是跟你学的，就会算计，什么事都藏在暗处。父亲为什么不把家主位置传给你？心里还没数吗？大哥，边儿不管怎么说也是家族这一辈的天骄，就这么毁了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有什么办法？你有本事联合4大家族，我就同意你报仇。何家主不满道：这，你儿子惨了，另外3家听到都得摆酒庆祝。
当家的，不好了！一个中年妇人哭哭啼啼从后面跑进来。什么事？何老二焦急地问道。碧儿醒了，但他连我都不认识了，嘴角还不停流哈喇子。郎中说他已经傻了。什么？他伤的只是胳膊和那里，怎么会变傻？何老二不敢相信地问道。二哥，你先冷静点，小兵变傻肯定有原因。你们几个，黄叶怎么出手的，还漏掉什么？跪着的五人也有点懵，何老大怎么会突然变傻？尤其是大剑客和四剑客，他们两个也被黄叶废了，感觉黄叶那股真气过来，只是把肩胛骨打成粉末。其余三人也看向两人。家主，我们受的是同样的伤，脑子并未出现问题。啊，我想起来了。黄叶说完话，轻轻拍过大哥的脑袋。江云一拍脑袋说道，是不是那时候下手的，他手里藏了什么真类暗器？何老二听到这句话，双目立刻无神，颓废地坐到椅子上。中年妇人则是直接晕倒，被丫鬟搀扶了下去。黄叶，你好狠！碧儿，是爹爹害了你。何老二说罢，老泪纵横。家主，这黄叶确实做得过了。大哥，他哪一条做得不过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是杀到学院，还是纠集四大世家？凭我们的力量，怎么跟城主抗衡？城主可不是普通的武帝，我们去挑战他，何家立刻从四大世家除名。那我们不能去要个说法吗？让老二心里好受一些也行。说法？大哥，如果有人用这方式刺杀你，你会让他们活着吗？谁敢这么偷袭我，我把他皮扒了。小兵这招确实遭人恨。说实话，我要是有这种儿子，早他妈废了他，简直坏到骨子里，狗到极致。何家主恨恨地说道。行啊，老二现在心里也不好受，你还是少说两句吧。这事儿我们到什么地方都讲不出理，现在想对付这小子，明刀明枪根本不行。他的战力现在很强，我觉得他的真气外放能力至少是武王中期，甚至更高。而且他用这种武功，一定是聚气成真，这种武技我都没见过。他是从哪儿学到这种功夫？没听说城主会这种功夫。何老大也疑问道。最诡异的是，2个月前他还是个傻子，现在竟然成为武王，难道吃了什么仙丹？突然，何家主一拍脑袋，大哥，你听说过一种方法吗？什么方法？醍醐灌顶。你是说他突然变强，是将死的武王给他施展了这种方法？没错，只有这种可能，才能让他在这么短时间战力直线上升。能不能是城主给他找的？何老大猜测道。不可能，虽然我们不能动黄叶，但城主府对这小子并不友善，否则他也不会变成傻子。吴海是怎么当的城主，我们这些人心里都有一杆秤。而且城主还有2个亲生儿子，就算有醍醐灌顶，也轮不到这小子。家主，我们能不能利用2人这种隔阂，造成他们反目？这也是唯一可以利用的点。只要不在明面上找黄叶麻烦，暗中出手，城主很可能不会管这件事儿。不过这么做一定要刺杀成功，如果不能得手，那有多远跑多远。家主的意思是？何老大不解地问道。黄叶如果不死，城主为了声誉也会追查这件事，到时候肯定要面对城主的怒火。如果他死了，城主可能只做表面文章，可是他现在的实力也不弱，我们谁出手能有把握？2个办法，一个是让地煞帮出手，他个人实力强，可是好汉难敌4手；另一个就是舍得花钱。你是说找杀手堂的人出手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何家主立刻否认，我也是瞎猜的，这事儿跟何家没关系。何老大也开始装傻，何老二自然明白，2人一唱一和在那里说，这是在给自己出主意。只是何家不会参与这件事儿，只能自己去报仇。家主，大哥，我明天就宣布退出何家。也好，你自己决定，这5人交给你处理，跟何家也无关。不过我还是给个建议，拿他们撒气没用，他们也有家族，也有钱。谢家主点拨。何老二不得不佩服这个弟弟，大局观比自己强的不止一点。他原计划把5人作为泄火的对象，连带他们所在的家族一块收拾，而弟弟一句话就把5个将来的敌人变成朋友。他们这些家一起合作，连武王巅峰的杀手都能请好几个。黄叶即使有3头6臂，还能挡得住这么多杀手围剿？随着家主等人离开，屋里只剩下何老二和5个跪在地上的走狗。你们回去把自己的家主请过来，如果请不过来，就自裁谢罪。我们这就回去请，别想着逃跑。虽然我退出何家，想斩尽杀绝你们以及你们的家族，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二爷，我们一定能请来。几人异口同声道：黄叶是城主一子的事儿，你们绝不可泄露，否则你们一样死。我们明白。5人狼狈地离开何府，他们把何冰抬回来，详细向何家讲述经过。提到凶手是黄叶的时候，何家3兄弟还愣了一会儿。不过没一会儿，何家主突然冲过来，把他们5人一顿扇。他们才知道黄叶原来是城主府3少爷，
五人心里把黄叶全家问候个遍，这小子太特么阴险！银月城最有权势的豪门三少，穿一身粗布衣常来学院，这特么是多大的坑，掉进去都看不到天。何老二只见到4位家主，4剑客的家主没到，下人送来一个盒子，里面赫然放着4剑客的头颅，同时还有一封致歉信，意思是教子无方，给何家带来灾祸，他自愿以死谢罪。何老二也明白了，这是看到人已废，做的还是令人不耻之事，直接被家主杀了，以儆效尤。何老二也没办法，只能和另外4家谈，结果谈到半道，又有一家退出，是大剑客的家族，家主的态度摆明了，这个晚辈要杀要剐随便，家族不会因为一个子弟得罪一个来历不明的武王，哪怕暗杀也不参与。另外3位家主是真舍不得儿子，才被迫结盟，他们都是家主，到何家一看，出面的只是何老二。发生这么大事儿，何家主并未露面，就感觉这事儿肯定有蹊跷。何老二说此人只是普通武王，他们再傻也明白普通武王用这么大阵仗。另外3家都推脱，需要回家族共同商议。回去后立刻发动所有渠道调查黄叶信息。第二天早上，坐在何老二对面的只剩下江家主一人。远处观望的何家主看了之后直摇头，自己给他这么好的建议都没利用好，连这5家都没法摆平，还想对付黄叶。但他不能把话说太深，否则何家就危险了。现在何老二退出家族，至少何家不会出大事儿。黄叶准时出现在剑道班，除了那6个没来的学子，一切如常。他也一头雾水，这个世界怎么变善良了？自己把人打废，竟然没什么反应。不止早上回寝室，3人毫不知情，院方也毫无反应。随着他进入讲堂，原本嘈杂的讲堂立刻寂静无声。不多时，独孤策走进讲堂，看到黄叶过来，善意的笑了笑。看来这小子昨天动手了，那6个家伙今天统统缺课，肯定被收拾了。今天学院没有过来找他，可能这小子只是简单教训一下。继续开始他的教学，黄叶又开始了提问模式。整个课堂好像只有2个人，一个问一个答，剩下一群哑巴在看戏。不过这些哑巴在课程结束后都对黄叶露出感激神色。黄叶的问题很多都是他们想问的，还有很多他们想不到的问题，把他们心中很多谜团都解开。下课后众人也不再保持沉默，而是相互探讨起来。黄叶则是继续昨天的模式，引蛇出洞。昨天的壮汉让他受益匪浅，今天应该能换个厉害的。还有就是何家，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闹，但他们不可能善罢甘休，这些都是很好的历练对象，现在的实力远超他们，正好用他们来夯实自己的基础，绝不能再进步，否则到了炼气15层，恐怕真的收不住。看看天色尚早，天黑前先修炼通天玄功第4层等第4层稳定，神识练出来，自己就有控制飞剑的能力，也可以御剑飞行。虽然没有飞剑法器，学会总是有好处，将来要是弄到飞剑，可以直接上手。这跟前世自己学车一样，买不起车先学个车票，等有钱了买了就能上道，实在买不起也没好工作，还能干个代驾。一切准备好了，就可以离开银月城，出去寻找修仙宗门。真正的飞剑只有到宗门才能得到，只有这种法器飞剑才能载人飞行。普通宝剑虽然能控制飞行和攻击，但跟控制飞剑完全两回事儿，不论威力、速度、材质，两者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只有用神识跟法器相连之后，才能算真正的修士，正式踏入仙途。让他感觉奇怪的是，系统至今没破解那张神秘凹点图，好像他已经进入摆烂模式。每次问系统，回答的都是模棱两可，让他发现人工智能也有人性化的一面，遇到真正的难题也会摆烂。他也理解，人工智能还是基于原始数据和资料，创新和奇思妙想方面还赶不上人类。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具备这种能力，那就是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时代。离开之前，把这里该解决的事情都处理稳妥。现在还应该更高调点，只有高调，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到自己身上。晴儿和月儿就更安全，两人现在的实力顶多是武王境，遇到真的武王肯定打不过。这些人不把自己拿下，他们就是安全的。简单吃了一些，再次去了密林深处，后面4个盯梢的在自己进入密林后就退场了。黄叶也知道多出那人是谁派的，看来何家是想在暗中解决自己的身份，何家可能知道了，怪不得这些家伙没来学院闹，是怕城主找他们麻烦。他们可以实施暗杀，绝不敢明刀明枪做掉自己，因为城主肯定会插手。自己还是城主手中的棋子，他总不能看着义子被人收拾还在那装傻，否则他精心打造的人社会立刻崩盘，连城主之位都可能不保。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靠！怎么又想起这篇课文？找个略微平整的地方盘膝坐下，先是一步步捋顺功法。现在的系统也能帮一点小忙，帮着黄叶一起分析功法。天色渐渐黑下来，经过1下午时间，第4层功法已经掌握的差不多。第4层功法主要还是提纯灵气，
让灵气的品质更高。这也是形成出阳的第一步。功法最后就是神识培养，只有纯度高的灵气培养出的神识效果才好。学习了这层功法，黄叶才知道自己的灵气有多垃圾，到底是瞎琢磨的双修功法。不管3721，什么灵气都吸收，灵气满了就突破，突破的确很爽，但把基本的修炼原理全部略过，所以自己会出现13层乃至14层。确切的说，这部双修功法更像邪修功法。以前看小说里面提到过邪功、魔功，修炼的速度就是飞快，正统修士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，他们都是按部就班的修炼，一直到12层，灵气已经形成一个圆球状的密实气团。等他们突破进入元阳境，圆球也变成液态。怪不得自己使用混合灵气施展的六脉神剑效果很差，即便使用金灵气施展六脉神剑，威力也不强。对付武士境还凑合，遇到武王境，自己这灵气真够呛，能打过武王的真气外放。啥也别说了，开始运功提纯。今天要是没人聊闲，先暂停炼体，一整夜都用来提纯。这里木元素充沛，还是从木元素开始。提纯过程就像把一堆混在一起的芝麻和沙子分离一样，要用功法把这些沙子吸附出来，再通过末端穴位把这些沙子释放出去。一个时辰后，耳边再次传来衣袂飘动的声音：我尼玛，小爷刚有点感觉就特么来人了，今天你们要是不把本少打得爽，一定把你们大卸八块。两个一身黑衣在黑夜里像两个幽灵一般从树上跳下，黄叶只好收工站起来。你们是曲家派来的？两人并未说话，一刀一剑直接攻上来。卧槽，今天直接用兵器了，用兵器也行，正好练练我的步伐。系统推演步法，很久之前已经竣工，他也跟着学习过。步法只有简简单单的8步，听着步数并不多，实际变化无穷。每一步踏出都有8种变化，分前后左右上下斜转，每一种变化还有8种形态。步法并没有定式，全靠临场应变，这些变化和形态可以随意组合。系统起的名字叫天龙八步，黄叶觉得叫起来绕口，而且涉嫌抄袭，便改成小黄步。另一个改名的原因，他觉得步法现在适用武者层次，到了修士层次，仅这8个变化肯定不够用。系统无法做出修士层次的步法，可在前世看奥运跳水、蹦床的比赛，运动员可以在空中翻来翻去，什么401B、5024C 的一大堆，难度系数最高的能达到4、3，就连那帮玩跑酷的身体变化也有很多种。自己已经是修士，肯定比他们强数倍，别说跑酷，跑肚兜都没问题。所以步法将来肯定要修正和升级，现在的版本是小黄步1.0。他穿越后身体素质已经大幅提高，加上有灵气支持，便省去了苦练身体素质这一关，只要熟悉步法就行。普通人想练成这种步法，没个10年8年苦练肯定不行，仅其中一个在小腿上绑铁块练习就需要几年积累。黄叶练习了几10次，便初步掌握这种步法。这次两人用兵器攻击，正好让他熟悉小黄步，用实战提升能力。随着两人的刀剑挥舞，黄叶也像穿花蝴蝶一样，在刀光剑影中不断闪躲。八字诀也在心中默念，只是第一次实战运用，还是有拿捏不到位的点。卧槽，这两人应该经常组团，配合默契，攻防有序，刀剑交错，每次留给自己躲闪的空间很小，只能小心应对。有时步法用了不到一半，就被逼得换到另一个步法，刺激，这特么才是历练，每一秒都在生死边缘徘徊。步法的感悟也越来越深，远比自己练习的效果好。两人都是武王级别，每一刀每一剑都是势大力沉，招招奔着自己的要害，一个躲闪不及就会要了自己的小命。不多时，身上已被刀锋剑气划伤几处，只是闪避得快，并未造成多大伤害。随着步法的不断熟悉，两人联合攻击的效果越来越差。半个时辰后，两人连黄叶的衣角都碰不到。两人越打越心惊，这小子的身体怎会如此灵活，步法也诡异，以前从未见过。打了这么长时间，竟然没出现过相同的步法。还有他明明受了几处伤，只在最初阶段流点血，后期竟然不流了。本以为只要缠住他，不给他上药的机会，光靠血液流失也能把他耗死。身体不断高速运动，血流速度应该越来越快，可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那些受伤的地方好像自愈了，没看他自封穴道止血呢。还有他到底是什么实力，到现在一次攻击也没发出，全靠这套神奇步法在闪避。两人势大力沉的攻击，乒乒乓乓之声不绝于耳，全都打在地面和大树上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？能在两人合力围剿下安然无恙，也够可以的。自己二人都打累了，他竟然什么事儿没有。师兄，我们不用兵器，跟他硬碰硬，听说他很抗揍，我们也试试。一人大声喊道。好，哈，原来还是老曲家，来吧，
看看你们能把我打疼不？黄叶也不敢托大，准备先用3成力量试试，如果不行再加到4成。到了炼体的时刻，步法练习也结束，黄叶进入木桩模式，两人一记记重拳，一记记鞭腿不断攻击在黄叶身上，两人打得虎虎生风，拳拳到肉，每一拳都带着真气，口中还不断大声呼喝着呼呼哈嘿。黄叶像个沙袋一样在空中横飞，心中思索，难道这两人也是穿越者？歌词很熟悉。挨了7、8下，3成真不行，没办法加到4成力量。乒乒乓乓又是40、50下，两人打得正过瘾，黄叶忽然出手了，一巴掌拍到一个师弟手腕处，师弟嗷的一声，拳头松开，一枚尖部蓝汪汪的掌中定直直飞出，叮的一声射在一棵大树上。师弟停下攻击，惊恐地看向黄叶，他不明白黄叶怎么发现自己藏在手中的掌中钉，刚才是趁黄叶背对自己，偷偷把掌中钉握在手心，想趁黄叶不注意一击必杀。这是昨天听了汇报后想出的馊主意，如果第一步刀剑无法成功，就利用这招，掌中钉上还抹了剧毒。本想在刀剑上抹上剧毒，只是刀剑无眼，怕误伤到自己，才放弃这个想法。你们要打就用力打，别耍赖。师兄快跑，我们打不过他，他是炼体的高阶武王，差太多了。他刚才感觉到黄叶攻击的一下有多狠，如果这小子发动攻击，恐怕自己连一招都接不住。啪的一声，师弟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，太快了，快到眼前一花，巴掌已经挨了，自己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跑你个头，再出馊主意，当心把你废了。想活命就老老实实打，像昨天那家伙一样，不然等着明天被人收尸。师兄也懵了，呆立在场中，他是怎么发现师弟的掌中钉？这个暗手设计的天衣无缝，就是利用黄叶有拿他们炼体的想法。等他看到黄叶扇了师弟一嘴巴，这才明白过来，人家就是把他们当成炼体的工具人。他是想跑，可是刚才黄叶速度太快，快到他只能看到一个残影，这速度他们想跑根本不可能。别墨迹，小爷皮子现在很刺挠，要是不用全力，你们一样等着收尸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没办法，断臂也比被人收尸强。战斗重新开始，黄叶又变成空中飞人，被两人一顿暴揍。两人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，生怕自己不用力，这个恶魔会发怒。半个时辰后，两人大汗淋漓地瘫坐在地上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依旧站着的黄叶。黄叶，我们不行了，真打不动了。行了，我还比较满意，规矩你们懂吧？爷，我们懂，等我们积攒点力量，立即断腕。黄叶也没管他们，盘膝打坐，活动一下身子骨，继续提纯灵气。一炷香后，嗷嗷2声惨叫发出，二人扶着手腕，胆战心惊地看着黄叶。你们滚吧，告诉你们家主，再来派2个厉害的过来，再糊弄我，我不介意打上门去。是。黄叶的话我们一定转达。两人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走了，直到翻出院墙，两人才长舒一口气。大哥，他太可怕了，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就算武王巅峰也扛不住我们哥俩这么攻击。每一拳发出的真气就像泥牛入海一样，只剩下外劲打在他身上。我也不知道，太诡异。按理说炼体武者就算再抗走，被我们的真气攻击，脏腑也承受不住。就是一头壮牛也能被我们打得稀烂，武王巅峰绝对扛不住。可是他怎么能把体内也练出来？除非他有什么方法化解我们的真气。给我的感觉，真气好像被他吸收了，这实在想不通。也或许不是吸收，而是把我们的真气转移到体表，用来强化他的机体。也有这种可能，反正他太邪门了。黄叶要是听到，也得承认两人判断对了。他就是这么做的，两人发出的所有力量，他都用来锤炼机体。他们的真气想攻击到脏腑，那是天方夜谭。一旦真气碰到气流，气流反弹力量能瞬间摧毁他们的5脏6腑。为了不浪费他们的真气，黄叶把灵气分散到机体一部分，用这部分机体来承受真气攻击。放他们2人走，不是因为善良，而是让他们怕，只有怕才能产生惧意，才能如实传达自己的诉求。他感觉这样的练兵效果太好了，尤其是他们用真气攻击机体，黄叶感觉自己的机体在不断适应这种攻击强度。这种小漏罗刹不杀，没什么意义。深夜时分，城主府大门被人敲开，来人被引到二夫人宅院。小乔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得手了？二夫人面露惊喜之色。姐，真的得手？您觉得城主府会这么安静吗？我过来是想跟您商量一件事儿。二夫人脸上的惊喜之色消散一空。什么事儿？二夫人问道。姐，如果黄叶做家主，会不会对您出手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二夫人隐隐有不祥的预感。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他苏醒后在府中待的时间很短，我也不知道他成年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真是心狠手辣、有仇必报之人，很可能会出手，就算不出手，
我这一房也不会有什么好待遇。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吗？他很可能会做家主。你什么意思？把他做掉不就高枕无忧了？姐，我过来就是告诉您，我决定放弃这个计划。为什么？姐从小就照顾你，当初你当家主也是我力挺，这个忙你说什么也得帮姐姐。二夫人焦急道：姐，我派了2拨人，第一次是武士进巅峰，黄叶没动手，武士自断一臂回来。今天又派去2个武王，一个中期，一个初期，黄叶还是没动手，2人断腕回来。没动手他们怎么断腕？他们也是自断的，如果不断就是死。什么？二夫人惊得从座位上站起来。他怎么厉害，连武王都奈何不得他？我不知道他清醒后经历了什么，我只能告诉你，除非让老祖出手，否则无人能奈何他。你能请动就亲自去请，我是不敢去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苏醒还不到3个月，便傻前从未练武，怎么会这么成长这么快？我也无法理解。来之前和几位长老商谈过，他们认为只有一种可能，有人给他施展醍醐灌顶的术法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如果继续成长下去，别说家主位置，就是将来的城主之位，他也是最有实力的争夺者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他才多大，已经有武王巅峰实力，他的同龄人最强不过武士巅峰。姐，不是弟弟不想帮你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他让我再派人过去，我准备再派2个武王后期过去，但不是杀他，而是给他当陪练，之后就再不派人。我是家主，也要为家族着想。二夫人瘫坐在椅子上。姐，我说句实在话，你那个纨绔儿子和他比差太多，听说那小子还有过目不忘的能力，你以后也别招惹他，放弃幻想吧，有城主在，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按理说我不该问你的家事，皇家的事姐姐清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姐夫不会告诉我。那黄叶10岁受创的事儿，你参与了吗？我没参与，不过我问过尖儿，他回答的含糊其辞，只说不是他干的，不过我怀疑他可能知道谁干的。那就是麻烦事儿，一旦姐夫100年之后，或者他的实力超过姐夫，很可能追查这件事儿。那怎么办？看看姐夫怎么想的，现在能制住他的只有姐夫。姐姐可以吹吹耳边风，把他的威胁说出来。唉，我也想，可是姐姐早已是昨日黄花，你姐夫现在根本不找我，那我也没什么好办法，至少这次你是出手了，能不能放过你，全看他怎么想的了。按他的年龄发展，武帝肯定没问题，甚至可能成为武圣，家族不会树立强敌，也不可能庇护你们母子。姐姐知道了，只能听天由命，希望相公能把这件事解决吧。姐，你那个儿子看住点，他太能惹麻烦。我明白，这个混账小子确实不让人省心。姐，我先走了。这件事谢谢你了。呵呵，屈家主苦笑一下，转身离开。他明白自己配合再送去2个武王，能不能获得原谅还不一定。这2个武王人选也是让他头痛的地方，谁都不愿意去，是自己不惜以灭族来威胁，才强行让2个武王后期答应。但他知道自己的举动实际上已经伤了所有客卿长老的心，今后曲家不会再有忠心的长老。希望这2人能创造什么奇迹吧。黄叶一直盘膝打坐，这一坐足足坐了3天。第2天，几个盯梢的再次失去黄叶的踪迹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黄叶就在密林。第4天，正在提纯灵气的黄叶被2个武王后期打断，2人直接报了曲家身份，摆明就是陪练。结果2人拼尽全力，结果还是一样，2人自断手腕离开。屈家主听到2人的汇报，小恶魔没提再派人陪练的事儿，这才把心放下，还重赏了2人。同时他也知道，这家伙的实力绝对有半步武帝的实力，这么年轻的半步武帝，想想就可怕。他也牢记黄叶带回来的话，不许泄露黄叶的实力，否则屈家没有将来。曲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下了封口令。屈家主在会议结束后急忙赶到城主府，听到二夫人只告诉吴江别招惹黄叶和2个丫鬟，黄叶的实力并未外传，这才彻底放心。黄叶跟2个武王后期炼体结束后也回了寝室。这3天木元素已经提纯完毕，连土元素提纯的也差不多。木元素提纯结束后，他试了试培养神识的功法，果真有效果。神识探查范围已经达到1丈方圆，没提纯前他也曾试过，还不到1米。这个功能现在的用处还不大，可是范围内他那双神奇的眼睛作用更大，只有神识扩大到一定范围才能真正帮助到他。离开密林前再次尝试了一遍神识探测范围，已经接近2丈方圆。按照这个规律，5行元素全部提纯结束，应该能到5丈范围。水元素的提纯简单，学院里就有一条河。火元素和金元素只有去唐府提纯的效果好。对，先去暗器班看看唐星回来没，如果回来就和他一起回去。到暗器班的时候，远远看到唐星正在讲课，转身便去了剑道班。剑道班的学子看到黄叶来了，心中自然高兴，
又能听到更深层次的东西。果不其然，黄叶又是一顿问，有时甚至把独孤策问住了。独孤策也佩服黄叶的提问能力，问得越来越复杂，有时甚至把他讲的剑招都改了，按他改变后的剑招尝试，发现效果确实很好。不过他也提出黄叶想法中不切实际的地方，黄叶对独孤策提出这些并不感冒，别人做不到不代表他做不到，也不反驳他，只是亲自演练一遍。独孤策和这些学子都看懵了，他的身体怎么能突然向左弯90度？这小子的腰是柳条做的吗？黄叶演示完，露出不屑的表情，转身离开讲堂。这一点你们不要听他的，我们正常人做不到这个程度，还是按我教的剑招练。下课，转身回到后堂，这个臭小子刚才太打脸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想到此处，也开始尝试起来，费个牛劲，还是差不少，只得无奈的摇摇头，自己妄称剑艺高手，竟然在剑招一关败给一个初学者，真特么是一种另类的讽刺。啥也别说了，说什么也要练到跟他一样，不然真没法当他的教习。学子也在外面练习场试验，能成功做出来的只有一个女学子，不过她远做不到黄叶那般自如。此时的何老二正在院落里忙碌，宣布脱离何家后，立刻在外面找了一处院落。现在他这一脉的人正在搬家。何冰的院落很安静，因为受创严重，他暂时留在何府。房间除了一个昏昏欲睡的丫鬟，并无旁人看护。天色将晚之时，天际忽然射来一道白光，丫鬟迷蒙的双眼好像感觉一道白光射入何冰的身体，急忙揉了揉双眼，什么也没有。何冰仍然在床上熟睡，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。见到没什么异常，丫鬟再次恢复迷蒙状态。没过多久，何冰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原来你的仇人叫黄叶。行了，我记住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随着声音结束，一道虚影从何冰体内飞出，停留不到片刻，一道气流从何冰口中喷出，虚影迅速消散一空。丫鬟吃惊地看着床上的何冰。小红，没事儿，我醒了。少爷，少爷，您刚才说的什么？好像有一道白光进入您身体。没什么，你过来一下，帮我把被子揭开，我有点热。少爷，您真的清醒了？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告诉夫人。不急，先帮我揭开被子，我有点难受。小红急忙走过去，掀开何冰身上的被子，她掀开的同时也是生命的结束。何冰的膝盖突然抬起，正好顶在小红的脖子上。小红脖子一歪，身子立刻萎顿下来。唉，这个笨丫头连装傻都不会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真特么倒霉，竟然重生到一个傻子加残废身上。好在傻子的记忆并未全部破坏，记忆里最深的就是一个叫黄叶的家伙，还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，他应该是被这个黄叶伤的双肩。这个黄叶够狠，竟然把他的肩胛骨打成粉末。这点小伤对我这个堂堂帝尊来说就是毛毛雨，只要找到灵药就能恢复。卧槽，这小子的性格怎么如此卑劣，简直狗到家了，自己会不会被这种性格影响？求求老天，千万别让他影响我，不然难成大道。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受伤了。咦，下面这根短短的东西是什么？怎么就剩个底座？卧槽，黄叶，我要杀了你！声音大吼道。声音的主人看着这副残躯，欲哭无泪。东方亮，你个蠢货，为什么看到这个剑胎体就忍不住？天下这么多人，你就不能再找找合适的？哪怕重生到一个凡体上，修炼万年也能重回巅峰，现在叫什么事儿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肩膀能治好，可是下面这个怎么办？几乎消失了，这会失去多少人生的乐趣？黄叶，你等着，不管你是何人，我东方亮发誓，今生必灭你全族。东方亮咬牙切齿道：唉，这造型我该练什么？幸亏脑中记的功法还在，原主是剑胎体，先找一本剑谱吧。翻了半天，终于翻出一个记录在袈裟上的剑谱。看着袈裟上的4个字心邪剑谱，心字左侧不知被什么烧了个窟窿。东方亮心绪久久不能平静，到底练不练这凡俗的剑谱？咣当一声，门被推开，一个中年妇人和一个丫鬟急匆匆走进来，看到微顿在地上的小红，啊！两人立刻惊叫道。妇人还是见过世面，惊叫过后立刻冷静下来。小绿，快去通知老爷，黄叶把少爷杀了。杀什么杀？我活得好好的。啊！两人再次惊叫起来。妇人立刻冲到床前边儿，你清醒了？东方亮看看这个妇人，思索一下，自己现在还是个废人，需要靠这个凡夫帮助先藏起来，等本尊恢复了再把这对夫妇杀了。哼，凡人没资格做本尊的父母，哪怕你是原主的父母也不行。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。这讨厌的凡躯还需要吃食物补充体力。东方亮，你真是蠢货！快快，小绿，赶紧去弄吃的。丫鬟立刻跑出去。边儿，小红怎么死了？可能是吓的，
一下摔倒了，脖子正好撞在床沿上。死得好，他不死，你也不能清醒过来。边儿边儿，何老二冲了进来，看到神色恢复正常的东方亮，老泪哗啦啦流出来。看你这样子，边儿都醒了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，你怎么还哭了？我是太高兴了。高兴你个头，怎么便宜爹这么好当呗？两个老东西敢对本尊不敬，你们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了。你们准备好纸笔，我说一个药方，这个方子能治好我的伤。两人一愣，怎么儿子说的话如此奇怪？他连药材的都不认识，现在竟然能说出药方。妇人先回过神，当家的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准备纸笔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小绿拎着食盒走进来，东方亮也饱餐了一顿，只是心中却在怨恨，这特么是什么垃圾？我地宫的狗都不吃这东西。不对，这么想岂不是自己连狗都不如了？等本尊恢复实力，几个害我的老狗，本尊一定灭了你们的道统。想想自己还有好长好长的路要走，心底也是一暗，这特么要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实力？吃完饭，看看取来纸笔的何老二，不急，现在心态一定要好，慢慢从底部打拼。数万年的修炼技艺就是我的资本，现在不用走弯路，修炼几千年也能差不多。想到这里，心中的怨气少了不少。我说，你记下来。一大堆药材的名字脱口而出，里面的很多药材何老二都不认识，许多字都是含糊不清记着。全部写完后，拿到东方亮面前。东方亮差点没晕，这老东西是个人才，总共40多味药，没几个对的。没办法，只好让他一一改正过来。这些药要尽快买回来，我的伤越早用药越好。边儿放心，爹爹就算倾家荡产也把药给你买来。你特么自称什么爹爹？我比你祖宗的祖宗都大。算了，我忍。黄叶回到暗器班时已经下课，直接溜进后堂，唐心果然等着他。刚进后堂，唐心便像乳燕投铃一样钻到他怀里，手指轻轻拨弄。黄叶急忙握住那双不老实的小手，别扒拉了，难受，难受就释放呗。黄叶看看唐心，这妞真放肆，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吗？我找你有正事，术法学的怎么样？我又学了5种，但是不太熟练。这个不急，我过来是告诉你必须进入灵气提纯阶段，否则会跟我一样进入14层。啊，你又突破了。唐心不可思议地看着黄叶，这家伙突破怎么跟玩似的？跟他们双修完就突破了，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这种状况肯定偏离航线了，所以这段时间不能再双修，否则还会突破，直到爆体而亡。啊，这么严重吗？唐心一下从黄叶怀里坐起来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性极大，我还以为你来找我双修呢，白高兴了。唐心郁闷地离开黄叶怀抱，我们的基础太薄弱，一步迈得太高，我先教你第4层功法，这层功法需要感悟元素，你老爹准备那些东西还能用上。那些东西还在，来的时候老爹问我还留着吗？我说等问过你再定。我们现在就回去，还是分开走，我可能晚点，有点小麻烦要处理。城主府的人，不是，是何家的。何家，你把何冰收拾了？没错，他被我打残了。好，打得好，那个坏水在银月城都有名，不过也够能惹事儿的。不怪我，我去剑道班听课，这些人主动送上门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就好，我是随时待命。何冰那小子是不敢招惹我，敢惹你的好像不多，今后估计得绝迹。那是，老娘现在是修士，跟武帝都能掰手腕。别臭美了，我先回寝室。黄叶拍了一下唐心小屁股，唐心心中一荡，幽怨地看了黄叶一眼，这家伙都不行了，还撩拨人家。这个你拿着。唐心递过来一个小盒子，黄叶下意识地往旁边一闪，哈哈，没想到还有你怕的东西。黄叶挠挠头，我又不是神，这东西你不用给我，现在用不着。你想好了，有它能帮你解决很多麻烦，还是省省吧。我如果用它，唐家就彻底浮出水面了。浮出就浮出，我看谁敢惹我。你膨胀了，我要你做的是藏在暗处的利刃，不是冲锋陷阵的先锋。你跟那个何冰一样坏，我这不是坏，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需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人，保护爱人。行，你总是有理，这个不要，其他的不能不要。还有什么？唐心没有答话，而是在身上不断掏梅花针、铁蒺藜、子母镖、金钱镖、甩手剑、飞叉、飞刀、飞剑，不一会就变成一堆。黄叶惊讶地看着这些暗器，她是怎么藏在身上的？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千手观音？这个女人太危险。打住，别掏了，我用不着这么多，有1-2样防身就行，你自己看着挑吧。我有个朋友叫小李，他喜欢用飞刀，特别有名，江湖人称小李飞刀。我也弄个自己拿手的，就那个飞叉吧，江湖以后叫我小黄飞叉就行。行，我柜子里面还有几个，你都带着。
用不用抹上毒液？什么级别的毒液都有。不用，不用，你还是省省吧，万一不小心把自己炸到，死在自己手里多屈。这个不用担心，解药我这里有，也给你。说罢，从鼓鼓的胸部掏出一个瓶子，递给黄叶，里面有解毒丹，可解百毒。即使遇到最烈的毒药，就算不对症，也能遏制其毒性蔓延，之后再用内力驱毒就行。不对，你没有内力，到时候试试用灵气驱毒。好吧，这个确实有用。黄叶呆呆地看着唐心胸口。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的毒药也藏在那里吗？黄叶指了指唐心的胸口。咯。唐心忍不住笑出来，这家伙肯定是怕裹了之后中毒。没错，你已经中毒了，而且是慢性毒药。你裹了好久，现在五脏六腑都是毒，以后没我，你必死无疑。黄叶擦擦汗，这妞太残暴了。唐心把柜子里剩下的飞叉全部拿给黄叶，两人也分开行动了。黄叶先回了一趟寝室，这次他没化妆，回寝室的目的只是误导这些跟踪的暗哨。现在跟踪的已经少了一家，肯定是二夫人的势力退出了。回寝室没多久，黄叶便离开寝室，向校门方向走去。出了校门，不慌不忙地在各个店铺转悠，他要给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充分的准备时间。不出所料，半个时辰之后，前行方向出现两个正在吵架的人，一个壮汉，一个更壮的汉子，两人很入戏，吵得面红耳赤，不停推推搡搡。旁边还有几人劝架，试图分开两人。黄叶装作路人甲从一旁绕过，不过有人不想让他绕，壮汉被对方推了一把，踉踉跄跄撞向黄叶。黄叶轻轻一拖，壮汉稳住身形，转头抱歉地冲黄叶笑笑：谢公子援手。话刚说完，衣袖中突然伸出一柄袖剑，直直刺向黄叶。壮汉一动，其他人转瞬飞扑过来，每人手中都握着明晃晃的匕首。黄叶身后也有两人同时出手。与此同时，空中突然出现一张刀网，每个节点都绑着匕首，四人各拽一脚向黄叶照下来。黄叶向上的路也被堵死。不会吧，就用这些小鱼小虾来对付我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黄叶连小黄八步都没用，身形鬼魅地绕过偷袭壮汉，一脚把壮汉踢起来，单手拖着壮汉向刀网撞去。啊！壮汉发出一声惨叫，身上已经被扎了10多刀。拿着刀网的四人也被大汗带飞，黄叶也飞到空中，下面的人自然扑个空。就在此时，从3个不同的方位忽然有数道暗器破空而来，这些暗器是大力沉，尖端统统泛着蓝光，明显带着剧毒，眨眼间攻到黄叶身前。一连串的杀招如水银泻地般毫无停滞，赶黄叶不敢拖大。这种带毒的暗器如果见血封喉，自己可能连吃解药的时间都没有。食指闪动，6脉神剑齐发，向一个方向的暗器攻击，一脚踢在大汉屁股上，借力向这个方向飞掠。噗噗噗噗的声音响起，尚在空中的壮汉被另外2个方向的暗器扎成透明窟窿，壮汉直接挂了，连中毒的罪都没着。黄叶身形飞纵的同时，甩手飞出2枚飞叉，袭向另外2个方向偷袭者。偷袭3人都懵了，这小子是怎么躲过这天罗地网的埋伏？他们哪知道黄叶有个神奇的眼睛，这个伏击圈形成前，整个画面已经被系统记录在案，有多少人在什么方位，之前是否留意过他。进入伏击圈时，系统也协助黄叶观察这些人的动作，凡是有异动的全部提示注意。没等3人反应回来，黄叶前进方向那人突然膝盖一软，扑通一声栽倒在地。另外方向2人急忙亮出兵器抵挡小黄飞叉，攻击膝盖的自然是6脉神剑，这种攻击方式无声无息，最适合偷袭。黄叶也没靠近，脚尖轻轻点的，瞬间出现在第2人面前，一巴掌挥出，这人脑袋立刻旋转720度，扑通一声同样栽倒在地。最后1人都吓毛了，这画面太诡异，明明是他们在暗杀，怎么好像黄叶在暗杀他们？拨开暗器后便纵身后跃，准备来个36计走为上计。可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刚刚窜出不到5丈，便看到一道虚影飞快超过他，出现在自己前方。想变换方向已经来不及，接着就是砰的一声，屁股上挨了一脚，差点没把屎给踢出来。身形嗖的飞起来，落地时不偏不倚砸在第1人身上，2人被摔得七荤八素。整个刺杀过程在3息之内全部结束。剩下几个刺杀的小喽啰呆立在壮汉身前，回头寻找时，刺杀目标已经笑眯眯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。快跑，他不是普通武王！一个小喽啰大声喊道。他的身形刚刚启动，突然感觉身体失去控制，直接在空中横向打转，砰的一声，脑袋和一面墙壁相撞，立刻稀碎，鲜血溅了一墙。还跑吗？所有人立刻跪下，口中大喊：大爷饶命，
大爷饶命！闭嘴，老实跪着！众人立刻闭口。黄叶看了一圈，并未走向两个武王，而是冲另一个方向走去。这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角落里坐着一老一小两个乞丐。看够了吗？爷，您说的什么？我不明白。老乞丐睁开迷蒙的双眼，愣愣看着黄叶。不要伤我爷爷！少年站起来，挡在老人面前。少年只有12、13岁，虽然他很硬气站起来，但目光还是闪露出一丝狡黠。突然，少年出手了，手中一柄匕首直刺黄叶小腹。匕首间同样散发湛蓝的光芒，少年的一刺又准又狠，虽然比不上那3个武王，但比之前的壮汉要强不少。黄叶相信他这一次至少练习过上千次，简单直白，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。砰的一声，老乞丐也出手了，不过他打的不是黄叶，而是少年后背。少年的速度暴增，狠狠向黄叶扎过来。老乞丐出手后，身形借着拍击的力量向右侧急闪，毫不犹豫地选择逃逸。黄叶刚才的表演太出彩，让他心底泛起莫名的惧意。他不明白黄叶怎么发现自己，刚才只是动了念头，当时黄叶正好背对着他，自己犹豫了片刻，机会已经失去。之后看到黄叶超强的实力，已经把刺杀的念头彻底藏起来，以他的实力根本没法偷袭。现在被黄叶看出他的伪装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利用少年的刺杀阻拦黄叶，自己才有机会死里逃生。黄叶的小黄步立刻启动，唰的一下躲过少年的攻击，出现在老乞丐身前，一掌拍出，老乞丐都吓毛了，急忙举起双掌相迎，手中还夹着2枚掌中钉。只是黄叶的手刚伸出一半，已然收了回去，身形一偏，一脚踢过去，咔嚓！啊！老乞丐倒飞回去，小腿断裂的痛苦把老乞丐疼得豆大的汗珠不断滑落。你他妈骗我！老乞丐痛苦地嘶吼道：“哈哈，兵不厌诈，老东西，你是玩暗杀的，这道理还用我跟你说吗？”黄叶信步走过去，看了一眼少年，少年已是七窍流血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你可真行，竟然用孩子当挡箭牌！丐帮的，哼，要杀便杀，我丐帮绝不认怂。丐尼玛，我他妈说丐帮你就顺杆爬呗！说完，一脚踏在老乞丐另一条小腿上，咔嚓！老乞丐直接疼晕过去。这些跪着的都吓懵了，这小子下手太狠，说错一句就是残肢断臂。老混蛋，当我不会化妆吗？一会儿再来收拾你。黄叶转到2个依旧瘫在地上的武王前，你们别告诉我也是丐帮的。爷，我们不敢，我们是地煞帮的，帮主让我们在这里埋伏。看来你说的是实话，那些家伙也是地煞帮的。黄叶指了指跪着几人，没错，都是地煞帮的。你过来。黄叶指了一个家伙说道。这人立刻跪着爬过来，你他妈也没受伤，不能站着走路吗？爷，我错了。说完，嘴巴子噼里啪啦扇起来。好了，别他妈扇了，噪音你知道吗？是，小人知道。这家伙立刻停止自嗨模式。卧槽，你真知道？你也是穿越过来的？这家伙一愣，穿越是哪个城池？没什么印象，别想穿越城是哪儿，赶紧套近乎。爷，您说的对，我也是穿越成人世，前2年才过来。您也是穿越成人世？是你个头！黄叶一嘴巴子呼过去。这家伙委屈的捂着脸，不解的看着黄叶，怎么老乡打老乡呢？现在赶紧去你那个地煞帮，把帮主给我叫过来，别想着跑，这里认识你的肯定不少。爷，小的这就去，您放心，我保证把话带到。滚吧！这人立刻一溜烟没影了。刚走没一会儿，一阵嘈杂声响起，一队禁卫快速奔过来。卧槽，出警速度够快的！里面的店家，给我那把椅子。立刻有店家打开门，送出一张椅子，不过人没出来，只露出一只胳膊。黄叶接过椅子，稳稳地坐在上面。什么人竟敢当街杀人？围起来！10数个禁卫立刻呈扇形包围了现场。带队的是个30多岁的壮汉，看到血淋淋的现场状况，心底一寒。卧槽，这下手的人够狠的，肯定是穷凶极恶之辈。现场除了几个跪着的，剩下非死即残。抬眼看了看坐在那里的黄叶，不会是这小子一个人做的吧？看他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，这他妈什么状况？好像这小子对犯下的罪行很满意呢。他也有点懵。忽然他看到一个熟人，此人正趴在地上，不过脸却是冲天的。卧槽，这是地煞帮的前武王，前武王也是这青年杀的，那可惹不起，自己只是50巅峰，差太远了。这情况还不得不问，职责所在，善良点问吧，可不能惹怒这个瘟神。你赶紧通知统领，这里死的有武王，需要他来解决。是。一个禁卫立刻飞奔离开。头目走到黄叶面前，他可不敢让黄叶站起来说话，只是面色平静地问道：这位公子，
死的人都是您杀的。头目言语中下意识带着一丝恭敬。那个少年不是，是那个老东西杀的，其余的都是我杀的。说罢，指指那个老乞丐。为什么杀他们？你觉得呢？现场什么情况看不明白？头目一怔，这青年牛敢这么反问禁卫的人不多，人家确实有牛的资本，还是老实问话吧。敢问公子贵姓？姓黄。黄公子，这些人是围攻您，但被您反杀的吧？总算不傻。头目心中一丝火气都没有。他们为什么暗杀您？我哪知道？一会儿他们那个帮主来了，你直接问他。黄公子，我看他够呛能来。你说他跑了？没错，他在这里设伏暗杀您，如果成功，他们可以掩盖罪行；如果失败，闹这么大动静，肯定会惊动城主府，他只有跑路。哦，这我倒没想到。算了，跑就跑了，我也没时间管这些烂事儿。两人正说话间，又一队禁卫急匆匆赶来。为首两人虽然也是禁卫服饰，但材质明显比这些禁卫的档次高，不怒自威的样子，一看就是领导。头目立刻迎上去，低声跟两人汇报。两人听完汇报，看了一眼现场的惨状，也是面面相觑。他们已经认出瘫坐在地上的两人也是地煞帮的武王，其中一个还是武王中期。大哥，是地煞帮的臣，留两位武王，这青年到底何许人也？面对3个武王暗杀，竟然毫发无损，这是什么实力？我以前从未见过，他能反杀这些人，应该有武王巅峰实力。银月城年轻1倍，何时出现如此天骄的人物？二弟，看来我们禁卫还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。大哥，小弟失察了，不怪你，他可能是外地人士，城里没有姓黄的家族。二人小声谈论着，忽然看到那个老乞丐。大哥，那个老东西是谁？过去看看。两人走到老乞丐身前，两人仔细辨认一下。大哥突然伸手抓住老乞丐头发，使劲一拽，头发胡须全被拽下来，一张白皙的中年人面容显露出来。中年人怨毒地看着黄叶，卧槽，是这个王八蛋，通缉他10年，没想到也在这里失手。二弟失声道：三弟，真是天开眼，终于抓到这个王八蛋，你的仇可以报了。二弟激动地说道。二统领，他就是那个杀害三爷的追魂手赵生。头目问道。没错，化成灰我都能认出他，杀手唐老七。三人同时看向坐在椅子上的黄叶，互相看了看。两位统领走到黄叶身前，公子能否告知全名？大哥问道。黄叶。两人摇摇头，印象中没有这个名字。公子也是银月城人士？是。两人对视一眼，跟他们的判断不符呢，莫非是平民？请问公子住在哪里？城主府。什么？三人吓了一跳，这小子怎么胡说八道？如果不是黄叶太可怕，他们恐怕大耳瓜子已经呼上去。请问公子和城主的关系是？我是城主府三少爷。啊，三少爷。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，城主有个义子确实姓黄，不过那个义子好像是傻子。你特么才是傻子，你全家是傻子。黄叶很不高兴。啊，三少，小人口误，小人不知是您，冒犯之处还望海涵。三少爷的脾气好暴躁，不过可以理解，有这么强的实力，暴躁点不奇怪。好了，你们来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们，我走了。您随意，只是您不想知道随时幕后指使吗？不感兴趣，来一个杀一个，还他妈找专业杀手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请到什么级别的杀手，一群垃圾。说完，黄叶起身拍拍屁股走人。两位统领立刻恭谨地送了10几米远，结果被黄叶撵回来，赶紧把这些人都收监，大刑伺候，问出幕后主使。全城立刻戒严，抓捕所有的地煞帮帮众。此时的地煞帮帮主和2个手下正在城外一间破旧屋舍里叫苦不迭。帮主听到汇报之人说了现场状况，知道出大事儿了，自己肯定被何老二骗了。这人能在3个武王偷袭下把3人打残，肯定是武王巅峰。事情败露，禁卫肯定全城搜捕他们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跑路。回去的2位统领也在研究这位横空出世的三少爷。大哥，地煞帮和杀手堂为什么会对三少爷出手？估计很难查出来，这些人应该不知道三少爷的身份。能出动这么强的暗杀团队，幕后人至少是大家族的。你听到一个消息没有？什么消息？何老二突然宣布退出何家。大哥怀疑这件事是何老二做的，查查三少爷最近的行踪吧，如果他也在武道学院，很可能跟何老二那个狗儿子有关。我这就安排人去查。大哥，三少爷是不是城主大人藏起来的案子？二弟，城主府的事情我们还是少议论，回去把这件事儿如实上报就行。大哥，我们哪天是不是请三少爷喝一顿？老三大仇的报，我们得感谢他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我们能请得动吗？那我们可以送份谢礼，
唉，刚刚跟你说了，城主府的事情我们不要介入，你这么快就忘了？是，大哥教训的是，我就是高兴，这次不把那个王八蛋扒皮抽筋，我王字倒着写。哼，那个混蛋就交给你了，最好能问出杀手堂的据点位置，还有幕后主使是谁。唉，真没想到三少爷能把杀手堂老七打成残废，他可是武王后期，还擅长隐秘和暗杀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黄叶此时正哼着小曲前往唐府，盯梢的都没了，他也清静不少。对于刚刚发生的事儿，他也无奈，不暴露身份，肯定被带到局子里盘问。时间就是金钱，他现在缺的就是时间，哪有时间浪费在这些琐事上？刚才虽然惊险，对自己也是一种历练。说实话，他还挺感谢这些人，在自己弱小的时候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培养自己。这是一本万利的事儿，等将来有钱了，也买几个杀手来刺杀自己。杀手堂的老七也是一头雾水，他一直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黄叶发现。那群人布下天罗地网的时候，他也接到通知，让他在附近守候。如果那些人不行，他就出手；如果那些人成功，就不用出手。反正只要人去了就行，即使不动手也能收到钱。他们刺杀的时候，他一直旁观，从开始那一刻，他就觉得这些人很可能会失败。直到出现机会那一瞬，他犹豫了。打死他也想不到，就是这次机会，他才暴露了。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进入黄叶的视野。从黄叶进入埋伏圈之前，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全景眼球之内，任何人有一丝异动都逃不过黄叶的眼睛。再加上系统全面分析现场，及时提醒黄叶每个人的异动。黄叶结束战斗的时候，系统已经把老乞丐的异动画面回放给黄叶，结果他成了杀手界最衰的杀手，仅仅动了点念头，迎接他的就是酷刑。这还是黄叶第一次和系统一起合作作战，系统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实用。经过这一次战斗，黄叶已经把系统提升到战略合作伙伴级别，最早的抱怨早就抛之脑后。到了唐府门口，还是唐兴出来接他，黄叶又旷课了。这次他在唐府待了7天，除了提纯剩下3种元素，还启动了第5层凝练功法的学习。看到凝练元素并不需要环境支持，这才离开唐府。他在唐府这段日子，外界却是风声鹤唳。先是全城抓捕地煞帮，地煞帮在银月城的所有堂口被查封，一个百年帮派彻底消失。接着杀手堂2个据点被端，不过禁卫去的时候早已人去楼空。最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何老二夫妇携子潜逃，何老二一脉剩余人员全部充作官奴。城主亲自去了何家，何家最后花了大量金银，把何老二控制的一个方式让出，才把事件平息。这些何家主早有心理准备，看到何老二执迷不悟的时候，他已经准备好退路。此刻坐在一辆马车中的何冰正怒气冲天地向何老二怒吼：你他妈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为什么刺杀的事儿不告诉我？第二，为父是怕你担惊受怕，才没告诉你。东方亮再次忍住了，这2个老东西还不能得罪，他们带着不少金银财宝，自己的病还要靠他们出钱买药，现在那些药材采购的还不到一半。幸亏老东西听到刺杀失败的事儿，立刻告诉他自己听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赶紧让老东西收拾东西跑路，才躲过一劫。要是被抓，自己的重生之路可太曲了，即使不死，肯定也会在大牢里面常住，那还恢复个屁！你们这些人都给我等着，我回归之时就是你们的死期。随着何老二一家出逃的消息在全城散布，黄叶废了合兵的消息也在学院快速传播，所有认识黄叶的人全部惊呆，最高兴的就是冯华腾，差点没放鞭庆祝。城主府里也是热闹非凡，晴儿和月儿的小院待遇一下提升起来，仅次于几位夫人。曲家主也再次拜访二夫人，告诉她黄叶的现状。二夫人听的也是冷汗直冒，知道弟弟的判断没错。大夫人和三夫人也暗中调整计划，他们知道黄叶的现状根本无法撼动。趁着夜色回到城主府，二女听到黄叶现在无法双修，也泄气不少，只能认真听讲。黄叶把4、5层功法也传授给二女，现在二女的听力大大提升。二女说这段时间并未听到院外有异常声音，神秘老头没有再次露面，黄叶分析可能跟府中增加巡查力量有关，再一个可能就是他在二女这里没发觉异常，放弃这里的探查。你个老瘪犊子，小爷迟早会遇到你，除非你永远消失。黄叶授课结束，看二女并未离开，难道自己没说明白？看来2丫头真是食髓知味，自己的魅力还是很强大。很快他就被打脸了。少爷，我们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。晴儿鼓起勇气说道。哦，什么事儿？这丫头想要就明说，弄那么委婉干什么？要不是我不敢，都不用你们说。少爷，这2天3位夫人送来很多礼物，不过这些礼物不是给您的，是给我们姐妹的。我们也拒绝了，可是送礼过来的丫鬟说我们不收，他们回去就会受罚。
以前跟她们都是姐妹相称，我们只好收下了。黄叶很郁闷，不是那个事儿呢，白歪歪了。哦，他们为什么送来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不止这些，我们在吃的方面待遇也提高不少。那些平时给夫人们准备的补品，也有我们的份。他们还送来几个丫鬟，不过被我们拒绝了。大夫人和三夫人送来的只是一些珠宝首饰，二夫人除了首饰外，还送了不少绫罗绸缎。黄叶想了想，看来自己那一战已经名动全城，这让黄叶不得不感叹，还是特么强者地位高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晴儿月儿，那些珠宝首饰你们觉得好看就戴吧。虽然你们已经是修士，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理解你们的心。啊，谢谢少爷了。二女立刻扑上来，一左一右两个相吻应上来，接着两人便不管这位少爷，从柜子拿出一堆小盒子，爱不释手地挑选起来。黄叶笑着摇摇头，毕竟还是花季少女，哪怕变成修士也不能免俗。没多久，二女身上就多了几件饰物。少爷，我们戴上去好看吗？卧槽，还真是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两人戴上这些珠宝首饰，气质一下提升一大块。晴儿更显得明艳夺目，月儿也是秀外慧中。二女本就生得漂亮，被首饰的珠光宝气衬托得更亮丽，气质这块拿捏的也很到位。怪不得前世那些女人宁可不吃不喝，也要买一堆名牌饰品、名牌包包。挺好的，现在你们都变成名媛了。少爷，名媛是什么意思？黄叶想了想，好像名媛也不是什么褒义词。他还记得魔都有个什么名媛会，传出的消息很辣眼睛，就是很好的意思。既然口误了，那就牵强附会的解释吧。二女也没管他，继续挑选事物。黄叶却在思考，二夫人送礼是怕了，三夫人也能理解，大夫人送礼的目的是什么？她有个天选之子的儿子，没必要巴结自己。真是难以琢磨的女人，这三个女人都不白给。一间密室之内，城主正襟危坐，一个黑衣人直立在身旁。查到他在什么地方了？虽然没有任何线索，属下认为他应该在唐府。这么说，消失那一个月也在唐府，很可能那段时间唐大小姐也不在学院。唐府有意思，唐欣的能力是很突出，但唐家应该没那个实力把他快速提升到这个境界。难道唐家哪个长老不行了，临死前用了醍醐灌顶的方法？城主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如果说这个城池谁会这种秘术，恐怕只有唐家。唐家为什么会培养他？唐家那么多子弟，培养自己人不好吗？属下觉得可能是三少爷过目不忘的能力打动了唐家主。唐家这一辈里，只有唐欣能力突出，其他的都平平无奇。现在三少爷再次消失，唐欣也回了唐家。哦，看来这小子是想当唐家的赘婿，靠唐家力量保护他。属下也这么认为，唐家跟他走这么近，应该会告诉他的身世，唐家在旁敲侧击一下，肯定能煽动他。哼，一个唐家还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城主，当年的事儿，您是最大受益者，也是最有嫌疑的人，不如属下亲自出手把他解决了。愚蠢，你们再自行做主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当年的事儿我们已经做错了，他既然能成长起来，我们就任他成长。我也想看看他能不能再创造奇迹。城主，我担心他将来对您和府中不利，他还没这个胆子用秘法快速提升，你觉得根基会有多牢？学武不是儿戏，想一步登天那是痴心妄想，他很可能在武王巅峰的境界停滞不前。武帝竟是武者的一道生死大关，如果基础不牢，强行突破，很可能一生都突破不了。这个属下真不知道，不知道很正常，等你突破到武帝境就明白了。所有人都觉得他进步这么快，将来成就武帝会很容易，甚至能达到武圣级别，实际上他是饮鸩止渴，感觉自己处在危险之中，强行用秘法提升，不论谁给他醍醐灌顶，都不是在帮他，很可能害了他。我说城主怎么不着急，原来全在您的掌控之中。黑衣人不得不佩服城主的深谋远虑。当年的事儿，我会跟他说，看他怎么选择。如果他想不通，那也不能怪我，即使唐家也保不住他。城主，霞姑娘的事儿，会不会是唐家出手？应该不会，唐家能胜过小霞的倒是有3、4个，但是能把小霞骨骼震碎，让小霞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没有。城主，有没有可能他真有一个师傅，杀霞姑娘的是他师傅，醍醐灌顶也是他师傅，而唐家只是和他关系密切而已？黑衣人猜测道。你说这个不是没可能，毕竟他的成长过程太诡异，不到3个月，从一个普通人晋级到武王巅峰程度，除了醍醐灌顶别无他法。你查查唐家几个长老有没有异常，如果没有，很可能他真的有一位师傅。城主，霞姑娘死得太冤，我们暗卫都发誓要为霞姑娘报仇。冤有头债有主，真是这种状况，他那个师傅醍醐灌顶之后，恐怕也已入土。你们想找谁报仇？我告诉你们，没跟他谈过之前，
谁也不能动。从他们招供的口述判断，你们想要杀他，肯定要付出不少代价。不能吧？我亲自出手，他应该跑不了。黑衣人自信地说道。你能打过他，但想杀他有点难度，肯定要有人围攻。以他的能力，连杀守堂老七都扛不住。你觉得还有谁能拦住他？这倒是，真要把他解决，只有您亲自出手。我这个半步武帝确实没什么把握。你先下去，如果他冥顽不灵，我不介意废了他，让他继续在轮椅上过一辈子。是，属下告退了。黑衣人离开后，城主也站起来。小家伙，你倒是创造了一个奇迹，皇间有你这样的儿子，也算有福了。希望你能做个聪明人。除了已知的各种异动，各大势力听到黄叶突然崛起的消息，也被这个神秘小子惊住了。这消息绝对比妖魔现身带来的轰动大。这些人都知道，平静10多年的银月城马上要上演一出大戏。黄叶回到寝室，三人立刻从床铺上跳起来。冯华腾直接便要跪下，被黄叶拦住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哥，谢谢你。冯华腾哽咽道。哦，那件事儿你们知道了。和老二一家逃跑后，消息立刻传出，现在整个学院都把你当成偶像了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您不知道，何冰这人有多遭人恨，受害的不止我一个。他为什么跑路？您遇刺的事儿，禁卫已经查出何老二是主谋。这帮家伙倒不笨，还发生什么事？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这段时间银月城的变故讲一遍。黄叶若有所思，老子这个冲锋陷阵的人分文没有，好处都让你老吴的去，你做的真够可以。算了，计较这些也没什么意义，世俗的金银财宝没什么用。自己的600两银子，除了学院用了点，剩下的都没地方花。本以为炼体需要买药材，没想到自己身体的恢复能力太强，连这个都省了。老大，外面有传言，您现在是武王巅峰境界，这是真事儿吗？冯云好奇地问道。差不多吧。太不可思议，没想到我们竟然和武王同寝。您这么年轻，武王巅峰，别说银月城，估计在人类历史里面，您都是奇迹。呵呵，你别小看人类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老大，外界传说你可能是接受了醍醐灌顶秘术，才这么快晋级。黄叶一愣，这里也有这种秘术，小说里倒是看过这种秘术。这个理由好，可以用这点做文章。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，想做事肯定会留下痕迹。我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了。老大，真羡慕您，要是有武王愿意给我醍醐灌顶，我能高兴死。于建林羡慕道。瞅你这点出息，武王看你死了，肯定灌给华腾。哈哈，我们都是兄弟，灌给谁都行。老大，您的实力属于教习级别，还会去上课吗？不上课，我来干什么？我可没兴趣教书。好了，现在距离上课还有段时间，你们继续睡觉，我要修炼。是。三人并未睡觉，也都在床上打坐修炼。老大带给他们的伤害太大，他们也要努力，最起码老大在的时候，他们要努力。黄叶继续自己的凝练，经过提纯之后，他感觉实力再次有了质的飞跃。如果凝练成功，自己实力还会提高。出阳境的凝练是把灵气不断的压缩到元阳境，这些压缩到极致的灵气会转换成液态。黄叶觉得这个过程有点像物理学中物质的3种状态。凝练就是密度不断提升的过程，把元素不断压缩，里面的缝隙越来越小，直到形成液态。只是这一层的难度要大很多，在唐府第5层功法已经能运用，不过凝练速度并不快。几人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，让五行形成圆环状，4人都没有尝试成功。现在黄叶唯一知道的是4人走的路和这里的修仙体系有差别，他们都是武系同修，可以使用武系术法，术法的威力到底如何也没评判标准，全是自己瞎琢磨。不过他身体的每一分变化，系统都做了数据采集。玉女心经第4层功法系统也没停止推演，不过浓缩到50多章后速度骤降，如果不找到新的修仙功法补充，研发速度会更慢。现在要抓紧这方面的准备，地图不换没有任何机会。看来小说里经常换地图，自己也该换了。到了上课时间，黄叶再次在校园现身。现在他已经是大人物，扫地大婶都知道他的名号。他这身粗布衣衫也成了时尚，很多学子都穿着跟他同款同材质的衣袍。路上遇到的学子见到黄叶全部躬身施礼，三少三少的叫声不断。黄叶很讨厌这样的举动，走了不到1里路，实在受不了，纵声高呼：我来学院是学习，没事别跟我打招呼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学院每个角落都听到他的声音。院长，小家伙好像很不高兴。教务司长说道。唉，可惜了，他要是早一点出现，我们这次交流赛肯定拿第1。他年纪不大，可以让他参加下次交流赛。下次你觉得他能在这里待多久？
交流赛那种级别的比赛，他能参加吗？也是，根本不在一个层次。没想到我出去一趟，回来竟出现一个天纵之才。听说他还有过目不忘的能力，可惜啊，可惜。院长是担心他会被城主毁了，谁知道呢？当年的事情一直是个谜，那件事只有他们父子面对面才能说清，而且只是城主一面之词，这小子信不信还两说。希望他能聪明些，别惹怒城主。我上次遇到城主，感觉他的实力又精进了，现在已经接近5帝后期，银月城当之无愧的第1高手。院长，这小子潜力无限，我们能不能出面保他，顺便把他吸纳到学院？糊涂，这是人家的家事，我们怎么出面？这也是我可惜的原因，无法插手进去。随着黄叶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果然没人跟他打招呼，全部改成注目礼。直到黄叶路过他们身边，注目礼才结束。院长远远看着黄叶的身影，这小家伙真是打出了威名，我特么都没这个待遇。看来他把何家那个坏种废了，确实大得人心。没错，院长，听说这几天城内酒楼全是满座，还有平民花钱去酒楼庆祝。你还有脸说黄叶是英雄，武道学院戒光了，何冰何尝不是学院的人？校纪方面的问题是学院的诟病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明白，明白。教务司长一头冷汗，这是领导对自己不满。黄叶挑了一条僻静的小路去剑道班，注目礼太多，他也受不了。忽然，黄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身影太诱人，他的印象很深刻。身影主人看到黄叶，并未打招呼，反倒立刻低头侧身让开。黄叶却没让，而是停在身影前。师姐，好久不见。黄叶热情地打招呼。苏婉四下看看，还好这里人很少，只有远处有几个学子。咔吧咔吧嘴，不知该怎么称呼黄叶好，最后选了个通用的。三少爷好。哈哈，师姐，你上次可不是这么叫我，我还是喜欢原来的称呼。上次是被你骗了，武王巅峰还是城主三少爷，不论哪个头衔都不是我能高攀的。师姐，那2个都没意义，我现在还是这里的学子，你比我早到这里就是师姐。可是什么？在我眼里，你既是师姐也是朋友，我们之间不用那么多俗礼。我不是有意要骗你，当时刚到学院，他们看我是什么眼光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是第一个对我友善的人，我能记一辈子。听到黄叶的话，苏婉心中也是一热。开始他对黄叶的印象很好，这次听到黄叶的事情，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。2人的身份和实力差距太大，自己还暗自神伤，好不容易有个朋友，还被他骗了，印象分一下清零。所以看见黄叶才故意躲开。黄叶这么一说，才知道自己这个师弟是真心的，自己误会他了。你也是第一个不嫌弃我的，我也记一辈子。苏婉也坚定地说道。师姐在什么班上课？我在刀道班。哦，师姐怎么不学剑道？女子用刀的不多吧？我算女子吗？黄叶上下打量一下苏婉。怎么不算？你是标准的美女。你是看我身材好吧？我知道自己有缺陷，就找各种办法让自己身材变好，结果白努力，还是没人认可我。他们都是俗人，师弟肯定认可。你不用急，早晚我能找到治好你印记的方法。谢谢三少爷。都说了，我们之间没有那些世俗的称呼，你还叫我师弟就行。那好，我就认你这个师弟。苏婉抛却身份的差距后，也开始活跃起来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我们班的偶像，我这几天耳朵里塞的都是你的故事。其实听说你有过目不忘的天赋，我就想过来看看这个神奇的师弟脑袋到底怎么长的，只是怕自己会影响你的形象，就放弃了。接着你就爆出这么大的消息，最可笑的是，我这个小小的武师当初还大言不惭罩着你，你当时一定嘲笑师姐不自量力吧？没有，当初是我先说要罩着你，被你强行夺权。我哪知道你一个新人，小小的年纪竟然是武王。哈哈，当时我说出来你肯定不会信，我要是不信，你就打到我相信为止呗。我只是到学院来学习，不是过来炫耀，何况你对我还很友好，我更不能动手。对了，你现在已经是高阶武王，怎么还来上课？学院没几个教习能打过你吧？学习跟什么境界无关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我在武技方面差的很多，所以要学习。现在我学习的是剑道，过一阵还要学刀道。啊，你要来刀道班？那你千万别说我们认识，我在班里很受歧视的。师姐放心，我说过要罩着你，还是不要了，我不想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说完，黄叶看到苏婉脸上泛出一丝红晕，黄叶一愣，秒懂。哈哈，看来师姐有喜欢的人。唉，喜欢也没用，师姐是单相思，人家根本看不上我。苏婉情绪一下变得很低落，谁这样牛逼需要师弟出马吗？我的事儿还是不要管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再跟你说一会儿，我也成名人了。也好，有空我们再聊。2人挥手告别，
苏婉顺着一条小道跑了。看着苏婉扭动的翘臀，黄叶心中暗叹，可惜了，这么好一姑娘，连我看着都心动，竟然没人喜欢。如果找到用灵气给她美颜的方法，肯定能让她重新找回自信。进到剑道班，剑道班的学子立刻全部起立，跟教习进场一个待遇，好像这些人提前演练过，全部躬身施礼。黄叶也很无语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这帮学子只是恭敬，自己真不能教训。好了，以后见我的时候不用这样，我也是这里的学子，平等相待就好。是。所有学子恭敬的答应，黄叶无奈的摇摇头，算了，随他们吧，反正待不了多长时间，学完剑道和刀道就撤。这两项都是系统欠缺的基础东西，这两门学完，凝练也差不多能结束，到时候也有资本跟城主摊牌。独孤策从内堂出来时，看到黄叶也是一愣，你还当学子，有点不符合你的身份吧？独孤策狐疑的问道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就算我是武帝，在剑道方面，你还是比我强。哈哈，有道理，是我迂腐了。平平静静过了几天，黄叶又学了几套剑法，每天生活的也很规律。下课后就去密灵炼体，炼体后凝练元素，灵气凝练的效果也不错，墨灵气基本完工，凝练完的已经大幅减肥，现在宽度不到原来的1/3。第二个凝练的元素是火元素，这次黄叶是按五行顺序凝练，一步步向内压缩。系统，剑法方面还需要继续学习吗？学了肯定有帮助，不学也够用。最近2次听课，可以归纳的点也不多，将来有机会接触新剑法，现学也赶趟。行，我明白了，明天开始刀道学习。进入刀道班，看到苏婉坐在一个角落，头埋得很深，并未注意自己到来，便向另一个角落走去，找个空位坐下来。后面是学子看到黄叶，消息立刻向前扩散。刚刚还人声鼎沸的班级立刻鸦雀无声，不过没人敢回头。教习进入讲堂，看到坐在后面的黄叶，也是一愣神，立刻点头示意，黄叶只好回礼。到课堂之前，黄叶也学过一些刀法，系统记载的金乌刀法、血刀经、八卦刀、日月乾坤刀、少林双刀18滚、太极刀、梅花刀，他挑好的学了几种。只是系统中记录的刀法并不多，黄叶也没让系统做整理，等多凑一些刀法，再一步到位。今天教习讲的刀法名字叫乾坤斩，系统最后的评判，乾坤斩整体要比前世刀法强不少，因为和前世人类的身体素质不同，有不少招数都是在身体极限下才能完成。学习剑法的时候，黄叶也察觉到这种不同，只是他所能达到的极限能力更高，而前世还有经典的独孤九剑，这才忽略这个问题。学习过乾坤斩，黄叶知道系统在刀法上的欠缺太多，这次一定多学点，补充系统的数据库。下课后，黄叶并未离开，在原位继续闭目思索乾坤斩的各个刀招。因为系统拒绝对乾坤斩的改进工作，他说这套刀技暂时无法改动，除非接触更多的刀技。系统无法改动，黄叶只好自己琢磨，最起码要先学会。刚才在课上听完，加上系统的动画模拟，这套刀法已经掌握的差不多，只是让他耍出来可以，实战运用还差很多。学子们看他在那里思考，全部悄无声息地走出讲堂，出了讲堂才长舒一口气。这家伙气场太强大，他们可不敢惊扰。整整一堂课全都憋着不说话，连教习都想过来感谢一下黄叶，没想到黄大神竟然来这里听课，他真的好帅，我的心已经被他俘虏。2个女学子在院子里窃窃私语，你拉倒吧，你这容貌和唐教习比起来天差地别，人家也没打算嫁给他，就是暗恋。你听说没有，前几天有人看见那个丑女竟然跟黄大神唠嗑。什么？黄大神难道是爱心泛滥，看他可怜就陪他唠一会儿？不知什么情况，真丢我们刀道班的脸。丑女不是喜欢叶坤吗？她喜欢有个屁用，叶坤就算变成瞎子也不能要她。早上叶坤看到她的脸，把早饭都吐了。这么夸张？我亲眼所见，叶男神还警告他滚远点，今后至少要离他5丈之远，而且必须低头。也是，叶男神是什么人物，这么警告他不过分。2位同学，那个是叶坤啊！2女吓一跳，看到是笑眯眯的黄叶，2人心底一颤。黄大神怎么笑起来的样子不好看，看起来很阴险。三少爷，您找他有什么事儿？我想看看男神长啥样。他可帅了，比您不跟您一样帅。他出来了，就是那个最高的。谢谢2位同学。一个高高大大的英俊青年从讲堂里走出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人，明显是小弟。这家伙好像颜值是挺高，怪不得苏婉暗恋他。叶坤看到黄叶正在院子里，立刻转换行进方向。你过来。黄叶指了一下叶坤。叶坤一愣，这家伙找我干什么？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也得过去，这也惹不起。赶紧跑过来，三少好，
您是叫我吗？没错，听说你很厉害，我想和你切磋一下。叶坤一听腿都哆嗦了，这特么谁说的？他是天才没错，还代表学院参赛了，可是跟这个恶魔怎么比，差一个大境界。三少，您就别为难我了，我这个水平在您面前连菜鸡都算不上。不能吧？你连我师姐都不放在眼里，还能怕我？您师姐不可能的，您师姐肯定是天神般的人物，我恭敬还来不及呢。哦，可是我听到的怎么跟你说的不是一个版本？三少，请问您师姐是？黄叶，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苏婉气哼哼地站在讲堂门口。卧槽，真是有了情郎，连小弟都不要了。师姐，欺负你就是欺负我。讲堂内外所有学子都愣住了，尤其是叶坤惊讶地看向苏婉，这他妈什么情况？这丑女竟然是三少的师姐！我的苏奶奶，你他妈早说啊，这可真是要命。想想自己早上对苏婉的种种，冷汗瞬间湿透后背。这家伙对我虎视眈眈，一定知道早上的事儿。是哪个缺德带冒烟的家伙打的小报告？让我查到是谁，一定扒他的皮，抽他的金线，再还是想办法平息这个魔头恶魔的怒火，不然被扒皮抽筋的是我。叶坤正在想用什么方式求饶，苏婉先开口说话了：我都没往心里去，你生什么气？要是闲得难受，就陪我练练刀。苏婉的语气很平静。好狂妄的小丫头，想跟我练刀？算了，还是答应吧，感情的事儿不能掺和。好吧，正好我今天学的刀法有很多地方不明白，还想请教师姐。你先道歉。黄叶指了指叶坤。师弟，不用他道歉。苏婉拒绝道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早上是我不对，冒犯了苏同学。叶坤可不敢听他的，赶紧忙不迭的连作揖带道歉。你以后见到师姐要主动请安，不许抬头。是，我一定请安，一定不抬头。叶坤擦着头上的冷汗，看到认错的态度还不错，黄叶也没理他，溜溜的跑过去。苏婉神色复杂的看着黄叶，其实他心里挺高兴，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，只是他真不想为难叶坤。早上叶坤的话已经让他的心拔凉拔凉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叶坤会厌恶到那种程度。连黄叶过来上课他都没注意，心底已是灰暗一片，直到全班突然安静，才看到这家伙来了。下课后他依旧呆呆地坐在原位，思考自己是不是错了。自己虽然喜欢叶坤，但从没有表露过，只是偷摸看他，倾听他的故事。从别人的话语和他平时的言谈举止，他觉得这个阳光男孩不只是帅气，还很平易近人，恃才不傲，简直是完美的代名词。没想到他早上看到自己竟然夸张的吐了，说出的话更令他心神俱碎。相比之下，黄叶刚才的举动却让他感觉很温暖，仿佛和煦的春风吹散心中那片愁云。黄叶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他们以后不敢对自己指手画脚。黄叶的坦诚，黄叶的真挚，黄叶的友善，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经完胜叶坤。师姐，我们在哪儿耍大刀？就去那片空地吧。苏婉指了练习场的一个角落。这丫头活的是挺辛苦，上课坐在角落，训练找的也是角落。那好，就那里。两人回讲堂取来自己的刀，直接去了那片空地。随着两人过去，那片空场旁练习的学子立刻让出很大一块空地，他们可不敢和武王同场耍大刀。这些人换到其他地方后，好像是继续耍大刀，实际都在关注黄叶和苏婉，只是不敢围观。连本想离开讲堂的叶坤也拿来一把大刀，假模假式的找地方演练。没在训练场的弟子则是通过窗户和大门偷看两人，他们不是想看笑话，而是想知道这小子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。苏婉也不知怎么搞的，今天的胸挺的极高，傲人身材展露无遗。学子们还是第一次认真看苏婉，他们都没想到苏婉还有如此光彩夺目的一面天。她的胸好高，比我的大1倍。是啊，真令人羡慕，没想到丑。话还没说完，自己扇了自己一个耳光。我这破嘴是该管管了。这女学子已经感觉身上凉飕飕，吓得她再也不敢吱声，更不敢抬头。黄叶，谢谢你，这是我第一次被人关注。苏婉小声道。哈哈，师姐，等将来我治好你，保证追你的人可以绕城1周。到时候你觉得那个叶坤给你提鞋都不配？虽然不现实，但我爱听。好了，你今天第一天来，对乾坤斩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？还好吧，要不我施展一下，师姐看看有没有问题。也好，这套刀法我以前学过，多少有点经验。黄叶抽出大刀，静静立在练习场，一动不动，如月临渊。脑中回忆刀法的每一招，感觉不对的地方，调出画面仔细看。所有人也不练刀了，全都看黄叶摆造型。众人都在心中暗赞，不看别的，仅看黄叶这份气质，他们就知道相差太远。这种舍我其谁的霸气，他们可能永远达不到。黄叶开始动了，
动作并不快，一刀一刀，一招一招，既稳健又扎实。一炷香功夫，乾坤斩36招全部施展完毕。收刀，凝神静气站好。噗嗤，苏婉实在憋不住笑出来。他这一笑，所有观看的学子顿时憋不住，也都哈哈大笑。师弟，你一个大武王，这刀让你耍的简直不可思议。36招，没一招对的，能全部做错，也难为你了。黄叶四下看了一圈，这些学子立刻止住笑声。师姐，我觉得耍的挺好看呢。哥，你这也叫好看？还是师姐给你演示一下，你仔细看看。黄叶沮丧的道。好吧，我就欣赏一下师姐的演示。黄叶让开位置，苏婉在场中站定，一个起手式，刀身吞吐，如行云流水一般。一个女儿身竟然把这套刀法演绎的气势磅礴，一点不输男儿身。黄叶不得不佩服，这丫头确实有两下子，整套刀法下来，仅有2招稍有迟滞。黄叶的掌声响起来，观看的学子也都热烈鼓掌。他们以前都没注意过苏婉，哪怕耍得再好也没人看，这次单独看她表演，却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尤其她的身材好看，耍刀的造型更是妙不可言。一套刀法施展完毕，苏婉额头也渗出一层香汗。怎么样，我演练的还不错吧？苏婉很高兴，这么多人看她表演还是第一次，内心还是有点成就感。师姐，看了你刀法，师弟我茅塞顿开，对你有帮助就好。帮助很大。师姐，有一招我不太理解。哦，哪一招？验过拔毛那招。苏婉一愣，怎么是这招？他对这招的理解也不到位，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，好像差半拍。师弟，那一招很难，师姐施展的时候也有点迟滞，你先试试，遇到不对的地方我就叫停。黄叶举起刀，慢慢的挥动大刀，到了苏婉错误的地方，动作再次放慢，直至关键的节点，黄叶突然停下。师姐，到这里我有个问题，我的肩是该沉下去点，还是维持原样？苏婉想了想，我记得教习讲的是沉下去，只是我施展的时候也做不到。那好，我重新来过，把肩沉下去试验一下。接着黄叶再次放慢速度，尤其到节点前，双脚、腿部、腰部、胸部、肩部的所有动作再次放慢，直至结束。苏婉若有所思，所有学子也是若有所思，只有在后堂偷摸观看的教习暗暗点头。这家伙教学方式还挺特殊，这种方法我都很难做到，看来人家能成名，绝非浪得虚名。黄叶第一次施展乾坤斩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不对劲。过目不忘的武王，就算从未摸过刀，也不会一招也学不会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起开，我试试。苏婉兴奋地说道。黄叶赶紧让开位置，七扯咔嚓施展完这一招，这一次很连贯，之前的迟滞感不见了。这回看明白没？苏婉高兴地问道，说完还习惯性挺了挺胸。看来这是个习惯，一旦到自己的高光时刻，会下意识显露身材，就像有的女生颜值高会故意微笑一样。师姐，你真厉害，看我的错误动作都能找到正确的方法，师弟佩服。还有哪一招不会？蜻蜓点水那招我也不太熟。苏婉一怔，这招跟那一招都是自己的问题，他怎么找这么准？你再演练一遍。如出一辙，苏婉这招也学会了。苏婉心中只顾着兴奋，没想到教这小子还能让自己领悟刀法，真是一举两得。还有吗？好像没了。没了？不会吧，你刚才的演练漏洞百出，怎么会没了？苏婉疑惑道。你再演练一遍我看看。好吧，师弟就却之不恭了。说罢，黄叶又摆起那个拉风的姿势，众人也等着再看好戏。黄叶举起刀，这次毫不停顿，整整36刀，一气呵成，而且那气势连旁边的大树都瑟瑟发抖，生怕这家伙给自己来一刀。不只是苏婉，所有学子包括教习也都愣愣地看着，因为黄叶太快了，快到不可思议的程度。学子们觉得好像比教习都快，教习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比自己还快。自己练过不下1000遍才做到现在的程度，他感觉已经很满意。看过黄叶的演练，他知道自己再练10个1000遍也做不到。你看我演练一遍就会了？苏婉呆呆地问道。不对，你以前应该练过乾坤斩。也不对。突然苏婉明白了什么，你刚才是教我呢？黄叶笑而不语。以前你就会用？呵呵，我今天是第一次拿刀，以前从未用过刀。这话说的没错，之前他练习系统记录的刀法用的都是树枝、苍蝇拍。苏婉上上下下打量着黄叶，恨不得把这小子脑袋撬开，看看里面的结构。这些学子也明白，之前黄叶故意做错，用意是让他们看到苏婉单独演练，这是个符解狂魔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个神奇的武王不仅一堂课学会这套刀法，还能青出于蓝，太特么残忍了，这练武天赋太逆天。叶坤也用炙热的眼神看着黄叶，刚才留下针对了，
他一直以为自己天赋惊人，没想到自己的天赋在人家面前连提鞋都不配。这次交流赛，学院虽然铩羽而归，但他觉得自己表现还可以，输得几场也不服气。今天看到黄叶，他知道如果黄叶跟自己一个境界，他根本不配叫天才。所有人都低下头，刚才笑得最大声的，甚至快把脸贴在胸口，脖子的长度堪称一绝。苏婉竖起大拇指，你强，连我的问题都能看出来，还能引导我改正。我问教习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熟能生巧。最可怕的是你第一次学这个刀法，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。内堂的教习老脸一红，也低下头。你个臭丫头，对比的时候能不能别把我带上？呵呵，低调低调低调你个头，你这是虐人没商量。我们天天练，还不如你一次学得多，让我们怎么活？师姐，这个不用比，自己学到功夫就行。天下之大，能人志士有的是，如果抱着攀比之心，自己的项武之心很难守住。其实他第一遍耍大刀时，虽然有地方是故意做错，但大部分还是对的。系统也辅助分析他错误的地方，从上课开始到演练前，这套刀法已经在脑中过了数十遍。有道理，谢谢师弟。所有学子都在思考黄叶这句话，叶坤原本有些失落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。走，今天师姐高兴，带你去外面吃好吃的。哈哈，师弟却之不恭。两人离开讲堂，向校外走去。教习也从内堂走出来。黄武王说的话，你们要记住了。以前你们有点成绩就骄傲自满，懈怠练武，这下知道差距了。再提醒你们一点，我们武者要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。教习，我们明白了。好了，你们好好练习吧。教习转身回了内堂。坤哥，他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一个小弟想拍一下马屁，啪，一个大嘴巴子呼在小弟脸上。你他妈真欠抽！你希望我死得快吗？赶紧滚，以后别跟着我。小弟委屈地躲到一边，自己本想让大哥说两句硬气话，在学子面前挽回点面子，没想到拍脚面上。你们听好了，以后苏婉就是我们刀道班的大姐，谁要是不敬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声音很大很大，两人走出100丈依然能清晰听到。黄叶，今天真的谢谢你，想我当初还想罩着你，真是讽刺。师姐，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们师姐弟不用说谢谢。师姐带你去银月楼吃大餐，那里很贵吧？放心，师姐有钱。两人抵达银月楼时，还没到吃饭的时间，里面的食客并不多。伙计看到苏婉二人过来，立刻迎上来，态度恭谨地说道：大小姐，您来了。还偷偷瞄了一眼黄叶，哇，是个帅锅，看来大小姐走桃花运了。这还是她第一次带男的来酒楼吃饭。给我安排一间上房，上房有现成的，您跟我来。伙计把二人带到一间装饰奢华的包厢。大小姐，现在给您上菜还是等会儿？等会儿再上菜。黄叶开口说道。伙计看了一眼苏婉，听他的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伙计离开包厢。黄叶疑惑地看向苏婉，这是你家的产业，不像吗？不像，就凭你这个身份，在学院也不该被人轻视。学院没人知道我的身份，确实够低调，比我强。哼，我是不敢高调，你是故意低调。城主府3少爷穿一身粗布衣衫，要不是这次何家的事儿，你的身份肯定不会泄露。这可不是故意的，我身上真没钱。拉倒吧，说出来谁信啊？苏婉撇撇嘴。黄叶也懒得解释。对了，你身处险境，以你的天赋应该很快成长起来，为什么不隐忍一些？黄叶瞄了一眼苏婉，你知道的事儿还不少。爹爹告诉我的，我们这种地方接待的都是豪门贵客，爹爹跟他们关系都不错。这件事儿我自有打算，将来我要离开这里，所以这里的事儿想尽早摊牌。那你一定保护好自己，师姐能帮你的只有银子，好像还没什么用。师姐，那个刀法你练过几次？没查过，大概10多天，上百次肯定有了。还有比你用的更好的，我应该能排第2。叶坤用了5天时间，看来师姐的练武天赋也不错。那是，叶坤是天才，我跟他比不了，其他人我还没放在眼里，所以你才暗恋他。不全是这个原因，我知道跟他天差地别，只是心里有点喜欢。经过今天的事儿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我在他眼里连扫地大婶都不如，今后我一心练武，再也不想其他事。如果有一天你的脸被治好呢？不可能的，你先别管可能不可能，我说真的治好了，到时候再说吧，或许我已人老珠黄，没人要了。如果我让你跟着我，你愿意吗？啊！苏婉愣愣地看着黄叶，这家伙疯了吗？如果自己跟叶坤是天差地别，那和他至少是10个天差地别。师弟，你别取笑我了，就算我容貌恢复，跟你比也是天差地别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恐怕一招手，全城的美女都会排队嫁给你。
而且你有唐家公主，银月城排在前几名的美女。哈哈，师姐你误会了，我说的是让你跟着我，并不是嫁给我。我怎么跟着你？估计我和唐心的事儿已经被你们传得既成事实。其实她不会嫁给我，我也不会娶她。为什么？她应该够资格嫁给你。苏婉面露疑惑之色。这是我的事儿，不过她确实是我的人。师弟，你这样不好吧？既然两人情投意合，而且身份地位也合适，她做你的正室应该没问题。先不谈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说说我的计划，你听明白再做选择。你说吧。我说过要离开这里，但不是不回来，将来肯定会回来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想躲开城主才离开这里。我现在有3个女人，一个是唐心，另外2个是我的侍寝丫鬟。啊，你这么小已经有3个了？苏婉惊讶道。别打岔，她们只是跟着我，不是嫁给我。我想建立一个宗门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宗门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武者，只有门派帮会，宗门都是修仙者建立的。苏婉疑惑地看着黄叶。没错，因为我就是修士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武王吗？哈哈，眼见的未必是事实。师姐，还是让你见证一下奇迹吧。黄叶食指立起，一簇小火苗在指尖冉冉升起。啊，你真是修士？说罢，小手还探到火苗旁边感受一下温度。确实是火，很热。黄叶收起火苗，这回相信了。怪不得你突然变得这么强大，原来是你变成修士了。外面都说你接受了武王的醍醐灌顶，传言真的不能信。哼，就算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，何况传闻。我说，你怎么突然高调？原来城主已经威胁不到你。城主能不能威胁我还不好说，我对武帝境不了解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和他对抗。至少你有对抗他的资本，你的实力已经是武王巅峰，还有修士的术法辅助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我是知道，你刚才那种火苗一旦沾身，凡人很难甩脱。你知道的确实不少。本小姐还说啥了？小时候我经常在酒楼听大人讲故事。其实我不这么认为，对于未知的事物，我们要有敬畏之心。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师弟现在是大修士，估计说出去，所有人都得惊爆眼球。哼，先不说这个，今天跟你说这个事儿，是想让你将来跟着他们3个。苏婉的小手贴在黄叶脑门上，不热啊？你没发烧，怎么说胡话呢？师弟，你这样的散修，天下有多少我不知道，肯定比牛毛多。你确定有能力建立宗门？别说成立宗门，哪怕建立一个江湖门派，都需要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你倒是可以成立，就你一个修士，剩下4个凡人，成立个毛线啊？宗门不是店铺，弄个屋子挂个牌匾就成了。哈哈，谁告诉你他们3个是凡人？你不用蒙我，唐姐姐是武王，她肯定是凡人。呵呵，她现在也是修士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一定骗我呢。这个先不用管，现在假设他们已经是修士，你是否感兴趣？不感兴趣，他们都是修士，就我一个凡人，他们都在天上飞来飞去，让我一个人在下面跑吗？万一他们招惹一个修士，人家打上门来，他们出溜都跑了，留我一个垫背。黄叶背对的毫无脾气，他说的貌似很有道理，自己只是想找个保护他的办法，成立宗门也是临时冒出的想法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他双修可以成仙的方法，如果讲明白，苏婉肯定能答应。可是他做不到，再来一次双修，自己100%突破。算了，这事儿还是以后再说。如果自己能形成灵气圆球，可以形成突破屏障，到时候再和这妞谈双修成仙的事儿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师姐，我们先吃饭。对了，弄一坛好酒。好酒必须有，今天高兴，我也陪你喝点。苏婉让伙计把饭菜送进来，两人开始大快朵颐，不停地推杯换盏，酒确实不错，比第一次喝的好了不止一点，入口绵软醇香，这让黄叶有点飘飘然的感觉。苏婉喝的也是俏脸绯红，娇艳欲滴，把黄叶看得心动不已。不多时，一壶酒已经见底，黄叶又要了一壶，两人继续畅饮模式。酒精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人神志不清，口无遮拦，甚至为所欲为。虽然他的身体素质提升不少，但也没怎么喝过酒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之前那些念头又出现在脑海中，一颗烦躁的心再次蠢蠢欲动。师姐，你对成为修士感兴趣吗？感兴趣有什么用？我只是一个凡人，这辈子没法成为修士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苏婉问道。师姐，其实……打住，打住！你现在是修士，不能再叫我师姐。为什么不能？仙凡有别，虽然你不介意这么称呼，但有一天别人知道你是修士，我承受不了那种压力。把你变成修士不就完了？咯。苏婉忍不住笑出来，笑的是花枝乱颤，看的是怦然心动。黄叶，你说梦话吧，我就是一个普通凡人，
没有修仙资质，不可能变成修士。师姐，我私下这么称呼你可以吧？行，随你。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唐心确实是修士。拉倒吧，你就是个小骗子。苏婉不以为然道。唐心是武王的事儿我清楚，当年我和他一起参加的仙门测试，整个银月城只找到3个。不会吧，这么大城池，几百万人口，就找到3个？没错，我们这里地处大陆边缘，很多自然条件都差，所以有修仙资质的人很少。你说的没错，唐心确实没有修仙资质，不过现在他确实可以修仙。之前他1个月没到学院，就是在家学习修士的基础功法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有仙师把他的体质改变了？你猜对了，那个人就是我。哈哈，你逗死我了！苏婉再次笑得前仰后合，波峰乱颤。黄叶不得不拿出杀手锏，心中默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你不过一个小小的修士，要是有改变凡人体质能力，那你真的是仙人了。知道你不信，再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我以前也不是修士。哦，那你现在怎么变成修士了？因为我修炼了一部功法。什么功法这么神奇，能让凡人变成修士？如果真有这种功法，那岂不是遍地是修士？苏婉撇撇嘴道，反正你爱信不信，我是修士没错吧？这么说，唐心那段时间也修炼了你的功法？他修炼不了，我那个功法只能男子修炼。那他怎么变成修士？我那部功法是双修功法，他和我双修之后就变成了修士。双修？苏婉愣了一下，接着脸泛红潮。你个小坏蛋，我说你怎么一直精心的编故事，原来是馋姐姐的身子。你别妄想了，姐姐就是个丑女，配不上你。姐姐已经准备一辈子不嫁。黄叶一怔，这妞的脑袋还真是奇葩，这话也能说出来。我那2个丫鬟也是凡人，现在他们也是修士，都是和我双修之后变的。哈哈，又加了2个配角一起演戏，你可真有出息。师弟，你要是真馋姐姐的身子，姐姐可以给你，但不要用这种欺骗的方式。你在姐姐心中是好人，可不能自毁形象。放心，姐姐即使给了你，也不会嫁给你，更不会嫁给别人。姐姐对自己的身子还是很自信，到时候把灯关了就行。黄叶一头黑线，自己这光辉伟大的形象在他嘴里变成骗子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师姐，我跟你说的是真事儿，如果有半句谎言，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轰隆隆，外面响起一阵雷声。卧槽，老天，你这雷来的也太是时候了。师弟，别乱发誓，没看老天都怒了。黄叶欲哭无泪。师姐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师弟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。你不是说可以给我吗？那我要了，到时候就知道我没有骗你。来吧，谁怕谁。苏婉噌的一下站起来，伸手就要宽衣解带。黄叶怂了。师姐，冷静冷静，酒容易乱性的。黄叶赶紧拉住他的小手。你现在给我也要不了，我因为修为进步太快，基础不稳定，等我稳定下来就要你。切，又找理由，你是嫌弃我吧？师姐，我是那样人吗？从第一次见面，我有说过你难看吗？这倒是，你是外面唯一一个不嫌弃我容貌的。师姐，将来我一定找到治疗你的办法，到时候你就是银月城第一美女。苏婉突然把头低下，香肩抽动，泪水不受控制流下来。这一下把黄叶整不会了，只好走到苏婉身边，轻轻拍她的肩膀。师弟，我知道你说那些言辞都是借口，可能你真喜欢师姐的身子，但我真的很感动，要不今天就要了我，反正我也不打算嫁人，便宜你了。说完，小嘴就凑上来。黄叶赶紧避开。哼，这回怕了吧？你们男人都是口是心非，真正送到嘴边，立刻暴露本性。像我这种丑女，你不会要的。苏婉并未怪罪黄叶的躲避，黄叶做出这样的反应很正常。叶坤看到他的脸都吐了，何况这么亲近的举动。师姐，我不是怕了，而是现在真的不行。我没有骗你，现在一旦双修，很可能会爆体而亡。如果跟厨子有亲昵动作，我会变成疯魔，根本控制不了自己。你等我一段时间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要不我把唐心叫来，让他告诉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跟他不熟，反正我打算给你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。放心，就算是假的，我也不会怪你欺骗我，我有自知之明。师姐，我还是希望你是真心的，而不是因为叶坤才破罐子破摔。切，小看师姐了吧，她还影响不了我。从今天早上起，我对她的心已经死了。我现在只想过好我自己。来，我们继续喝，我家的厨子还不错。两人继续大快朵颐。黄叶到这个世界第一次吃得如此丰盛，这些山珍海味从未见过，唐心一样一样给他讲，不时两人还碰杯干一个。不一会儿，苏婉的小脸已经喝得红扑扑，脸上的暗记也越发明显，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这一点让黄叶感觉很奇怪，好像那个暗记有生命一般，竟然带着一丝邪恶的感觉。黄叶记得看过一部小说，
里面提到过这种邪恶暗记。